我本是女帝师傅眼中万年不遇的绝世天才，如今师傅却无比厌烦地把我赶下山，只因我修炼了1万年修为却毫无长进。但无耻的我怎能空手离开？临走时不仅搜刮了师傅近千年的积累，还带走了禁忌森林中的神兽麒麟。就在我满怀期待地回到万年之后的陈家时，谁曾想当初风光无限的家族已然没落，就连家族曾经的附庸也都上门欺辱。当年凭借着陈家的帮衬，柳家迅速崛起。为了表忠心，柳家更是立下了一个规矩，柳家世代家主之女都下嫁到陈家。如今陈家落魄，他们便想废除当年的规矩，还用少量的灵石作为补偿来羞辱陈家。柳梦妍是柳家家主之女，本该下嫁到陈家的她，现在眼神之中满是高傲和嘲讽之色，因为她已经另攀高枝，看上了皇室的五皇子，所以她想要在嫁入皇室之前，将一些能够成为把柄的事情彻底抹除。但陈家人都很有骨气，没有丝毫胆怯。这时陈家家主之子陈云轩站了出来，不仅嘲讽她不配嫁到陈家，还要让柳梦妍道歉。柳家家主柳成风听后脸色一沉，一股强大的气势从身体之中迸发而出，他乃是真气境巅峰强者，而如今陈家最强者陈正元才刚刚突破到真气境，陈家上下无人能够抵挡得住柳成风的气势。柳成风一脸轻蔑地看向陈云轩，一个连宁元境都没有突破的废物，居然也敢对柳家不敬。面对柳成风的嘲讽，陈云轩目光坚定，正面对抗对方的气势。四目相对，柳成风感受得到陈云轩的坚毅，此子心性坚韧，意志惊人，若是将来让他成长起来，必定是个祸患，此子绝不能留。这一刻，柳成风的心中产生了杀意，因为他从一个年仅10几岁、修为只有巨灵境的少年身上感受到了危险。然而陈云轩此时目光紧紧地盯着柳成风，目光锐利地说道：“他日卧龙中得雨，今朝放鹤且冲天。我陈家总有一天会将曾经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这时一阵拍手的声音响起，这话说得不错，曾经失去的确实应该夺回来。柳成风正欲动手，却被这突然出现的拍掌声打断了。众人闻声看去，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了陈家厅堂的门口，这年轻人的身边还跟着一条大黄狗。柳成风和柳梦妍两人有些疑惑：“你是何人？”柳成风皱着眉头问道：“我叫陈长安，陈家人。”此话一出，陈家众人都是一脸懵批，只有陈家家主陈正元的眼神之中出现了片刻迟疑，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真是没想到，如今这陈家小辈一个比一个硬气。陈云轩尚且还有点修为，你连修为都没有，居然也敢口出狂言。柳成风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想杀我吗？你可以试试。”我不屑地说道。柳成风并未动手，而是放出自身威压。然而面对柳成风的气势，我毫无影响，甚至觉得有些无聊，因为我习惯了每天跟在师傅这个巅峰大帝身边，所以我并未理会柳成风，而是看了一眼大黄。大黄眼神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走到一旁，用嘴叼起了一把椅子放在了我身旁。看到我神情自若地坐在了椅子上，众人都是目瞪口呆。柳成风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对方隐藏实力了吗？陈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强者？柳梦妍此时也紧紧地盯着我，如今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突然陈正元猛地站了起来，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震惊：“您真的是陈长安？长久的长，安全的安。”陈正元激动得浑身颤抖，看来陈家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这也免得我多费口舌了。我淡笑着说道。此话一出，陈正元连忙走到我的身边，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跪了下来。陈家第135代家主陈正元见过老祖，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拜见老祖？见其他陈家人不为所动，陈正元沉声怒喝，眼睛瞪得溜圆。尽管陈家众人有些懵，但陈正元身为家主都这么说了，他们也不敢怠慢。陈家众人跪倒一地，这让柳家人有些不知所措。一旁的柳成风也是眉头紧锁：“大小姐，我似乎听说过这件事情，曾传闻陈家有一位老祖被强者带走，只不过这位老祖从未出现过，大家以为是陈家胡说的，或者是已经死，没想到对方居然真的存在。可我怎么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传闻？”柳梦妍惊讶地说道：“没听说过也正常，这传闻也有数百年。如今知道这个传闻的也不过数人而已。”柳梦妍看向只有20岁左右模样的我，心中充满了惊讶。若真是如此，数百年未死，那他的修为怕是赶得上大周皇室的最强者了。柳梦妍有些紧张地说道：“哼，数百年？我们老祖离开陈家已万年之久。”陈正元冷哼道：“什么？他已经活了1万年了？大周国成立也不过才1000年而已。”柳梦妍不敢想，如今的我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都起来吧！真是没想到，如今的陈家竟然沦落到了这番田地。听到我的话，陈家众人都感觉有些羞愧。我向着柳梦妍两个人看了过去，见两人十分紧张，不由得微微一笑：“放心，我不杀你们。至于这份契约，你们今天是带不走了。过段时间陈家人会登门拜访，全都滚吧！”我虽然毫无修为，但样子摆得十足。柳梦妍两人对着我鞠了一躬，随后便带人匆忙的离开了。“你小子刚才表现得不错，但你就不怕有性命之危吗？”这句话我是对着陈云轩说的。陈云轩没想到老祖居然会夸奖自己，心中也是充满了激动。回老祖的话，他们杀了我没有任何意义，这会徒增他们背信弃义的骂名。陈云轩笑着说道。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你难道不怕死吗？”“我怕死，但陈家不可辱。”陈云轩斩钉截铁的说道。“说得好，放心吧，有我在，没有人敢辱陈家，你也不会死。”我霸气十足的一句话，引得一旁的大黄满眼的鄙夷。“有你在，你有个屁用，装的倒是人模狗样的，真出了事还不是得靠老子？有老祖在，我们陈家必定能够夺回失去的东西。”陈正元激动的说道。“不是我，是要靠你们自己。以我的身份不方便，以免被人说是以大欺小，我提前打了预防针，毕竟就我这点本事，出去能干吗？啥也不会，就特么抗揍，谁也打不死。老祖，咱们陈家如今的状况不太好。”陈正元羞愧的说道。“不用担心，有我在，你们的实力提升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我让其他人都下去了，只留下了陈正元父子2人。过去的事情不提了，这里有些东西，怎么安排你来决定。”我随手将一枚内戒扔给了陈正元。当陈正元看到内戒里面的东西后，懵了：“这是什么品质的灵石？”陈正
正元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上品的还有一部分是极品。我随意的说道，在大周国，中品灵石都十分珍贵，内界中还有很多高级的功法武技，还有一些天才地宝。有了这些东西，陈家人的实力会在短时间内得到飞速提升。云轩，在陈家年轻一辈之中，你的天赋不错，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修炼？老祖，我愿意。陈云轩又不是傻子，跟着老祖修炼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随后吩咐他明天来找我，就让他退了出去。陈正元为我准备了住处，安排的庭院虽然不大，但景色不错，比自己和师傅在一起住的环境好多了。毕竟慕云瑶就给我安排了简单的一个木屋，足足住了1万年，倒也不是慕云瑶小气，毕竟他本身住的就十分简单，所以他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对了，老祖，我这里还有一件东西是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祖上曾经留下祖训，若是老祖您回来，务必要将这东西交到您的手上。陈正元从那戒中取出了一个玉匣递给我，打开后里面摆放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至于是什么材质我有些看不出来。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和那珠子有强烈的感应，我看了一眼大黄，大黄的眼神之中也是有些疑惑。陈正元看到我如此激动，解释道，老祖，此物名为胎珠，名字是祖上起的，因为这珠子是您当年出生之时一同出现，所以起名胎珠。这意思是老娘当年不仅仅生了自己，还生了一颗珠子，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是一颗珠子。本来先祖打算等您长大后再将这胎珠给您的，可没想到您被强者带走，一直都没有回来。这些年陈家历经风雨，9颗胎珠如今只剩下这一颗了，岂不是说自己还有8个兄弟流落在外？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我问道。不清楚，时间太久了。我唯一知道的一个是在如今大周国皇室的手中，当年是他们从陈家抢走的。至于为什么抢夺，我并不知道其中内情。陈家后人只知道这东西是留给我，但这胎珠到底有什么用，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很好看，可对修炼者似乎并没有任何作用。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大黄，我觉得这东西跟我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大黄点了点头，毕竟以他对我的了解，还真的很少出现这种严肃的表情。我回到房间之后，将胎珠放在手心上，仔细的端详了起来。就在我疑惑不解之际，胎珠突然化作一道白光，没入到我的额头之中，速度快到我没有反应过来。卧槽，我兄弟要夺舍我！胎珠没入到我的额头之后，化为一股能量在我的全身游走，那种舒服的感觉让我差点叫了一声。胎珠在我的身体游走了一圈之后，最终那股能量停留在了眉心处，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我感应到自己居然能吸收灵气了。这么多年来，我的身体一直感应不到灵气。虽然慕云瑶为我吃了无数的天才地宝，可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想不到这一颗胎珠居然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卧槽，我不能修炼，不会是因为这9颗胎珠吧？合着当年把修炼的天赋都留在娘胎里面。师傅说的对，我果然是个异类。我不由得自嘲一笑，这么多年来我无法修炼，看起来毫不在乎，可怎么会一点也不在意？慕云瑶毕生所学可都在我的脑子里面，功法太多，这让我一时不知如何选择了。练剑吧，谁让我是个剑人呢？无上剑地诀，这也是慕云瑶传授给我的功法，修炼起来并不简单，不仅仅需要修炼天赋，悟性更为重要。我深吸一口气，万年的等待终于到了可以修炼的这一天了。随着功法的运转，四周的灵气如浪潮般向着我袭来。外面的大黄感受到四周灵气的变化，眼神之中充满了惊讶。这小子毫无修为都是个祸害，这要是能修炼了那还得了。随着我不断的修炼，整个燕归城的修炼者都懵了，灵气都汇聚到了陈家所在的位置。画面一转，燕归城另外2大家族徐家和宁家的人此时都是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都在猜测是不是陈家家主获得了逆天机缘，实力大增。而此时陈家众人一脸兴奋，因为他们感应到灵气汇聚之地便是我的居住之所，纷纷猜测我的通天修为。好家伙，竟然将方圆数百里的灵气都抽空，而且还没有停止。这小子万年的积累，不会一举突破到超凡境吧？在大黄看来，这个灵气吸收的着实过于庞大，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最后就连大黄都有些目瞪口呆。这小子居然将整个北元郡的灵气都抽空，他特么是要直接突破到神通境吗？我同样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修炼就让整个北元郡发生了大震动，整个北元郡的灵气在不到1天的时间之内被抽空，这让北元郡的修炼者忧心忡忡。北元郡第一家族南家家主南向天直接来到了郡守府。吴兄，这般异象，你可知为何？南向天皱眉问道。北元郡郡守吴成风也是无奈的苦笑一声，此事我也不知情，莫非是咱们北元郡之中有天才降生？吴成风疑惑的说道。若是如此，更要调查清楚，早日拉拢结交。南向天略显亢奋的说道。两人准备调查灵气消失的原因，而另一边，柳梦言还没有离开北元郡。当灵气突然莫名其妙被抽空的那一刻，柳梦言两人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做的，太可怕了！族叔，这陈家老祖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柳梦言如今是真的害怕，若是陈家老祖睚眦必报，柳家能幸免于难吗？深不可测，无法估量。柳成风一脸紧张的表情，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给我们的警告，同样也是给北元郡的一个警告。陈家这是在为崛起而造势，陈家这棵大树，我们柳家还有机会攀附上吗？柳梦言有些担心的问道。此话一出，柳成风也是心头一动，咱们尽快赶回柳家，将此事告诉家主，绝对不能让别人领先了。说完，两人便全速赶回柳家。画面回到燕归城陈家，原来这就是修炼的感觉吗？我这一番修炼时间虽不长，却也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滋味。我原本没打算停止修炼，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吸收灵气了，似乎身体能够承载的能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推开房门，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大黄，怎么样？我是不是一个超级天才？这么一会儿，我的修为就突破到宁元境一重。我得意的看向大黄，你这也算是万年积累，能够突破到……等等，你的修为才突破到宁元境一重？大黄紧缩眉头打量了
了我一番，这不合理啊！吸收的灵气如此庞大，怎么会只有凝元境一种？你可以压制修为了？大黄好奇地问道。并没有，我所吸收的灵气只能让我突破到凝元境一种，而且我的身体似乎又出问题。我用灵石试了试，完全吸收不了灵气。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当真是古怪，你小子的身上怎么就没有个正常点的地方？你对我出手，我看看你的战力如何。大黄想了想之后说道，那你可不能还手啊！我一脸紧张地说道，你怕个屁，你师傅都杀不了你，你觉得我有这个本事吗？大黄不耐烦地说道。我也不废话，一指带剑，一道剑气向着大黄冲了过去。虽然这威力对大黄而言造不成一点伤害，但也着实让大黄震惊。太变态了，你特么修为只有凝元境一重，刚刚这一击的威力堪比超凡境，你的战力跨越了2个大境界。若你成为大帝，普天之下谁是你的对手？就算是你师傅，怕也不是你一合之敌。听到大黄的话，我眼前一亮，师傅都不是我的对手，那不是想让师傅干什么就干什么吗？你小子乱想什么呢？看到我的眼神，大黄就知道我没憋好屁。可惜了，目前来看修为是提升不了了。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依我看，如果你能将剩下的8颗胎珠全部整到，那你以后的修炼之路应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要不说你小子狠，打娘胎里就把修炼的天赋给排出来。我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你这么另类。大黄嘲笑道。面对大黄的嘲笑，我并不在意，现在最主要的便是找到另外8颗胎珠。目前唯一知道的1颗在大周皇室手中。你说我师傅这些年费尽千辛万苦，怎么就不说来陈家问一问呢？真是苦了他老人家了。我笑着说道。老人家，你师傅最忌讳别人说他老。大黄一脸坏笑，怕什么？师傅他又不在这里。话音未落，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这熟悉的感觉让我心头一震。卧槽，什么情况？师傅不会一直跟着我吧？大黄，我师傅来了吗？见到我紧张的模样，大黄不屑地瞥了一眼。我只能说你师傅没来，但以你师傅的能力，偶尔查看一下你的近况应该并不难。大黄的狗脸上满是坏笑，是得小心点，虽然死不了，但我师傅那些折磨人的手段也着实不少。我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对了，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小子修炼？大黄好奇地问道。这一带总要有一个扛事的，我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那太无聊了。原来如此，我就知道你小子不可能是个本分的主。你忙吧，我去密一脚。大黄离开之后，我对着门外摆了摆手，进来吧。陈云轩此时心中满是震惊，我身边跟着的狗竟然能说人话，寻常妖兽都做不到这般，何况是一条狗。陈云轩恭敬地来到了我面前，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老祖，刚才您是和他说话吗？你说大黄吗？没错，是我们在谈话，你可不能小瞧了大黄，他可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我神秘莫测地说道。那可是狗王。听到我的话，陈云轩嘴角一抽，这果然不是一条普通的狗。说正是，陈家年轻一代你的天赋和资质是最好的，看你昨日的表现，我决定传授你地阶功法太上霸体诀。随着我的传授，陈云轩发现这功法似乎和自己想象的有所不同。老祖，我怎么感觉这功法这奥妙，就连天阶功法恐怕也比不上？陈云轩震惊地问道。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地阶功法不是天地的地，而是大地的地？陈云轩如同石化了一般，放眼整个大周国，恐怕都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地阶功法，因为他们根本接触不到这种层面，在他们的认知中，什么是大地都不清楚。陈家当年毕竟辉煌过，有些事情陈家还是知晓一些的。无需惊讶，我手上没有低级的东西，好好修炼。陈家这一代需要由你来带领。我这一句话让陈云轩都变得激动了起来。有老祖在，我不敢造次。陈云轩紧张地说道。我实力太强，辈分太高，出手不合适。既然如此，那云轩必定好好努力，绝对不会让老祖失望。陈云轩开始刻苦修炼，整个陈家也投入到了修炼的狂潮之中。转眼便是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陈家的整体实力突飞猛进。画面一转，燕归城一共有3个修炼家族，其中徐家和宁家是燕归城的地头蛇，而陈家是外来户。虽然能够顺利在燕归城留了下来，但论实力来说，陈家最弱。加上徐宁2家本就是联姻关系，平时也没少打压陈家，本是他们随手拿捏的存在，如今居然闭门谢客，这让他们很是愤怒。1个月前，陈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徐家家主皱着眉头问道。宁家家主摇了摇头，陈正元突破，这应该不可能。以陈正元的天赋和陈家的底蕴，这必然不是他能够造成的局面。徐宁2位家主对视一眼，眼神从疑惑不解慢慢变成了兴奋。宝贝，2人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陈家一定是获得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徐宁2位家主此时十分的后悔，怎么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宝贝的话，这都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这宝贝还在吗？徐兄，我觉得还有机会。宁家主沉思片刻之后，目光火热地看向徐家主。宁兄何出此言？徐家主疑惑地问道。我认为陈家所获得之物绝非是顶级丹药之类的物品，很大概率是兵器或者是辅助修炼之物。以陈家最近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辅助修炼之物的可能性最大。那宝物能够将周围的灵气全部吸收，然后陈家的人再用其来提升自身修为。听到宁家主的分析，徐家主也开始变得激动了起来。此等宝物要是被他们获得，岂不是美哉？不过这宝物陈家已经获得了1个月，如今恐怕实力有所提升，想要抢夺怕是不容易。徐家主皱着眉头说道。怕什么？就算是过去了1个月，他陈家又能提升多少？你我2家联手，还怕他一个陈家不成？说完便各自开始准备。画面一转，老祖，我竟然提升到了真气境1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供资源，陈云轩只需要不停的修炼就好。陈云轩原本以为1个月的时间提升1个大境界便已经是极快的速度，没想到竟然一举突破了2个大境界，到达了真气境1重。这已经相当于1个月之前陈家家主
主陈正元的修为。对于陈云轩而言，这一个月如同梦境一般。看到陈云轩这激动的模样，我十分理解，穷人乍富都激动。云轩，你的天资不差，只不过当初陈家底蕴不足，否则你不会16岁只有距临近7重的修为。那些超级天才除了自身拥有的天赋外，还需要有底蕴，他们拥有的修炼资源远超你的想象。若真的想要闯出一番名堂，云轩，你要走出去看看。我淡笑着说道。听闻此话，陈云轩也是期待不已。我虽然一直随着师父隐居，但也时不时的偷跑出去玩，外面的事情并不是特别了解，但真正的天之骄子倒是认识几位。您的意思是，有人16岁就能达到超凡境的修为吗？陈云轩一脸的震惊。井底之蛙，怎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我笑着说道。陈云轩如今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我之所以这么开导陈云轩，一方面是希望他走出去增长一些阅历，另外一方面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如今胎珠下落不明，天下之大，靠我一个人全部找回来并不容易。陈云轩出去之后可以帮助自己打听这方面的消息。就在两人交谈之时，陈正元来到了我居住的庭院。陈正元看了一眼陈云轩，眼神之中满是骄傲和自豪。老祖，我们的眼线带来消息，徐宁两家似乎有所动作，我怀疑他们是奔着咱们而来。陈正元皱着眉头说道。这一个月大家提升的如何了？我问道。回老祖，我如今的实力提升到了超凡境2重，族中几位长老的实力也达到了真气9重巅峰，其他族人实力也都达到了真气境，族中小辈的实力都还在宁元境。陈正元此时内心十分激动。不过1个月的时间，陈家就已经脱胎换骨一般，假以时日，陈家岂不是能够在自己这一代重回巅峰，甚至是再创新高？既然如今已经提升了这么多，你在怕什么？我一句话让陈正元愣住。老祖教训的是，别聊了，人已经到了。就在这时，大黄的一句话让父子2人面色一冷。大黄会说话这件事在陈家已经不是秘密，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狗，是狗王。老祖，此事交给我们处理就好，就不劳烦您。不用，我也过去看个热闹。此时徐宁两家精锐进出，目的很明显，就是一定要获取那件至宝。徐家主、宁家主，我们陈家真的不见客，要不你们哪来那么多废话？你们陈家还真是好大的威风，我们2人亲自前来，居然还敢拒之门外。宁家主正说着，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宁兄，此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陈家的陈展元吧？他不是只有宁元境修为吗？可如今怎么真气境了？徐家主紧皱着眉头。徐家主在一旁也看出了不对劲，这陈家人的实力居然真的提升了，短短1个月，一个宁元境的人居然突破到了真气境，这提升的未免太快了一些吧？想到这里，2人对视一眼，眼神变得更为火热。强大的欲望和贪念让2人完全没有去仔细多想。陈展元都提升了这么多，那陈家其他人呢？如今的他们压根没有去考虑，满心只有修炼至宝。开门，不然就别怪我们2家不客气了。徐家主目光冰冷地看向陈展元。展元，让他们进来吧。陈正元的声音从后面传来，陈展元直接将路让了出来。哼，还是你们陈家的家主识大体。宁家主冷哼一声，不屑地瞥了一眼陈展元，随后2家带着人直接进入到了陈家。当徐家和宁家的人全进入之后，陈正元淡淡的说道：“展元，关门吧。”听到这话，陈展元眼睛一亮，随后点了点头，将大门关上。徐家主和宁家主如今2人心中全部都是陈家的宝贝，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其他的情况。陈兄，还真是许久未见，不知道前些时日你们陈家闭门谢客所为何事？咱们都是燕归城的修炼者，若是有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徐家主笑着说道：“你们2家精锐进出，恐怕不是来帮忙的吧？”陈正元也不废话，直入主题。陈家主果然快人快语，既然如此，我也不跟你废话。1个月之前，陈家这边发生了异动，你们陈家想必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了。咱们都是燕归城的人，我相信陈家主应该不会独吞，不如这宝贝借我们2家用用，日后奉还如何？咱们3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你觉得呢？徐家主也不傻，如果能够兵不血刃的得到东西，谁愿意动手呢？我想陈家主一定不会拒绝的，对吧？宁家主在一旁笑着补充了一句：“2位倒也是快人快语。至于你们说的宝贝，我陈家有或者没有，应该与你们无关。我奉劝2位一句，凡事都要想清楚，后果未必是2位能够承受得起。”陈正元冷笑着说道：“1个月不见，想不到陈家主如今倒是硬气得很，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今天就……大黄，你这瓜甜不甜？”徐家和宁家刚要动手，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是神情一顿。众人闻声看去，只见我此时躺在摇椅上，看着一旁的大黄，死死地盯着对方口中的瓜。听到我的话，大黄刚要点头，仔细一琢磨，又摇了摇头。切，瞧你这抠门的样，我还能吃狗剩啊？我鄙夷地撇了撇嘴。大黄同样鄙夷地白了我一眼：“你特么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老子是普通的狗吗？老子是狗王！呸！老子是血统高贵的麒麟！都愣着干什么呢？你们打你们的，我就吃个瓜，不妨碍你们。”我见众人都盯着自己，连忙催促了一句。徐家和宁家的人就有些搞不懂了，看起来这人十分年轻，但好像这陈家真正做主的是他一样。莫非就是此人为陈家带来了至宝，所以才会有如此待遇？否则一个宁元境1重的小子，怎么可能让陈家如此招待？小子，就是你给陈家带来了至宝，若是你将那宝物转送给我们，保证你的待遇比在陈家好上1万倍。徐家主自信满满的说道。然而他这一句话说完，陈家所有人都仿佛看着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这让原本自信满满的徐家主也感觉有些心虚。就在2人疑惑不解之际，我对着陈正元说道：“正元，快点开始吧，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是老祖。我2人的对话顿时让徐家和宁家的人集体石化。陈正元竟然叫那个年轻人老祖，这怎么可能？可这宁元境1重的老祖，对方一定是隐藏了修为。徐家主和宁家主2人对视一眼，不免有些后怕。陈家主，现在认错可还有机会？宁家主表情凝重地看向陈正元，抱歉，老祖吩咐，不得不从，动手。陈正元一声令下，陈家众人都是蠢蠢欲动，毕竟实力得到提升之后，他们都
想要大展身手，然而动作最快的便是陈家那几位长老，出手毫不留情。不过一个照面，徐家和宁家带来的那些人便损失大半。看到这一幕，徐家主和宁家主两人目瞪口呆，难道是真气境9重巅峰不成？徐家主和宁家主一个真气境3重，一个真气境4重，放眼整个燕归城就属两人实力最强。可如今陈家这几位长老竟然全部达到了真气境9重巅峰，两人对视一眼，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逃跑。就在两人愣神之际，他们所带来的精锐已经尽数被杀。就在徐家主和宁家主已经认命的那一刻，住手！这突然传来的声音让两人心头一震，难不成是来救兵吗？可是谁能来救他们？杀！我一边吃着瓜，一边平静地吐出了一个字。此话一出，陈正元不可能置之不理，这可是老祖的吩咐。来人正要开口，陈正元已经来到了徐家主和宁家主的面前，随即两掌挥出，两位家主应声倒地。来人正是北原郡守吴成风以及南家的家主南向天。这两人本来先去的是徐家和宁家，却被告知两家精锐全部都来了陈家。两人一琢磨便知道这陈家才是异动的源头，于是马上赶了过来。不曾想发生了刚才的一幕，他们二人也没有想到陈家竟然有如此强者，难道陈家又要崛起了吗？两位是他们请来的帮手吗？陈正元冷声问道。陈家主不要误会，我是北原郡守吴成风，身为郡守，看到这种事情想要询问一下缘由罢了。这位是南家的家主南向天。南向天看着陈正元点头示意，毕竟对方可是超凡境修为，他也不过是真气境9重。吴成风两人不由得向旁边看去，他们知道陈家发号施令的是这个除了英俊一无是处的年轻人。两位今日怎么有兴趣来我陈家？陈正元淡淡一笑，吴成风尴尬的笑了笑，并没有说话。大黄，你不看了？见大黄带着扫兴的表情转身离开，我笑着询问了一句，没意思，这场戏不行，瓜还不错，还是当年看林相柳和无名刀的比斗过瘾。大黄无奈的摇了摇头，眼神出现了一丝追忆之色，表情十分的人性化。听到这话，我也回忆起了当年的那场比斗，不知不觉都已经过了1000年之久了吧，也不知道这两人如今还在不在。我淡笑着说道，那两人的天赋不差，应该还活着，反正这次你出来的时间那么长，有机会去找他们叙叙旧也好。大黄想了想之后说道。我点了点头，心中也有这样的打算。这谈话让吴成风和南向天彻底懵了，一人一狗在对话，最可怕的是谈话内容，1000年之久，他们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吗？陈家主，这两位。吴成风一脸紧张地看向陈正元，这一位便是我陈家先祖。陈正元面带恭敬地看向我，至于大黄，他可不是普通的狗，他是狗王。大黄走到半路，听到这话不由身形一顿。吴成风和南向天两人也是对视一眼，不免有些猛踢。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晚辈吴成风，晚辈南向天，见过前辈。两人恭恭敬敬地对着我施了一礼，我淡淡地点了点头，说道：你们继续说来陈家做什么？我的询问，两人自然不敢怠慢，但又不能完全说实话。回前辈的话，我们是来调查灵气被抽空这件事，后来打听到和燕归城有关，于是就来到了此地，还请前辈谅解。吴成风恭敬地说道：既然是职责所在，那就算了吧。我并没有跟他们计较，而是转头向陈云轩看了过去。云轩，杀过人吗？听闻此话，陈云轩微微一愣，不过还是答道：没杀过。既然如此，你带几个人去徐家和宁家，一个不留。我的话让众人心头一震。老祖，徐家和宁家精锐尽失，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陈云轩有些犹豫，既然为敌，又何必心慈手软呢？斩草必除根这个道理，我希望你明白。日后闯荡不仅仅要靠胆识和天赋，还要心狠，记住了吗？我沉声问道。陈云轩点了点头，随后带着几个人直接奔着徐家和宁家而去。对了，你是这北原郡守，我这么做你不会介意吧？我笑着问道。傻子才会说介意，只要不杀自己，你爱杀谁杀谁。前辈说笑了，晚辈不敢。吴成风连忙说道。若没什么事，你们就离开吧。前辈，如今陈家的实力已经不适合在这燕归城，不如我为你们安排一个地方，让陈家迁过去，您看如何？这么一个讨好的机会，吴成风并不想要错过。陈家实力强横，如果能够留在北原郡，对他来说是不错。不用了，过段时间陈家就要去京城。我淡淡说道。陈家要重新回到当年的位置，北原郡是留不住陈家了。吴成风苦笑一声，对着我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随后和南向天两人离开了。离开之后，南向天这才敢开口说话。陈家进京不会是奔着那件事情过去的？当年陈家和柳家之间不是有契约存在的吗？听到这话，吴成风脸色一变，这件事情我得尽快汇报给陛下。画面一转，来到大周国京城，柳梦言两人回到柳家之后，便将在陈家发生的事情原本说了一遍。然而柳家家主听完后却犹豫了起来。如今已经过了1个月，柳梦言开始担心，时间拖得久了，对他们柳家并不利。你们说的我明白，但那个人真的是陈家老祖吗？你们见他出手过吗？柳家家主皱着眉头问道。对方虽然没有出手，但面对我的气势毫无影响，说明他的实力一定在我之上。柳成风表情严肃地说道。信息太模糊，这让柳家家主根本拿不定主意。或许这个陈家老祖实力达到了超凡境，可皇室同样不好得罪。还有1个月就是柳梦言和五皇子的订婚仪式，皇室那边都已经开始准备了，现在说取消，柳家岂不是打了皇室的脸面？柳家家主满面愁容，父亲，我知道您在犹豫什么，可就算是皇室，恐怕也不敢招惹这样的人物。柳梦言劝道。听到这话，柳家家主面露难色，犹豫良久之后，心头一动，错了，都错了，陈家差点就将我们骗过去。柳家家主笑着说道。陈家若是真有这样一位老祖，为什么1个月内毫无动静？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们害怕，从而不敢和陈家动手。如果你们中计，取消和五皇子的订婚，到时不需要陈家出手，咱们柳家就无法承受皇室的怒火。家主，但是陈家老祖确实有实力。柳成风不解说道。这也正是他的精明之处，对方的实力高于你，但绝对无法和皇室对抗。你们2个还是太过于天真，但这小小计谋岂能瞒过我？柳家家主冷声哼道。父亲，这件事情绝不能善罢甘休，我担心他们会在我订婚之时捣乱。
乱。柳梦言气愤地说道：“你将此事告知五皇子，五皇子的舅父是你们上清宗的三长老，让他舅父出手。”柳家家主笑着说道。画面一转，3日前我带着陈云轩和大黄离开了燕归城。云轩，这里还找北元郡的范围之内吗？我问道。老祖，我其实没怎么离开过燕归城，不过按照路程来算，应该还在北元郡。陈云轩想了想之后说道：“3天时间还没有离开北元郡，这速度未免太慢了些。大黄，都是你非要骑马，不然怎么会走得这么远？”大黄不屑地瞥了我一眼，传音道：“怎么着？我都活了大一把年纪了，享受享受怎么了？你这么着急干嘛？赶着投胎呀？你命那么长，急什么？”听到大黄的话，我无奈地笑了笑，这家伙最近火气有点大，要不要给他找条狗谢谢我？他应该会感谢自己的吧。突然，不远处传来的叫骂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定眼一看，发现是几个壮汉将一个算卦摊给围住。且慢，不知老夫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那算卦老头连忙阻止：“7日之前你说我有血光之灾，让我离开此地，7天之内不能回来。可7天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壮汉愤怒地吼道。听到两人的对话，看热闹的人也开始指着点点。算命老头看着面前的壮汉，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一次我就不了你了。灾星入宫，回天乏术，你自求多福吧。”哼，还想骗我？那你有没有算到今天你有血光之灾？壮汉冷哼一声，吩咐身边几人就要动手。刹那间，一道人影出现，而那壮汉带来的几人全部应声倒地。我都说了你有血光之灾，你偏是不听呢。老头坏笑着说道。壮汉并未理会老头，而是向着面前的年轻人问道：“你是他什么人？为什么要帮他？”来人正是陈云轩。至于为什么，当然是我的吩咐。这人你动不了，全都走吧。陈云轩淡淡的说道：“我姐夫可是南家的护院，你要是敢招惹我，我姐夫不会放过你。”说完，这壮汉就要对陈云轩动手。陈云轩轻轻一脚便将对方踹飞了出去。壮汉应声倒地，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鲜血。“你忘了7天之前你是下午来的吗？还差1个时辰满7天时间，你不回来便不会有这血光之灾。”老头无奈的叹息了一声：“你特么耍我是吧？全都给我等着！那你可以去死了。”陈云轩将我的话熟记于心，斩草必除根。各位看到了吧？我真不是骗子，要不要我给你们算一卦？这卦还有谁敢算？纷纷转身就走。老头为了表达谢意，要给陈云轩算一卦。陈云轩果断拒绝了老头，并表示自己是奉命行事。老头看向不远处，随后嬉皮笑脸的向着我走来：“多谢小友出手相助，我观小友气质不凡，将来必定有一番成就。”我笑着打断他，问道：“行了，收起你这套把戏吧。这么久没见，你怎么还没死？”见我已经认出了他的身份，老头也不再装模作样。“行了，许久未见，换个地方好好叙叙旧。”我太若自然的说道。很快，一行人来到了一家酒楼的雅间。上次一别距今已经3000多年，没想到陈兄风采依旧。老头的一番话让陈云轩一惊，随即不解的问道：“既然前辈与我家老祖相识，想必也是一位大人物，但刚才怎么会到受欺负？”这时我吃味的说道：“这位可是鼎鼎大名的天机阁第3代阁主望天机，实力很强，只不过缺德的事情做多了遭报应。”望天机也尴尬的解释：“我们这一脉洞悉天机受到了惩罚，每隔1000年就会容颜老去，修为尽失，而且会持续10年之久。这个期间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跑到这么远的大周国做什么？按照时间推算，还要再过300年你才会受到惩罚，怎么这一次提前了？”听到我的话，望天机无奈的苦笑一声：“1年前我心有所感，便卜了一卦，发现天机异常混乱，恐有大事发生。又算到我会在大周国遇见故你，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你了，因为你的人生轨迹无法推算，所以我的惩罚便提前了。于是我在修为尽失之前赶到了此处。那你这么远赶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叙旧吧？”我笑着问道。这天机我窥探不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并不清楚，索性不去想了。望天机笑着说道。酒菜上齐之后，两人推杯换盏，说说笑笑，对于先前谈论的内容只字未提，仿佛只是老友叙旧。1个时辰后，望天机心满意足的离开了。陈云轩不解的问道：“老祖，望前辈如今毫无修为，这么离开会不会有危险？”我随即解释道：“他可是天机阁的第3代阁主，怎么会没有人跟随保护？之前让你出手不过是配合他把这场戏演下去吧。”我又问了问陈云轩对望天机什么感觉，但陈云轩认为我们相谈甚欢，是至交好友。我笑着看了陈云轩一眼，一个妄图窥探天机的人可没有那么简单，你不会真的以为他就是来叙旧的吧？很显然他有所隐瞒，但不管他算出了什么，也绝不会对咱们怎么样，因为他不敢。此时望天机已经来到了数千里之外，对着面前的天机阁成员吩咐道：“你们要密切关注陈云轩的一举一动，这个人虽然刚刚崭露头角，但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天机阁成员点点头。那陈长安此人呢？望天机眉头微皱，一时之间有些拿捏不准。没想到自己3000多年的刻苦修炼，在陈长安面前依然毫无用处。陈云轩拥有大气运，将来这搅弄风云之人必有他一席之地。以他和陈云轩的关系，必然是局外人。望天机推算出天下将乱，各方势力都会卷入其中。若能抢得先机，就能让天机阁更上一层楼。他究竟是入局之人还是破局之人？能够让望天机如此纠结的人，或是并不多。这让天机阁成员不由得好奇了起来。阁主既然看不透，不如我们。这天机阁成员的话还没说完，一股强大的气息直接将众人笼罩，那恐怖的威压仿佛是天塌地陷一般。望天机更是脸色巨变，运转全身功力抵挡，却发现徒劳无功。望天机等人招架不住，直接跪倒在地，将地面直接跪出了一个大坑。天机阁，望北川是你什么人？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声音虽美，却透露着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望天机心中大骇，没想到来人竟然是一个女子，并且知道望北川这个名字。
望天机耗费了不少时间才把头抬起来，只见不远处一个身穿紫色长裙、脸上戴着紫色面纱的女子，来人正是我的女帝师傅慕云瑶。望天机紧张地说：“是我望家先祖，看在望北川那臭小子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记住了，不要把主意打在陈长安的身上，否则我灭你望家满门。我的人不是谁都能够算计的。”此话一出，望天机冷汗直流，心中暗暗想到：我只知道陈长安很强很神秘，没想到身边竟然有这样一位超级强者，莫非这是陈长安的女人，故意让他来警告自己别搞小动作？前辈放心，在下和陈兄相识一场，绝对不会算计陈兄。望天机连忙说道，随即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谅你也不敢！你们天机阁这次究竟发现了什么事情？不知前辈可曾听闻天地人三榜重现人间？望天机紧张地回道。慕云瑶眉头一皱，沉思片刻，沉声问道：什么时候？我们天机阁得到消息，天地人三榜已经出现了，前辈应该知道这三榜出现意味着什么吧？慕云瑶对此可太了解了，他当年就经历过这天地人三榜，但那已经是数万年前的事情，几万年不出现，偏偏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了。知道具体出现的时间是哪一天吗？慕云瑶沉声问道。应该是6月初5那一天。望天机小心翼翼地回答。听到这里，慕云瑶不由得心头一震。6月初5正是陈长安那小子吸收胎珠能够修炼的那天，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无论是怎样，慕云瑶都很清楚，当年天地人三榜出现后，这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如今不少顶级势力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这一次他们为了不被其他人所取代，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天下果然要乱了。天地人三榜乃天道意志所化，上榜便可得到天道馈赠，这对于修炼者来说诱惑巨大。最先开启的是最低级的人榜，凡30岁以下之人皆可参与，人榜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甚至为了能够让自己人上榜，很多人会选择猎杀有天赋之人。慕云瑶经历过上一次的天地人三榜，而他也是受益人之一，只不过慕云瑶比较喜欢自由自在，所以当年并没有组建或加入任何的势力，这么多年也不过收了我这么一个徒弟。前辈，这一次的天地人三榜并没有直接开启，但还是在云霄峰上，可云霄峰如今被一股强大的能量所笼罩，根本就无法靠近。慕云瑶听完看了望天机一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望天机等人长松了一口气，从今天开始，不管是陈长安还是陈云轩，对于咱们天机阁来说是有非敌，适当的时候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望天机沉声说道，说完便都离开了。画面一转，我们也没有逗留太久，便向着京城赶去。按照行程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我给陈云轩定下了一个任务，到达京城之前修为不得低于真气境9重。时间飞逝，另一边燕归城，陈家按照我的吩咐要晚10多天进京，而10多天的时间里，陈家也都不停地提升修为。就在所有人要离开的时候，门口却被7、8个人堵住，来人正是上清宗之人五皇子舅父派来灭掉陈家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陈家早已脱胎换骨，超凡境5重的陈正元3两下就把他们解决掉。画面一转，来到大周国皇宫，五皇子被大周国国主叫入宫中。我最近得到了一些关于陈家的消息，你应该知道陈家和柳家曾经的关系。大周国国主的一句话让五皇子心头一震，回父皇，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保证不会影响到任何事情。虽然柳家曾经和陈家有过契约，但早就名存实亡，希望父皇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梦魇有不好的印象。五皇子话没说完，便被国主抬手阻止了。见父皇眉头紧锁，五皇子也十分紧张，生怕会影响到他和柳梦魇之间的关系。大周国国主直接将吴承风送过来的信件扔给了五皇子。五皇子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反而笑了起来，还说这是陈家的一个计谋，并笑着表示已经让人去灭掉了陈家。此话一出，大周国国主的眉头并没有松开，反而是死死地盯着五皇子。上面还有一个信息：一只会说话的狗，你的眼睛是用来出气的吗？大周国国主直接大吼了一声，五皇子不由得心头一震，能口吐人言的妖兽必然是5阶至上，一头5阶妖兽便足以让大周国毁于一旦，更何况是5阶至上。父皇，这消息究竟是真是假？梦魇并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五皇子紧张地问道。吴承风还没有胆量和我说谎，这一条会说话的狗必然存在。这柳梦魇没说有2种可能，一种是不知道，另外一种是故意隐瞒。梦魇一定是不知道，他绝对不会欺瞒我。五皇子斩钉截铁地说道。大周国国主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五皇子是他众多儿子中最有天赋，没想到遇见柳梦魇后连脑子都不灵光了。他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后面你打算如何处理？大周国国主问道。五皇子眉头微皱，仔细地思索了起来。如今自己的舅父应该已经对陈家动手，如果失败了，陈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父皇，我们要做2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平息陈家怒火，我们将此事推给舅父，当做什么也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陈家咄咄逼人，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够坐着等死。五皇子沉思片刻之后说道。听到五皇子的话，大周国国主满意的点了点头。你舅父对你可是疼爱的很，你就不怕以后你舅父对你心生嫌隙？大周国国主问道。虽然舅父对我疼爱有加，但在我心里皇室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舅父一定会理解我的。五皇子沉声说道。确实应该懂得取舍，但你的想法还是略显稚嫩了些。上清宗是我们皇室最大的助力，你舅父虽然只是3长老，但别忘了你外公可是太上长老之一，和咱们皇室那位老祖宗的实力相当，所以舍弃你舅父这件事情不能做。这一次你的订婚宴我也邀请了世家之人，咱们大周国能够建立都有世家之人撑腰，他们不会坐视不理，到时候陈家若是肯接受道歉便万事大吉，如果不肯，那就联合一切力量灭了陈家。大周国国主很立地说道，随后传令将最近的兵马全都调集到京城的附近。画面一转，京城的一家酒馆中，我吩咐陈云轩好好休息，因为明天是他的主场。我便带着大黄回到了房间，坐在房间里对着大黄问道，你感应得到胎珠的气息吗？感应个屁，你这胎珠没有任何气息波动，你自己都感应不到，你师傅来了都没用，这玩意只能够靠你自己。
大黄没好气的说道。听到大黄的话，我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如果胎珠真的在京城，只能询问皇室之人找寻胎珠的下落。一夜无话，第二天便是武皇子和柳梦妍两人的订婚之日。大周国国主特意将订婚的地点安排在了王宫之中。柳家家主如今也是笑得十分开心。这订婚宴的规模可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但从手下口中得知陈家人下落不明，他的眉头又是微微一皱，悄悄的来到三长老身旁，笑着跟他打招呼。三长老看向柳家家主问道：“是要问我陈家的事情吧？放心吧，一个小小的陈家不值一提。”听到三长老的话，柳家家主松了一口气，随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更加灿烂。随着太监大喊一声“时辰已到”，两个人柔情的看了对方一眼，先着手缓缓地走上了礼台。四周宾客也是十分合时宜的开始了拍马屁，声音一个比一个大，生怕别人听不到自己说了什么。梦妍，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武皇子深情款款地说道：“我相信你，因为这天地间对我最好之人就是你。”柳梦妍虽然也喜欢武皇子，但她可不是一个完全会沉迷于情爱之中的人，她懂得如何讨得对方的欢心。武皇子恨不得将这世间所有的好东西全都送给柳梦妍。梦妍，今天之后你便是我的未婚妻了，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你夺走，你只属于我一个人。武皇子霸气十足地宣示着自己对柳梦妍的主权。放心，我永远都只会是你一个人的。柳梦妍深情款款地凝望着武皇子的眼睛，所有人都热情地拍着手。既然如此，那我们陈家又怎么会让你们两人失望呢？这份大礼可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此话一出，原本热闹的氛围突然之间鸦雀无声。柳家家主向着三长老看了过去，发现三长老的脸色也不好看，很显然他也没有料到会出现意外。我若是不来，那柳家大小姐又如何恢复自由之身呢？陈云轩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胡说八道，简直是无稽之谈。武皇子脸上充满了愤怒，这句话不管是真是假，日后免不了要被别人在背后议论。你为何要出言侮辱我？柳梦妍眼神之中也充满了愤怒。你柳梦妍身为家主之女，按照契约是要嫁入我陈家的，如今你和其他男子订婚算什么？不守妇道，背信弃义。陈云轩冷笑着说道。在场的众人听完也都想起了两家契约的事情，纷纷议论起来。大周国国主大笑一声问道：“你要送的大礼是当年那份契约吗？”陈云轩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柳梦妍。你柳梦妍不守妇道，这样的人我陈家不屑要。这封休书便是我送给两位的订婚大礼。陈云轩，你今天来此就是羞辱我的吗？柳梦妍咬牙切齿地看向陈云轩。武皇子再也忍耐不住，直接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陈云轩不屑地看了武皇子一眼，随即一拳将武皇子击飞了出去。你如今多大年纪？武皇子的外公，也就是上清宗太上长老魏天风缓缓开口问道。我16岁。陈云轩不介意打他们的脸，所以淡淡的说道。魏天风内心震撼，仅仅16岁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更为惊讶的是柳成风，他清楚的记得前不久陈云轩才宁元境，这才2个月就突破到了超凡境。所有人在震惊的同时，也在为陈云轩惋惜。现在皇室之中的超凡境也不少，更何况上清宗那2位太上长老都是超凡境9重巅峰，皇室绝对不会放虎归山的。这时2位太上长老却起了拉拢之心，扬言只要加入上清宗就可以不追究今天的事。然而陈云轩霸气的说道：“你们还不配让我陈云轩低头，口气不小，那我就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说出这番话。”武皇子的外公魏天风愤怒至极，要亲自动手。陈云轩非但不惧，反而变得异常兴奋了起来。下一刻，陈云轩向着魏天风冲了过去，一拳将魏天风震退10多米。这一幕让在场众人全都张大了嘴巴。陈云轩指了指远处的皇室老祖5人，想要同时面对2名超凡境9重巅峰强者。感受到陈云轩的强大，魏天风没有继续轻视对方，脸色一沉，和5人一起向陈云轩冲了过去。另一边，王宫之内，我带着大黄一直在寻找胎珠的下落，你还找得到吗？都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怕陈云轩那小子被杀了？大黄也有些不耐烦了，陈家这么多人呢，死了再培养一个。我不以为意的说道。卧槽，你特么比我还畜生，你就一点不担心那小子吗？大黄好奇的问道。想要成长起来就要面临各种困境，我淡淡的说道。此时我也有些头疼，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难道就不好奇一件事情吗？这胎珠他们皇室要过去有啥用？突然大黄在一旁问道。我也纳闷，这东西除了我谁也无法融合，他们拿走做什么呢？一人一狗在皇宫里漫无目的的找。此时外面陈云轩和2人打得有来有回，一时之间竟分不出胜负。柳梦妍看向陈云轩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自己能够嫁给这样的人，日后岂不是会过得更好？大周国国主此时也赶紧下令调集了所有将士，哪怕倾尽所有都要留下陈宇轩。没想到这小小的大周国竟然存在着一个天才，我这一趟真是没有白来。一个年轻人缓步走来，大周国国主看到此人不由得脸色一喜，恭敬的道了一句：“程公子，你终于来了。”北域程家是世家大族，也是大周国背后的靠山。程玉书自命不凡，认为在这北域年轻一辈算是佼佼者，但看到陈云轩后不免有些自惭形秽。程玉书与身边的刘伯谈论起陈云轩的输赢，然而刘伯并不看好陈云轩，表示很快就会落败。程玉书此时向大周国国主询问起了来龙去脉，大周国国主简单的说完后，有些担心的问道：“他真的会落败吗？”程玉书表示肯定，他对刘伯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大周国国主寝宫中，我和大黄蹲在一个桌子前，盯着上面的东西一动不动，你说是不是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大黄看了半天之后问了一句：“我觉得不是，一定不是。”我浑身散发着浓重的怨气。胎珠确实找到了，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不研究也不送人，居然天天拿在手上把玩，这胎珠都特么快让他盘包浆了。我强忍着恶心拿起了胎珠，在身体强烈的反应下，胎珠化作一道黑光没入了心脏的位置。
感受到身体的舒适，我更加急迫的想要找到剩下的7颗。此时外面陈云轩在2人猛烈的攻势下已经力竭，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结束了的时候，陈云轩冷笑一声，浑身气势猛然暴涨。看台上的刘博震惊的说道：“竟然在战斗中突破到了超凡境2重，果然是个妖孽。”程昱书2人眉头紧皱，宁愿相信是陈云轩压制了修为，也不愿相信陈云轩能临场突破。突破后的陈云轩实力变化极大，一击就把魏天锋打得倒飞出去。武元想要认输，却为时已晚，也被一拳击飞了出去。2人眼看不敌，便开口说道：“我们2人这就走，以后也不会离开上清宗半步。”陈云轩冷哼一声：“你们输了便想一走了之吗？若是我输了，你们会让我离开吗？当真欺我年少无知不成？”眼看局面不能控制，大周国国主连忙向程昱书求救，想要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程昱书感觉袖手旁观也不太合适，便用程家的身份打压陈云轩。然而陈云轩丝毫不怕，并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程家。程昱书眼看身份不管用，于是吩咐身边的刘博出手。刘博闪身而出，一掌将陈云轩击退。当想要再出一掌的时候，陈云轩突然闭上双眼，体内迸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竟盘膝坐在地上，进入了顿悟的状态。程昱书见状，赶紧吩咐刘博将陈云轩解决掉。你还没有杀他的资格。我带着大黄出现在了陈云轩的前方。这时柳成风和柳梦妍2个人脸色巨变，柳成风更是失声喊道：“他就是陈正元口中的老祖陈长安。”程昱书此时一头雾水，这陈家老祖除了样貌英俊的过分了一些，看起来也并不强大呀。我并没有理会其他人在说什么，而是向陈云轩看了过去。陈云轩的表现让我也感觉到有些意外。诸位抱歉了，我这陈家后辈可能需要浪费你们一些时间。我淡笑着说道。刘博眉头紧锁地盯着我，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向程昱书看去。程昱书现在也猛批了，自己就特么过来做个客，怎么就遇上这些破事了？大周国国主不在乎我到底怎么样？全身心都放在了大黄这个狗王的身上。随即看了一眼程昱书，发现对方的神情也是不妙，连忙吩咐让外面的20万大军行动。他不相信20万人一拥而上还能失败。程昱书眼看情况不对，叫上刘博赶紧走了。大黄看了我一眼，问道：“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他们是云轩的对手，以后让他自己解决。我实力太强，出手不合适。”我笑着说道。听到这话，大黄眼中闪过一丝鄙夷。大黄口吐人言，让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毕竟他们的认知之中完全没有这等存在。大周国国主突然咆哮起来，还扬言大不了同归于尽。所有宾客听到都快速逃离了这里。看到这情况，我微微一笑，运转起功法，顷刻间灵气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一瞬间整个京城的灵气都消失不见了。大周国国主看到我只有宁元境1重的修为，心头一喜，连忙让所有人一起上。魏天锋和武元也分别冲向了我和陈云轩。大黄都懒得看这2人一眼，悠闲的趴在地上，再想一会吃点什么好。人还是算了，人有88，以后再也不吃了。可是妖兽也有88，那以后啥都吃不了了。卧槽，无情！随着2声巨响，大黄停止了关于88的思考。魏天锋和武元2人此时一脸懵逼，咱俩好像被什么东西弹飞了。对大黄来说，布置一道结界是十分轻松的事情，毕竟这些人在他眼里如蝼蚁。大周国国主不信邪，命令弓箭手进行覆盖式射击，一道道箭矢全被结界隔挡在外。此时我的修为也开始不断提升，瞬间攀升到了宁元境5重。这小子吞噬灵气的速度变得更逆天了，比当日在燕归城快了1000倍万倍。大黄震惊地说道。看到我的修为不断攀升，大周国国主咆哮的让所有人全力攻击，但不管他们如何努力都是徒劳。大黄布置的结界不是他们能通过。眨眼间我的修为已经攀升到了真气境1重，不出意外的修为再一次被卡住。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随即让大黄解开了结界。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我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冲过来的人全被震退了数十米。我看了众人一眼，淡淡的说道：“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陈长安以指代剑，手指一挥，一道剑气如排山倒海一般向着众人冲了过去。剑气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众人只感觉一道剑光闪过，下一刻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下来。定睛一看，满地的尸体，仅仅是一道剑气，竟然就有如此威力！砰！大周国国主直接跪了下来，输了，彻彻底底的输了。谁又能够想到陈长安的实力竟然真的如此逆天？人数多，有时候真的未必管用。陈长安看着大周国国主淡淡的说道：“王宫之内场地有限，所能够冲进来的将士也不过数万之众。尽管如此，陈长安这一剑也足够惊艳，一剑斩敌数万，他还是人吗？”大周国国主现在很清楚，就算自己再怎么命令，外面那些将士都不会冲进来了，进来就是送死，谁会想死？人数再多，无非就是让陈长安多挥几下手指罢了。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让我死个明白。大周国国主看着陈长安问道：“这个愿望满足不了你。”陈长安并未多说废话，直接出手将剩下的人全部击杀。一场订婚宴变成了整个大周国的灾难。上清宗2位太上长老加上众多长老和弟子全部被灭，皇室无人生还，柳家覆灭。而那些宾客虽然并未死绝，但也有不少人遭受了这无妄之灾。解决掉这一切之后，陈云轩这才慢慢的睁开眼睛。当看到眼前这一幕之后，不由得也是一愣，这全死了！老祖，您出手了。陈云轩看向陈长安，有些惭愧，明明说好了交给自己处理，没想到最后还是劳烦了陈长安出手。战斗之中顿悟，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次是有我在，要不然你的命就丢在这里了。顿悟是好事，可是在生死之战的时候顿悟，恐怕就另当别论了。老祖教训的是，我以后会尽量控制的。陈云轩惭愧地说道。尽量控制？你小子还能控制顿悟？大黄也略显惊讶。
我感觉或许可以。陈云轩认真的点了点头。妈的，妖孽！纵然是大黄这样级别的存在，也不免爆了一句粗口。陈云轩的妖孽程度丝毫不比那些所谓的天骄差，甚至更胜一筹。我就纳闷了，如此妖孽的人，为什么16岁之前平平无奇？你小子之前都干嘛了？大黄不解地问道。听到大黄的话，陈云轩也略显尴尬，苦笑着说道：大黄前辈，我之前也很努力啊，可能是突然开窍了吧？突然开窍了，这倒也有可能。陈云轩在燕归城那种小地方，要资源没资源，要功法没功法，被埋没也是正常的。如果不是陈长安回来，恐怕陈云轩现在还和以往没什么区别。这一次的顿悟收获如何？陈长安问道。回老祖的话，这一次的顿悟感觉修为境界更加稳固，虽然并没有提升修为，但感觉实力比以前更强。而且我领悟了意境，在超凡境的境界领悟意境，虽然也有人能够做到，但陈云轩其实真正认认真真的开始修炼时间并不长。领悟的什么意境？你修炼的是太上霸体诀，走的是勇往直前的霸气之路，这意境恐怕跟这个霸字脱不了干系吧？陈长安问道。正如老祖所言，我所领悟的意境突出的就是霸气，能够将霸气覆盖全身，也可以气息外放，对自身的战力提升有很大帮助。陈云轩略显激动地说道。世上意境千千万，陈云轩这种意境似乎独属于他自己，起码陈长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意境。这意境有名字吗？我想为这意境起名天仪意境。天仪意境，天下第一，唯吾独尊吗？虽然并不是特别好，但也不错。走吧，这里的事情结束了，咱们也应该去找陈正元他们会合了。陈长安淡淡的说道。是，等等，不对劲。正要离开之时，大黄突然叫住了陈长安两人。陈长安眉头微微一皱，大黄出现这种震惊的表情还真是不多见。陈长安正要询问之时，同样也发现了异象。陈长安和陈云轩两人抬头望去，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整个天空似乎都已经被一股能量所包裹，一道七彩光芒在天空之中若隐若现，天地异象。大黄，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吗？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这种情况陈长安还是第一次遇见，很显然大黄也是第一次，不清楚，但我感觉这股能量很恐怖。大黄表情严肃地说道。很恐怖。云霄峰，慕云瑶此时也正巧来到了云霄峰的附近，以慕云瑶的实力，足足花费了10多天的时间才赶到，足以见得这云霄峰距离大周国有多远。此时云霄峰的外围并非只有慕云瑶一人，似乎很多势力的人都安排了人留心观察着云霄峰的一举一动。而云霄峰的峰顶之上，能量波动得更为明显，天空之中那若隐若现的七彩光芒便是从此地散发出来的。云霄峰异动，难道传说之中的人榜终于要开启了吗？不清楚，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不管怎么样，咱们得任务完成了。不错，咱们回去复命吧。走。云霄峰异动，所有势力派来的人全部选择离开。看到这些人离去，慕云瑶却是摇了摇头，看起来当年的那些同辈中人恐怕还留在这个世界的不多了，否则的话怎么会做如此愚蠢之事？人榜开启，人人可见，哪里还需要他们在这里看守？需要他们回去复命。若是人榜真的开启，还没等他们回去，天下人就已经全部人尽皆知了。白来一趟，早知道这么快就开启，还不如不来。慕云瑶看着云霄峰峰顶的七彩光芒，眼神之中也是出现了一丝追忆之色。过去了数万年，这天地人三榜终于还是要重现人间了，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会给这太玄界带来什么样的变故。就在慕云瑶思索之时，人榜突然从云霄峰峰顶冲天起，向着空中飞去。人榜终于要开启了。此时整个太玄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天空之上。人榜飞到空中之后，如同画卷一般慢慢的打开，似乎要将整个天空完全铺满了一般，但这打开的榜单之内却空无一字。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谁知道？不清楚，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不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吧？废话，这还用问吗？一定是有大事情发生啊！一时之间，整个太玄界的人都在议论，毕竟真正能够知道人榜存在，知道它用处的人并不多。没想到过去了这么久，天地人三榜终于还是出现了。人榜开启，便是又一次轮回。这一次又有谁能够脱颖而出？又有谁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呢？此时大周国王宫之内，陈长安看着天空之中这铺开的人榜，疑惑地看向了大黄。大黄，你见过没有？这是什么？陈长安问道。没见过，但是感觉很不简单。废话，傻子都知道不简单。见大黄也不知道，陈长安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等着天空中这异象是否还有其他的变化。片刻之后，人榜之上开始浮现出一行行的小字，字体不大，又在高空之中，但奇怪的是，不管是修炼者还是普通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就仿佛这字体就漂浮在眼前一样，只要望着天空，就一定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人榜开启，这东西原来叫人榜。人榜是什么？有什么用处吗？应该是一个榜单吧，至于到底是什么，不清楚。别说了，下面有规则，自己看。人榜开启，规则如下：凡太玄界不足30岁之人，不论是否修炼者，皆可参加。第一阶段以修为高低进行排名，3年为期，每隔1年更新一次榜单变化，3年之后确定最终上榜名单，入选者500人，上榜者可得天道馈赠。天道馈赠，既然上榜之后可以得到天道馈赠，这个奖励足以让所有的人疯狂，就算是之前已经有所听闻的一些天之骄子，此时看到规则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第一阶段，难道还有第二阶段？上一次的人榜
可没有这么复杂。人榜规则出现之后，慕云瑶也是眉头紧锁。他经历过上一次的天地人3榜，人榜只是进行了海选，也就是说选拔500个天赋最出众的年轻一辈，然后进行地榜选拔。可这一次出现了第一阶段这4个字，这就说明了，当这500个人被选拔出来之后，恐怕还有第2阶段的评选。咦，后面又有字出现了，是榜单。这榜单不是1年更新一次吗？怎么现在就出现榜单了？我知道了，一定是按照目前咱们这太玄界年轻一辈的天才进行了初步的判定和排名。太刺激了，我想看看这年轻一辈的第1人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实力。不足30岁，就算是在天才也有一个限度吧，不会太离谱的。出来了，卧槽，直接从第1名开始出现。众人议论之时，发现这公布的名单第一个出现的居然就是第1名。第1名聂昊天，年龄29岁，修为化神境一重，化神境。29岁的化神境，化神境是什么修为？这我没听说过啊。我知道的最高境界只是神通境，好可怕，外面的世界一定很危险吧？跟你有个屁关系？你能出去咋的？且我感慨一下不行吗？行，你继续感慨吧。当第1名出现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议论了起来。聂昊天此时看到人榜的榜单公布，脸上出现了自豪的神情。果然，年轻一辈第1人非我莫属。聂昊天得意地说道：“可恶，明明都是化神境一重，凭什么他就能够排名第1？该死，我不服！”第2名叶北明，年龄29岁，修为化神境一重。第3名古凤瑶，年龄29岁，修为化神境一重。第4名。随着榜单一个个的公布，众人发现前5名竟然全部都是化神境一重。这个年龄，这个修为，让太玄界不少人为之震惊，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才叫做差距。化神境，这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度，但是却被这些年轻人在30岁之前就达到了。老祖，我也上榜了，不过这排名，陈云轩终于在榜单上面发现了自己的排名，但实在是太靠后了，居然排到了数千名之后，这让陈云轩多少受到了一些打击。太玄界很大，你16岁就能够达到超凡境，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其他人比你只不过是占据了年龄的优势，你如今超凡境，如果给你10几年的时间，你又会是什么样的修为？不要气馁，你还有3年的时间。听到陈长安的话，陈云轩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老祖说的对，还有3年时间，他们也不过是比我早修炼了几年罢了。这人榜的榜单，我偏要争一争。看到陈云轩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陈长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只可惜这东西和自己注定无缘，毕竟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大黄，你还看什么呢？见大黄一动不动地盯着榜单看，陈长安好奇地问了一句：“我在想，这榜单不会将所有不足30岁之人的名字全部都写上去吧？这得写多少？太玄界不足30岁的人怕是不少。现在排到多少了？397857653，这才多大一会功夫，怎么出现了这么多名字？”陈长安也是抬头看去，发现这名单后面出现的速度特别快，差不多一眨眼的功夫就有上百个名字出现，10亿了，突破到10亿了，这么多人，这也太变态了吧！我的天啊，这么多人，最终就只选择500个人，这哪是万里挑一，这简直就是千万里挑一呀！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终于对太玄界的人口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足30岁的人竟然就达到了这么多，全部人加起来呢，那会有多少？然而这个数字却并没有停止，仿佛整个天空都要被名单所占据了一般，这会不会太离谱了？你看，现在就连几岁小孩的名字都出现了，这人榜不会觉得这些小孩能够利用3年的时间就达到入选的资格吧？你懂个屁！这人榜乃是天道所化，规则如此，所以规则之内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出现，不管对方最后究竟是否能够上榜。没错，正是如此。卧槽，结束了吗？这是不是结束了？好像是没有继续出现新的名字了。28亿，居然有28亿多人，这是一个恐怖的数量，但这是将所有不足30岁的人都加了起来，甚至包括一些新生没了。这人榜怎么消失不见了？当榜单完全公布完成之后，人榜在天空之中突然消失不见。我明白了，下一次出现应该就是1年之后榜单更新，人榜消失不见，就仿佛从来都不曾出现过一样。但如今整个太玄界都因为人榜的开启陷入到了疯狂之中。天道馈赠，这可是天道馈赠，就算无法争夺前10的名额，前100哪怕是第500名也是不错的选择。陈长安倒是并没有太在意这人榜的开启，毕竟和自己的关系并不大。离开了大周国京城之后，陈长安他们来到了和陈正元当初约定好的会合地点。老祖，您来了。昨日人榜开启，不知道老祖您可知道这人榜究竟是什么？在陈正元的心里，陈长安可是活了万年的超级强者，这人榜别人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吧？人榜就是一个天道所化的榜单。然后呢？什么然后？你们知道多少我就知道多少，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老祖竟也不知。陈长安点了点头，并没有装模作样的胡诌，没必要，大家还是说正事吧。大周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而那个地方已经不适合陈家了。接下来陈家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先成为北域的第一家族吧。北域的第一家族，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说可着实有些不简单。虽然陈家如今的实力提升很快，但在大周国还行，放眼整个北域那就有些不够看了。陈云轩见众人都有些紧张，于是笑着说道：“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让陈家成为北域的第一家族。”
陈正元盯着儿子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京城走了一趟之后，他感觉陈云轩变了，变得很不一样，如今成熟了不少，气势也变得更加惊人，给人的压力也很大。云轩，你有你的任务。老祖，我有什么任务？陈云轩不解地问道。你的任务就是在1年之内成为北域第一人，记住，是北域第一人，而不是北域年轻一辈第一人。陈长安的话让陈云轩愣住了。1年之内成为北域第一人，北域最强者是神通境9重巅峰，岂不是说自己要在1年之内将修为提升到神通境，战力更是要超过神通境9重巅峰。陈云轩感觉压力不小，虽说自己现在提升的速度很快，但到了一定境界之后，提升就会有所下降。1年达到神通境确实有些难度。老祖放心，我一定会在1年之内成为北域第一人，绝对不会让老祖失望。陈云轩目光坚定地说道。很好，等你成为北域第一人之后，你接下来要走的路便不在4域之内，而是中天域。中天域，曾经陈家就在中天域，可以说4域不过是太玄界外围的贫瘠之地，中天域的人是根本就看不上也不会去的一个地方。中天域才是天地灵气汇聚之所，也是强者辈出之地。在陈云轩的眼中，北域很大，但和中天域相比较起来，北域不过就是冰山一角罢了。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就必须前往中天域闯荡。陈云轩认真地看了陈长安一眼，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老祖，您是要离开了吗？陈长安突然之间说了这么多话，而且给陈家和自己都做了安排，这明显是准备离开的征兆。此话一出，陈正元等人也变得紧张了起来。老祖才回来没多久，难道就又要离开了不成？没错，我要走了。陈长安并没有否认，而是点头承认了下来。陈长安能够留在这里这么久，其实已经超出了他原本的计划了。按照陈长安的打算，离开慕云瑶之后，是带着大黄游历人间，逍遥快活。之所以回到陈家，无非是看看曾经陈家的血脉如今过得如何。没想到知道了胎珠的事情，又发生了后续一系列的情况，如今都已经处理的差不多，陈长安也准备离开了，一边游戏人生，一边寻找胎珠的下落。老祖，您还回来吗？陈正元不舍地问道。或许有一天，咱们可以在中天域重逢，总有再见这一天的。这是2枚化神丹，你留着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不要服用此丹，除非陈家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陈长安手上的化神丹能够让一个人的修为瞬间突破到化神境，不论对方是否有修为，但缺点就是终其一生只能够停留在化神境，而且其实力远远不如一步一个脚印修炼到化神境的人。这东西只能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用来保命的。多谢老祖馈赠，不管怎么说，你们与我同出一脉，就当是送你们的临别礼物了。日后的路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别忘了，曾经的陈家也风光过，你们不比任何人差。是，老祖，山水有相逢。诸位，咱们中天遇见。陈长安看着众人淡淡的一笑，随后带着大黄转身离去。看着陈长安离去的背影，陈家众人都是五味杂陈。或许从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之后，他们找到了主心骨，找到了依靠，知道陈长安不会一直留在陈家，却没想过居然会离开的这么快。陈云轩盯着陈长安离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前往中天域，一定要变成强者，不仅仅是为了人榜，也不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不想要让老祖失望。我定会带领陈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绝对不会辜负老祖的栽培。老祖，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呼，深吸了一口气，陈云轩的目光再次变得坚定。父亲，咱们也该走了，接下来这1年，我恐怕不会留在陈家，我要用这1年时间称霸北域。陈云轩沉声说道。好，你放心的去吧，家族这边有我呢，况且还有老祖留下来的化神丹，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记住了，莫要给陈家丢脸，更不能够给老祖丢脸。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是，父亲。陈云轩重重的点了点头之后，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咱们也该努力了。是，家主。我还以为你会一直留在陈家，等着陈家壮大，陈云轩成长起来呢。现在就走，你放心，陈云轩那小子，这可是你陈家后辈之中绝对的妖孽之才啊。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淡淡的说道，陈云轩有自己的路要走，他需要独自去面对，去成长，就算真的夭折了，那也是他的命。况且一直留在陈家太无趣了，还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好。大黄无奈的摇了摇头，还以为这一次回到陈家之后，陈长安这小子的性格有所转变，没想到前脚离开陈家，后脚就回归真我。那咱们去哪？大黄好奇的问道。中天域，狼牙。狼牙这个名字大黄感觉有些熟悉，似乎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和陈长安曾经偷跑出来游玩的过程之中，绝对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对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相柳那小子老家就是狼牙的吧？大黄突然问道。狼牙林家就是林相柳那小子的家族。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还留在林家，还是去了其他的地方。不过如今的他应该已经混成老祖宗这个级别了吧？毕竟过了1000年时间，林相柳也不再是当年陈长安遇见时候的年轻人了。你是想要去找林相柳那小子叙叙旧？大黄好奇地问道。是也不是，狼牙可比北域大得多了，我主要的目的还是胎珠。陈长安之所以选择狼牙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没去过，想要去转一转，另外一方面自然就是胎珠。你有胎珠的消息了？大黄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这胎珠的消息，除了大周国皇室这一刻之外，陈长安又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难道说他现在已经可以感应到胎珠的大概位置了不成？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摇了摇头道，
没有消息。不过我翻看过陈家的足迹，陈家这种万年前就存在的家族，自然会有足迹这样的东西存在。每一任族长都要将自己的生平以及任职族长这个过程之中发生的重要事情记录下来，目的就是为了留给后人，算是给他们增加一些经验，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或者曾经遇到的麻烦是如何解决，让他们也有一个了解，以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你陈家的足迹之中记载了胎珠丢失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是在琅琊这个地方？推测，陈长安通过看足迹发现，在陈家来到北域之前，生活在琅琊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关于胎珠的事情，可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陈家在这个阶段被人觊觎，发生了争斗，陈家损失惨重，是从琅琊被人赶走的。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其实这种情况有些古怪，按照足迹的记载方式，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记载下来的，也可以让陈家后人之后他们在琅琊曾经的敌人是谁。所以呢，你们陈家在琅琊可能有仇人，但还是没有胎珠的消息。大黄不解地问道：大哥，你动动脑子行不行？我生出来的时候又没有胎珠，我为啥要动脑？这是你的事情。大黄鄙夷地说道。足迹上面说，是因为有人觊觎陈家宝贝，所以才产生的争斗。陈家没落到了琅琊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宝贝？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可不就一个胎珠吗？陈长安没好气地说道。不是，这些人有病吧？那胎珠有个屁用啊？他们这也要抢？疯了！大黄对于这些人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胎珠这东西没有能量波动，没有任何的气息，起码目前来说，大黄不知道其他人拿到这胎珠能够用来做什么，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和陈家动手，这不是脑子有病吗？人性如此，这东西陈家祖传的宝贝，而且传了数千年。如果是你，在不知道这东西是胎珠之前，你会怎么想？必然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否则陈家不会传承这个多年。陈家会否认，但也得别人相信才行。所以最终他们就会出手，先将东西抢过去再说。就算最后发现东西没用，但对陈家的打击已经形成了。这说着说着，陈长安突然眉头一皱，陈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该他们不会全都是因为胎珠的原因吧？一直被觊觎，一直被针对，族人死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沦落到了北域大周国这种破地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自己不成了陈家的千古罪人了？怎么不说了？你分析的挺有道理啊。见陈长安眉头紧皱，大黄同样疑惑地皱起了眉头。没什么，所以这琅琊必须要去，而且我怀疑当年对陈家出手的怕不止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势力。也正因为如此，陈家那一代的族长才没有将这件事情记载在足迹之中，担心后人有人想要复仇，会让陈家再次陷入到万劫不复之地。听到陈长安的分析，大黄觉得非常有道理，可唯一一个让他不理解的地方是，为啥每次只丢一个？如果要抢，不是应该都抢走吗？关于这个问题，陈长安也思考过，但具体的原因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可能是陈长安的老爹当年未雨绸缪，将9颗胎珠都是单独存放。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些觊觎胎珠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9颗之多，抢到了一个之后就以为得手离开了。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走吧，此地距离琅琊可不近。大黄变大点，不然骑着不舒服。又尼玛的骑狗，你不是都已经可以修炼了吗？自己走，速度慢，你他妈急着投胎啊？如果可以的话，倒也不是不行。我去你二大爷的，你特么！大黄噼里啪啦的骂了一大堆，陈长安只是静静的看着对方，一点也不生气。骂完了吗？舒服了吗？你说我师父对我怎么样？我要是……大爷，您坐好了，咱这就出发。一听到慕云瑶，大黄立马变脸，一脸谄媚的笑容，好像刚才骂人的不是他一样。得嘞，咱们走着，您就瞧好吧。中天域天机阁阁主，刚刚传来消息，陈长安似乎离开了北域。陈云轩如今在北域独自闯荡，离开了。望天机没想到陈长安走得这么快，毕竟这人榜刚刚出现，按理说应该留在北域培养陈云轩才对。好，我知道了，让咱们得人继续跟着陈云轩，记住，如果陈云轩遇到生死危机，定要出手相助。是，阁主。那陈长安那边呢？陈长安离他远点，他身边的大黄非同小可。是，琅琊、云川。大黄，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啊，你可不能冤枉我，还说你没有。陈长安看着大黄的目光充满了怨念，这王八蛋绝对是故意报复自己。整整7天时间，大黄这王八蛋速度全开，却没有给自己进行防护。陈长安的身体扛得住，可是这衣服怎么可能扛得住大黄的速度？你自己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一点呢？哎呀，我忘了，你才刚刚修炼，弱得很，失误了，是我失误了。大黄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见笑的看着陈长安。行，你给我等着。陈长安也没有理会大黄，正准备换上一身衣服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暴喝：陈长安，王八蛋，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什么鬼？刚到琅琊就遇见熟人了？难道是林相柳？不对，林相柳对自己没有这么大的怨气才对。陈长安和大黄都是一脸好奇，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发现不远处一个乞丐正一脸怨恨地盯着陈长安。乞丐？卧槽，我认识乞丐吗？在这一刻，陈长安的脑子里面恨不得将自己过往的记忆都翻了一遍，却始终没有找到对号入座的那个人。大黄，你认得吗？陈长安问道。这看着有些面熟，想不起来了。大黄摇了摇头。乞丐是一个中年人模样，面黑如土，穿着更是破破烂烂，一言难尽。但陈长安发现自己现在这穿着
好像特么的跟着乞丐撞衫了。乞丐一脸怨恨的向着陈长安走了过来，看到陈长安如今的打扮，眼神仿佛充满了兴奋的愉悦。陈长安和大黄两个也是死死的盯着对方，毕竟能够叫出自己名字的人真的不多，好像在哪见过。我也感觉有点影响，这不会是……卧槽！玄无道，你特么的是玄无道！突然，陈长安和大黄都是眼睛一瞪，完全没想到面前这个乞丐竟然是玄无道。玄无道并非琅琊之人，而且和陈长安相识是在3000年前。当年的玄无道可是意气风发，被誉为那个时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前途无量。当初陈长安遇见玄无道之时，正是他声名鼎盛之期，年仅50岁，修为便达到了洞虚境巅峰。这怎么转眼3000年，救人未死，却化身为乞了呢？时间太久了，陈长安一时之间也有些想不通，这玄无道对自己的怨恨究竟从何而来呢？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恩怨吧？卧槽，你好歹也是一代天骄，你现在这是在干嘛？体验人间疾苦，品不同人生。陈长安一脸诧异的表情，看到陈长安的表情，玄无道彻底怒了，忘了，他居然特么的忘了，亏自己这3000年来苦苦的信守诺言，这王八蛋居然把当年的事情给忘了。我能变成今天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陈长安，你害得我好苦。玄无道的怨念就差化成实质，直接掐死陈长安了。等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话还没说完，陈长安突然一愣，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记忆突然出现在了脑海之中。卧槽，这是好像还真跟自己有关系。大黄更是忍不住在一旁拿着狗爪子捂嘴偷笑，他也想起来了，3000年，你知道这3000年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吗？妈的，老子再也不用当这破乞丐了，我自由了。玄无道仰天长啸，似乎这3000年的委屈都要在这一刻释放出来。这乞丐真可怜，都已经这样了，居然还疯了。谁说不是？你看这两个乞丐感情还挺好，聊得多开心。都是可怜人，你看他们都这样了，还养了一条狗，说明是心善之人。对自己都落魄至此，大黄狗倒是养得干干净净的，确实是心善之人。算了，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吃顿好的吧，我看行。路人的对话让陈长安和玄无道，甚至是大黄都沉默了，真把他们当成乞丐了。要说这玄无道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乞丐，陈长安呢？陈长安可不认为自己是乞丐，只不过衣服破了一点而已。最可恨的还是大黄，听到旁人的议论之后，直接转身走到一旁，脑袋一撇，仿佛在说自己不认识这两个人。滚蛋，我像乞丐吗？你们什么眼神？玄无道气愤地说道。听到这话，众人仿佛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玄无道，那眼神仿佛在说，难道不像吗？玄无道原本还挺硬气，可仔细一想，自己不是乞丐，谁是乞丐？走走走，别在这丢人了。妈的，老子丢了3000年的人，这些年我都是躲着熟人，生怕被认识的人见到。玄无道连忙催促陈长安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找到了陈长安，他也不用再继续当乞丐了。行，找个地方好好洗洗，换身衣服吧。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地方不错，我盯了好久了，就是没钱去。这次你请客。行，我请客就我请客，大爷有钱。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就被玄无道带去了青楼。浣花楼，这特么就是你盯了很久的地方。陈长安一脸无奈的表情。废话，这地方多好啊！你小子别说这么多年了没去过青楼，我跟你说，我这些年走过的地方不少，攒了些银两之后都花在青楼了。玄无道一脸得意的表情。卧槽，这王八蛋这些年到底去了多少青楼？你这修为还需要攒些银两再去吗？陈长安好奇地问道。你说呢？还不特么都是因为你。玄无道没好气地说道。陈长安也是嘿嘿一笑，当年碰到玄无道，这王八蛋傲得很，认为自己天下无敌。陈长安起初也没怎么样，最后临别之时，玄无道非要和陈长安切磋一番，陈长安便和他打了一个赌。陈长安给玄无道1炷香的时间，自己站着不动，如果玄无道能够伤到自己分毫，那便是他输。如果玄无道输了，在下一次看见自己之前，要一直当乞丐，行乞度日。最终的结果就是玄无道拼命攻击了陈长安1炷香的时间，陈长安毫发未伤。我说这可是3000年，要是你一直找不到我，就一直行乞度日。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废话，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一诺千金，怎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果然大丈夫也。别废话，请我潇洒潇洒。行，走吧。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反正自己也没去过青楼，正好去见识见识。站住站住，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两个乞丐还想要来我们浣花楼？两人刚到门口便被小厮给拦了下来，毕竟两人这身装扮还带了一条狗，着实有些不忍直视。废什么话，前面带路。陈长安也不墨迹，直接扔出来几锭金子，毕竟这玩意没啥用，就是普通人生活的通用货币，对于修炼者而言，零食才是。哟，小人刚才有眼不识泰山，眼拙了。二位爷，里面请。可笑，简直可笑，这还是我知道的浣花楼吗？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够进来了？乞丐都能进，把我们其他的客人当什么了？谁说不是？档次都变低了，以后再也不来了。扫兴，当真是扫兴，这里的空气都已经被污染了，恶臭难闻，恶臭难闻啊！陈长安两人带着大黄刚进入到浣花楼之中，就引起了不少人的鄙夷和嘲讽。在他们的眼中，这浣花楼虽然是风月场所，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来的地方。乞丐来了，岂不是拉低了他们的身份？你来我来。玄无道看了陈长安一眼，表情倒是看不出喜怒。我来吧，这种小事没必要见血。陈长安淡淡一笑，随后向着其他人看了过去。你们什么身份？我怕
没等对方回答，陈长安直接将一枚金锭扔到了对方身上。你啪啪啪，随着一枚枚金锭扔出来，原本还有些愤怒的人，此时的脸色也都变了。有钱，太他妈有钱了，这才是真正的拿钱砸人啊！我没什么身份，没有什么身份，大爷您最高贵，您最高贵。对，香，太香了，比这浣花楼的姑娘都要香。我就说，这两位一看就是气质出众，气宇轩昂，无辈不及，无辈不及啊！众人一边说，一边低头开始捡金锭，看得一旁的小厮也是十分眼馋。你这招不错，我怎么没想到呢？玄武道没想到陈长安的解决办法居然是这样，不过确实有点意思。你想到了又怎么样？你有钱吗？陈长安鄙夷地问道。你哪来这么多钱？玄武道也很好奇。对于修炼者而言，这玩意就是粪土，哪里有灵石珍贵？一般的修炼者基本上不会储存太多金银这种俗物，可陈长安就不一样了，不仅有，而且还不少。就刚刚拿出来砸人的，就足有上万两黄金了。活得久了，存货自然就多了一些。大黄好吃懒做，你也知道，并不是什么地方都用灵石来当通用货币，所以这金锭我就存了不少。粗略估计一下，算了，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很多，记不清了，这到底得有多少？一旁的小厮听得也是目瞪口呆，如今这有钱人究竟怎么了？喜欢乞丐打扮，就喜欢被人瞧不起，然后来个今天反转吗？伙计，来2间上等的包厢，准备些热水就好，我们要好好的清洗一番。得嘞，二位爷，楼上请。这可是位财神爷，小厮哪里敢怠慢，连忙将两人请到了楼上最好的包厢之中。简单的清洗了一番之后，陈长安和玄武道两个人全都换上了干净的衣裳，舒服痛快，3000年没这么干净过了。玄武道大笑着说道。陈长安和大黄鄙夷地看了玄武道一眼，眼神之中满是嫌弃。真脏，让你当乞丐又没让你不洗澡。不洗澡，你这3000年不会一直没有洗澡吧？陈长安惊讶地问道。当乞丐就要有当乞丐的样子，洗澡的太干净，那有悖初衷。玄武道一脸得意地说道。那你说乞丐洗不洗澡呢？这乞丐要洗澡吗？玄武道被陈长安说的一愣，自己也陷入到了迷茫之中。这乞丐到底洗不洗澡？乞丐也是人，他们只是穷，可如果有机会，总还是要洗澡的吧？你这么多年去了那么多青楼，一次没洗过，卧槽！那些人居然这也接待，挣钱不要命了。陈长安想想都感觉有些恶心。说什么呢？我又不是普通人，身上能脏到什么地方去？只不过一直没洗澡，有些怀念罢了。行了，洗也洗了，是不是应该快乐了？玄武道笑着说道。快乐。陈长安无奈的点了点头，随后交给玄武道全权处理。毕竟来青楼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玄武道充分的展现了什么叫做青楼老手，那叫一个熟练。直接让小厮将这浣花楼最好的姑娘全都叫了过来。你不用看我，我请你，你请便。见玄武道看向自己，陈长安直接摇了摇头。这些人在他眼中不过是粗制俗粉，真搞不懂玄武道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喜欢青楼。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还有你们几个都留下来。对了，大黄，你要不要？要不说玄武道这个人能处，这种时候了，居然还能想到大黄。而大黄此时竟然出现了扭捏的表情，仿佛有些不好意思，看了看陈长安，又看了看玄武道，最后慢慢抬起狗爪子。行，了解，这就是要的意思呗。那个，过去照顾照顾我的大黄兄弟。大黄你啥意思？玄武道给大黄挑选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姑娘之后，发现这大黄竟然摇了摇头。在这种地方，陈长安不让大黄随便开口说话，这小子现在也是憋够呛。只见大黄又抬起自己的狗爪子，摇了摇头。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要5个。啥？5个？玄武道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把爪子举起来不是说要1个，而是5个。好，大黄兄弟，不愧是同道中人，你们5个去好好的服侍我大黄兄弟，放心，钱少不了你们的。虽说伺候狗这种活也是头一遭，但那几个姑娘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伺候狗可比伺候人强多了，起码这狗不会动手动脚啊。好酒好菜，统统给我拿上来，别心疼钱，大爷有钱。玄武道就好像是那暴发户一样，似乎想要将这3000年的委屈这一顿全都吃回来。大黄在一旁也是乐得眯眯眼了，没想到他融入的还挺快，这就和玄武道一起同流合污了。老陈，你真不来？玄武道好奇地问道。你们继续，我看看就好。陈长安摇了摇头。行，那我可就不管你了。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玄武道这样的人物，想不到也有这堕落的一天。或许本性如此，曾经被他自己隐藏了起来吧。客官抱歉，奴家来晚了。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陈长安不由得也是看了一眼。来人一身白色长裙，十分的淡雅，化着淡妆，看着和青楼这种地方倒有些格格不入。这女子虽说算不上是绝色之姿，但看起来却顺眼了不少。哟，两位客官今天真是好福气哦，这可是我们浣花楼的花魁仙儿，平日里面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其中一个女子介绍了起来，不过语气之中可是不怎么友善。花魁有点意思。陈长安和玄武道都看得出来，这个花魁仙儿并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修炼者，只不过修为一般。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必要流落在此才对。仙儿看到陈长安之后，明显也是一愣，因为他听到的是来了2个性格古怪的有钱人，乞丐装扮。可陈长安的样貌，这穿着和气质，哪里和乞丐能够联系得上？会弹琴。陈长安见仙儿手上抱着琴，于是问了一句：客官，我们仙儿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呢？又有一名女子出口调侃，这让玄武道眉头一皱，不悦地看了对方一眼。玄武道是什么人？他的气势
岂是这些青楼姑娘能够招架的？不过是简单的一眼，便吓得几人不敢再胡说八道，心中也知道，今天来的这可不是普通人，万万不能得罪。那小女子就献丑了。希儿见陈长安两人似乎也不像是平日里面那些登徒子，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走到一旁，将古琴摆好之后，纤细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琴弦，随后悦耳动人的琴声便传入到陈长安两人的耳朵之中。琴声温婉悠长，动人心弦，但这温婉的琴声之中却似乎透露着淡淡的忧伤。虽然希儿已经极力的隐藏了这种意境，但还是被陈长安和玄无道听出来了。两人也是对视了一眼，这姑娘是个有故事的人。小女子情意不惊，还请两位客官见谅。汪汪汪！哦，抱歉，是三位。见大黄不高兴地喊了两声，希儿也是觉得有些有趣，头一次听说上青楼带狗，甚至还给狗找了几个姑娘的。花自向阳开，人终向前走，不为往事忧，只愿余生笑。人不该活在过去。陈长安的一句话让希儿浑身一震，他没有想到陈长安竟然听出来了。老陈有两下子啊，这你也懂？我以前逛青楼，看那些酸书生就来气，妈的，太能装了，我还特么不会。陈长安无奈地看了玄无道一眼，这王八蛋活了这么多年，到底都干啥了？你不会？陈长安问道。不会，会这玩意干嘛？能提升修为吗？能增加修炼速度吗？玄无道不屑地说道。都不能，但是能让你多点的智慧。且老子要那东西有何用？我还是信奉凭实力说话。玄无道并不在意，有用，但凡你有点智慧，也不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乞丐要不要洗澡。你玄无道眼睛一瞪，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在头脑这方面，他确实比较直接一点。顾仙儿你在哪？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出来见我。突然外面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咆哮声，听到这声音，顾仙儿不由得脸色一变。哎，看来这里又待不下去了。三位客官见谅，今日相逢便是有缘，方才一曲就算是小女子送给三位的吧。三位客官，小女子就先行告退了。说罢，顾仙儿转身就要离去。看到这一幕，陈长安也是一愣，他逃，他追，他追，他逃，这好狗血的戏码啊！大黄，这种戏码见过没有？陈长安问道。听到这话，大黄连连摇头，走过南闯过北的，还真没遇见过这种事情。仙儿姑娘且慢，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能够一直躲着吗？不如双方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说不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你觉得呢？陈长安拦住了正要离开的顾仙儿，多谢公子好意，但有些人有些事说不通讲不明。顾仙儿摇头说道，不试试又如何得知呢？正说话间，包厢的门被一脚踢开，一个年轻人从外面直奔着顾仙儿冲了过来。仙儿，真的是你？我听别人说在这里见过你，我就赶了过来。仙儿不要再走了，求求你不要再躲着我了好吗？看到男子冲向自己，顾仙儿直接向后退了几步，拉开了和对方之间的距离。仙儿，你看到顾仙儿的举动，男子明显十分的受伤，眼神之中满是忧愁。林公子为何苦苦相逼？难道真的要我死在你面前，你才会离开吗？你我之间永不可能，你应该明白。顾仙儿的目光坚毅，语气更是十分坚决，丝毫没有任何挽留的余地。不会的，一定有办法的，我已经想好了，我可以。够了！不等林公子说完，顾仙儿直接打断了他。你林家灭我顾家满门，你当真以为这件事情可以说过去就过去吗？我顾仙儿没有能力找你林家报仇，我忍了。为什么你还要苦苦相逼？林若恒，你别欺人太甚。还他妈是灭门之仇，这也太狗血了吗？虐恋啊！我说你小子都灭了人家满门，还来纠缠人家做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怎么还有脸过来的？我要是你，我特么都没脸见人家姑娘。玄无道在一旁鄙夷道。此话一出，林若恒脸色一变，愤怒地向着玄无道看了过去。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你们居然还敢让仙儿服侍你们，没找你们的麻烦就不错了。再敢废话，本公子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林若恒愤怒地吼道。死无葬身之地，有趣，当真是有趣。很久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了，小子，今天我还真想要跟你好好玩玩。玄无道冷笑着说道。行了，一个小辈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陈长安抬手阻止了要发威的玄无道，看了一眼林若恒，问道，你是狼牙林家的人？哼，算你有点见识，既然知道我是林家的人，那你就应该清楚你们招惹不起。林若恒冷哼一声，不屑地看了陈长安一眼。招惹不起吗？林相柳还活着吗？此话一出，林若恒不由得心头一震。林相柳，自己没有听错吧？刚刚这人提起了林相柳，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直呼我林家老祖的名讳，整个狼牙都没有人敢这么放肆。林若恒气愤地吼道。如此看来应该还活着。小子，我有多大的胆子，你可以亲自问问林相柳，或者让他过来见我。包厢之中气氛低迷，林家在狼牙地界这就是真正的绝对王者，谁敢得罪林家？可偏偏面前就有两个甚至直呼林相柳这位强者的大名。在狼牙这个地方，林相柳不仅仅是第一强者，更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是所有修炼者崇拜的目标，更是他们梦想要超越的存在。陈长安和玄无道两人提起林相柳的时候，云淡风轻，语气平静，两人的种种表现都看不出他们是在装模作样。林若恒此时也是眉头紧皱，这两人究竟是在欺骗自己，还是当真认识林家老祖？哼，若你们当真认识我家老祖，便会知晓老祖已经闭关多年，岂是你们说见就能够见的？林若恒冷哼一声，打算再试探一番，不要草率地做出决定。闭关了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毕竟千年未见，还是第一次来这狼牙地界。
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千年未见，此人难道是千年前认识的老祖？可千年前的林相柳也不过只是个年轻人罢了，我更没见过了，就是听说过罢了。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不至于去打听一个小辈的消息。”玄无道不屑的说道：“卧槽，这个更狠，直接称呼林相柳为小辈。”这一下，林若恒有些扛不住了。难道自己今天真的冲撞了2位大人物？2位前辈勿怪，晚辈有眼不识泰山。我这也是……林若恒一时之间有些语塞，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算了，我们也不会跟你这么一个晚辈计较，人家姑娘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可能，你又何必苦苦纠缠呢？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吧。玄无道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这很显然，这个林若恒还是个痴情种，对顾仙儿似乎有些念念不忘，也不知道这顾仙儿究竟使了什么手段，居然让这林若恒如此执着。但很显然，顾仙儿并没有坏心思，否则的话，他大可以假装依附林若恒，寻找机会为顾家报仇。只不过陈长安看不出这顾仙儿是想不到这一点，还是不屑去做这样的事情，又或者还有另外的原因。见林若恒还在犹豫不决，陈长安淡淡的说道：“白头并非雪可替，相识已是上上签。林若恒，并非所有的喜欢都会有结果，或许在你的一生之中，有些人能够遇见便已经是难得了。不谈辜负，莫问前程，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吧。”陈长安的话让林若恒陷入到了沉思之中，顾仙儿同样也是眼神一变，似乎也有所触动，只有玄无道在一旁不屑地撇了撇嘴，看向陈长安的目光有羡慕，更多的则是鄙夷。这给你装的，呸，都特么不会说人话了。大黄，不管他，咱俩玩咱俩的，让他自己装逼去。玄无道顿时失去了看戏的兴趣，还不如继续玩乐比较适合自己。而此时的大黄躺在姑娘的怀抱之中，笑得那叫一个开心，眼睛眯成一条缝，不停地在人家怀里面打滚。这一人一狗的德行，陈长安也是没眼看。多谢前辈教诲，晚辈记住了，那就不打扰前辈了，晚辈到此。好，对了，林相柳若是出关，记得让他来找我，我有事问他。这晚辈一定转达家中长辈，让他们代为转述。很显然，林若恒虽然是林家人，可他并没有资格直接接触到林相柳这样的老祖。林若恒离开之后，顾仙儿看着陈长安，感激地说道：“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举手之劳。我这个人有点爱听故事，来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陈长安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八卦，尤其是这种他没有听过的故事，最能引起他的好奇心。这不知前辈想要知道什么？顾仙儿有些尴尬地问道。很多。林家为什么灭了顾家？既然灭了，为什么林若恒这个林家人有对你一往情深呢？你身为顾家的人，为什么不借用林若恒的身份报仇？要不还是你来讲吧。听到这话，顾仙儿苦笑一声，这不就是想要让自己把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说一遍吗？那换个清静点的地方吧，这里还有浣花楼其他的姑娘。虽然顾仙儿知道自己无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但有些事情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好，陈长安点了点头，原本打算问问玄无道和大黄，可看到这一人一狗逍遥快活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有询问这个想法都很傻逼。顾仙儿将陈长安带到了自己的闺房之中，顾仙儿的闺房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不浓郁也不刺鼻，反而给人一种心神安宁的感觉。整个房间的装扮十分的朴素，从里到外和青楼这种地方都是格格不入。或许这也是只有花魁才有的特权吧。恩公请坐。不用叫我恩公，无非是说了几句话罢了。况且我和林家的林相柳氏就相识，不是你说几句话我就会帮你对林家怎么样的。陈长安走到一旁坐下之后，淡笑着说道：“恩公误会了，希儿并无此意，没有最好。”听到陈长安的话，顾仙儿面色平静，走到一旁坐在了陈长安的对面。其实林若恒只是林家旁系一脉的一位少爷，而我顾家在这琅琊也并非什么大家族，这事情还要从1年前说起。随着顾仙儿的讲述，陈长安也明白了个大概。无非就是顾家晚辈口不择言，正好被林家的人听到了，而出手灭掉顾家的正是林若恒所在的旁系家族。好巧不巧的是，这之前林若恒就和顾仙儿2人相识，林若恒并对顾仙儿暗生情愫。起初顾仙儿对这林若恒虽说不上喜欢，但也颇有好感。顾家被灭门，林若恒也是苦苦哀求，才救了顾仙儿一命。可林若恒的父亲担心这2人日后有什么发展，便下令让顾仙儿从今以后不得离开琅琊地界，终其一生只能够在青楼之中度日，也算是彻底打消林若恒的小心思。毕竟虽然只是旁系，但林家得少爷怎么能够娶一名青楼女子？可没想到这林若恒也是个痴情种，对顾仙儿一直纠缠不休。如此说来，这林若恒倒也是个痴情之人。陈长安淡淡的说道：“恩公说笑了，林若恒虽然才20出头，但他身边可从不缺少女子，痴情不过是爱而不得，心有不甘罢了。若林若恒当真是专一的痴情种，顾仙儿或许还会有所犹豫，可偏偏这林若恒沾染了一些纨绔习气，凭借他的身份，看上眼的姑娘没有几个追不到的，偏偏顾仙儿是个例外，这或许就挑起了这位少爷的好胜心和占有欲。你就没想过借助林若恒的身份为顾家报仇？”顾仙儿讲了这么多，却从来没有提过报仇，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仇恨，这让陈长安十分好奇。想过，但做不到。第一，我无法利用一个人的感情去达到某种目的；第二，就算真的肯去这么做，也无法成功；第三，我活着，顾家就还有血脉，我若死了，顾家就真的不复存在了。顾仙儿十分的清醒，并没有因为仇恨就让自己丧失了理智。他想要报仇，但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恩公，我不会请求您为我做什么，但我想要拜您为师，可以吗？顾仙儿的一句话让陈长安也愣住了。
拜师。陈长安盯着顾仙儿看了一眼，随后笑了起来，真是个聪明的丫头。顾仙儿这个人聪明冷静，而且懂得抓住机会。他不是不想报仇，而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方才的情形之中，陈长安和玄无道的表现就已经让顾仙儿有了更深一步的想法。恐怕就算陈长安不找他说故事，他也会自己说出来，甚至是想办法和陈长安多聊几句。至于为什么选择了陈长安不是玄无道，不仅仅是因为陈长安主动搭话，而是两者对比，顾仙儿感觉陈长安或许更靠谱一点。我这一生或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报仇，我更厌恶在这青楼度日。恩公，你说过你不会出手，但我可以拜您为师，还希望恩公能够成全。顾仙儿是个聪明人，知道和陈长安交谈，说实话往往会更好一点。在强者面前耍心机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收徒这种事情，陈长安之前还真的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陈云轩和陈长安之间虽然有师徒之实，但也并没有师徒之名。这顾仙儿如今已经20岁，修为也不过只有真气境一重。20岁真气境在北域或许还算不错，但是放眼中天域的话，只能够算是普通天赋。见陈长安犹豫不决，顾仙儿也有些紧张了起来。恩公可是嫌弃仙儿资质愚钝，难有成就，若是如此，仙儿可以放弃拜师，哪怕留在恩公身边侍奉左右也是可以的。对于顾仙儿来说，脱离如今的困境需要陈长安这样的强者帮助，起码在狼牙这个地界，除了陈长安，他不知道还有谁能够不给林家的面子。就算真的有，自己还有那个机会接触到对方吗？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狼牙很大，能够遇见你，怕也是一种缘分罢了。我会带你离开狼牙，不过不是现在，我还有一些事情要留在狼牙，处理好了之后，我带你离开。至于以后你的路要怎么走，你自行决定。扑通，陈长安说完之后，顾仙儿直接跪了下来，希望他终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多谢恩公搭救之恩，从今以后，顾仙儿愿侍奉恩公左右，永生不变。若违背此誓言，便让我顾仙儿灵魂永坠炼狱，万劫不复。陈长安看着顾仙儿，微微点了点头，道：先起来吧。是，恩公。恩公，不知从今以后我应该如何称呼？是叫公子还是少爷？顾仙儿站起身之后询问了一句：叫什么？陈长安一时之间倒也没想出来，毕竟活的时间虽久，可也没有过侍女这种待遇啊，一直给自己师傅当孙子了，叫少爷不合适，自己都多大年纪了，还少爷公子？算了，以后就叫公子吧。是，公子，既然你已经成为了我的侍女，倒也不能够太弱小。你虽然天资一般，但也并非不能够改天换命。这是一株九品凤仙草，你服用了吧？九品凤仙草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顾仙儿并不知晓，但听这名字，怕就不是凡物。而这九品凤仙草是慕云瑶送给陈长安的，可这东西不适合男人服用。按照慕云瑶当初的意思是，以后有了心上人可以送给别人，但陈长安可没那么多讲究，物尽其用就好。至于给谁，那并不重要。公子，此物太过贵重，我不过是。行了，给你就拿着，我说的话你只需要服从就可以，记住了吗？是，公子，服用了吧，看看能够对你的体质能否有所改善。遵命。顾仙儿也不废话，直接将九品凤仙草吃了下去。这九品凤仙草入口即化，神奇无比，让顾仙儿也是大为震惊。本以为吞咽会很困难，没想到直接化成一股能量，对他的身体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洗礼。卧槽，老陈你搞什么？这么大的能量波动，你怎么也不布这个结界？你就不担心附近的人全都嘎了？随着顾仙儿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强，原本还在喝花酒的玄无道直接冲了过来。大黄和陈长安之间就比较默契了，虽然并没有过来，但直接在顾仙儿的房间布置了一道结界。没想到这么大的反应，不过是给他吃了点东西罢了。你没想到，你给他吃的可是九品凤仙草，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听说已经万年没有出现过了。你小子就这么随随便便把如此至宝给了一个侍女，你他妈也太败家了吧！陈长安对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在意，因为对他而言都是没用的东西，自己完全用不上。但在玄无道的眼中可就不一样了，他人没过来，可这边的一举一动他都留心观察着呢。听到九品凤仙草的时候，玄无道差点直接将口中的酒喷出来，心中更是大骂陈长安是个败家子。东西不就是拿来用的吗？至于谁来用，我既然是东西的主人，自然我说了算。我都不急，你急个屁！皇帝不急太监急。陈长安淡淡的说道。靠，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败家的。不对，你这么说谁是太监？3000年没见，要不要试试我现在的实力如何？玄无道瞪着眼睛问道。还想当乞丐？你不如再打个赌。还是老规矩，不过这一次赌注是当太监，你敢吗？此话一出，玄无道立刻蔫了，这赌注可太狠了。陈长安这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让玄无道毫无底气。虽说这3000年玄无道的修为一直在增长，如今实力强横，可他也不敢保证这3000年陈长安就一直停滞不前啊。算了，懒得和你一般见识。不过我也当真是好奇，这服用了九品凤仙草之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玄无道还是将目光放在了顾仙儿的身上。如今的顾仙儿被一股强大的能量所包裹着，整个人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他从始至终硬是没有发出半点的声音。这丫头，我还真是小瞧她了，就冲她这份意志力，是个干大事的人。玄无道此时也不由得对顾仙儿刮目相看，这股能量好像有点猛啊。顾仙儿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多，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越来越猛烈，就连玄无道此时也是脸色大变，这情况有些不太对劲。玄无道刚要转身离开，却被大黄所布置的结界拦了下来。卧槽，糟了！大黄！陈长安喊了一句大黄，随后身影一闪，直接离开了幻花楼。看到陈长安离开，
玄无道先是一愣，随后连忙跟着跑了出去。妈的，还是你反应快！玄无道出去之后，没忍住叫骂了一句，这叫默契。与此同时，大黄重新布置了结界之后，也跑出了幻花楼。里面的人怎么办？玄无道看着陈长安问道。刚刚虽然只是一个瞬间，但结界解除的那一刻，还是有强大的气息冲了出来。这些人应该不会傻到继续留在里面享乐吧？这说不好。不多时，便有人似乎察觉到不对劲，从里面跑了出来。尤其是原本服侍玄无道和大黄的那几个姑娘，是最先跑出来的。不一会的功夫，这幻花楼之内便只剩下顾仙儿一个人了。刚刚到底什么情况？太可怕了，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我也感受到了，这幻花楼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吗？难道还有强者隐藏于此不成？不清楚。但今天这花酒是不能喝了，我感觉今天很危险。对，散了，咱们改日再聚。走。不少人都选择了离开。这幻花楼的老板此时却苦了一张脸，想要开口骂，却又不敢。要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那别说今天的生意了，他这条命还能不能留下来都说不准。当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老陈，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如果那股能量全部都被聚集在结界之中，顾仙儿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住吗？玄无道皱着眉头问道。这陈长安也不清楚，毕竟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他的身体能不承受得住，我不知道，但我的结界恐怕快支撑不住了。原本一直没有说话的大黄，此时眼神之中也满是震惊。大黄布置的结界快要支撑不住了。大黄可是9阶禁忌森林的兽王，他的实力十分强悍。如果不是因为太玄界似乎有某种规则存在，大黄的实力恐怕未必会弱于慕云瑶。尽管如此，他所布置的结界竟然快要撑不住了。大黄兄，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你的结界我都冲不开，你现在告诉我，顾仙儿体内的能量快要冲破你的结界了。玄无道此时一脸震惊的表情，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到底听到了什么。自己天纵之才，修炼了数千年之久，还不如一个黄毛丫头。再说了，这9品凤仙草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吗？虽说这东西世间罕见，乃是人间至宝般的存在，可不至于如此吧？没开玩笑，这股能量很强，快要冲破结界了。不过这只是我随意布置的结界，我也没想到顾仙儿体内的能量居然会这么强。随意布置的，那倒是有冲破的可能性。就在玄无道和大黄交谈之时，突然大黄布置的结界直接被冲破，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天起，顷刻之间，能量波及了方圆数百里。一声凤鸣响彻长空，凤舞九重，回响9天。一道巨大的凤凰虚影竟然从幻花楼之中冲天起，这一幕让整个狼牙的人都是为之一愣。所有人抬头看着空中的凤凰虚影，一时之间全都懵了。什么情况？狼牙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妖兽，更何况是凤凰这样早就已经消失的神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卧槽！陈长安，你他妈赚大发了！你这个侍女可绝非凡人啊！9品凤仙草虽然很难得，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体质，可绝对做不到这种效果。顾仙儿自身恐怕就和这凤凰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绝对不会如此。你他娘的到底都是什么狗屎运气？玄无道此时也是羡慕不已。顾仙儿拜师陈长安这件事情他听到了，不过并没有在意，也不认为陈长安会收徒。如果换了是他的话，恐怕就连当个侍女他都不会同意。他嫌弃带个女人麻烦，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看起来不起眼的顾仙儿居然有如此巨大的潜力？你懂个屁！这叫好人有好报。我是好人。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好人？玄无道鄙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这小子充其量不算一个恶人，但好人他算吗？呸！他算个屁的好人！此番异动，恐怕整个狼牙的人都要惊动了。林家的人要是知道顾仙儿竟然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他们又会作何感想？玄无道笑着问道。他们最好别敢想，否则的话林相留也救不了他们。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哈哈，我发现3000年没见，你现在的脾气倒是有点变化。曾经的你可是以和为贵啊？玄无道好奇的说道。以前以和为贵，那特么是因为没有还手的能力，不和气一点，那特么不得天天挨揍。虽然死不了，那也丢人不是。此时那凤凰虚影在空中翱翔了一会之后，再一次落入到了顾仙儿的房间之中，紧随其后，先前那惊人的能量也消失不见，一切又回归了平静。这是结束了？难不成顾仙儿觉醒了传说中的凤凰仙体？玄无道好奇地问道。凤凰仙体，你知道这种体质吗？陈长安问道。听说过一些，据传上一个觉醒了凤凰仙体的人，恐怕要追溯到5万年之前。那一位当年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但年代过于久远，关于对方的记载太少了，甚至如今怕是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姓名。如果真的是凤凰仙体，你这侍女未来必然会成就大帝之境，大帝境界的侍女。陈长安，你发了！玄无道越说越是羡慕，最后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狠狠地揍陈长安一顿。这王八蛋怎么就有这样的狗屎运呢？顾仙儿出来了，问问他就知道是不是凤凰仙梯了。顾仙儿依然是一身白色长裙，但整个人的气质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身上那种淡雅的气质消失不见，反而变得更加耀眼夺目。容貌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却也有明显的改变，变得更加精致。越是如此，玄无道越是郁闷。陈长安，你何德何能？仙儿多谢公子再造之恩。顾仙儿此时表面虽然十分的平静，但内心的激动只有他自己知道。凤凰仙体，
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强大体质。顾仙儿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觉醒这样强大的体质，不仅仅修为瞬间提升到了真气境9重巅峰，而且脑海之中竟然还出现了与体质完美贴合的修炼功法。陈长安看了看顾仙儿，明显也有些意外，这或许就算是惊喜吧。这是你自己的造化，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觉醒这样的体质，或许和你祖上有关。你们顾家没有足迹之类的东西吗？祖上是否曾经出现过强者？陈长安好奇地问道。这我并不知晓此事。顾仙儿身为女儿身，就算真的有足迹这种东西，也不是她能够看到的。也罢，已成事实，没必要问得太清楚。是凤凰仙体吗？回公子的话，确实是凤凰仙体，而且我的脑海之中出现了一门功法，名为凤凰真诀，应该凤凰仙体才能够修炼的功法。连功法都有了，这倒是让陈长安更为意外了。不过这样也好，否则的话他也没想好到底传授什么功法给顾仙儿。既然如此，那这人榜你便争一争吧。人榜才刚刚开启不久，一共有3年的时间，虽然顾仙儿的起步慢了一些，可如今觉醒了凤凰仙体，又有凤凰真诀，3年时间上榜应该不难。人榜，顾仙儿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这件事情如今整个太玄界的人都知道，可顾仙儿曾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参与进来，甚至能够争夺排名的资格。公子，我真的可以吗？顾仙儿明显对自己不是很自信。你是凤凰仙体，整个太玄界怕多少万年才会出现一个，你不可以，谁可以？陈长安笑着说道。好，既然公子吩咐，那仙儿就去争一争这人榜。顾仙儿深吸了一口气，心中已经坚定了一个目标，绝对不要让陈长安失望。这人榜排名，自己势必要去抢上一抢。有人来了，咱们是现在离开，还是如何？玄无道看着陈长安问道。刚才闹出来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琅琊云川这个地方有点实力的人，自然想要过来查看一下情况如何。陈长安疑惑地看了玄无道一眼，这小子是不是乞丐当久了，现在见人就想躲，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当年可不是遇事就躲的人，现在居然会问出来这样的问题。陈长安笑着说道。听到陈长安的话，玄无道也愣了一下。对啊，老子当年什么时候躲过人？妈的，还不是因为你！这3000年，我是见人就想躲，生怕遇见熟人。想当年我……行了，别想当年了，看看是谁过来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过来想要做些什么。陈长安不管是当年没有修为，还是如今已经能够修炼，从来都不是怕事的人，毕竟死不了。最重要的是，怕是怎么凑热闹。话音未落，不远处有几人快速奔着浣花楼的位置飞了过来。此时浣花楼附近并没有多少人，陈长安3人站在那里，十分显眼。你们一直在这里，刚刚此地发生了何事？一人飞过来之后，看着陈长安3人，一脸高傲地问了一句。我们宗主在问你们话，你们是哑巴了吗？见陈长安3人并没回话，其中一人顿时眼睛一瞪，目露凶光，给我跪着讲话。玄无道脸色一沉，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面对玄无道的气息，来人直接跪倒在地，眼神之中满是惊恐之色。不知道前辈在此多有得罪，还望见谅。前辈，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是。对方的话还没说完，玄无道冷哼一声，对方顿时冷汗直流，身体直接趴在地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们是谁？关我屁事！赶紧滚！说罢，玄无道伸手一挥，这几人直接被扇飞了出去。妈的，就这点本事，比我还能装逼！玄无道鄙夷地说了一句。这是琅琊，强者本来就不算太多，何况是云川这个地方，这里最强者最多也就是化神境而已，还不如你年轻时候。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我说这有什么意思？你让我在这给你当打手呢，搭理这些人做什么？要不咱们还是走吧。玄无道无奈地说道。你出手太快了，原本想要问点事情，现在好，你把人都吓跑了。陈长安也是无奈的一笑。玄无道这气势一出来，原本还想要过来查看一下情况的人全都掉头就跑，犹豫一下都是对玄无道的不尊重。问点事情？问什么事情？玄无道好奇地问道。没什么，不过是一些私事罢了。陈长安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这一次来到琅琊，主要目的毕竟还是为了寻找胎珠。当年陈家在琅琊的什么地方，足迹之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如果询问一些老人的话，应该可能听说过陈家。就是这琅琊太大，陈长安也不知道当年的陈家实力如何，如果一般的话，怕也是不好打听。所以你这一次跑到琅琊，就是为了一些私事？所以我可能还要在琅琊待上一阵子。你呢？听到这话，玄无道突然之间也有些迷茫。行乞3000年，流浪3000年，如今突然自由了，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你猜我要去做什么？玄无道看着陈长安问道。猜？陈长安像看着傻逼一样的看了玄无道一眼。你他妈猜我猜不猜？嘿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算了，3000年了，我也应该回去看一眼了。也不知道宗门的人如今是否还记得我这个人了。玄无道淡笑着说道。行了，别感慨了，你爹是无极宗的太上长老，他还能把你给忘了？陈长安鄙夷道。卧槽，你怎么知道我爹是谁？这件事情在无极宗知道的人也不多啊。玄无道一脸震惊地看着陈长安，这小子怎么啥都知道？陈长安看着玄无道，脸上浮现一抹坏笑，低声说道。回家问你爹，有件事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当年你爹追着我屁股后面要拜把子，无道啊，我呀差点就成你大爷了。大爷？陈长安，你大爷的，你占我便宜？不信回家问你爹。这个消息着实让玄无道有些懵逼了。他知道陈长安这个人很神秘，实力也是深不可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和陈长安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渊源。
自己那个不可一世、谁也不服的老子，当年居然追着陈长安要拜把子，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老登吗？不过仔细一想，玄无道觉得也并不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陈长安只是长得年轻，不代表他真的年纪小。玄无道3000年前认识陈长安的时候，这王八蛋就20出头的样貌，现在自己都变成中年大汉了，对方还是20出头。倒不是玄无道无法将容貌保持在年轻状态，只是他觉得自己这么大年纪装嫩有点说不过去。说句实话，你究竟活了多少年？玄无道表情认真的看向陈长安，万年是有了。陈长安倒也没有瞒着，万年？卧槽！陈长安居然已经活了万年了，这意味着什么？这特么绝对的超级强者般的存在啊！自己当年居然还要跟他打赌，自己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你是大地境界？玄无道震惊地问道。玄无道的话让一旁的顾仙儿也是心头一震，大地这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境界竟然就在自己身边，而且自己还是对方的侍女。大地，我只能说大地巅峰不能伤我分毫。陈长安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然而玄无道此时内心的崩溃却只有他自己清楚，大地巅峰不能伤他分毫，当年还特么跟自己打赌，自己到底应不应该高兴？是不是这样一来自己也算是和大地巅峰一个待遇了？怎么还莫名有点小开心呢？呸！冷静冷静！玄无道将脑子里面杂七杂八的念头屏蔽之后，再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已经发生了转变，深藏不露，隐士强者，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色彩。最主要的是，陈长安和其他的顶级强者不同，他这个人太像一个人了。没错，就是像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人。玄无道不得不承认，就算是他自己，随着实力的增长，心态上面是会发生改变的。是人命如草芥，高傲不易相处等等。但陈长安呢？随性而为，心态平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他都会一视同仁。难道这才是真正强者的境界吗？想着想着，玄无道竟然感觉自己有所领悟。突然之间，玄无道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陈长安了。叫老陈，对方和自己亲爹还认识；叫大爷，这特么的也叫不出口啊。行了，以前怎么叫，以后就怎么叫，咱们各论各的。你爹叫我大哥，你叫我老陈，都一样。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行，就叫你老陈。这么算起来，在你这，我是不是比我爹辈分大？也不对，同辈。这玩意到底咋算的？玄无道修炼是一把好手，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恐怕就有点不太擅长了。无所谓，不重要。对，不重要。哈哈。突然之间感觉心情舒畅了不少。不过我真的要走了。好，日后有缘自会相见。不错。玄无道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对着大黄打了个招呼。玄无道转身正要离开，突然又停了下来，回头看向陈长安，眼神之中的笑意十分的猥琐。这些年我找你的过程之中，倒是听说了一件事情。原本我以为是同名同姓，不过既然你活了这么久，我觉得恐怕跟你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什么事情？陈长安疑惑地问道。你认识一个叫长孙吸血的人吗？长孙吸血？听到这个名字，陈长安也愣了一下。这么多年来，自己认识的人不多，但也不少。姓长孙的，怎么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想不起来了呢？大黄，你记得这个人吗？陈长安问道。大黄摇了摇头，很显然，他对这个名字更加的没有印象。难道你不认识？可我怎么听说长孙吸血找一个叫陈长安的人，找了近5000年？5000年？妈的，比我的时间还长！而且这个长孙吸血实力很强，听说已经达到了不死境9重巅峰，很有希望冲击到大地境界的强者。找了5000年，也就是说，如果认识，应该是在5000年前。5000年前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他找陈长安做什么？这个你听说了吗？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听说好像是要嫁给陈长安，至于具体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5000年真长情啊！如果真是你，你可太不是东西了，让人家姑娘找了你5000年，嫁给陈长安。陈长安这一下更懵逼了，自己好像没有感情债吧？长孙吸血，长孙吸血，长孙。突然陈长安心神一震，脑海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久远的记忆。完了，认识，自己竟然真的认识。大黄，都特么是你这个惹出来的事，你这个祸害！陈长安突然对着大黄臭骂了起来，骂得大黄一脸懵逼。玄无道此时倒是看出来了点问题，惊讶地说道：卧槽，还真是你牛逼，你是真牛逼，我服了，能让一个女人念念不忘5000年，而且还是长孙吸血这样的存在，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只不过玄无道很好奇，这事情跟大黄有什么关系？你够了呀！我特么不说话，不代表我是哑巴。你妈够了没有？人家要嫁给你，关我屁事！又特么不是嫁给我。大黄也忍不住和陈长安对骂了起来，这让一旁的顾仙儿有些惊讶，这才意识到大黄原来并不是一条普通的狗。不关你事，当年要不是你，我特么能掉进长孙吸血的。说到这里，陈长安突然停了下来，这让玄无道急得抓耳挠腮，这关键时刻怎么还特么闭嘴了呢？说啊，你倒是说啊，掉进长孙吸血的什么了？玄无道焦急地催促道。大黄此时也是一愣，被陈长安这么一提醒，他似乎也回忆起了什么。原来是他，难怪这姑娘当年就追杀了你一路，居然这么多年了还没释怀呢。不对啊，那她不应该想杀你吗？怎么变成想嫁你了？我说大黄兄弟，咱能不能不打哑谜？你倒是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玄无道感觉自己都快疯了，你们能不能有话痛快点说？哦，也没什么，就是陈长安把人家看了个精光，还伸手摸了。摸了？摸什么了？卧槽，你居然是这样的陈长安，我鄙视你！你给人家看光就看光了，
怎么还上手呢？玄武道也是没有想到，陈长安竟然还有这样的光辉历史，这可是长孙吸血啊！别人看他的眼神带有某种色彩，都会被灭。陈长安竟然还摸过，恐怕也就因为他是陈长安，换了别人，怕是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佩服、羡慕，甚至还有一丝嫉妒，这些情绪将玄武道整个人填满了。大黄，继续细说。玄武道兴奋地问道：“你他妈不是要回家吗？赶紧滚蛋！瞎打听什么？”陈长安没好气地说道：“哎呀，不急于这一时，先听故事。这么有趣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听完再走？”顾仙儿此时站在一旁，也是脸色微红。没想到陈长安看着如此震惊，竟然也有这样的风流韵事。虽然略显羞涩，但同样十分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摸了什么。大黄，你最好闭嘴！陈长安沉声说道。为啥？你摸都摸了，还不让人说了？大黄不屑地看了陈长安一眼。要说这事当初也是一个巧合，完全是一个意外。当时陈长安和大黄两个人在玩闹，结果大黄用力过猛，直接将陈长安给拍飞了出去。好死不死，长孙吸血这丫头刚刚猎杀妖兽弄了一身血，找到一处小溪清洗。搭档式的长孙吸血也不过是一个未满20的小丫头。扑通一声，陈长安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了长孙吸血面前。人掉入水中，本能的会想要伸手扑腾两下，抓点什么东西，好让自己站稳。好死不死，陈长安就扑腾了两下，而且还真的就抓到了点什么。当陈长安站稳之后，正好看到面前长孙吸血脸色通红，目光冰冷的看着自己，低头一看，好家伙，自己这抓的位置过于敏感了一些。陈长安倒是想要解释，可长孙吸血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3个月，长孙吸血足足追杀了陈长安3个月之久，最后以陈长安彻底消失而告终。但这么多年来，长孙吸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寻找到陈长安，只不过陈长安有些想不明白，明明是要杀自己，怎么传成了要嫁给自己？难道是传言传着传着就变味了？这故事其实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放在陈长安和长孙吸血身上就变得有趣多了。玄武道看向陈长安，一副你可真是个老色批的表情。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意外，那就是一个意外。陈长安无奈地说道。别解释，我不信。5000年前，长孙吸血修为不高，你修为也不高，你难道就无法控制身形？还偏偏掉到人家面前了。就算你真的掉到人家面前了，凭借你的修为，能有什么事？需要去抓点什么，让自己稳住吗？还说你不是故意的。玄武道一脸鄙夷地看向陈长安，这小子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呢？居然还装无辜，骗傻子呢？如果我5000年前没有修为呢？5000年前没有修为？呸！越说越离谱。陈长安，你真把我当傻子了？你活了1万年，5000年前没有修为，你怎么活下来的？你难道天生不老不死吗？听到这话，陈长安连连点头。我承认还不行吗？别他妈玷污我名声了。看到陈长安点头，玄武道不屑地说道：信你，我就是天底下最傻的傻逼，哪有人天生不老不死？你就是没安好心，看人家长孙吸血长得漂亮，你故意的。陈长安也没想到自己都已经实话实说了，这玄武道怎么就不相信呢？大黄，你他妈别在一边傻乐了，你解释解释。大黄笑得正开心，这种情况他可是太喜欢看到了。解释，自己有病才会去解释，反正不关自己的事。这解释你还是等到遇见长孙吸血之后再好好解释吧。我先走了，你放心，朋友一场，我不会让人给长孙吸血带话，说你在狼牙的，放心，绝对不会。玄武道离开之后，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样子这狼牙的事情应该快点结束才行。以玄武道这小子的性格，一定会派人通知长孙吸血，毕竟这3000年行起的仇，他可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咱们也走吧。是，公子。陈长安带着顾仙儿和大黄，打算先寻找一下云川这地方存在超过500年之上的家族或宗门。与此同时，陈云轩孤身一人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北域之行。北域血影门，来者止步，阁下前来血影门，所谓何事？陈云轩看了一眼这看门弟子，淡淡的说道：听闻血影门门主修为达到了神通境1重巅峰，特来请教。此话一出，血影门弟子顿时脸色一变。陈云轩也不过只有16岁的年龄，居然要来挑战他们的门主，好大的口气！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既然知道我们门主是神通境境界的强者，竟然还敢来送死！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见这些人要动手，陈云轩摇了摇头道：你们不是我对手，别白费力气了。不是你对手，真是可笑。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究竟有什么本事。其中一名血影门的弟子直接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面对对方的进攻，陈云轩不过是随手一挥，便直接将对方击退。好强！他看起来也不过只有16、17岁，怎么会这么强？就算他再强，也不可能是咱们门主的对手。没错，不要被他吓住了，大家一起上，我就不信还拿不下这么一个臭小子。上！众人一拥而上，陈云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全力出手。不过一个照面，10多名血影门的弟子便全都倒地不起。好大的胆子！究竟是什么人敢来我血影门闹事？一声怒吼，一道红色人影从远处飞了过来。来人正是血影门门主。血影门门主看到陈云轩的时候，不由得也是一愣，好年轻的后辈，好生的面孔，你是何人？血影门门主皱着眉头问道。陈家，陈云轩特来讨教。陈家，陈云轩。血影门门主眉头一皱，北域之内有一个陈家这样的大家族存在吗？咦，超凡境3重，小小年纪竟然有这般修为。突然，血影门门主发现陈云轩的修为竟然达到了超凡境3重，在这个年纪能够有如此修为，必然是一位了不得的天才。
可在这北域之中，怎么从未听闻过？什么？他竟然是超凡境3重境界，难怪这么强。可我看着他也并没有多大，看起来比我年轻几岁，但我的修为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陈云轩的修为让血影门的弟子都是震惊不已。毕竟他这般年纪，大多数人能够突破到真气境都是了不得了，能够达到超凡境更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在他们的印象之中，16、17岁的超凡境在整个北域怕也是不多见的。可这个陈家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如今人榜现世，正是多事之秋，血影门门主也不敢如以往一般张狂行事。毕竟自己在北域没听说过有强大的陈家，可不代表别的地方没有。万一是哪个大家族的弟子跑到这北域来历练呢？陈云轩，你天资出众，放眼整个北域，恐怕有你这般天赋的也不多见。但你我之间实力毕竟相差悬殊，不如我找几位超凡境的长老陪你切磋切磋。血影门门主笑着说道。听到这话，陈云轩依然是摇了摇头。就算是这血影门的超凡境全部上，对于陈云轩来说也起不到切磋的用处。他们不是对手，我的对手是你。陈云轩目光坚定地看着血影门门主，看到陈云轩这如此坚定的目光，血影门门主也是眉头微微一皱。他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小子，你好大的口气！虽然有些天赋不错，但你毕竟只有超凡境3重境界，难道老夫超凡境9重巅峰不配做你的对手吗？面对陈云轩的话，血影门的长老们却也不同意了。你就算天赋再好，毕竟境界摆在这里，怎么还敢如此狂妄？真的不是对手，我并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陈云轩无奈地说道。陈云轩越是如此，在其他人的眼中看来越是狂妄，这还不是贬低？哈哈，那我今天还真就想要见识见识你这位天才究竟有什么本事。说罢，对方便要出手教训一下陈云轩，却被血影门门主直接拦了下来。门主，对方都如此挑衅了，你拦我做什么？长老气愤地问道。稍安勿躁，我看这少年恐怕并非故意挑衅。血影门门主如此反常的举动，让众人也是十分的不理解。对方都上门挑战了，若是以往，门主恐怕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了。为什么这一次如此沉得住气？他们哪里知道血影门门主心中的顾虑。如今人榜现世，正是多事之秋，陈云轩又来历神秘，轻易不能得罪，否则便是灭顶之灾。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让我跟你好好切磋一番。不过你放心，大家只是切磋，我会留手的。血影门门主笑着说道。希望你全力出手，否则就失去了切磋的意义。全力出手，这小子。血影门门主就算是再能隐忍，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陈云轩几次三番的言语着实有些让他没有面子。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血影门门主脸色一沉，虽然认真了起来，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留手。陈云轩看到对方的进攻，不由得眉头一皱，怎么会这么弱？和当初跟在程玉书身边的刘伯相比，实力差距未免有些过于悬殊了吧？陈云轩并没有多想，身影一闪，直接一拳向着血影门门主轰了过去。轰！一声巨响，血影门门主直接倒飞而出，完全不是陈云轩的对手。这怎么可能？门主输了，输给了一个修为只有超凡境3重的少年，这一定不是真的，绝对不是真的。就算是越级挑战，也未免太离谱了一些吧？超凡境3重直接一拳轰飞了神通境1重，陈云轩的轻松获胜，让血影门众人都是一脸懵逼。这个结果他们想到了，可他们想到的是被一招击败的人是陈云轩。你当真只有超凡境3重的修为？血影门门主看向陈云轩的目光变得更加忌惮。这小子并没有口出狂言，其他人真的不是他的对手，甚至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没错，确实只有超凡境3重的修为。你真的是神通境1重吗？陈云轩疑惑地问道。此话一出，血影门门主差点喷出一口老血，自己的修为居然被人质疑了，他竟然质疑自己不是神通境1重的修为，你这是什么意思？血影门门主不悦地问道。没别的意思，只不过前些时日和一位神通境的人交过手，我感觉当时很吃力，不是对手。本来想着修为突破了1重，应该会旗鼓相当，可没想到陈云轩并不清楚，刘伯虽然也是神通境，但他可并非神通境1重修为，所以才会造成了这样的理解误会，让他以为自己的实力只能够和神通境1重的人对抗。不是吧？他超凡境2重的时候就能够和神通境强者交手了，而且他说是很吃力，不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太恐怖了。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恐怕这就是天才吧。今日方知，我等普通人和天才之间的差距，终其一生怕也只能够望其项背了，恐怕就连望其项背都很难做到了。众人感慨不已，血影门门主此时也是冷汗直流，这样的天才绝对不是北域的人，他究竟来自哪里？难道中天域之中出来的超级天才？可中天域的人没道理来北域这种地方才对啊！公子实力非同寻常，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输了。血影门门主感慨道，是我对自己的实力了解有偏差，否则的话不会前来打扰。说起来是我多有得罪，不过我想问一问，附近可有人的修为达到了神通境3重？神通境1重的实力如何？陈云轩已经见识过了，以他的估算，想要起到真正切磋的效果，必须寻找神通境3重的人才行。神通境3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距离此地500里之外，有一人修为是神通境3重。哦，此人是谁？此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外号，名为恶通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很容易就能够打听得到。通天，多谢告知，告辞。听说了吗？通天被人杀了。什么？通天被人杀了？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神通境的强者，作恶多端这么多年都没事，怎么会突然被杀了？不清楚，我也是听说的。半个月之前，有个人原本打算找恶通天切磋，正好碰见恶通天在，你也知道他的一些喜好，随后便被那人给杀死了。听说死得很惨。卧槽，半个月前的事情了，我怎么一点没听说过？这事情当时看见的人不少，你真没听说？当真没有？究竟是谁杀了恶通天？据说是一位少年。少年？通天恶名在外多少年了，一直为非作歹，却平安无事。如今被一位少年所杀，这可是神通境3重，就算是被杀了，也绝不是一个少年能够做到的吧？你这说的就有点离谱了。少年，咱们北域之中，就算是天才的少年，怕也不是恶通天的对手吧？有人亲眼所见，对方年龄最多不超过18岁，是吗？我不信，我骗你作甚？这件事情我也有所耳闻，应该不假。我怀疑，对方恐怕是为了人榜出来历练的大家族弟子。说起来，倒也不是一点可能没有。对了，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要召开北域大比了，这个我听说了，好像也是为了人榜，让这些年轻一辈弟子有个历练切磋的舞台。你们说，这少年会不会参加这北域大比？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杀死神通境强者，没必要参加吧？切，你们懂什么？北域大比只不过是一个前菜，是为了挑选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参加4域会武。4域会武，北域大比的事情，不少人都听说了，但是这4域会武可就有点陌生了。众人看向说话之人，发现也是一位年轻人，对方的年龄大概20左右，样貌英俊，气质不凡，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不知这位公子能够仔细和我们讲讲这4域会武的事情？对，这位公子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让我们也开开眼界？这年轻人似乎十分喜欢这种被人关注的感觉，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走到一旁直接坐了下来。今天少爷我心情好，那就说给你们听一听。年轻人的话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大家都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年轻人。要说这北域大比呢，原本是每隔10年举办一次，这不是如今人榜降临，所以提前了。但真正的原因便是4域强者举办了一场4域会武，目的就是让4域的年轻一辈更有前行的动力。哪怕咱们4域之中能够有一人上榜，也算是荣光。要知道4域一直被称为是贫瘠之地，中天域的人压根就瞧不上咱们，所以这是一次证明的机会，你们说是不是？4域一直以来都被瞧不起，4域的人都很清楚，但他们又能怎么办呢？毕竟没有人家中天域得天独厚，实力上更是不知道相差多少万倍。可如今不同了，人榜降临，若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也算是为4域出了一口恶气。这位公子，照你这么说，不管是这一次的北域大比，还是4域会武，目的就是挑选出来最有天赋、实力最强的那个人。挑选出来之后呢？问得好，挑选出来之后，4域会将所有的资源都砸在这个人的身上。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整个4域为他一人服务，所有好东西都会赠予此人。现在你们知道这一次的诱惑有多大，竞争有多激烈了吧？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懵了。这种情况还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4域之间虽然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但也是个扫门前雪，个人雇个人，如今居然会团结起来，并且4域强者全都一致同意了。难道说这人榜当真有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让4域强者放下一切团结起来？那这北域大比的位置在哪里？能够去看看热闹吗？对，我们能去看热闹吗？如此盛事，若是错过了，岂不可惜？听闻此话，那年轻人摇了摇头，道：这等盛事，又岂是谁都能够参加的？你们还是算了，就算知道了地方在哪里，你们去了又如何？不会让太多的人去打扰到此次的大比的。年轻人的话让众人都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显然不能够去看热闹，让这些人有些失望。公子，你知道的这么多，相比这一次也会去参加北域大比吧？我非也，我虽有些实力，但亦有自知之明，况且我的年纪大了一些，无法参加了。只不过平时喜欢打听消息，所以知道的便多了一些。诸位，我还有事，就不与大家多聊了，告辞。公子慢走。那年轻人离开之后，一直坐在远处的陈云轩便也起身跟了上去。公子且慢，北域大比所在位置在何处？什么时候开始？陈云轩追上了对方之后，也并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是你要参加北域大比吗？听到这话，陈云轩也是一愣，他知道自己，你认识我？陈家陈云轩杀了恶通天之人，我知道你。年轻人点了点头，这倒是让陈云轩略显惊讶。或许有不少人知道恶通天被人杀了，但知道具体是谁，又知道自己样貌的还真不多。这年轻人究竟是从何得知？你究竟是谁？刚才出现又说了这一番话，是说给我听的？陈云轩眉头紧皱，总感觉对方有点问题。别误会，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打听消息，杀了恶通天这么大的事情，我自然要打听打听。你看，这是我根据一些见过你的人描述所画出来的画像，然后又打听到了你挑战过血影门门主，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你的名字。看到对方手上拿着自己的画像，陈云轩这才稍稍取消了一些对他的怀疑。可一个人真的会因为喜欢打听消息做到这种地步吗？全凭一己之好，没有任何目的。你叫什么名字？陈云轩问道。我叫万事通，怎么样？好听吧？万事通，这是根据性格取的名字，还是名字决定了他的性格？北域大比在什么地方？陈云轩问道。我知道，在风铃谷。风铃谷因其形似风铃而得名，但风铃谷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身处于风铃谷之中，只要有风吹动，便能够听到悦耳的风铃声。可只要离开了风铃谷，哪怕只是出去了一步，不管多大的风，都无法听到任何的风铃声。但风铃谷在北域之中也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风灵谷不大，却也有不少的妖兽。虽然在北域之中的妖兽实力都不算太强，但北域的强者也有限，一头5阶妖兽便能够在北域横行无忌了。所以这一次选择在风灵谷这个地方，让不少人也觉得有些无法理解。那些大家族、大众们的天才弟子，还有强者护送，可其他人呢？北域大比说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但这个地点岂不是就设立了一道门槛，在地点上就已经淘汰了大部分的人。陈兄，既然你也要去这北域大比，不如你我2人同行如何？这一路上也有个伴。万事通笑着问道。同行吗？陈云轩看了万事通一眼，随后点了点头。同行也可以，既然你叫万事通，想必知道的消息也会不少。这北域大比有什么高手吗？陈云轩问道。北域大比的冠军是谁？能不能够参加4域会武？陈云轩其实并不在乎，他更不需要4域的栽培，毕竟陈长安当初就已经给他留下来了不少资源，全部是用来辅助他修炼的。他要做的只要有一件事情，战斗，不断的战斗，只有战斗才能够快速提升他的实力。陈兄说笑了，连鄂通天都不是你的对手，这北域大比的人怕都不是你的一合之敌。北域年轻一辈第一人这个名号，你是实至名归啊。万事通笑着说道。年轻一辈第一人，听到这话，陈云轩摇了摇头，这可不是他的目标，想要争夺人榜名次，必须先成为北域第一人才行。我说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老一辈的神通境强者。这一次会去多少人？大概都什么实力？陈云轩问道。此话一出，万事通先是一愣，随后便反应了过来。万事通也是摇头苦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竟然连鄂通天都杀了，一定是要挑战实力更强的人才对。这一次，根据我的消息，4大家族、5大宗门都会参与其中，不过应该都是一些长老带队，实力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能够推测1、2，大概都在神通境5重左右，不会超过神通境7重。神通境5重到7重吗？应该足以起到修炼的作用了。风灵谷在什么方向？走，我带路。好，多谢。风灵谷原本是一个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如今风灵谷的外围却来了不少的人。哥，怎么办？咱们真的要进去吗？风灵谷外，一个少女此时面露犹豫，看着面前的风灵谷，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北域大比就在里面，都已经到了这里，怎么能够后退？只可惜咱们出身一般，没有强者护送，唉，只能够靠自己了。少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兄妹2人来到这风灵谷已经3天了，眼看着4大家族和5大宗门这些有实力的存在，都有强者护送弟子进入，可他们这些没有势力、没有背景的人呢，只能够留在外面观望，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这些人明明看到我们了，为何不顺手带着我们一起进入呢？是他们说的北域大比谁都可以参加，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少女有些不悦地说道。傻丫头，别人没有这个义务带着我们一起进去，凡事还是要靠自己。少年苦笑一声，虽然只是比妹妹年长了2岁，但他明显更成熟一些。就在2人交谈之时，不远处有3个年轻人向着他们走了过来。2位也是来参加这一次的北域大比吗？领头之人面带微笑地看着2人。这领头之人年纪大约20岁，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少女看到对方，不由得也是眼睛一亮，心中暗道：好俊俏的少年郎。少年却有些警惕地看向这3人，皱眉问道：不错，你们有什么事吗？哈哈，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这风灵谷危险重重，但我们的实力却无法独自前行。我们3人决定召集一些人一同前往，这样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不知道2位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之中？组队。听到这话，少年心头一动，这或许是一个办法。他之前也有想过，但并不认识其他的人，也不好直接找人组队。如今既然有人找上来了，他也没有拒绝。这样也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文渊，今年19岁，修为真气境5重。这位是我的妹妹张文倩，今年17岁，修为是凝元境9重。真气境5重倒是可以，但这凝元境9重来干什么？送死吗？张文渊似乎也看出了这些人心中的困惑，于是无奈地说道：第一次出远门，他一定要跟着出来见见世面，拗不过他，所以就带过来了。张兄，糊涂啊！这风灵谷危险重重，令妹年龄还小，实力不济，这不是胡闹吗？就是，你怎么也不劝劝他？很显然，3人之中的另外2人看着是在劝说，其实是有些嫌弃张文倩的修为太弱了，容易拖后腿。张文渊听得出来，但张文倩明显没反应过来。我不怕的，我就是想来见识见识，而且我已经长大了，都已经17岁了，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张文倩笑着说道。这看到另外2人还想要说什么，领头之人淡笑着说道：无妨，咱们人多，带着吧。多谢这位公子，您人真好。张文倩感激地看向领头之人，很显然对方不论是长相还是气度，都让他十分有好感。领头之人也是微微一笑，随后说道：我叫王克明，比你们年长一些，今年22岁，修为真气境9重。距离北域大比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咱们还是现在就出发吧。你们觉得如何？就咱们5个人吗？人太多反而不好，容易起冲突，不受掌控。5个人正好，实在不行，进去之后如果看见落单的人，也可以邀请。也好，那咱们出发吧。走，出发风灵谷。这风灵谷的人还真是不少。陈云轩当时所在的位置距离风灵谷比较远，所以耗费的时间便长了一些。不过好在并没有来迟，可他没想到风灵谷外面居然聚集了数百人，全部都是年轻人。这些人似乎都在犹豫，不知道要不要进入风灵谷。既然不敢一个人进入，为什么不找点人一起组队呢？陈云轩淡淡的说道。听闻此话，一旁的万事通笑了笑，解释道：他们凭借着兴奋和热血来到了这里，可真正面对风灵谷的时候，胆怯会让他们丧失了勇气。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是相熟之人，怎么敢将自己的性命交到对方手上？风灵谷之中，妖兽很凶险，但比妖兽更凶险的是人心。万事通的话，让陈云轩明白了这些人的顾虑。既然如此，那他们怕是无法参加这一次的北域大比了。此时风声不小，面前就是风灵谷，竟然真的听不到任何风铃声，这就是风灵谷的神奇之处，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不过踏入进去之后，你便能够听得到了，那就进去看看。陈云轩没有犹豫，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之中，直接走进了风灵谷。他们就2个人，居然也敢进入风灵谷，真是找死！谁说不是？绝对无法活着参加北域大比，估计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被妖兽当成腹中餐了。哼！愚蠢，不过就是去送死罢了。不少人开始阴阳怪气的嘲讽，但这也不过是他们心中的嫉妒罢了。行了，你们也好意思说别人，起码他们敢进去，你们敢吗？就知道在这里阴阳怪气，丢不丢人？你特么算什么东西？也轮得到你在这里说3道4？就是，我们不敢进，你敢吗？有种你也进去啊！陈云轩并没有理会外面的吵吵扰扰，进入到风灵谷之后，他发现这风灵谷并不小，需要走一段路程才能够到达真正的风灵谷，外围全部都被茂密的树林所包围着，而且进入之后，果然耳边传来了风铃声。好奇怪的地方，并无风铃，却能够传来风铃声，而且十分的清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陈云轩也感觉十分的好奇。这就不清楚了，或许是因为地势的缘故，或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吧。但曾经有人想要查清楚这风铃谷的秘密，只可惜并没有人找到这风铃声的秘密。万事通不愧是个消息小能手，这一路陈云轩就发现他知道的事情很多，远比陈云轩想象的还要多，仿佛这北域之中他不知道的事情少之又少。我到底年纪比你大一些，知道的多，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用心，什么事情都做得成。这里是外围，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妖兽，低级妖兽也不敢招惹你，咱们可以放心的前行。听到万事通的话，陈云轩好奇地问道，这风灵谷之中最强的妖兽是什么实力？有5阶妖兽吗？在北域这种地方，5阶妖兽并不常见，陈云轩没有遇见陈长安之前，更是从未听说过。据说有，但没有人见过，所以只是传闻，不确定真假。传闻嘛，但往往传闻未必都是空穴来风。王大哥，求求你快出手吧，我哥哥快撑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出手？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哥被这3阶妖兽杀死吗？张文倩此时一脸惊慌地看着王克明3人，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刚刚进入到风灵谷之时，大家相互配合，一路也是无惊无险地走了过来。可如今呢，面对一头3阶妖兽，王克明竟然让张文渊独自一人面对，而他们3个人居然就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闭嘴！王克明突然眼睛一瞪，一改先前那温文尔雅的模样。张文倩被吓得一愣，这人怎么会突然就变了一副模样？真以为带你们2个进来是为了一起组队吗？真是个天真的家伙！要是没有你们当诱饵，我们怎么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风灵谷？你们就是我们为妖兽挑选的食物，懂了吗？王克明冷笑着说道。什么？你？张文倩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王克明，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组队的真实目的居然是为了这样。王兄，此地出现了3阶妖兽，那么一定的范围之内应该不会再有3阶的妖兽存在了。不错，毕竟3阶妖兽都是有领地意识的，不会允许其他妖兽出现在自己的领地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咱们接下来的路就要好走得多了。他还带着吗？他，哈哈，当然要带着，否则的话，如果再碰到3阶妖兽，谁来当食物呢？王克明大笑了一声，这是他心中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一切。张文渊实力强一些，先用来拖住一只3阶妖兽；张文倩实力太弱，但也能够为他们争取一点时间。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风灵谷的北域大比场地了。我不会跟你们走的，绝对不会。张文倩一边说，一边向着张文渊看了过去。张文渊此时苦苦支撑，身上已经出现了多道伤口，走不走都由不得你。趁着张文渊还能支撑，咱们快走。王克明也不想要继续浪费时间，冲着另外2个人使了一个眼色，随后2人架起张文倩，3个人快速离开。这边发生的情况，张文渊听得一清二楚，心中焦急，担心妹妹的安全，却实在是无力脱身。面对一只3阶妖兽，以他的实力来说，根本就是毫无胜算。王克明，若我不死，必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张文渊怒吼一声，全力向着面前的3阶妖兽发起疯狂的进攻。感受到张文渊的愤怒，3阶妖兽似乎也变得更加疯狂。砰！张文渊被3阶妖兽一巴掌拍飞了出去，此时已经身受重伤，完全没有了还手的余力。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张文渊不甘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来临的那一刻。砰！就在张文渊等死的那一刻，一声巨响传来，张文渊不由得心神一震，连忙睁开眼睛，发现原本正要攻击自己的3阶妖兽，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尸体旁还站着一个少年，看起来似乎比自己还要小。这秒杀3阶妖兽，好强！多谢兄台救命之恩。张文渊艰难地爬了起来，对着不远处的少年鞠了一躬。陈云轩回头看了一眼张文渊，淡淡地说道：救你，只是因为看不惯有些人的行为罢了。难道是刚才的事情被这少年看到了？不论如何，救命之恩大于天，还请。张文渊原本还想要请求陈云轩帮忙救助自己的妹妹，可话还没开口，便看到远处王克明几人竟然又跑了回来。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王克明几人突然跑回来，绝对不可能是良心发现，想要回来救张文渊。那么唯一的可能只有一个，前面出现了更可怕的事情，让他们不得不跑回来。文倩呢？文倩怎么了？
张文渊突然心头一震，王克明三人是跑回来了，但并没有看到张文倩的身影，这让张文渊不由得脸色一沉。难道妹妹真的出现意外了吗？王克明几人看到张文渊还活着，同样也是一愣，这小子竟然没死。不对，怎么多了2个人？三阶妖兽被杀了，这个结果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竟然有人这么快就杀了一头3阶妖兽，有4阶妖兽。万事通看着陈云轩说道：我也感应到了，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4阶妖兽？陈云轩眉头微皱，按照万事通的说法，这个区域不应该出现4阶妖兽才对，应该是先进去的人打扰了这些4阶妖兽，被赶出来了吧？毕竟4大家族和5大宗门的人都进去了，4阶妖兽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万事通分析道：王克明，我妹妹呢？我妹妹哪里去了？张文渊愤怒地看向王克明，眼神之中的怒火仿佛要将王克明三人活活烧死一般。王克明压根就懒得搭理张文渊，而是向着陈云轩和万事通2个人看了过去。陈云轩过于年轻，所以直接被王克明忽视了。在他看来，能够杀死3阶妖兽的绝对不可能是陈云轩，那必然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兄台，前方有4阶妖兽，如今正在向着这里追过来，若是一人对抗，恐怕无法抵挡得住这畜生，不如我们联手如何？王克明对着万事通说道。听到王克明的话，万事通冷笑一声道：怎么，等到我们和4阶妖兽交手之后，你好转身逃走吗？我们可不是没有那么好骗。万事通的话让王克明心头一震，原来刚才发生的事情这2个人都看到了。兄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虽然手段龌龊了一些，但也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参加北域大比，这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怪也只能够怪他们兄妹2人太弱了，太傻了。但如今不同，4阶妖兽实力强大，为了活命，我们不会再耍任何的心机，你觉得如何？这王克明知道自己的行为被人看见之后，索性也不装了，在生死面前，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坦荡，不过是为了保命罢了。王克明，我问你，我妹妹呢？张文渊此时心中只有妹妹的生死，至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危险，他根本就不在乎。滚！老子现在没空搭理你，你妹妹是死是活，关我屁事！我特么没有义务帮你保护妹妹。王克明冷声说道：我跟你拼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滚一边去！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王克明鄙夷地看了张文渊一眼，并没有继续和他多做纠缠，而是向着万事通看了过去。兄台，你觉得我刚才的提议怎么样？王克明笑着问道。万事通并没有回答，而是向着陈云轩看了过去。你觉得呢？万事通问道。先解决妖兽再说吧。陈云轩淡淡的说道。此话一出，王克明也是脸色一喜。这么说，他们是要答应合作了？王克明嘴上说的好听，但其实心里面依然打算故技重施。只要陈云轩他们和4阶妖兽动手，他会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跑。吼！突然，一道吼声传来，4阶妖兽已经出现在众人的视线范围之内。4阶妖兽剑齿虎，好强的压迫感。当剑齿虎出现的那一刻，张文渊竟然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这是剑齿虎自带的气势，仅仅是这个气势便已经让实力弱小的人心生恐惧，自身实力也是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兄台，我们……王克明的话还没说完，陈云轩身影一闪，直接向着剑齿虎冲了过去。此时，这剑齿虎的眼神之中也有愤怒的情绪存在。好好的睡着觉，居然被人给赶了出来，正是气头上，居然还有人赶过来送死！轰！还没等剑齿虎反应过来，只感觉一道金光在眼前炸裂，下一刻，剑齿虎便失去意识，彻底的没有了生命迹象。这一幕让王克明几人都是一脸懵逼。剑齿虎，这可是4阶妖兽剑齿虎，他居然轻轻松松的一拳秒杀了。最可怕的是，陈云轩太年轻了，不过16、17的模样，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兄台威武，这位兄台实力超凡，恐怕这北域大比没有人是你的对手。这句话，王克明并不是在吹捧，而是真的这么认为。以陈云轩的年龄和实力，他想不出来，这北域之中年轻一辈，谁还会是他的对手？这可是4阶妖兽啊，一拳秒杀，起码拥有超凡境9重巅峰的战力。北域年轻一辈，有人的实力可以达到神通境吗？没有，绝对没有。滚！陈云轩目光冰冷地看了王克明3人一眼，吓得3人连忙转身就跑。为何放他们离开？他们害死了我妹妹，为何不杀了他们？这3个人都不是好人。张文渊不解地问道。他们害的是你，不是我。想要杀了他们，那得你自己动手。陈云轩瞥了张文渊一眼，随后身影一闪，直接消失不见。小子，他说的没错，王克明并没有得罪我们，也没算计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跟他们有仇的人是你，所以让自己变强，亲手报仇去吧。还有，你妹妹没死，没死，妹妹还没死。万事通的话让张文渊脸色一喜，下一刻，陈云轩带着昏迷不醒的张文倩出现在张文渊的面前。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就当是出来长了个教训，凡事还是要量力而行。陈云轩淡淡的说道。多谢恩公，我明白了自己和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了，还请恩公留下大名，今日之恩，日后必定回报。张文渊感激的说道。不用了，日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相遇了。陈云轩淡淡的说道。还请恩公成全。也罢，我叫陈云轩。陈云轩，张文渊将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心上。可当他在抬头的时候，发现陈云轩2人已经消失不见。恩公，我张文渊今生必定会报答您今日救命之恩。
张文渊心中暗暗发誓，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陈云轩的恩情。叫醒妹妹之后，张文渊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将3阶妖兽和4阶妖兽的兽核取了出来。这东西陈云轩不在意，但对张文渊来说却十分的珍贵。毕竟这2种东西都是价值连城，就算不拿来自己修炼，也能够换取到大量的修炼资源。此时风灵谷腹地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虽然是大比，但并没有搭建擂台，而是有几位强者布置了一道结界。比拼之人需要进入到结界之内，分出胜负之后才会打开结界。玉叔，你在找什么？程家少家主程玉玲看到程玉书此时不断的在人群之中寻找，不由得好奇问了一句：没什么，我在找陈云轩。北域大比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相信他会不出现。程玉书皱着眉头说道：陈云轩就是你上一次回来提起的那个人。大周国真的出现了一位妖孽之才，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程玉玲皱着眉头问道。听闻此话，程玉书点了点头。陈云轩当时的表现，他想要忘记都很难，毕竟就是因为陈云轩的行为，让他失去了少家主之位。程玉书和程玉玲2兄弟一母同胞，又是双生子，所以这少家主之位自然而然就落在了程玉玲的头上。若不是他，大周国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也不会被族中长老安上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夺了我的少家主之位。此人年仅16，但修为已经达到了超凡境2重。最可怕的是，超凡境9重不是其对手。当日刘伯和他交过手，刘伯给出的评价是：此子战力惊人，能与神通境1重强者一战，且胜负未知。你说他到底厉不厉害？程玉书沉声说道。这番话程玉玲并不是第一次听说，但不管是他还是程家的其他人都觉得有些过于夸张了。大周国那样的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位妖孽？况且事后程家的人前往大周国善后的时候，也对陈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就是陈家的人都跑了，下落不明。这就更让程家的人以为程玉书说谎了，否则的话，陈家都已经灭掉了大周皇室，稳坐大周第1家族的位置，为何要跑？可如今在这个时候，程玉书又一次提起了陈云轩，这就不得不让程玉玲好好的思索一番了。难不成当真有如此妖孽之人吗？另一边，4大家族领队的长老们和5大宗门的长老聚集到了一起。虽然说是北域大比，但真正的核心成员，有竞争力的年轻一辈，一定是从他们这些势力之中产生。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能来的应该也都到了，要不然这北域大比就开始吧。其他3域应该也差不多开始了，咱们可不能落后于他们。没错，快点选拔出来人选，在4域会武之前也好用心栽培一下，以免到了4域会武的时候丢人。丢人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在4域会武之中拿到名次，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错，咱们北域这一次一定要团结起来，这是北域各大势力有史以来最团结的一次。虽然各有小心思，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由我来宣布。烈焰宗一位长老笑着问道：赵长老，你的实力在我们这些人之中最强，理应你来宣布。不错，就由赵长老来宣布吧。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赵长老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向着人群看了过去。都安静一下。赵长老的声音出现，原本还在交谈的众人全都安静了下来。想必你们这些小辈都应该清楚，这一次北域大比提前举办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便已经说明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北域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这一次的大比规则很简单，1对1比拼的淘汰赛，最终评选出前10的选手，将会代替我们北域出战4域会武。4大家族和5大宗门各挑选了5位选手，这些人将直接进入到最后比拼的环节。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吧？意见？谁敢有意见？很好，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么现在开始抽签分组。赵长老说完之后，除了4大家族和5大宗门的弟子，其余的人都开始进行抽签。其实说实话，这种情况不过就是走一个过程，谁真的有天赋有实力，赵长老这些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名单了。北域大比之所以全面公开，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公正，另外一方面也有想看看会不会有被埋没的人才。就在众人抽签的时候，陈云轩和万事通2个人也来到了这大比的场地。真的不参加吗？万事通看了陈云轩一眼，有些好奇地问道。无趣，这些人加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浪费那个时间？如果是其他人听到这话，一定会说陈云轩狂妄自大，但万事通很了解陈云轩有这个资格说这番话。同行这一路，万事通也不得不感慨，陈云轩就是一个疯子，无时无刻不在修炼的疯子，仿佛他的人生只有变强这一件事情。那你打算直接挑战，打完就走？万事通好奇地问道。算了，等等吧，没必要破坏了人家的北域大比。说罢，陈云轩直接走到一旁，靠着大树坐了下来。远处，程玉书一直都在东张西望，见不到陈云轩出现，刚要松了一口气，却突然心头一震，是他真的来了。陈云轩，你果然来了。程玉书神情紧张，说话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谁？陈云轩？他在哪？程玉玲好奇地问道。就在那。程玉书伸手一指，程玉玲顺势望去，看见了正在闭目养神的陈云轩。就是他，真的这么年轻？可他为何不去抽签呢？抽签仍在继续，陈云轩从始至终都没有睁开过眼睛，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般。越是如此，程玉书越是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戒备，因为他完全看不懂陈云轩出现在这里究竟要做什么。随着抽签结束，陈云轩依然无动于衷，这让程玉书松了一口气。难道他就是过来看看，真的不打算参加北域大比？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屑于参加？程玉书眉头紧皱，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发现，从来到这风灵谷之后，自己满心满眼似乎都是陈云轩。别管那么多了，
既然他没有抽签，那这北域大比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是把心思都放在大比上吧。依我看，这个陈云轩也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说不定上一次拥有那么强的战力是服用了丹药，短暂性的爆发。程玉玲不屑地说道。听闻此话，程玉书也是一愣，难道真的是服用了短期内可以爆发战力的丹药不成？随着大比的开始，程玉书也暂时将心思收了回来，毕竟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个少年为什么一直在那边睡觉？你们可认得此人？是你们带来的吗？这时赵长老也发现了陈云轩，还以为是四大家族5大宗门谁带来的人。听到赵长老的话，众人向着陈云轩看了过去，不约而同的都是摇了摇头，不认识，没见过，此人是谁？见大家都不知道陈云轩是谁，赵长老也是一愣，真是奇怪，既然不是我们带来的人，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边？他难道不是来参加北域大比的吗？赵长老疑惑地说道。不清楚，不过也不用在意，只是一个少年罢了。没错，难不成他还会破坏了咱们的北域大比不成？所有人都没有将陈云轩放在眼中，毕竟只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他还能在这些人面前闹出来什么事情不成？很快大家就将目光转移到了北域大比上面。这一次选择在风铃谷，本身来的人就不多，除了4大家族和5大宗门带来的45名选手之外，其他来到此地的也不过100多人罢了。由于是抽签比武，所以完全靠的就是运气，结果自然而然也很快，不过半天时间就已经选出来了前50的名额，确实很无聊。我说要不然你直接出手算了，我看这要是继续比下去还得几个时辰，到时候天都黑了。万事通看了一会之后，也感觉这大比显得过于无聊了，没有什么观赏性，一点也不刺激，要么就是一招定胜负，要么就是投降认输，碰到那旗鼓相当的，还不如直接认输来的舒服，打的那叫一个破绽百出，华而不实。我虽然走的是勇往直前的路，但我不是傻子，我现在还做不到无视所有人，要是破坏了北域大比，我就是得罪了北域这几个大势力，我没有找死的习惯。陈云轩并没有睁开眼睛，他是年轻，可不代表他年轻就没有头脑，他现在的目的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强，而不是搞得天下皆敌。行吧，那就继续看下去吧，希望这北域大比快点结束。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期待你会挑战那些人之中的谁。万事通笑着说道。挑战谁？陈云轩慢慢睁开眼睛，向着赵长老这些人看了过去。谁最强，挑战谁，失败也不要紧，起码我会知道自己有多少不足。陈云轩淡笑着说道。听到陈云轩的话，万事通也是颇为佩服，喜欢挑战的人很多，比比皆是，但是能够将胜负看得如此云淡风轻的并不多，足以见得陈云轩一直挑战并非为了输赢，而是历练。他有一个强者之心，有着争斗的意志，但这个争斗从来不是为了任何的虚名或者别人的仰视，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一件事情服务，变强。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北域大比终于迎来了白热化的战斗，冠亚军之争。2名选手分别是刘家的刘兆天以及烈焰宗的火尊，这2个人能够走到这一步，让不少的人都十分的意外。毕竟在大比之前，认为最有资格成为前2名的人选并不是他们2人，想不到刘兆天和火尊2个人隐藏得这么深，这些年都被他们骗过了。是啊，没想到他们2个人的修为居然提升到了超凡境8重，简直可恶，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这些人之中，要说最气愤的，那一定是程玉书和程玉玲2兄弟。这2人是双生子，修炼速度和天赋都相差无几，2人的修为都达到了超凡境7重，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夺冠热门人选。但最终2人止步在第3、第4名。就在众人的议论之中，北域大比终于落下了帷幕，最终第1名的获得者是烈焰宗的火尊。哈哈，赵长老恭喜恭喜了，真是没想到火尊如今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若是再好好的栽培一下，说不定在4域会武之时能够达到超凡境9重的修为。这样的修为足以在4域会武之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了。没错，就算是去争夺前5名也不是不可能。可曾听闻其他3域之中有什么高手？这倒是并没有听闻，大多数都是超凡境。既然如此，那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听到众人的话，赵长老也是笑得很开心，毕竟是自己宗门的弟子获得了北域大比的第1名。咱们北域同气连枝，这一次必定要让其他3域的人好好看看，咱们北域可并不比他们弱。赵长老说完之后，便开始宣布这一次北域大比的排名，以及代表北域前去参加4域会武的人选。终于结束了，陈云轩此时也慢慢睁开了眼睛，万事通在一旁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一股战意，这是被压抑了许久的战意，看得出来陈云轩也已经等得有些焦急了。这小子要干嘛？突然有人看到陈云轩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着赵长老他们这些人所在的方向走去。赵长老等人同样也注意到了陈云轩的动静，这个时候他这是要做什么？晚辈陈云轩不知诸位谁的实力最强，我想领教1、2。微风徐徐，风铃声传入到众人的耳朵之中，但此时没有人在意这耳边传来的风铃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陈云轩的身上。在场这么多人，知道陈云轩是谁的只有2个，便是程玉书兄弟2人。尽管如此，他们同样十分的惊讶，这小子当真是好大的口气啊！他来到这里居然是为了挑战这些长老们，难怪他不参加北域大比，他根本就没看得起北域大比。好狂妄的小子，看这样子也不过只有16、17岁，居然还想要挑战长老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连北域大比都不敢参加，哪来的脸面挑战长老们？他以为自己是谁？妖孽级别的天骄不成？
真是可笑！我来给他点教训。参加北域大比的这些年轻人，谁不是有着自己的骄傲，都感觉自己不比同龄人差？况且有些人刚才输了比斗，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出来一个毛头小子，竟然如此无视他们，这如何让他们忍得住？你们不是对手，不要浪费我的时间。陈云轩的话让众人更是怒火中烧，狂妄，简直太狂妄了。好，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敢说出这番话。刚刚获得了北域大比第1名的火尊，此时是意气风发。北域年轻一辈之中，他不认为有人是自己的对手，偏偏冒出来一个陈云轩，这是想要抢夺自己的风头吗？火尊也不废话，直接纵身一跃，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陈云轩眉头微微一皱，不过是一拳挥出，一道金光冲向火尊。砰！火尊完全没有想到陈云轩的实力竟然会这么强，仅仅是隔空一拳，便让自己毫无招架之力，甚至感觉陈云轩这一拳太过于随意了，完全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好强！火尊败了，一拳就一拳，太夸张了！这少年的实力竟然这么强，那他为什么不参加北域大比？如果他参加了，第1名非他莫属。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压根就没瞧得起这北域大比第1名的名头？瞧不起？卧槽！这可是北域年轻一辈第1人的称号啊！我做梦都想要拥有。那是你有人家的实力吗？这仅仅一拳，陈云轩已经向在场众人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如今虽然仍有人看他不顺眼，但也不敢多说什么，毕竟实力为王。他竟然真的这么强？程玉玲震惊地说道：“他太恐怖了！上一次见到他的修为不过是超凡境1重2重，如今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啊，怎么就……”程玉书比程玉玲更加震惊，因为他完全想象不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陈云轩是如何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超凡境6重的。1个月的时间提升4重修为，这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然而他并不知道，就算是这样的速度，陈云轩依然不满意。超凡境提升都这么困难，那神通境呢？后面怎么办？陈云轩怎么之前从未听过有这样一个天才少年？赵长老等人此时也是惊讶不已，他们都看得出来，刚才陈云轩完全没有认真。超凡境6重，随意一拳便能够让火尊招架不住，这小子绝对是一个越级挑战的天才。尽管如此，可想要挑战他们这些神通境的长老，怕是有些过于冒失了。陈云轩，你的实力不错，为何不参加北域大比？想要挑战我们，你还需要再努力，起码也要等你的修为突破到神通境才行。赵长老笑着说道：“北域大比我没有兴趣，我只是想要挑战你们之中最强的那一个，还请前辈成全。”陈云轩语气坚定地说道：“哈哈，好一个有趣的少年！既然他这么要求了，要是不满足的话，倒是显着咱们小气了。刘长老，对方毕竟是一个晚辈，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不是他自己要求的吗？”这位刘家的长老本身就是一个暴脾气，被一个小辈如此轻视，他怎么可能受得了？不过现在有人不顾身份的冒出来，其他人也并没有继续多劝说，他们也想要看看这个陈云轩究竟有多强的实力。小子，我的修为是神通境5重，怎么样，还入得了您的眼吗？不过你放心，我会手下留情的，绝对不会伤了你的性命，切磋而已。刘长老看着陈云轩，皮笑肉不笑的说道：“神通境5重，很显然，这个修为让陈云轩多少有些失望。也罢，那就先从你开始吧，前辈，请。”什么意思？谁都没有想到，陈云轩居然真的狂到极致了，居然让一个神通境5重的人先出手，他是无心之举，还是在羞辱刘长老？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刘长老脸色一沉，二话不说，直接出手。只见刘长老高高跃起，手持长剑，一剑斩出，剑气纵横，直奔着陈云轩冲了过去。这一剑气势如虹，看得众人也是惊叹连连。这刘长老的实力果然恐怖，这一剑好强大的威力。是啊，面对这一剑，陈云轩绝对扛不住。废话，他用什么来抗住刘长老这一剑？命吗？神通境果然恐怖如斯。陈云轩并未理会其他人说了什么。刘长老这一剑虽然威力巨大，却并不被陈云轩放在眼里。轰！陈云轩不躲不闪，直接正面硬抗，一拳挥出，拳头散发出来的金光和剑气冲撞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声。爆炸所产生的余威，更是让那些年轻人纷纷后退，更有甚至直接被震飞了出去。怎么可能？这一幕让赵长老等人同样是目瞪口呆。接住了！陈云轩竟然接住了刘长老这一剑，甚至毫发无伤。尽管刘长老并没有发挥出全力，但这一剑就算是神通境1重的修炼者，只怕也会受伤。可陈云轩呢？果然有手段。刘长老此时心中大为震惊，渐渐地收起了轻视陈云轩的心态。这是一个妖孽，一个绝对有资格成为自己对手的人。陈云轩，你要小心了，这一剑我可不会留手了。我亦如此，请。陈云轩也不想要再浪费时间，身影一闪，直接向着刘长老冲了过去。陈云轩的速度之快，让众人都是心头一震。这小子明明走的是刚猛路线，怎么速度也这么快？给我开！刘长老不敢大意，直接全力出手，一剑斩出，一道惊雷直奔陈云轩而去。破！陈云轩浑身气势暴涨，一拳轰出，犹如山崩地裂一般。轰！又是一声巨响。好在这一次大家都学聪明了，早早的躲到了远处扑。输了！刘长老竟然输了！全力出手的刘长老居然被陈云轩打得倒飞而出，更是口喷鲜血。这一幕刺激了在场所有人的神经。妖孽！变态！这小子还是人吗？他输了，你们之中
还有谁比他强吗？如果没有，那我就先告辞了。从头到尾，陈云轩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沉着冷静、云淡风轻。虽然说的话张狂，但语气从来都是平平静静，毫无波澜。就算如今赢了刘长老，依然听不出他的语气有任何变化，没有喜悦，没有狂傲，更加没有不可一世。似乎发生的这一切对于他而言并不重要。陈云轩此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失望的。如果只是刘长老这个水准，那他真的是白来一趟了。短暂的震惊之后，众人也回过神来。虽然已经足够震惊，但陈云轩刚才的话依然让众人有些无法理解，为什么还要继续？明明已经胜过了刘长老，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见好就收不是更好？若是败了，岂不是留下了一个污点？陈云轩年纪轻轻就有这般实力，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失败必定会成为他日后的一个污点。你刚才没出全力，对吗？刘长老虽然心中隐隐有猜测，却不愿意相信。他无法相信一个少年在没有全力出手的情况之下，自己仍然不是对手。八成，陈云轩的一句话差点让刘长老直接晕厥过去。八成，这小子竟然只发挥了自己八成的实力，这还是超凡境吗？什么时候超凡境越级挑战还要留手了？最可怕的是，刘长老感觉这个八成似乎有水分。刚才陈云轩表现得太过于轻松了，他真的用了八成实力吗？还是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刘长老不敢继续想下去，陈云轩已经足够妖孽了。若是自己的猜测没错，那他究竟会有多变态？超级变态！你当真是北域之人？赵长老此时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如此妖孽的少年，当真是出自北域吗？不错，陈云轩点了点头。你们知道北域有一个陈家吗？赵长老皱着眉头问道。这姓陈的倒也有不少，可是修炼者家族之中实力算不错的，好像是没有。这倒是古怪了，难不成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家族？各位长老，我知道他是谁。哦，你是程玉书，你知道？不错。程玉书此时站了出来，毕竟这里面他是唯一一个之前和陈云轩有过交集之人。程玉书将自己当初遇见陈云轩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听到程玉书的描述，所有人都愣住了。大周国这么一个小地方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家族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位妖孽。最可怕的是，当时只有超凡境2重的陈云轩就能够和神通境强者一战，这是多么可怕的战力！原来就是这小子。我说怎么名字有些熟悉？玉书，你当初说的都是真的？这小子竟然真的如此妖孽！程家一位长老也想了起来，只不过当初大家都以为程玉书在说谎，所以并没有把陈云轩这个名字放在心上。长老，您终于相信我说的一切了吧？程玉书苦笑着说道。是我们过于迂腐了，思想过于陈旧，没想到大周国那种地方竟然真的会出现如此一条真龙。程家长老感慨道。赵长老在一旁听完之后，看向陈云轩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感兴趣。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拉拢，对于烈焰宗来说是绝对的好事。其他人同样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陈云轩这样的人是随意就能够拉拢的吗？陈云轩，我是烈焰宗的长老，我的修为在神通境7重，不知道能不能做你的对手？我有这个资格吗？赵长老笑着问道。此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惊。赵长老说了什么？神通境7重有资格当你的对手吗？这简直太给陈云轩面子了吧！神通境7重吗？我很感兴趣。陈云轩第一次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很显然，神通境7重这个修为是能够挑起他战意的存在。我怎么感觉这小子现在才开始认真？太变态了吧！要是我听到对方是神通境7重，我会吓得跪下。他怎么反而兴奋起来了？这就是你和妖孽之间的差距，人家愈强则强懂不懂。原来如此，或许只有他这样的心性才能够不断的变强吧。是啊，我们终究是差的太多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陈云轩的实力，他觉得自己有机会胜过神通境7重强者？你在开什么玩笑？那可是神通境7重，但神通境5重已经败了。就在众人讨论之时，陈云轩和赵长老已经站在一处，天空之中，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一时之间竟然不分胜负。他原来真的没有发挥出8成实力。刘长老无奈的苦笑一声，从现在的战斗情况来看，陈云轩的实力远比自己想的还要恐怖。面对神通境7重的赵长老，竟然丝毫不落下风。超凡境6重堪比神通境7重的战力，这谁人能敌？轰！一声巨响，陈云轩和赵长老两个人都是各自后退了10多米远。赵长老看向陈云轩，眼神之中同样是战意满满。好，痛快！哈哈，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能够跟我战斗到这种程度，是我小瞧了你。既然如此，那接下来我可就要用全力了。陈云轩，你可要小心一些了。此时赵长老的心里面对于陈云轩不仅仅有欣赏，更多的是深深的折服。10几岁的少年便能够让自己动用最强一招，这如何不让他敬佩？求之不得。赵长老，那晚辈也不客气了。陈云轩淡笑着说道。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小子究竟妖孽到了何种地步。赵长老大笑一声，随后浑身气势暴涨。感受到赵长老身体之中迸发出的气势，其他人不由得心头一震。不好，快退，离得远一点！你们不要命了吗？快走！众人继续向着远处遁走，生怕受到池鱼之灾。烈焰炎炎，只见赵长老身体四周温度不断的升高，一颗巨大的火球在他的上空出现。随着赵长老一掌挥出，巨大的火球突然炸裂，变成无数小火球，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烈日焚天，这可是烈焰宗最强武技，陈云轩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这不好说。面对赵长老的攻击，
陈云轩微微一笑，随后一股天上地下唯吾独尊的霸气从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天仪意境，好霸道的气息。这是意境？什么？陈云轩竟然连意境都领悟出来了，他到底还有多少手段？此时的陈云轩浑身充满了霸气，强大的气势让赵长老不由得心神一颤。下一刻，陈云轩全身被一团金色包裹，以极快的速度瞬间冲到了赵长老的面前。轰！金光炸裂，众人只看到赵长老倒飞而出，和刘长老落败的情形一模一样。败了！赵长老竟然也败了！四周传来了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很显然，这个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陈云轩竟然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开天辟地般的神话。嗨，我说了，陈云轩，你可还有所保留？赵长老皱着眉头问道。全力一击，并无保留。全力一击吗？赵长老听到陈云轩的回答，倒也是松了一口气。这小子原来也到了极限。陈云轩，从今天开始，你才是北域年轻一辈第一人，4域会武名额理应有你。赵长老笑着说道。赵长老的话没有任何人有意见，这样的人代表北域绝对会大放异彩，让另外3域目瞪口呆。4域会武我会去，但不会参加比赛。我要的从来不是北域年轻一辈第一人。哦，那你要的是以前是北域第一人，如今吗？我要成为4域第一。4域第一，这小子的野心也太大了吧。不过就凭借着陈云轩的年龄以及他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战力，这是早晚的事情。你想要统一4域？赵长老震惊地问道。不，我的目标不在4域，在何处？中天域。说罢，陈云轩向着中天域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老祖，我的表现您会满意吗？中天域，狼牙，废物，一群废物。林氏旁系清水林家，清水林家家主林雄此时怒火中烧，原因无他，便是因为林若恒这个臭小子。1个月之前，云川发生异变的情况，林雄等人自然也发现了。林雄虽然只是旁系，但也毕竟是林家的人，狼牙地界出现这种情况，自然要好好的调查一番。这步调查还好，当发现这一变或许和幻花楼的顾仙儿有关，林雄当时也变得紧张了起来。恰好林若恒归家，便将当日在幻花楼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林雄对此气愤不已，把林若恒更是大骂了一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林雄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便是寻找顾仙儿，寻找陈长安。可都已经过去了1个月，愣是没有找到人，每一次都是晚了一步。家主息怒，这陈长安行踪飘忽不定，谁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况且狼牙这么大，想要找到一个从未见过之人，真的不容易。林家人也有些无奈，狼牙这么大，怎么找？狼牙很大我清楚，但云川也大吗？以你们的能力，一个小小的云川也找不到人，找不到不会问吗？难不成他们在云川什么地方也不去？一男一女还带着一条狗，这样的组合很寻常吗？你们不是废物？谁是废物？林雄气愤地吼道。听闻此话，林家人也是无奈苦笑。林雄想得到的，他们又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但依然没有找到陈长安的任何踪迹。家主，我们也是四处打听，确实有人见过，但并没有多少人留意。而且我们在云川也找了不少家族和宗门的人帮忙。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点，陈长安似乎都曾经登门拜访过，只不过很快就离开了。而且似乎每一次陈长安都能够避开我们，就好像知道有人在调查他的行踪一样。这个陈长安不会真的和老祖相识吧？如当真如此，咱们这么做。砰！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林雄便将身旁的茶桌拍得稀碎。这话也就骗林若恒那臭小子还行，老祖是什么样的人物？来个人说认识，就当真认识吗？如果云川的异象真的是顾仙儿引起的，你们想过后果吗？顾仙儿和我们之间可是有着灭族之仇，那陈长安若是老祖朋友，会带着顾仙儿离开，让他日后和我林家为敌。你们长脑子是用来干什么的？问没问陈长安登门拜访所为何事？这或许就是找到他的关键。林雄沉声问道。回家主，问了，据说陈长安在打听有没有人知道狼牙陈家。狼牙陈家？林雄眉头微皱，仔细地回忆了一下，这狼牙有陈家吗？起码在他的记忆之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家族，如果有，那也只是一个小家族，完全不配入耳的存在罢了。陈长安打听陈家，想必是他和这个陈家有什么关系，很大可能他就是陈家的人。你们觉得一个你们都没有听说过的陈家出来的一个人，真的会认识老祖这般人物吗？亏你们刚才还担心这件事情。林雄有些嫌弃地看了众人一眼，可说着说着，林雄突然一愣。陈家？他要找的是哪个陈家？林雄皱着眉头问道。哪个陈家？你不刚说了是一个没听说过的陈家吗？你都没听说过，我们就听说过了。林家人心中吐槽，却也不敢表现出来。回家主，听说好像是问的500多年前是否有一个陈家在云川。500多年前？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们先下去吧。记住了，寻找陈长安和顾仙儿的事情一定不要放松，继续加派人手，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下落，他们一定还留在狼牙。是，家主。等到其他人离开之后，林雄不由得喃喃自语道，怎么会是这个陈家？说完之后，林雄身影一闪，下一刻来到了林家一处清幽的别院之中。林雄求见各位长老。林家是林氏的旁系，所以关系也是十分的复杂。明面上林雄是清水林家的家主，地位最高，其实清水林家真正的掌权人是长老。清水林家共有3位长老，每一个的修为都是达到了洞虚境，当年在主家那边也是叫得上名号的人。
只不过当年林家不断是大，最终分出来了几个支脉，而这3位便被派到了清水这个地方镇守清水林家。而清水林家每一任的家主，并非他们修为天赋最好、修为最高，而是最有打理家族的本事。整体来说，算是一个工具人的这么一个存在。对于这些强大的家族来说，真正有天赋的人，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变强，不会让他们被俗世缠身，影响了修炼。林兄，你特意来此，可是林家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还是说云川那异象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回长老的话，有了些眉目，但我此番前来，并非为了此事。3位长老可还记得陈家？陈家。林雄说完之后，突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不多时，林雄的面前出现了3位老者，正是清水林家的3位长老。你说的是哪个陈家？大长老皱着眉头问道。就是500多年前的那个陈家。最近有人在打听500年前陈家的消息，而这个人的名字叫陈长安。云川发生异象之时，他人就在，而且就是事发地点，或许也和这异象有些牵连。最奇怪的是，此人声称认识我林家林相柳老祖。认识林相柳老祖？笑话！就算是当年的那个陈家，也没有和林相柳老祖有什么交集。如今突然跑出来一个陈长安，就敢说认识老祖。这个陈长安呢？把他带回来，我有话要问他。大长老冷声说道。此人如今下落不明，不知道长老有何想问的？林雄不解地问道。大长老将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拿了出来，正是陈长安正在寻找的胎珠。我们3人研究了500年，始终找到这珠子的秘密。陈长安打听陈家，说不定是陈家的人，或许只有陈家人才知道这珠子的秘密。大长老表情凝重地说道。大长老，我想不明白，您3位研究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研究出来，会不会这珠子本身就是一个无用之物？林雄不解地问道。无用之物？听罢，3位长老都笑了起来。陈家传承那么多年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是无用之物？我们越是无法参透，越说明这东西的珍贵。如果能够知道这珠子的秘密和使用方法，说不定我们3人也有追赶林相柳老祖的机会。此话一出，林雄也是心头一震，这珠子当真如此厉害？要知道林相柳在林家人的心中，那就是高不可攀的神。追赶林相柳，岂不是追赶神？3位长老，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找到陈长安的下落，并将他带回来见你们。好，你好好的做，日后不会亏待你的。是，多谢长老。林雄笑意盈盈的离开了，可心中却犯了难。狼牙这么大，这陈长安究竟去了何处？云雪岭，此处地势颇高，常年积雪，当阳光晒在白雪之上，那散发出来的点点光芒异常的耀眼。虽说此地景色宜人，但鲜少有人会来到这个地方。云雪岭之上并没有什么珍贵的宝贝，但有着一群群居的雪妖。这些雪妖都是群居生物，且生性好战，若是有外人闯入，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久而久之，便没有什么人来到这个地方。正因为如此，林家的人千算万算，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居然会跑到这云雪岭之上。此时，陈长安背靠大树，坐在雪地上悠闲地翘着2郎腿。大黄在一旁无精打采地趴着，似乎有什么心事一般。凤凰仙体果然恐怖，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而且大多时候都在赶路。没想到顾仙儿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超凡境9重，只差1步便能够达到神通境。这速度，恐怕陈云轩那小子追赶上有些困难。顾仙儿的修炼速度极快，甚至给陈长安一种感觉，顾仙儿的功法会自动修炼，所以顾仙儿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突破。毕竟这1个月的时间之中，有大半部分时间陈长安都在前往各大宗门和家族的路上。只是可惜了，云川之中并没有打听到陈家的消息。陈家当年应该不在云川，所以这些人才不清楚。大黄，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陈长安说了半天，大黄依然是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就仿佛是一条死狗。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只是转了个头，继续趴在那里，丝毫没有理会陈长安的意思。陈长安也是有些纳闷，这大黄最近就有些情绪不对，难道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大黄，都是兄弟，有事你得说，别自己闷闷不乐。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吧？听闻此话，大黄终于看向了陈长安，眼神之中满是隐藏不住的寂寞。唉，大黄长叹了一口气，缓缓开口说道：“我想上青楼。”逛窑子，这王八蛋上瘾了。至于吗？不就是去了一次，这怎么还爱上了呢？你最近一直闷闷不乐，就是为了这件事情？陈长安一脸无奈地问道。你不懂，你没有了解过真正的快乐。好香，好软，好舒服，就连那普通的韭菜瓜果，吃起来都格外的沁人心脾，回味无穷，当真是人间仙境，我心向往。看到大黄这一脸陶醉的模样，陈长安有一种踹死他的冲动。你一条狗还他妈回味起来了？你除了吃吃喝喝，你还能干啥？你有个屁真正的快乐？我看你就是思春了。你放心，咱们从云雪岭离开之后，我一定给你找几条母狗，绝对漂亮，血统纯正的，包你满意。呸！陈长安，你他妈还真把我当狗了？我告诉你，我是血统纯正的神兽，高贵的麒麟，你说很多遍了，知道就好，我不管，我就要去青楼，你自己看着办吧。大黄也学会了耍赖这一招，躺在地上不断的打滚，大有一副陈长安不答应他就抑制不起来的架势。陈长安瞥了大黄一眼，二话不说站起身来，转头就走。我去看看顾仙儿，你愿意打滚，留在这云雪岭安家吧。见陈长安不吃这一套，大黄也是连忙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积雪，随后向着陈长安跑了过去。都是兄弟，嘿嘿，我知道你不会那么绝情的。你说这吃吃喝喝，在哪不是吃不是喝，对不对？在青楼吃得开心，钱花的也值，反正你又不差那点钱，
你不喜欢，你可以不叫姑娘不就好了吗？反正你也有顾仙儿服侍。哎，可怜我大黄，从禁忌森林之中跟着你出来，无依无靠，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耍赖不成？大黄开始走起了苦情戏码，这让陈长安十分的无奈。行了，你演的累不累？有机会再带你去一次，你学点好吧，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狗嫖客！大黄才不管陈长安说什么，反正只要能再去一次，爱说啥说啥。人生不就是活得一个潇洒痛快吗？变成什么样子有什么所谓？开心最重要，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大黄咧着嘴，笑得那叫一个开心，仿佛前面就是青楼的大门一样。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却也并没有反驳，因为大黄说的还真他娘的有道理。大黄，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云雪岭上面的雪妖怎么好像不见了？走着走着，陈长安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一只雪妖都看不到？本大爷在此，他们躲得远远的，这也正常。就是苦了顾仙儿那丫头了，找了半天一直找不到，这历练个屁了！大黄得意地说道。此时的顾仙儿同样十分郁闷，陈长安带着他来到这云雪岭，目的就是锻炼一下他的实战能力。可顾仙儿找了半天，别说是雪妖了，就连一个小动物都没有见到。公子见陈长安走了过来，顾仙儿也是连忙站起身来，没事，找不到雪妖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事，不需要这么紧张。陈长安看出了顾仙儿的紧张，于是出言安慰了一句。可云川一直相传，在这云雪岭之上，雪妖的数量很多，我也发现了一些雪妖留下来的痕迹，可为什么他们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完全找不到？顾仙儿不解地问道。关于这一点，陈长安也有些好奇，有痕迹说明雪妖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杜撰，可为什么雪妖全都消失不见了呢？陈长安可不相信是因为大黄，毕竟这家伙压根就没有把自己的气息外放，对雪妖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都说了，还不是因为……别扯淡，看看什么情况？陈长安直接打断了正要吹嘘的大黄。行吧，看在你请我上青楼的份上。大黄放开自己的感知，突然神情一变，这让陈长安也有些意外。能够让大黄动容的事情恐怕真的不多。怎么了？有情况？陈长安问道。有大情况，大情况。陈长安有些奇怪地看向大黄，这小子是认真的吗？大黄，别胡闹，到底怎么了？陈长安问道。怎么说呢？雪妖确实存在，而且数量十分庞大。我大概的估算了一下，数量过千，不愧是群居的妖兽，就是不一样。数量过千，那这数量还真的不少。可这跟大情况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云雪岭不仅仅有雪妖，还有人类。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类如今和雪妖都聚集在一起了。大黄无奈地看了陈长安一眼，聚集在一起了，打群架？不太可能，只是单纯的打群架，不至于让大黄觉得是个大情况。难不成是聚会呢？这可不是说云雪岭的雪妖生性好战，不喜人类吗？你别大喘气，有什么话一次说完。陈长安皱着眉头说道。朝拜？他们在朝拜雪妖和人类一起。我发现这云雪岭的最高处有一个天池，天池附近是一个村庄，这里一直都有人类生活，而这些雪妖和人类的关系似乎相辅相成，他们彼此之间很融洽。但是他们在朝拜什么？不清楚。这天池有问题，云雪岭居然有人类居住，这在云川之中可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云雪岭还真有点意思，雪妖、人类、天池、朝拜，感觉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走，过去瞧瞧。陈长安笑着说道。走走走，我也好奇，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大黄也来了兴致。陈长安和大黄都这么说了，顾仙儿一个侍女，自然要跟在身后一同前往。两人一狗一路向上，沿途无惊无险，一直来到了这云雪岭的最高处。这云雪岭是一个巨大的平地，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庄之中炊烟袅袅，很有生活气息，但此时却并无一人，所有人都聚集到了距离村庄数百米之外的天池旁。此时天池四周有着村庄的村民，还有云雪岭的雪妖，他们动作一致，面对天池纷纷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看着倒是挺虔诚。难不成这天池之中有他们的祖宗？也不对啊，人类、雪妖，这祖宗……大黄有些感觉奇怪。要说人类拜祖宗倒也说得过去，那雪妖在做什么？他们祖宗也在天池之中。大黄，你难道就没注意到这天池有问题吗？当然注意到了，这天池似乎被一团能量包裹着，感知进不去。说起来，能够挡得住我的感知，这天池绝对不简单。大黄虽然不太着调，但他的实力摆在这里，能够屏蔽掉他的感知力，这天池可非同小可。公子，我们要过去看看吗？顾仙儿在一旁问道。等等，无冤无仇，没必要去打扰人家的某种仪式。陈长安摇了摇头，并没有上前打扰，而是走到一旁席地而坐，等待着这朝拜的结束。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夕阳西下，这云雪岭的顶部也刮来了不小的风，好冷。突然顾仙儿的一句话让陈长安和大黄都是一愣。冷？顾仙儿怎么说也是超凡境9重修为，会因为一阵风而感觉到寒冷，这地方果然有古怪。这些人好像也要结束了。陈长安向着天池看去，发现不管是村民还是雪妖，都陆陆续续的站了起来。虽然分成了2个阵营，但是他们之间关系十分的融洽，村民们甚至还面带笑容的和他们交谈了几句。而被人形容为生性好斗、不喜人类的雪妖，竟然也和人类友好的互动着。突然，雪妖之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很显然，完成了朝拜之后，他们发现了陈长安他们的存在。不要动手，他们早就已经到了，却并没有打扰我们，看起来并无恶意。让我先过去询问一二。雪妖正准备对陈长安他们发起攻击，结果被村长给拦了下来。这些雪妖似乎十分听从村长的命令，村长一句话，他们就老老实实的站在一旁，但目光却依然警惕的看着陈长安他们。看到村长走来，
陈长安也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友善的微笑，示意自己并无恶意。不知这位小友来到此地所谓何事？你怎么会知道今天能够来到此处？村长盯着陈长安的双眸，想要看看对方的反应。陈长安也是大大方方的将来意说了出来，并没有任何的隐藏。本就是意外发现，又不是有所图谋，如此说来，倒也是一场巧合了。现在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走？为何不问？村长的意思很明显，看到了就不好奇是在做什么。如果不好奇，为什么不转身离开，而是一直等在这里？自然是好奇，只不过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此重要的场合，我相信你们不会希望有人打扰，等一等而已，又不会浪费多少时间。听到陈长安的话，村长不由得点了点头，对于陈长安又放下了一些戒备之心。顾仙儿同样十分敬佩公子这般人物，果然行事光明磊落。唯独大黄此时站在一旁，强忍着恶心。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特么干过几件君子的干的事？天色已晚，不知道我们能否在此地借住一晚？借住一晚？村长眉头微微一皱，这村子可还从来没有收留过外人，就算曾经有人误闯此地，也都是被直接赶走了。抱歉，我们这里不方便，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还是速速离去吧，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你们好奇的。村长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说完之后也不管陈长安是否还有话说，直接转身离开。毕竟是陌生人，村长不可能完全放下戒备。村长带领着村民回到了村庄之中，而那些雪妖虽然也离开了天池，但陈长安和大黄都注意到了，还是有不少雪妖隐藏在四周盯着他们，还真是够小心的。这天池究竟有什么秘密，让他们如此紧张？这些人越是如此，陈长安就越是好奇。要不然咱们就来一个夜闯天池？大黄兴奋地问道。不合适，这不合适，我是正经人。陈长安连忙摆手拒绝了大黄的提议。正经人？大黄鄙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你他妈这些年少干缺的事了，不要是正经人，能特么让玄武道当3000年乞丐？明知道自己很少出来，若不是被你师父赶了出来，玄武道这辈子恐怕都摆脱不了乞丐这个身份。你是正经人，咱们这怎么能是夜闯呢？看看就是看看，单纯的好奇而已。你说这么多天了也没洗个澡啥的，是不是得好好清洗一下？这冰天雪地就那么一个地方有水，不去天池去呢？仙儿，你说对不对？陈长安一脸认真地问道。顾仙儿也是没有想到，看起来正经严肃的陈长安竟然还有如此一面，莫非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不成？好无耻，不过怎么感觉有点可爱呢？公子所言句句在理，理应如此。顾仙儿同样十分认真地回答了一句。卧槽！大黄在一旁都看傻眼了。陈长安一个人无耻也就罢了，这顾仙儿人设怎么也崩塌了。初见顾仙儿，虽沦落风尘之中，却出淤泥而不染，骨子里面是清高的，是有着自己底线的人，怎么跟着陈长安没多久，底线都没有了？顾仙儿，你变了，变得和他一样无耻。大黄鄙夷道。大黄前辈，此言差矣。对仙儿而言，公子的话便是一切。公子既然如此说，那便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仙儿并没有变。顾仙儿淡笑着说道。得，我说不过你们两个，那到底怎么办？我都有些按耐不住了。这天池到底有什么秘密？我还真想去看个究竟。大黄有些兴奋地说道。去是一定要去的，但是我不想伤害这些村民，毕竟他们也是无辜的。所以大黄，你得想个办法，不管是村民还是那些雪妖，让他们统统沉睡过去，有办法吗？陈长安问道。就这，你也是真瞧不起我。大黄不屑地瞥了陈长安一眼，随后身影一闪，不过片刻之后便又回到了陈长安面前。都搞定了，放心吧，我不让他们醒，时间半个月也醒不过来，足够咱们去一趟天池了。大黄得意地说道。走，对了，仙儿，你就不要跟着去了，你的修为太弱了，以免发生什么变故。大黄想了想之后，觉得顾仙儿不跟着好一点，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天池地下什么情况。这好吧。顾仙儿略微有些失望，不过只是一个瞬间便恢复了平静，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修炼，争取早日达到能够不拖后腿的实力。一起吧，他留在这上面也不太安全，况且有你在，能有什么危险？陈长安看出了顾仙儿的失落，带一个人下去并不是影响什么，自己不需要保护，大黄稍微关注一下顾仙儿就可以了。这叫什么话？怎么会不安全？不管是村民还是雪妖，我可都搞定了。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大黄不悦地说道。你这么厉害，带着他一起长长见识有什么？跟着你难道还有什么危险不成？陈长安笑着说道。这话说的有道理，丫头，跟着我，保你不会有危险。走，多谢公子，多谢大黄前辈。顾仙儿也是脸色一喜，直接跟在陈长安身后，一路来到了天池旁。公子，我过不去。卧槽，我也过不去。来到天池旁之后，大黄和顾仙儿发现有一道屏障挡住了他们，只有陈长安不受任何的影响。这应该有一道结界，白天你的感知力应该也是被这结界阻挡的。对，差点忘了，你是个变态，结界对你没用，居然还想要拦住我。我倒要看看这结界有什么厉害之处。大黄也来了脾气，施展浑身解数，也想要破解这道结界。咦，这结界有问题，我居然都破不开，怪哉怪哉！难不成这结界是大地巅峰强者所布置？结界的坚固程度让大黄也是震惊不已。要知道，这世间能够难住他的结界可并不多，除非是大地巅峰强者全力布置的结界，或许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你的意思是，这天池之中很可能存在着一名大地巅峰强者？这恐怕不太可能。还是说是大地巅峰级别的强者在这里囚禁了什么？这结界不只是不让外人进入，也是为了不让里面的什么东西出来。陈长安眉头微皱，
开始对目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结界是天然形成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天池之中有一件了不得的至宝。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已经挑起了陈长安心中的好奇心。陈长安，你小子不会想要自己下去一探究竟吧？大黄原本还想要劝，可仔细一想，这王八蛋也死不了，自己担心什么？没事，你去吧，快去快回，我在上面帮你守着。行，你们进不来，那就我自己下去吧，应该问题不大。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了天池之中。看到陈长安的身影，顾仙儿眼中有些担忧。大黄前辈，公子真的不会有事吗？公子现在怎么样了？顾仙儿担心地问道。里面的情况我感知不到，不过你可以放心，陈长安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命硬。这天底下能够让陈长安受伤的人，怕是还不存在。大黄十分肯定地说道。听到这话，顾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心中却对陈长安更加崇拜了。无敌，只有无敌才能够做到让任何人都无法伤害自己。公子果然非同一般。陈长安跳入天池之中，发现这下面可比上面要大得多，而且深度也在陈长安的意料之外。陈长安快速下潜了近100米，竟然发现依旧没有到达底部。陈长安虽然修为只有真气境1重，但实力并非如此，况且他体质特殊，这水压对他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陈长安继续一路下潜，最终足足下潜了近1000米之后，终于发现不一样的地方了。在这天池的地部同样也有一道结界，不过这道结界只不过是屏蔽了天池的水，让水能够和底部的洞口隔绝，有点意思。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身影一闪，直接冲入到了洞口之中。进入洞口之后，发现四周漆黑一片，洞道狭窄细长，但并不影响直立行走。陈长安手指一弹，一道金色剑气向前冲去，而这洞道之中的情况他也看得清清楚楚。洞道并不长，大概只有100米的距离，洞道的末端是一座石门。很快陈长安便来到了石门前，本以为会费些力气，没想到这石门居然一推就开了。石门之后依然是漆黑一片，但以陈长安的感知来看，这里空间并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有温度，这种温度并非是天然形成的温度，而是有人生活的温度。有人，这里有人，我知道你在这里，我没有恶意，不过是途经此地，发现这地方有些古怪，特意进来看看而已。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对方的实力很强，陈长安无法感知，也捕捉不到他的气息，但陈长安可以肯定，对方一定就在这里。陈长安。突然黑暗之中传来了一道试探的询问声，然而就是这一句话让陈长安都懵了，又他妈的是熟人，什么情况？熟人都跑到狼牙来聚会了，你认识我？陈长安疑惑地问道。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四周的油灯突然都点燃了起来，将这石室照得明亮。这石室之中的陈设十分的简单，一张石床，一张石桌，还有一把石椅。就在陈长安观察石室之中的情况之时，对面一道石墙之后走出来一个人。看到这人之后，陈长安先是一愣，不过很快就想到了对方的名字，猎战狂。怎么是你？你特么还没死？得知对方的身份之后，陈长安着实有些吃惊，毕竟这猎战狂是陈长安7、8千年所相识之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陈长安还以为这小子挂了，没想到居然跑到了这天池底部隐居。什么爱好？猎战狂走到石床边坐了下来，随后伸手示意陈长安坐在石椅上面。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居然也活着，还在这里与你相遇，造化弄人啊！不瞒你说，我都已经6000多年没有见过熟人了。憋屈，真他娘的憋屈！猎战狂郁闷地说道。在这里生活了6000多年，这得罪人了？陈长安好奇地问道。要知道，当年的猎战狂可是了不得的一位天才，天赋相比较玄武道还要强，而且为人更加狂傲，一天天7个不服8个不忿的，看见谁都想要跟人家干一场。他会沦落到今天这一步，陈长安并不意外，这王八蛋天生就是个惹事的祸害。是啊，得罪了大地强者，没办法，只能够躲起来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敢出去，好在这地方不错，别人也进不来。你怎么进来的？突然猎战狂这才想起来陈长安怎么进来的这个地方，走着进来的。这结界对我没用，不过你小子现在实力不错呀，这结界居然把大黄都拦在外面了。陈长安笑着说道。大黄也来了？对，你们2个形影不离，这么多年了，他居然也活着，他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狗？怎么这么变态？猎战狂好奇地问道。狗王活这么久，都快成狗帝了。行了，还是说说你的事情吧，你得罪了哪一位大帝？这太玄界的大帝强者可并不多。陈长安好奇地问道。还能是谁？当然是龙无期那个老不死的东西。我不过就是说了句，这王八蛋长得真难看，他特么就派出来10名不死境追杀我。大哥，我当年也不过才至尊境，至于派出来10名不死境吗？为了这事，我爹更干脆直接把我逐出家族，以免连累他们。唉，还真是父子情深。猎战狂无奈地说道。龙无期，龙帝宫的创建者，也是如今太玄界为数不多的大地境界强者之一。龙帝宫实力强悍，而且陈长安对这个龙无期也了解一些，是从慕云瑶那边听说的。龙无期和慕云瑶是同辈中人，实力同样是大地巅峰。这猎战狂也是活该，龙无期这辈子最大的忌讳就是被说丑，他居然还上赶着触人家眉头，不杀你杀谁？那这天池的结界也是你布置的？陈长安好奇地问道。不是，我哪有这个本事？虽然我如今的修为也达到了不死境，可还没有本事布置这样的结界。这东西我来的时候就有，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猎战狂苦笑着说道。之前就有？那你怎么进来的？大黄都进不来。陈长安不解地问道。听到陈长安的话，猎战狂无奈地说道。
或许是运气吧。这云雪岭之上的天池一直都存在，这结界自然也是如此。但这天池的结界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短短一瞬间的停滞状态。我当初就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才躲了进来。进天池的结界我等了1年，水下这个入洞口的结界我又等了1年，太麻烦了，所以我很少会出去。听完之后，陈长安这才清楚，原来这结界还有这样一个漏洞存在。可是那外面的村民和雪妖又是怎么回事？外面的村民和雪妖跟你有关系吗？这些人朝拜的不会就是你吧？这是也不是，有些复杂，那你就简单的说一下。行。随着猎战狂的讲述，陈长安也对当年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解。这里的村民和雪妖在猎战狂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猎战狂所说，他们似乎都在信奉一个神，名为雪神，而这天池就是雪神的栖息地。那些村民自称是雪神信徒，世世代代守护在这里，就是为了不让人打扰到雪神大人。雪妖同样如此。当猎战狂出现在这里，并且误打误撞进入到天池之时，恰巧被村民看见，所以将他当成了雪神。不管怎么说，在你之前，这里一定有什么存在，不然的话，这结界怎么解释？你住在这里几千年了，什么也没有发现吗？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进入到这洞道之后，陈长安并没有发现另外的通道，尽头就是这间石室。可陈长安认为绝对不会如此简单。我当初也有过你这种疑惑，说实话，这几千年我一直都在探索，希望能够找到这天池的秘密。我也想获取这机缘，说不定我的修为突飞猛进，就达到了大地境界。到时候我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龙无期这个丑八怪。妈的，长得难看还不让人说了，你说气人不气人？看得出来，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但是猎战狂对于龙无期的仇恨值丝毫不减，反而是日渐加深。行了，知道你憋屈，能不能说正事？陈长安无奈地说道。正事就是这么多年了，我除了发现这一个石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就这么大点地方，我待了这么多年，你说我憋屈不憋屈？猎战狂郁闷地说道。就这么一个石室，所以你这些年没拉屎吗？陈长安这突然转变的话题让猎战狂也是一整个愣住了。拉屎？拉什么屎？这跟拉屎有什么关系？不过很快猎战狂就反应了过来，没好气地看了陈长安一眼，说道：老子这么多年东西都没吃，拉个屁！况且我什么修为，身体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些肮脏之物？对于强大的修炼者而言，大多数已经不需要进食，吸收天地灵气就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养分，而且效果更佳。就算是真的吃了东西，也会直接转化为能量，而不会产生排泄物。陈长安这么问，明显是在调侃他。不过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倒也是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每隔半年之久，这地方的灵气就会出现一次爆发，浓郁程度就是以我的见识都感觉很震惊，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源头在什么地方。我倒是也趁着结界松动的片刻，潜入到天池之中寻找过，发现并不在天池之中。我怀疑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有发现的。猎战狂表情严肃地说道。怀疑？这特么还用怀疑吗？明摆着的事。不过这天池底部的灵气确实十分的浓郁，就算没有灵气爆发，陈长安也感觉得到，要比上面强了2-3倍。只可惜陈长安的身体无法再吸收灵气，否则的话或许还能够发现些什么。对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怎么躲起来了？这石室之中为什么单独弄出来那么一个石墙？陈长安看着猎战狂问道。突然跑过来一个人，这地方一般人进不来，我还以为是龙无期那王八蛋追过来了呢。至于这个石墙，我来的时候就有，不过没啥问题，我早就检查过了。检查过了？陈长安相信猎战狂不会骗自己，但不代表他检查过就真的没有问题。这不仅仅是能力问题，重要的是脑子。很显然猎战狂并没有。在猎战狂不屑又轻蔑的目光之中，陈长安直接来到了石墙之后。石墙之后的空间并不大，只有2米宽3米长，看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弄这么一个东西。但越是这种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存在，往往就是问题的关键之处。还不相信我？你看这地方不什么都没有吗？猎战狂跟过来之后有些不悦地说了一句。他觉得陈长安不相信自己，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老子几千年都没有发现，你还能看出来花来？只见陈长安伸手触碰了一下一左一右的墙壁，突然陈长安的手居然直接没入到了墙壁之中。陈长安先是一愣，随后回头挑衅地看了一眼猎战狂。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地方我都摸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为什么？猎战狂这一下是彻底的傻眼了。为什么？歧视吗？自己被这石墙歧视了，自己摸就不行，非得让陈长安过来摸才有反应。巧合？一定是巧合，我试试。猎战狂不信邪，走过来向着陈长安触碰的石墙摸了过去。卧槽，为什么？猎战狂彻底懵逼了。陈长安的手此时依然没入到了石墙之中，但猎战狂触碰之后依然摸到的还是石墙。位置不对，你把手拿出来，我摸一摸你这个位置。好，你请便。陈长安笑了笑，随后将手拿了回来。可结果是一样的，猎战狂触碰到的还是石墙，没有任何的改变。妈的，为什么？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猎战狂气愤地说道。因为我比你帅。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比自己帅？猎战狂长得也不差，称得上是英俊，但和陈长安比起来还是逊色了不少。好，我承认你更帅一点，反正咱俩谁都比龙无期那王八蛋长得好看。听到这话，陈长安没忍住翻了一个白眼，
至于这么念念不忘吗？这里应该是一道结界，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是石墙，你穿不过去，所以摸起来和石墙没有区别。但结界对我没用，所以我能过去，你不行。陈长安笑着说道。行，那你快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这就放弃了？按照你的脾气，你不应该暴跳如雷，然后疯狂破解结界吗？陈长安有些好奇地看向猎战狂，这不符合他的性格。疯狂个屁，我都疯狂多少年了，这结界有多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快进去吧，别在这废话了，我也想知道这地方有什么秘密。猎战狂急不可耐地催促道。行，我先进去了，你在外面等我。好。陈长安进入到了石墙之后，发现这后面的空间可要比石室之中大多了，起码是10倍的空间还不止，而且里面并非一片漆黑，而是充斥着浅蓝色的光芒。在这浅蓝色空间的正中间，一棵晶莹剔透、散发着浅蓝色光芒的透明树引起了陈长安的注意。这是当看到这棵树的时候，陈长安也懵了，难怪这里会定期产生灵气大爆发，这他妈的居然是一棵已经凝聚成为实质的仙灵树。这东西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会形成，陈长安并不清楚，但是当年从慕云瑶的口中听说过此等存在。仙灵树乃是精纯浓郁的灵气，经过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时间慢慢凝聚而成。而在太玄界真正发现并且找到仙灵树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只是从记载之中听到过此等存在。陈长安也没有想到，狼牙这一个小小的云雪岭的天池之中，竟然隐藏着这样一棵让太玄界所有人都会为之疯狂的仙灵树。能够在仙灵树旁边修炼，绝对可以提高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速度。而仙灵树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树上凝聚而成的仙灵果，这才是真正让人疯狂的存在。15枚，居然长出来了15枚仙灵果。仙灵果凝聚了仙灵树的精华而成，十分的珍贵，而且需要3000年才会结成一枚。这里足足有15枚，单单是这仙灵果凝聚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45000年。由此可见，这仙灵树存在的时间只会更长。当年那个什么雪神，恐怕就是发现了这仙灵树的存在，所以才留在了这里。说不定他当初也服用了不少仙灵果。15枚仙灵果，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收获。但这仙灵果的储存十分的不易，当仙灵果从仙灵树之上脱落的那一刻，就必须用万年温玉制作的容器装起来，否则仙灵果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而且这东西不能够长时间用手触碰，这么多的好东西，要是不笑纳，岂不是有些可惜？15枚应该问题不大。陈长安这么多年来自己积攒了一些，加上没事从师傅慕云瑶那又顺了一些，好东西是真的不少。这万年温玉对于修炼者而言用处并不大，但可以当作容器，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东西。慕云瑶当初收集了不少，所以陈长安手上就有这个东西。陈长安先是找到了万年温玉做成的容器，随后用万年温玉将仙灵果一枚枚的敲了下来，装在了容器之中。15枚，陈长安是一个不留，全部收走。可惜了，这仙灵树没有办法带走，要不然的话，陈长安也不贪心，不过是想要连根拔起罢了。将仙灵果收好之后，陈长安在四周又转了转，毕竟贼不跑空，看起来这地方只有这一棵仙灵树，并没有其他什么好东西了。陈长安略显失望，毕竟他曾经听说过仙灵树出现的地方可能会诞生出半生灵兽或者是半生灵草，难道是被当年那个所谓的雪神给先一步拿走了？陈长安感觉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别人早就已经捷足先登了，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宝贝留下来。仙灵树和仙灵果还在，完全是因为仙灵树他带不走。出来了，这么快？里面有什么？你倒是说话啊！看到陈长安从石墙之中走了出来，猎战狂在一旁兴奋地不断追问。陈长安并没有理会，而是先走到石椅上面坐了下来。你说说你，来了客人也不招待，一点不懂得待客之道。陈长安鄙夷道。招待？猎战狂一脸懵逼地看向陈长安，自己这毛都没有，怎么招待？你别找茬呀！你看我这有啥？我特么给你尿一泡，请你喝。猎战狂没好气地说道。看起来你是不想知道这天池的秘密了。陈长安淡淡地说道。别，大哥我错了，快告诉我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宝贝？猎战狂嬉皮笑脸地问道。有，而且是一件至宝。至宝？能够让陈长安说是至宝的东西，那绝对差不了。哪呢？拿出来让我看看。你放心，我猎战狂这点人品还是有的，绝对不抢。我就是想看看是什么东西。猎战狂兴奋地说道。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此话怎讲？仙灵树，你能拿出来？仙灵树？听到这3个字，猎战狂整个人都懵了，居然是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东西。你是说这天池底，我这石室旁有一棵仙灵树？老子待在仙灵树旁边几千年，愣是不知道它的存在。难怪这里的灵气如此浓郁，还会出现灵气爆发的状况。仙灵树，居然是仙灵树！猎战狂如同疯癫了一般，不断的在原地转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陈长安，你他妈这是要发了呀？那你出来干嘛？你留在仙灵树旁边修炼啊？对了，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了？我怎么看你表现出来的只有真气境一重，你装低调呢？要是没有突破到大地境界，你不妨留在这里闭关，我觉得你有机会冲击大地境界。猎战狂兴奋地说道。在猎战狂的心里面，陈长安一直比自己牛逼，就算没有突破到大地境界，只怕也是不死境巅峰级别的存在了。你不想吗？我当然想，可我进不去啊！这份机缘注定与我无缘。猎战狂无奈的苦笑一声，自己在这里几千年都没用。陈长安一来就发现了仙灵树，很显然这泼天的富贵并不属于自己。朋友一场，送你个礼物吧。说罢，
陈长安直接取出来一枚仙灵果扔给了列战狂，马上吃下去。列战狂先是一愣，听到陈长安的话也没犹豫，直接将仙灵果吃了下去。卧槽，这什么东西？好精纯浓郁的灵气！这列战狂没想到陈长安给自己的这个东西竟然如此珍贵。仙灵果，你知道仙灵术，应该也知道这东西，不过没有人服用过这玩意，也不知道功效如何。你先替我验证一下。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行，这种事多多益善，我先运功修炼。浓郁的灵气充斥着列战狂的全身，这种感觉让他十分的兴奋，不断的运转功法。列战狂想要冲击一下那最高的大地境界。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一转眼便是3天的时间。这3天，列战狂一直都在吸收仙灵果的能量。陈长安也不着急，就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大黄前辈，公子都已经下去3天了，怎么还不回来？不会真的出现什么危险了吧？3天没有陈长安的消息，顾仙儿的心中满是担忧。没办法，我的感知力探查不到下面。不过你可以放心，我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陈长安。再等等吧。见大黄这么说，顾仙儿虽然还在担心，但也多少安稳了一些。妈的，怎么会这么难？列战狂停止了修炼之后，不由得大骂了一声。能量虽然浓郁，可要冲突到大地这一道屏障，实在是太困难了。结束了？陈长安问道。没有，这仙灵果的能量太强大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在短短3天之内完全吸收，恐怕需要至少1年的时间，我才能够将这些能量彻底消化。这东西不愧是至宝啊，真恐怖！我的修为都需要1年的时间，这要是其他人，恐怕不知道要用多久。虽然没有突破到大地境界，但列战狂也不得不赞叹这仙灵果的强大，绝对是世间罕见的至宝。这仙灵果之中的能量狂躁吗？陈长安问道。很温和，没有修炼过的孩童都可以吃，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他们吃了的话，没太大好处。第一，他们无法吸收；第二，随着时间这些能量会被浪费。至于第三嘛，我也不知道了。不知道你说个屁。行，我也下来3天了，该走了。你呢？有什么打算？陈长安看着列战狂问道。这就要走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老友重逢。列战狂没想到陈长安这么快就要离开了，这么多年没见人，说实话，列战狂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走吧，我暂时就先不走了，我又出不去，而且我也不想现在出去，我要用这1年的时间冲击大地境界，到时候我就有底气出去了。列战狂沉声说道。他是大地巅峰，你突破到大地，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知道，但他也绝对不敢轻易对我出手。等我出去之后，我会去找你，咱们2个人好好的聚一聚。好。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在列战狂不舍的目光之中离开了天池。当陈长安上了天池之后，大黄和顾仙儿都是松了一口气。大黄虽然知道陈长安死不了，同样也知道陈长安这小子的真实实力还不行，如果真的遇到了事情，性命无忧，但万一被人家给扣下来呢？下面有什么？公子您回来了。陈长安先是对着顾仙儿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瞥了大黄一眼。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关心关心我，你就知道问下面有什么？下面有你祖宗。说完之后，陈长安也迟疑了一下，这列战狂算不算是占了便宜了？大黄也懒得搭理陈长安，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也已经习惯了。快说，到底有啥？陈长安随后将自己在下面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列战狂那小子居然也有今天，终究还是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了代价。不过这样也挺好，起码还活着。只是没想到这云雪岭的天池之中居然会有仙灵树，这玩意恐怕整个太玄界就这么一棵。仙灵树这种存在自然不可能遍地都是，诞生了一棵，绝对无法再诞生另外一棵。大黄，想尝尝仙灵果的味道吗？陈长安笑着问道。这么珍贵的东西，你给我吃？大黄奇怪的看了陈长安一眼，这货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当然，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事情。陈长安笑着说道。切，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说吧，让我做什么？去一趟北域，给陈云轩那小子送一枚仙灵果。北域，陈云轩，你对这小子还真是好，有好东西也还想着他。不过倒也无妨，毕竟这里距离北域也不算太远。你他妈先说给我一枚仙灵果，是特么怕我把陈云轩这枚偷吃了吧？陈长安，我有这么狗吗？你不本来就是一条狗吗？大黄了解陈长安，就如同陈长安了解大黄一样。这么好的东西，陈长安如果不先给大黄一枚，直接就让他去送，这王八蛋绝对会半路自己吃了，然后找个借口回来再要一枚给陈云轩送去，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直接先给他，还显得自己大方。别废话了，快去快回。行，我速去速回。你接下来要去哪？翻过云雪岭，应该就到了兰陵地界，我可能会先去兰陵。好，那我先走了。去吧。大黄这一次是自己离开，所以速度会更快，这一来一回恐怕也就几天的时间而已。公子，那我们现在启程出发兰陵吗？顾仙儿上前一步问道。你不想要仙灵果吗？陈长安笑着问道。我只是公子的侍女，如此珍贵之物，还是留给更重要的人吧。顾仙儿神情平静，并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陈长安盯着顾仙儿看了一会，直到顾仙儿脸色微微泛红，这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公子这是怎么了？难道是自己脸上有东西吗？顾仙儿脸色微红，低着头，脑海之中乱七八糟的想法也是一大堆。服用了吧，我也想看看你服用仙灵果之后修为会提升到什么程度。这是我的命令。见顾仙儿开口想要拒绝，陈长安直接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让顾仙儿将未开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多谢公子。顾仙儿没想到陈长安居然真的如此大方，自己不过只是一个侍女，竟然也能够得到这珍贵之物。服用了吧。是，公子，到达极限了。不过
我恐怕只吸收了仙灵果1成都不到的能量。顾仙儿的修为毕竟太低，没有猎战狂那么强，能够吸收的灵气自然也有限。尽管如此，1天时间，顾仙儿的修为从超凡境9重飙升到神通境9重，这样的提升速度，谁看见都会为之震惊。一方面是仙灵果的功效，另外一方面也是顾仙儿强大体质的原因，已经很不错了。后续慢慢转化吸收这些能量，足以支撑你的修为突破到洞虚境。这是陈长安最保守的估计，毕竟他对于仙灵果的了解也不多，更没有服用过。洞虚境，公子岂不是说，如果我在3年之内将这仙灵果的能量完全转化吸收，我就可以登顶人榜了？顾仙儿有些兴奋地问道。不错，不过也不能够小瞧了其他人，这些人说不定3年之内修为也会突飞猛进，所以你需要更努力才行。是，公子，走吧，是时候离开了。顾仙儿突破之后，陈长安带着他2个人翻过了云雪岭，直奔着兰陵地界飞去。当陈长安带着顾仙儿踏入到兰陵地界之后，却发现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一男一女一条狗，这应该找的是我吧？陈长安也没有想到，兰陵这边居然有人在寻找自己的下落。公子，会不会是林家的人？能够命令这么多人的，绝对不是普通家族。虽然这里是兰陵，但也在狼牙地界之内。在狼牙，林家就算只是一个旁系，分量也是很足的。顾仙儿皱着眉头说道。陈长安来到狼牙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之前一直都是在云川地界，况且并没有与人结怨。如今有人在寻找调查陈长安，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林家。顾仙儿心中多少有些愧疚，在他看来，对方这么做一定是和他有关系，毕竟林家和陈长安之间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如此大动干戈？但陈长安却感觉这事情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林家的动作这么大，真的只是担心你崛起报复吗？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总感觉他们的重心放在了我的身上。陈长安会这么想，并非胡乱猜测，因为这一路走过来，他发现那些在寻找自己的人，他们在观察寻找的时候，目光多数都放在了男人身上。如果目标是顾仙儿，他们应该多关注女人才对。陈长安和顾仙儿也确实被人关注过，但因为缺少了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并没有被怀疑。公子，那接下来怎么办？大黄前辈回来之后，必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一男一女一条狗，这样的组合实在是太独特了。毕竟谁没事会带条狗出门呢？就算要带，那也得带个拉风一点的妖兽。引起注意就引起吧。林家在清水对不对？陈长安问道。没错，林若恒所在的林家在清水，距离此地倒也不算太远，不过数千公里。听到顾仙儿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心中暗道，最好别是我想象的那种。公子，你的意思是去清水吗？提起清水这个地方，顾仙儿的内心是有所触动的，毕竟曾经的顾家就在清水，可如今整个顾家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是故地也有仇敌。顾仙儿没想过这么快就会回到那边，如今看来这清水……顾仙儿，你是顾仙儿？陈长安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不远处一人指着顾仙儿，表情异常的兴奋。认识陈长安的人不多，但见过顾仙儿的人却还是存在的。这不，现在就遇见了一个。顾仙儿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认出来，定睛一看，不由得也是有些疑惑，这个人自己怎么好像没有印象？他怎么会认识自己的？哈哈哈，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居然会被我得到，当真是老天眷顾。你是顾仙儿，那你旁边这位一定就是陈长安了。虽然那条狗不在，但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们2个不想吃苦头，就乖乖跟我一起离开吧。对方完全没有将陈长安和顾仙儿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可是数之不尽的资源，也是自己攀附上林家的契机。而男子的话同样吸引了4周不少人的注意。很显然，陈长安和顾仙儿这2个名字，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少。他们就是陈长安和顾仙儿，难怪一直找不到，原来特么把狗扔了。好狡猾的2个人，也不知道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还一男一女一条狗。我就说谁没事会带着狗出门，消息有误啊！抓住这2人，到了林家，可是能够获取丰厚报酬的。妈的，这2个人是我的了，谁也别抢！你算老几？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你有这个本事吗？有没有本事？你想要试一试吗？还没怎么样。这些人先吵得不可开交，这让陈长安站在一旁也是略显无奈。要不然你们继续吵，我先走，都给我滚一边去！你们也配？妈的，又是谁啊？你高昌远，这，刚才口不择言，还望高公子莫要怪罪。我这就走。对，我们确实不配，我们不配。高昌远的出现让所有人都老实了起来，这位也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毕竟在兰陵这个地界，高家的实力排在了前3。公子，我听说过高昌远这个名字，是高家年轻一辈的天才，25岁已经达到了神通境5重修为，而且还是高家的少主，身边跟着的高手不少。得知来人名字之后，顾仙儿在一旁对着陈长安讲述了一下对方的身份。高家他们居然也来趟这浑水。高昌远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心中也有一些疑惑不解的地方。不过是一个真气境1重的年轻人，值得林家如此兴师动众吗？不过这顾仙儿修为怎么有些看不透，还是说他并没有修为？想不通。但高昌远并未继续多想，毕竟他有绝对的自信能够留住这2个人。今天算你们运气好，遇见了小爷我，否则的话免不了要吃些苦头。老老实实跟我走，我不会过多的为难你们。高昌远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眼神却是高傲得很，仿佛自己的行为是对陈长安2人的恩赐一般。运气好，可我怎么感觉你的运气不怎么样？陈长安的一句话让高昌远一愣，这小子什么意思？是在蔑视自己吗？你可知此为何地？在兰陵，你竟然敢如此与我讲话，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高昌远冷笑着说道。
在兰陵，高家的人可以说是高高在上的太久了，他们习惯了面对其他人的时候耀武扬威，甚至于他们本能地认为其他人看见他们高家人就应该小心翼翼，毕恭毕敬。高昌远生长在这样的家族之中，又是一位天才弟子，从小就被捧上了天。在他看来，陈长安刚才那一句话便已经是对自己的大不敬了。他既然想要吃苦头，那就成全他。你们两个好好的给我教训他一下。高昌远眼神一冷，随后吩咐身边的2名手下前去教训陈长安。是，少主。那2人对着高昌远点了点头，随后身影一闪，直接奔着陈长安冲了过去。这个陈长安还真是不知死活，连高家少主都敢得罪，他连林家都敢得罪，你觉得他还有什么不敢得罪的？这么说倒也是，可惜了，本来可以完好无损的被带走，现在倒好，非要吃点苦头。年轻人嘛，不见棺材不掉泪。呸！我看就是一个软蛋，吓得动都不敢动，还以为多牛逼呢。面对2人的围攻，陈长安站在原地，神情淡然，一步未动。在别人看来，陈长安是害怕了，是没有能力反抗。可但凡有些眼力的人都看得出来，陈长安是毫不在意，并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砰砰，这什么情况？刚才发生了什么？不少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陈长安站在那动都没动，那高昌远的2名手下怎么就倒飞而出，倒地不起了？不对，不是这个陈长安动的手，是顾仙儿。什么？顾仙儿？这怎么可能？林家的人不是说这顾仙儿的修为只有真气境吗？那2人可都是神通境，居然毫无还手之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顾仙儿。林家的消息不会错，不就是顾仙儿？我刚刚注意到了，顾仙儿的身体虽然只是出现了轻微的浮动，但就是这个时候，高家的那2名神通境武者就被击飞了。这众人议论纷纷，高昌远此时也是一脸的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顾仙儿的实力竟然这么高，自己派出去的可是2名神通境6重的手下，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住，而且顾仙儿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记住，下一次不要留手，不要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记住了吗？顾仙儿虽然出手，但并没有做到一击必杀，而是留有余地，这种习惯并不好，所以陈长安也适当的提醒了一句：“是，仙儿记住了，我只是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一个高家而已。”陈长安冷笑着说道：“谨遵公子教诲，仙儿保证下一次绝不会留手。”记住了就好。陈长安的话可以说完全没有将高家放在眼里。这时候，不少人也开始怀疑起来，这陈长安究竟是什么身份、什么实力，能够让林家如此兴师动众的存在，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普通人。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此时，高昌远的脸上也是充满了愤怒，但他又不是顾仙儿的对手。少主，此地不宜久留。根据林家提供的消息，这顾仙儿1个月之前只不过是真气境，能够在短短的1个月之内将顾仙儿的实力提升到如此境界，此人绝不简单。恐怕就算我们2个人一同出手，也未必是陈长安的对手。高昌远身后的2人全部都是化神境的修为，是专门负责保护高昌远安全的。可在面对陈长安的时候，2人有些没有底气。尽管陈长安展现出来的修为只有真气境1重，可他太从容了，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一样。这是绝对实力带来的自信，他们相信陈长安绝对不简单，所以才没有将高家放在眼里。你们2人也不是他的对手。高昌远有些震惊地问道：“别说我们，高家之中怕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单单是顾仙儿这件事情，高家就无人做得到，恐怕就连林家也未必有这样的手段。这一次，不仅仅是咱们高家提到了铁板，恐怕林家同样如此。也不知道清水林家和陈长安之间有什么过节。”听闻此话，高昌远也变得紧张了起来。他对于自己身边这2人十分的信任，同时也绝对相信2人绝对不会信口雌黄。既然这么说，就一定有这么说的道理。那现在怎么办？他不会对高家怎么样吧？高昌远有些紧张地问道。认错，道歉，不可与之为敌。认错，道歉。这件事情对于高昌远来说，是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做过的。耻辱，这绝对是人生的一个污点。少主不可犹豫，时机稍纵即逝。为了高家，委屈你了。没错，少主。面对强者道歉并不丢人，这是人之常情。高昌远深吸了一口气，看着2人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后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先前的事情是我高昌远的不对，多有得罪，还望2位不要见怪。我们高家也是碍于林家的威势，不得不这么做，还希望2位能够网开一面。有什么要求，只要我做得到的，你尽管提。高昌远的这一番话让四周众人集体石化了。这是谁？这可是高家的少主，在兰陵这地方什么时候低过头？可今天不仅仅低头了，还道歉认错了。这陈长安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可是高家少主啊！有生之年没想到在兰陵这个地方能亲眼见到高家少主认错，真是想不到。难道就因为顾仙儿的实力吗？不应该啊！你懂个屁！他们忌惮的根本就不是顾仙儿，而是陈长安。陈长安怎么了？你他妈有没有脑子？你看看顾仙儿对待陈长安的态度，毕恭毕敬。顾仙儿的实力都已经这么强了，那陈长安呢？卧槽！我居然没想到这一点。难道陈长安是化神境的修为？恐怕绝对不止化神境，竟如此恐怖。可他的年纪看起来没有多大。还好高昌远来了，如果刚才我们动手，谁都跑不了。如此说来，高家少主算是间接的救了我们一命。先前那些想要对陈长安动手的人，如今都是一阵后怕。还好有了高昌远这个出头鸟，才让他们避免了一场灾难。现在知道认错了，说吧，林家让你们抓的是我，还是顾仙儿？陈长安冷笑着问道。2位都抓，但重点是你。高昌远看着陈长安说道。重点是自己，事情
还真变得有趣起来了。顾仙儿同样没想到林家的主要目标会是陈长安，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和林家有仇的是他，就算林家想要出手对付，也应该针对自己才对。为什么会把重点放在陈长安身上？最关键的是，从高昌远这里能够看得出来，林家对于陈长安和顾仙儿两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顾仙儿生死不论，但陈长安必须带去清水林家。公子，莫非是因为您和林家老祖相识？也不对，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请您去，而不是以这样的手段才对。林家这是为何？顾仙儿有些不解地问道。事情朝着我最不希望的状况发展了。清水林家还真是自寻死路。陈长安冷笑着说道。如果说先前陈长安只是有所怀疑，那么现在他可以肯定，清水林家必然就是当年抢夺陈家胎珠的人。陈长安在云川大张旗鼓的上门询问，一方面是真的想要得到一些消息，另外一方面也有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的目的。只不过没想到最后引出来的居然会是清水林家。林家必然是知道了顾仙儿的事情，所以进行调查，从而得知了自己的情况。高昌元此时听到陈长安的话，吓得都快要站不稳了。林家自寻死路，这小子到底在说什么？他真的连林家都不放在眼里吗？就算是清水林家，那也是有着3位洞虚境强者的，他是疯了不成？只不过高昌远现在没有心思去管陈长安是不是疯了，清水林家会怎么样，他满脑子都在担心陈长安会如何处置自己，会如何处置高家。滚吧，今天没心情搭理你们。陈长安看了一眼高昌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对方可以离开了。多谢前辈不杀之恩。高昌远终于松了一口气，对着陈长安施了一礼，随后转身离去。公子，我们直接去清水吗？顾仙儿问道。不去清水，去天水湖。天水湖，这不是林氏主家所在的地方吗？陈长安这是要直接前去林氏大本营，直接去林氏主家吗？去见见老朋友。那大黄前辈怎么办？要不要等他几天？算算时间，大黄这一来一回，恐怕不出2-3天的时间也应该回来了。不用，大黄很聪明的，而且他的感知力很强，会找到我们。陈长安并没有先等大黄，而是直接带着顾仙儿奔着天水湖的方向出发。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清水林家有关，陈长安有必要先找到林相柳。一方面是身为朋友，怎么也要知会一声；另外一方面，想要找回胎珠，不一定非要用武力。这个时候，人脉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林相柳一句话，清水林家的人还敢放肆吗？另一边，高昌远回到高家之后，也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个陈长安当真如此恐怖？若是如此，清水林家为什么要得罪这样的一个人？还是说，因为清水林家认为背后有林氏主家，所以无所畏惧？高家家主此时也是眉头紧皱，这件事情他必须认真对待。因为陈长安出现在兰陵，并且和高家发生矛盾的事情，相信很快就会传到清水林家的耳朵之中。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林家怕是会对高家发难。那陈长安如今可是去了清水。高家家主皱着眉头问道。听闻好像是他提了一句要去天水湖。天水湖，直接越过清水林家，直奔林氏主家。来人，在。家主有何吩咐？你现在动身前往清水林家，就说陈长安出现在兰陵，但实力强大，高家无能为力。另外，这件事情一定要隐秘，不要被任何人知道，记住了吗？是，父亲。为何如此？您就不怕陈长安知道之后对我高家出手吗？高昌远不解地问道。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不管是这个陈长安，还是清水林家，咱们都不能得罪。最好的办法就是瞒着陈长安，找到清水林家先解释一番。日后事情不管怎么发展，那就跟咱们高家没有关系了。所以我才让人秘密行事，不要透露分毫。今天见过他的人这么多，陈长安又有什么依据是我们高家通风报信呢？高家家主笑着说道。父亲英明，这陈长安绝对想不到咱们高家的人会这么做。不过说起来，这陈长安敢直接前往林氏主家，怕是身份不简单啊。高昌远感慨道。中天域太大了，咱们这狼牙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有背景的人很多。如今人榜现世，正是多事之秋，切记就算在兰陵，也一定要低调行事，记住了吗？高家家主提醒道。父亲放心，孩儿谨记。我如今的目标便是人榜排名。人榜排名？哈哈。你恐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突然，一道笑声传来，高家父子2人都是心头一惊，这绝对不是高家的人，究竟是谁能够无声无息地进入高家？来者何人？可敢现身一见？高家家主表情凝重地问道。你们不配，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你高家该亡了。话音未落，高家父子只感觉一股强大的气势席卷整个高家，这恐怖的气势让众人都是浑身颤抖。不过片刻之间，高家就有近半数人员全部死亡。高家众人此时眼神之中满是绝望，他们想不通，更想不懂，为什么会有如此强者降临高家？难道是……突然，高家家主心头一震，陈长安这件事情一定和陈长安有关系，他终究还是没有打算放过陈家吗？陈长安，你好狠毒！在不甘的绝望之中，高家家主面对着强大的气势，直接爆体而亡。高家上上下下，就连地面上的爬虫都没有能够幸免于难。切，真是够弱的，连大爷我的气势都抵挡不住。哎，我怎么这么强大？感慨地叹息了一声，一道黑影瞬间消失不见，高家从此彻底从兰陵除名。大黄前辈，您这么快就回来了？陈长安和顾仙儿2人前往天水湖，还不到1天的时间，大黄就赶上了2人。陈长安也是看了大黄一眼，大黄的速度好像是变快了一些。速度快了点，我还以为要再等你2天左右。陈长安淡笑着说道。
这仙灵果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我感觉提升了不少，速度自然也就快了。大黄美滋滋地说道：“事情解决了，都解决了，放心吧，不会有后顾之忧的。”大黄笑着点了点头。顾仙儿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的，什么事情解决了还没有后顾之忧？不是去给陈云轩送仙灵果吗？干得不错，这么多年的默契还是在的。陈长安笑着说道：“切，我还不了解你，你不动手，不就是等着让我去处理吗？”大黄鄙夷地撇了撇嘴。公子，大黄前辈，你们说的是什么？顾仙儿好奇地问道。没什么，就是把高家解决一下。解决了高家？顾仙儿此时心中充满了震惊，他一直和陈长安在一起，完全没有看到陈长安留下来任何的指示，为什么大黄前辈却能够明白他的想法呢？默契，这需要多久才能够培养出这样的默契？陈长安什么都没做，什么也没说，仅仅是因为没有自己动手，大黄就知道要帮忙善后，这足以说明大黄对于陈长安性情十分了解。陈云轩那小子最近怎么样？陈长安问道。修为提升的也不错，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提升到超凡境9重了，听说好像是要去参加什么4域会武，挑战4域真正的强者，他挺有自己的主见和野心的。你只是让他先成为北域第一人，这小子的目标是4域第一人，如今有了仙灵果，恐怕是不出1个月他就会成为4域第一人了。陈云轩的变态程度，大黄也不得不感慨，原本以为陈云轩怎么也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走到这一步，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可没想到以现在的情况发展，不足半年，陈云轩就可以站在4域顶端，成为4域最强者。这小子一心想要来中天域找你，你可是他奋斗的目标。大黄笑着说道。他的目标是变强，不应该是找我，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经历。算了，这些等日后若是见了他再告诉吧。大黄，服用了仙灵果，你能突破9阶这个瓶颈吗？听到这话，大黄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仙灵果很不错，但想要突破9阶谈何容易，在太玄界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超9阶的存在。大黄乃是太玄界唯一的一头麒麟，拥有神兽血脉，所以寿命上要比其他的妖兽长很多。尽管如此，大黄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被困在9阶，寸步难行。慢慢来吧，总有办法的。你命那么长，一时半刻也死不了。陈长安笑着说道。谢谢，你可真会安慰人。你是人吗？最多算是我会安慰狗而已。滚！大黄瞪了陈长安一眼，也不再接话。谁知道这王八蛋后面还会说啥？天水湖林家这一天，林家所有核心成员全部聚齐，所有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老祖今日出关，你们说老祖能否成功突破？不清楚，但老祖闭关这么多年，应该有所收获才对。咱们林家能够成为狼牙第一世家，全靠老祖一人之力。要知道，当年在这狼牙洞虚境便是横着走的存在，老祖凭一己之力将这个标准提升到了至尊境。若是老祖能够突破到不死境，只怕狼牙这个地方都困不住咱们林家了。是啊，不死境，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林相柳相对于林家而言，完全是一个断档级别的存在。林家从未诞生过一个至尊境，就算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林相柳的帮助，林家人也依然在洞虚境徘徊。可以说，林家完全是沾了林相柳的光，凭借一己之力，让林家处于超然的地位之中。就算是其他地方的世家，也会给林家几分薄面。在林家人的心中，林相柳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也是林家的立足之本。当初林相柳说过，要闭关100年，不管成功与否，100年之后都会出关。这几日便是他出关的日子，林家人自然不敢怠慢，所有核心成员早早的就来到了林相柳闭关之处等待着。你们看，天空之中那是什么？突然有人注意到，天空之中似乎正有一团雷云凝聚。突破了，老祖要突破了。记载有云，突破不死境便会引来天劫降世，若是能够成功度过天劫，便可成就不死境。我林家终于要拥有一位不死境级别的强者了。老祖威武，不愧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众人感叹之际，天空之中的雷云也越来越浓郁，恐怖的气息让众人感觉浑身战栗。大家退后，这天劫威力强大，不要聚集在这里，速速退后。林家家主一声令下，所有核心成员完全后退到10里之外，完全不敢靠近这天劫所能够笼罩的范围之内。这天劫竟然如此恐怖，老祖当真能够平稳地度过天劫吗？我相信老祖必然会无惧天劫。可我听说，同样有很多人死在这天劫之下，无法迈入不死境的大门。那是其他人，老祖能够和他们一样吗？没错，老祖绝对和那些普通人不同。话虽如此，但众人心中难免担忧，能够突破到不死境的，哪一个又是普通人呢？居然是天劫降临。看样子这林相柳要突破不死境了。千年时间突破不死境，终究还是慢了一些。陈长安此时已经来到了天水湖，当看到天空之中出现天劫的那一刻，便知道这一定是林相柳引起的天劫。除了他，这狼牙之地无人有机会突破到这种境界。大黄同样也是感慨了一句，以他对林相柳的认知，千年时间才突破到不死境，确实慢了点。毕竟林相柳的天赋，大黄是清楚的。或许是因为被什么事情缠身，导致修炼的速度慢了些吧。不管如何，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就是不知道无名刀那小子是不是早就已经突破到不死境了？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无名刀那小子可是个一根筋，估计会比林相柳快一些。大黄同样是嘿嘿一笑。顾仙儿此时在一旁也是听得感慨不已。千年时间突破到不死境，居然还被说太慢了。这可是传说之中的不死境，真正的迈入到了强者行列啊！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等等吧，天劫之后再过去不迟。天空之中的雷云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
地面处于一片黑暗之中，那强烈的压迫感让林家众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轰！一声巨响，只见一道人影冲天起。老祖，是老祖！老祖如今的气息竟然如此强大，太可怕了！这就是不死境强者的气势吗？单单这气势就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怎么感觉老祖的气势比这天劫还要强？哈哈，不愧是我们林家的老祖，这天劫在老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林相柳的出现让林家众人都变得兴奋了起来。此时，林相柳御空而立，抬头看向天空之中的天劫，眼神之中满是自信和兴奋。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小小的劫云也想阻挡我林相柳，简直是个笑话。林相柳信心十足，完全没有将面前的天劫放在眼里，而天劫似乎也感受到了林相柳的轻视，气息竟然也变得更加恐怖了起来。这林相柳当年也没有这么狂啊，现在有点飘呢。虽说他实力不错，天赋也很好，但这毕竟是天劫，他不会真的以为天劫是个软柿子吧？大黄冷笑着说道。天劫虽然强，但林相柳也不弱，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应该是有什么底牌，不然不会如此。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当然有底牌，没看到他穿的这身衣服吗？这可不是凡品，看着有些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大黄看得出来，林相柳身上穿的衣服有些门道，同样有些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了，是吴家的神龙甲。陈长安也是眉头微皱，这吴家的神龙甲明明传承给了无名刀，如今怎么会在林相柳身上？这可是一件宝贝，是吴家当年偶然之中获得的，据说是用蛟龙的鳞片制作而成。要知道，蛟龙这种生物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太玄界消失不见，至于原因无人得知。这一件神龙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对，原来是神龙甲。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当年林相柳和无名刀切磋那一次，无名刀就是占了这神龙甲的力，才赢了林相柳。如此重要的宝贝，怎么到了林相柳身上？他们两个之间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清楚，一会亲自问问他就好了。千年未见，这两个人之间后面发生了什么？陈长安也猜测不到。但神龙甲这件事情确实有些蹊跷。正说话间，天空之中的雷劫终于降了下来。面对雷劫，林相柳霸气十足，正面对抗。随着雷劫一道道的降下来，林相柳也倍感吃力了起来。尤其是最后一道雷劫，威力起码翻了10倍。感受到这最后一道雷劫的威力，林相柳也是表情凝重，变得异常认真了起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一道雷劫如此强大？我感觉这比上一道雷劫的威力起码强了10倍。都说突破不死境困难重重，今日我才知道，仅仅是这天劫，恐怕就让大部分人含恨而死了。是啊，简直太恐怖了。我感觉如果是我，真的没有能力对抗这天劫。你们说，老祖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众人担心地看着天空之中的林相柳，心中都为林家这位传奇人物捏了一把汗。当最后一道雷劫落下来的那一刻，心理承受能力弱一点的人已经闭上了眼睛。轰！一声巨响，雷劫结结实实地击中了林相柳的身体。此时的林相柳也是身躯一震，直接从空中狠狠地向着地面摔了下来。老祖！看到这一幕，林家众人都是心头一震。难道老祖失败了吗？不愧是神龙甲，几乎挡住了这最后一道雷劫的一半威力。如果没有这件神龙甲，林相柳不死也得8成皮。大黄感慨道：“这神龙甲确实不错，毕竟算得上是一件半地兵。”陈长安赞同的点了点头。可汗，好悬折在这里，这天劫怎么如此恐怖？此时的林相柳狼狈不堪，身上的神龙甲也出现了细微的破损，但并不是很严重，慢慢会自动修复。深吸了一口气，林相柳调整了一下子状态，毕竟突破到了不死境的境界，恢复的能力十分强悍。身影一闪，林相柳此时已经出现在林家众人面前。看到林相柳安然无恙的出现，林家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参见老祖，参见老祖！不死境，林家终于有了一位不死境。从此以后，林家又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行了，不过就是一个突破而已，你们也不用这样。我有点事，你们先回去吧。有点事。林家众人有些不解，刚刚突破，怎么会有事情？又是什么事情？不等众人询问，下一刻，林相柳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陈兄，一别千年，今日终于相见了。刚刚在面对天劫的时候，林相柳就已经发现了陈长安和大黄，只不过当时的情况让他无法分心。这么多年了，你才刚刚突破不死境，你这速度可是有些慢了。陈长安笑着说道：“陈兄，你是有所不知，有段时间确实被家族的事情拖累了一些，否则的话，起码会提前100年的时间突破。”林相柳无奈地说道：“这一点你可就比不上无名刀了，那小子可是一根筋，一门心思的想要变强，其他事情一概不理。不过说起来，无名刀的神龙甲怎么跑到你身上了？那小子是不是早就已经突破了不死境，所以把这神龙甲借你用用？”大黄在一旁笑着问道。提起无名刀，林相柳的神情突然一变：“陈兄，名刀死了。”林相柳神情悲伤地说道。此话一出，陈长安和大黄两个人都是一愣。死了？无名刀竟然死了！陈长安和无名刀相识的时间不长，但这小子性情直率，为人坦诚，两人感情也算不错。陈长安万万没有想到，无名刀这样的天才居然会死。他是怎么死的？仇家寻仇吗？陈长安表情严肃地问道。陈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好，带路。林相柳将陈长安既然带到了自己平日里面居住的清幽小院之中。几人落座之后，林相柳先是长叹了一口气。对于无名刀的死，看得出来
林相柳内心也是触动很大。无名刀的天赋和实力都不错，吴家的背景也很强。说句不好听的，你出意外的可能性都要比他大，毕竟你林家底蕴不足。为什么无名刀出了意外，吴家没有保护他吗？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林相柳看了陈长安一眼，苦笑一声道：陈兄，吴家虽然很强，但一山更比一山高。你知道奉天皇朝吗？奉天皇朝，陈长安虽然并没有去过，但也听说过这个奉天皇朝。在中天域乃至整个太玄界，大多数的势力都是以世家和宗门的形式存在，但同样也有着其他的形式，就是皇朝。而在中天域之中，存在着3个皇朝，这3大皇朝的实力都非同小可。虽无大帝强者坐镇，但都有不死境巅峰强者存在。奉天皇朝便是其中之一。按理说，奉天皇朝所在的地方和无名刀的吴家相距甚远，八竿子打不着。莫非无名刀去了奉天皇朝的地界历练，所以发生了意外？是奉天皇朝的人动手。无名刀这小子虽然一根筋，但也不至于主动去招惹奉天皇朝才对。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林相柳看了看陈长安，犹豫了片刻之后，这才缓缓开口：陈兄，你可知奉天皇朝的阴天子？阴天子？对于这个人，陈长安倒还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毕竟陈长安对奉天皇朝的了解不多，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罢了，没有听过是他出手的。陈长安问道。不错，正是此人出手。这阴天子乃是奉天皇朝的一位顶尖强者，为人狂傲不羁，据说实力已经达到了不死境9重巅峰，十分恐怖。陈兄，你当真不认识此人？林相柳的这句话让陈长安一愣，为何会如此询问？莫不是这件事情还和自己有关？如果当真如此，那无名刀岂不是受了自己的连累？可这个阴天子，陈长安实在是想不起来。他虽然多次外出，但每一次时间有限，而且行动范围也有限。之所以能够结识林相柳和无名刀，都是因为这2个人也是外出历练，偶然相遇罢了。大黄，你对这个阴天子有印象吗？陈长安看着大黄问道。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但这件事情我看8成跟你有关系。大黄看了看陈长安，以他对陈长安的了解，如果这事情真的和陈长安有关，他恐怕不会太好受。陈长安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在意，不在乎，就算是对陈家，也不过是因为血脉传承罢了。因为陈长安和陈家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还没怎么和陈家的人接触，就被慕云瑶带走了。足足在慕云瑶身边待了1000年，陈长安才开始偶尔跑出去玩玩。但那个时候，他对陈家的记忆几乎等于没有了。但这不代表陈长安就真的什么都无所谓。陈兄，据我所知，这个阴天子痴迷于长孙家的长孙吸血，可以说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而长孙吸血却一直在找你，这让阴天子对你十分的痛恨。当年也不知道阴天子是从什么地方得知明刀似乎认识你，所以便找到了他。你应该了解明刀的性格，别说他不知道你在哪，就算是知道，他也绝对不会做出背叛朋友的事情。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吴家根本就招惹不起，只能让明刀把你的事情说出来。明刀不愿，便直接和吴家断绝了关系，独自面对阴天子，面对整个奉天皇朝。那一战，阴天子并未直接动手，因为他为人高傲，瞧不上无名刀的那点修为。当时的明刀修为已经达到了至尊境9重巅峰，对方足足派出来了10名至尊境巅峰强者。明刀以一己之力将这10人全部斩杀，并且成功突破到了不死境。凭借着天劫威力和刚刚突破的恢复，明刀躲过了一劫，但奉天皇朝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追杀。当我得到消息赶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明刀临死之前将神龙甲给了我，同时还给陈兄你留了一些话。林相柳说完之后，陈长安的神情平静，可越是如此，越说明陈长安此时内心的触动巨大。留了什么话？陈长安平静地问道。你自己看吧，这玉佩之中残留着他的一丝灵魂印记，也算是能够见他最后一面。林相柳将一块玉佩递给了陈长安，看着玉佩的目光十分不舍，因为他知道当这块玉佩被使用之后，无名刀将会彻底的消失，这个世间或许就再也没有他的痕迹了。陈长安接过玉佩，深深地看了一眼，随后将玉佩直接捏碎。玉佩捏碎的那一刻，一道虚弱的灵魂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看着面前无名刀的灵魂，依然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脸上始终带着一抹自信的微笑。陈兄，阔别许久，终于又见面了，只可惜如今你我已经阴阳相隔，不能再举杯痛饮了。你我相识相交虽短，却胜在交心。吴某这一生朋友不多，知心者为陈兄和林兄2人，但有你们2人，我心足矣。我知你能够看到我，必然是林兄将事情都告知于你。陈兄莫要自责，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敌人虽强，但我吴某也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出卖朋友无异于取我性命，非我所愿。为兄弟而战，乃吴某所愿。陈兄无需为我报仇，若有来生，若能再见，必当与你痛饮300杯。陈兄，你还活着，真好。最终在无名刀开心的微笑之中，灵魂慢慢消散。看着这熟悉的脸庞慢慢消失，陈长安平静的让人感觉可怕，尤其是大黄，他感受得到陈长安此时的内心绝对不平静。顾仙儿站在一旁，有些担忧的看着陈长安，却一句话也不敢说。陈兄，这是……林相柳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陈长安笑了笑，看着林相柳问道：这世上当真会有转世吗？陈长安这突然的一句话，让林相柳也是有些没反应过来。林相柳看向陈长安，虽然在笑，可从眼神之中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笑意。转世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或许有吧，我也不是很清楚。陈兄，你的意思是
林相柳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我想和他痛饮300杯，不管存不存在，我都要试一试，但这会很难，难也要找。况且奉天皇朝、阴天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我更要让明刀亲眼看着他们是如何覆灭的。陈长安微笑着说道。从始至终，陈长安不是平静就是在微笑，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但陈长安的微笑却让林相柳感觉到了异常的可怕。只不过这转世一说虚无缥缈，是否真实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就算真的存在，而无名刀也已经转世为人，这天下之大，又要去什么地方寻找呢？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兄，有什么我能够帮忙的吗？你倒是也可以留意一下。好，不管咱们2人谁有发现，都相互通知一声，我也想他了。好，呼，林相柳深吸了一口气。无名刀的事情让气氛变得过于压抑了，所以他直接转移了一下话题。陈兄，多年未见，你倒是没有怎么变，当年看不透你，如今依然看不透。不过，你这身边倒是多了一个人。这林相柳之前就注意到了顾仙儿，但是并没有过于在意。如今仔细一看，不由得心头一动。神通境9重，如此年纪，竟然就有了这样的修为。敢问姑娘，今年芳龄？林相柳好奇地问道。20岁，20岁就达到了神通境9重，这天赋未免太可怕了一点吧？林相柳不是一个自负之人，但也有着自己的骄傲。可他当年在20岁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修为，竟然只有20岁。姑娘当真是妖孽之才，前辈过誉了。小女子不过是公子的一个侍女，若是没有公子，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修为。侍女，这样一位妖孽之才，竟然只是陈长安的一位侍女，这还有天理吗？这样的人才，不管放在什么地方，一定都会被重点培养，绝对的天之骄女，怎么还心甘情愿的当了侍女？不懂。林相柳就是想破脑袋都想不通。不过说起来，陈兄，你怎么会来到这琅琊？我记得当年你说过，你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原本我还打算等到突破了不死境之后去寻你一趟，没想到你竟然来了琅琊。这时候林相柳才想起来询问一下，陈长安这一次突然到访，总不会就是为了叙旧吧？我来找你，自然是有一些事情。清水林家是你们林家的旁系吧？陈长安问道。清水林家？哦，是有这么一个林家，怎么了？他们得罪陈兄你了？林相柳皱着眉头问道。对于这个清水林家，林相柳其实并不是很熟悉，但毕竟也是林家人，如果真的得罪了陈长安，他还真不能不重视起来。那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情况吧。陈长安将情况简单的和林相柳说了一遍。林相柳也是眉头紧皱，没想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似乎要严重。顾仙儿的天赋他看在眼里，这样一个人和清水林家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善了。更何况还有陈长安的事情，清水林家居然够胆量大张旗鼓的抓捕陈长安，他们是活够了吗？林相柳都不敢这么做，他们居然比自己还猛。所以当年在清水的陈家和陈兄你同出一脉，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只不过当年陈家人并没有被灭门，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闹得太大了。陈长安看了林相柳一眼，淡笑着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你，你觉得我会先来天水湖吗？听到这话，林相柳松了一口气，不过依然有些担忧的看了顾仙儿一眼。没有公子，就没有我顾仙儿的今天，我会听从公子的吩咐。顾仙儿对清水林家怎么可能会没有恨呢？但他能够有今天，全靠的是陈长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得不听从陈长安的安排。陈兄，你认为应当如何？林相柳问道。这样吧，你让人前去清水林家，让他们把当年从陈家抢走的东西送过来。另外，清水林家依然要为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当年出手对付陈家的人，以及亲自出手对柳家灭门的那些人，他们得死。这件事情没得商量。通过陈家足迹，陈长安知道当年陈家并没有被灭门，但也损失惨重，这个仇不能不报。柳家满门被灭，同样不能既往不咎。如今顾仙儿是陈长安的侍女，陈长安绝对不会让自己身边的人受委屈，这已经是看在林相柳的面子上，陈长安能够想到的唯一一个办法了。然而林相柳听到这话也是有些为难，这样一来，清水林家恐怕会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我其实可以不先来你这里。陈长安见林相柳犹豫不决，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林相柳心头一震。是啊，陈长安完全可以先去清水林家，到时候就算灭了清水林家，林相柳也不好说些什么。毕竟这事情清水林家本来就不占理。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和仙儿姑娘一个满意的答复。林相柳无奈的点了点头。虽然林相柳不知道陈长安的实力如何，但大黄的实力林相柳可是见识过，强的一批，令人赞叹。况且现在还有一个顾仙儿，林相柳自然不可能杀了对方。不让他消气的话，等顾仙儿成长起来，只怕清水林家一个都活不了。那你们就先在我这里住下，我去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清水林家。好，这件事情为难你了。陈兄哪里的话，若你直接灭了清水林家，才真的是为难我了。我知道你已经为我考虑过了。林相柳笑了笑，随后走了出去。3天之后，清水林家。什么？老祖当真突破到不死境了吗？可喜可贺，当真是可喜可贺呀。清水林家得知这个消息，自然也是兴奋至极。可主家来人接下来的话，让清水林家众人目瞪口呆。什么？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去送死吗？原本的喜悦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主家带来的话，明摆着是要让他们清水林家送死啊！当年对付陈家的人，如今有不少都已经不在了，但也有不少人还活着。再加上亲自出手对付柳家的人，这些人要是都死了，清水林家起码会少了一半的人。最重要的是，
当年对付陈家、清水林家这3位长老可是都动手了，这是要直接断了清水林家的根基，这如何能够接受？林家家主此时也是面色凝重，3位长老同样眉头紧皱。虽说主家的人并没有明确的说去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可傻子都知道为什么要让这些人过去。那陈长安和顾仙儿就当真有如此能力？老祖就算突破到了不死境，也要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吗？这不可能是顾仙儿，一定是这个陈长安，他究竟是什么人？连老祖都不敢招惹。林雄如今十分的后悔，他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当年那个陈家竟然会出现一个陈长安这样的人。可是已至此，林雄很清楚，就算自己不主动去招惹他、寻找他，对方也一定会找上门来。毕竟他来到这狼牙，目的就是为了当年的事情。这是老祖的吩咐，怎么你们想要违背老祖的意思？不敢。可是老祖已经想办法保住你们的根基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不要耍小聪明，不然的话，老祖也救不了你们。听闻此话，林雄心中充满了无力感。老祖都救不了，难道清水林家这个分支当真要就此走向衰败了吗？3位长老，我们无奈之下，林雄只能够看向3位长老，毕竟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他们3人。而此时，清水林家这3位长老的脸色十分难看，他们能够走到今天，取得如此成就，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地赴死？3位长老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了彼此的想法。反了，反了！3人脸色一变，直接对主家之人出手。这一幕让清水林家的其他人都是一脸震惊。3位长老是疯了不成？别说老祖如今突破了不死境，就算是没突破，他们这种行为也是在找死啊！主家之人同样没想到，这清水林家居然真的敢反。猝不及防之下，主家之人无法承受得住这3位洞虚境强者的攻击，直接当场殒命。3位长老，你们这是做什么？这主家不会放过我们的！林雄惊慌地喊道：“糊涂，不这么做！你以为去了天水湖，我们这些人还有命活着吗？左右都是一死，不如果断一些，或许还能求得一线生机。但现在我们还需要挑选出来一个人，一个愿意付出自己生命，为我们其他人争取时间的人。你们有人愿意吗？”大长老沉声问道。“付出自己的生命，以一人之命保护清水林家其他人吗？我愿意，我也愿意。好，你们不愧是我清水，不，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林家，而不再是什么清水林家。林若恒，就你去吧，你和顾仙儿接触过，和陈长安也有一面之缘，你最合适。”林若恒，林雄虽然对自己这个儿子不是很满意，但怎么说也是亲骨肉，让他去送死。但这毕竟是3位长老的提议，林雄就算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3位长老，为了林家，林若恒甘愿赴死，我要怎么做？那陈长安想必这一次来到狼牙，也是为了陈家的宝贝。这东西虽好，却不如性命重要。你带着这颗珠子，独自前往天水湖，到了之后，尽量拖延一下时间。你离开之后，我们就会全部离开清水，离开狼牙。天下之大，我就不信还没有我们容身之处。3位长老心中已经有了盘算，逃，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活命的办法。只要离开了狼牙，这偌大的中天域总会有容身之处，林家再强也不可能轻易的就找到他们。3位长老放心，林若恒定不辱使命。身为林家家主之子，我应当做出这样的表率，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林若恒的表现让林雄都不免是刮目相看，自己这个儿子当真是成长起来了。好，这才是我林家的好男儿。大长老走到林若恒身边，重重地在他肩膀上拍了拍，随后将从陈家抢夺的那颗珠子交给了林若恒。迟则生变，你现在即刻出发。是，大长老。林若恒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家众人，随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看着林若恒离去的背影，林家众人也是满眼的不舍。林雄，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你以前对他过于苛刻了。大长老感慨道。是啊，或许我以前都小瞧了他，他是我的骄傲。林雄此时也是强忍着心中的泪水。时不我待，咱们不能让林若恒白白丢了性命。只有我们都活着，好好的活着，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去收拾，半个时辰之后动身。是，大长老。林家众人都在为了逃走而做准备。另一边，当林若恒走远了之后，又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家的方向。林若恒突然咧嘴一笑，冷声说道：“让我去送死？你们真是该死啊！有了这3位长老都无法参透的宝贝，我为何还要去送死？一个人跑才是最安全的。一群傻子！爹呀，孩儿不孝，你就为了我去死吧！”林若恒冷笑一声，随后朝着天水湖相反的方向全力狂奔。天水湖，林家。林相柳派人离开之后，陈长安就一直静静的等着，却并非真的只是在等，还是出变故了。原本正在喝茶的陈长安发现大黄有了动静，于是笑着问了一句：“清水林家反了？”大黄点了点头，随后将自己感知到的情况说了一遍。什么？他们敢反？听闻此言，林相柳脸色骤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狗急跳墙，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林相柳，你林家的家务事就麻烦你自己处理了，大黄会告诉你他们逃走的方向。至于我要去会一会那个聪明的小家伙。小兄弟，这一路还真是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行人只怕没有办法安安全全的走过来。如今像你这般行侠仗义之人，当真是不多见了呀。一位年迈老翁看着面前的年轻人，眼神之中满是感激。老翁身后的一行人同样是感激的看着对方，若非这年轻人出手相救，他们恐怕凶多吉少了。老先生客气了，行侠仗义本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见死不救可绝对不是我的性格，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们不必如此。年轻人笑着说道：“对于恩公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们来说，那可是救命之恩大于天，还请恩公留下来姓名。虽然我们为你做不了什么，但可以为您做一块长生牌，日日供奉。老翁愧疚地说道：“这如何敢当？不，还请恩公成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更加愧疚了。好吧，我的名字叫恒若琳。恒若琳，好，老朽记住了。恩公这是打算离开了吗？是啊，我也该走了。恒若琳笑着点了点头。恩公，就此一别，恐无缘再见。我们无需多言，有缘自会相见。恒若琳并没有多说什么，对着众人笑了笑，随后转身离去。看着恒若琳这洒脱的行事风格，老翁等人也是羡慕不已。谁曾经没有一个这样的梦想呢？只可惜，他们不过就是一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做好事不留名，还真是个善良之人，是吧？林若恒，此人便是改名换姓的林若恒。刚刚走出去没多远，突然传来的声音让林若恒如临大敌。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自己？而且这声音似乎有些熟悉，在哪里听到过？谁？林若恒眉头紧皱，警惕地看向四周。怎么不认识了吗？下一刻，陈长安带着顾仙儿和大黄出现在林若恒的视线范围之内。当看到陈长安和顾仙儿的那一刻，林若恒脸色大变。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知道自己在这里？林若恒自从离开了清水之后，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为了能够活命，更是在脸上戴了面具，对外声称也是面容受损，不宜示人。为了能够降低别人的怀疑，他以行侠仗义的名头帮了不少人，也会和这些人同行。可没想到自己都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是被找到了。几位，我们认识吗？你们或许认错人了吧？我叫恒若琳，并非你们所说的林若恒。林若恒自然不肯承认，现在他只希望自己的装扮能够蒙混过关。一个人的下意识反应是骗不了人的。你刚刚紧张了，况且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装扮，但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气息。你真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林若恒知道自己恐怕没有办法继续伪装了，于是苦笑一声，将面具摘了下来。陈前辈果然厉害，可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而且我并没有和林家的人一起离开，你为什么单独来找我？林若恒疑惑地问道。防人之心不可无，生死面前人是会狗急跳墙的，所以林相柳派人去清水林家的时候，我自然也有自己的办法，关注着林家的一举一动。你放心，你其他的族人自有林相柳对付，而我来找你是要拿回我自己的东西。把那颗珠子拿出来吧。陈长安淡淡地说道。听到陈长安的话，林若恒沉思了起来，他没想到陈长安居然早就有防备。片刻之后，林若恒突然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从始至终你都没有想过要放清水林家一条生路，因为你根本就知道你提出来的条件清水林家一定不会接受，只要林家反了，主家那边自然会勃然大怒，到时候会灭了整个清水林家。你这样做既不会和主家那边闹矛盾，同时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吗？林若恒苦笑着问道。陈长安并没有否认，而是点头承认了下来。我这个人讨厌麻烦，所以我不会留下任何的隐患，但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许多，东西拿出来吧。陈长安淡淡的说道。东西给你，我能活命吗？你当真以为我就是个傻子？东西我放在了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如果你杀了我，你这辈子都别想要找到那颗珠子。珠子和我的命孰轻孰重，我相信你更加清楚。林若恒自信的一笑，仿佛胜券在握一般。珠子和你的命我都要。仙儿，是。顾仙儿身影一闪，此时已经来到了林若恒的面前。林若恒看到曾经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如今竟然有如此实力，不由得也是心头一震。你砰！不等林若恒说完，顾仙儿直接出手，仅仅是一掌便轻松的秒杀了林若恒。当初林若恒也算是救了你一命，你不心软？陈长安看着顾仙儿问道。他之所以会救我，一来是贪图我的姿色，二来若非他林家灭我顾家，他又何来救我一说？对我而言，林若恒从来都不是恩人，不过是披着恩人皮囊的仇人而已。公子才是真正将我解救，带我脱离苦海之人。公子有命，仙儿必定遵从。陈长安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从一开始就知道顾仙儿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但毕竟还是个女人，见顾仙儿心中并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陈长安也就不再过问太多。陈长安走到林若恒的尸体面前，淡淡的说道：既然你是聪明人，那你一定很清楚，胎珠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哪里都不如带在身边更重要。我不是你三两句话就可以蒙骗的无知少年。最终陈长安在林若恒随身携带的那戒之中找到了第3颗胎珠，还剩下6颗了。只不过看着手中的胎珠，陈长安心中的喜悦并不强烈，因为根据足迹的记载，无法具体推断出其他胎珠的丢失时间和地点。真的要靠运气了吗？算了，先融合这颗胎珠再说吧。陈长安直接融合了胎珠，这一次的融合相比较前2次过程稍微长了一些。陈长安感觉胎珠在进入到自己的身体之后，能量在整条右臂不断的游走，足足花了2个时辰，这才停止下来。与此同时，陈长安再一次能够开始吸收天地灵气，正好服用一下仙灵果，看看效果如何。当仙灵果入口的那一刻，陈长安不由得心头一震，好磅礴精纯的能量。以往突破，陈长安需要先将周围的灵气全部抽空，然后一点点的去冲击境界。但这一次不同，仙灵果的能量实在是太精纯，太恐怖了。不过一个瞬间，陈长安的修为便开始不断的攀升，数个呼吸之后，修为已经来到了超凡境一重。而且这一次，陈长安是实打实的吸收了足够多的能量，身体的能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可惜了，竟然还剩下了60%的能量没有吸收。陈长安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在这60%能量慢慢削弱之前，能不能够找到第4颗胎珠。然而陈长安这一句话
让一旁的顾仙儿和大黄都是心头一震。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吸收了仙灵果40%的能量，这可不仅仅是数量恐怖。要知道，就算是大黄第一次服用了仙灵果之后，用了1天的时间才吸收了2成的能量，更不用提顾仙儿了。他连1成的能量都没有吸收完，身体就已经达到了极限。顾仙儿是凤凰仙体，吸收不到1成的能量就会达到极限，你直接吸收了4成，如果不是因为胎珠的限制，你他妈是不是会全都吸收了？你这体质也太变态了吧！大黄说完之后，也是觉得说的全都是废话，毫无修为便能够不老不死，这体质本身就非同寻常。可惜了，也不知道后面再想要找到胎珠还需要多少时间。不过按照陈家的足迹走下去，应该会有所发现。走吧，先回天水湖再说。还回去总要和林相柳说一声，不辞而别终究是有些不近人情。也好，获得了胎珠之后，陈长安便再一次回到了天水湖。与此同时，林相柳也已经处理了清水林家的事情。见到陈长安回来，林相柳也是无奈的一笑：“陈兄，现在的结果才是你想要的吧？”林相柳又不是傻子，最开始没反应过来，不代表他会一直想不到。没错，这样的结果你也不会太为难，不是吗？虽然用了一些手段，陈长安淡笑着承认了一切。林相柳无奈的苦笑一声，他并没有怪陈长安，因为他很清楚，陈长安是顾虑自己才会选择这么做。况且清水林家今天能反，日后也能反。经过这件事情，也算是敲打林家其他分支。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林相柳问道。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一次出来就是要到处走走。你呢？如今已经突破到了不死境，接下来什么打算？陈长安反问道。接下来什么打算？林相柳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原本只是想要快点突破不死境，随后去找一趟陈长安，将无名刀的事情交代一声。至于自己又要何去何从，他没有考虑过。见林相柳有些迷茫，陈长安在一旁说道：“是时候离开了，为了自己，为了林家，你都该走。”林相柳有些疑惑地看了陈长安一眼，不解地问道：“此话何解？继续留在琳琅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需要走出去才可能更进一步，闭门苦修，你的修为提升会很慢。另外，有你在，林家就不会进步。虽然他们嘴上说着要超越你，追赶你，可内心安逸，没有危机感。在琅琊，你可以一手遮天，林家可以无所顾忌。若是林家毫无野心，就想着这样生活下去，那没有任何问题。可林家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吗？”陈长安的话让林相柳陷入到了沉思之中。林家有野心吗？有，这是一定的。再看看如今的林家，在琅琊这地界一家独大，从来只有林家仗势欺人，无人敢对林家大声说话。林家的人如今确实太过于安逸了。陈兄，你说的对，林家的人太安逸了，或许只有我的离开才会让他们有危机感。正好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寻找一下明刀的转世。陈兄，若有一日前往奉天皇朝，定要知会我一声。当年未能和明刀并肩战，是我一生的遗憾，我会竭尽全力提升实力，到时候也好尽一份力。林相柳表情凝重地说道。这是自然。陈长安并没有多留，又和林相柳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便起身离去。咱们接下来去哪？南走，往南走。有线索没有？不过是感觉罢了，总感觉在南方或许会有所收获。只不过陈家似乎并没有去过这个区域，陈长安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就是有这种感觉。但陈家的足迹之中明确记载过，从未去过琅琊以南的区域。你知道琅琊以南是什么地方吗？大黄好奇地问道。不知道，没去过。陈长安摇了摇头。公子，我知道，我曾经听说过，琅琊以南乃是凶险之地，而且十分的混乱，充满了杀戮，所以被称为混乱之区。琅琊的人，除非是有些人为了历练，否则绝对不会往南走。至于到底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也是偶然之间听说过的。顾仙儿毕竟是土生土长的琅琊人，所以听说过一些也属于正常。混乱之区有点意思，我倒想看看到底能混乱到什么程度。当陈长安出发前往混乱之区的时候，长孙吸血一身白衣出现在了琅琊地界。长孙吸血的出现引起了不少人的目光，此女如同天女下凡一般，绝美的容颜让人无法移开双眼。但长孙吸血身上冷清的气质却更加让人心生畏惧，想看却又不敢多看。陈长安，你果然来过琅琊，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的下落了。寻找陈长安，这似乎已经成为了长孙吸血人生之中的一个执念。数千年过去了，终于有了一个确切的消息，这如何不让长孙吸血重视？亲自前来琅琊，就是为了验证这消息的真实性。没想到陈长安果然来过此地，只不过如今陈长安的气息已经快要完全消失了，说明他离开了琅琊。南方，他去那里做什么？以陈长安的气息消失情况来看，应该是向着南方走了。长孙吸血没有多想，身影一闪，直奔着南方追了过去。可刚刚飞出去没有多远，突然面前多了一个人，一个容貌完全不输给自己的女人。对方身着紫色长裙，气质高贵，尤其是身上那股无可匹敌的霸气，让长孙吸血都失神了片刻。姑娘回去吧，长安还有事情要做，如今不是你们纠缠见面的时候。来人自然就是陈长安的师傅慕云瑶。慕云瑶离开了云霄峰之后，便一直关注着陈长安的一举一动。当发现长孙吸血出现之后，便现身前来阻止。长孙吸血见慕云瑶对陈长安的称呼如此亲近，不由得眉头一皱，心中更是出现了不悦之情。这种情况就连长孙吸血都没有想到自己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他有没有事情与我何干？我找不找他，自然也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长孙吸血目光冰冷，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慕云瑶倒也并未动气，毕竟这是自己徒弟惹出来的事情，长孙吸血也算得上是一个受害者。就因为那么点破事，
把自己这一辈子都快搭进去了。若没有这份执念，或许你如今的修为不止于此，以你的天赋是有机会冲击大地境界的，不过是一场意外。至于如此念念不忘吗？长安如今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就算你真的见到了他，又能如何？要了他的命，还是让他为你负责？不管是哪一个，你如今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如今乱世已起，还是先将心思放在这件事情上吧。若是你们当真有缘，自有相见的一天。慕云瑶淡淡的说道，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过问，若是拦我，休怪我不客气。长孙希雪冷声说道，唉，这丫头怎么如此不听劝？也罢，你若能接我一掌，我便不再过问，若是不能，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的回去，不要主动去找陈长安，你同意吗？慕云瑶问道。一掌？长孙希雪目光警惕地看了慕云瑶一眼，自己如今可是不死境巅峰境界，他就这么有信心，自己连他的一掌都接不下来，究竟是对方故弄玄虚，还是有绝对的实力？长孙希雪不清楚慕云瑶究竟是什么样的修为，但他却对自己有着一定的信心。天才往往都可以越级挑战，虽说无法抗衡大地强者，但交手一番应该也不难，不过是一掌，自己绝对能够撑得住，就算是强撑也一定要撑住。想到这里，长孙希雪心中也便没有了任何的顾虑。我倒也想看看是否真的连你的一掌都接不住，若当真接不住，我现在就回去，绝无二话。长孙希雪沉声说道。好，你准备好了吗？慕云瑶问道。来吧。长孙希雪将自身气势提升到了顶点，面对慕云瑶，他没有任何的轻视，直觉告诉他这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慕云瑶见长孙希雪已经做好了准备，嘴角浮起一抹微笑，实力倒是不错。轻笑一声，慕云瑶随即一掌挥出。看到慕云瑶这随手挥出的一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威力，长孙希雪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然而下一秒，长孙希雪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力如天崩地裂一般向着自己冲了过来。没等反应过来，下一刻长孙希雪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击飞到数十里之外，毫无招架之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长孙希雪始终无法从刚才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这究竟是多么强大的实力？随随便便的一掌便能够做到如此效果，最可怕的是对方出手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好，既能够让自己招架不住，又没有伤害到自己分毫，这说明他对自己实力的掌控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更对长孙希雪的实力十分清楚。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便能够清楚地掌握自己的实力底线在什么地方，这简直太恐怖了。回去吧。听到慕云瑶的声音，长孙希雪定睛一看，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愿赌服输，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主动去找陈长安，不过我想要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长孙希雪疑惑地问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慕云瑶看了看长孙希雪，淡淡的说道，如今认识我的人不多，但你长孙家有一位，回去问问长孙无我，或许他会给你一个答案。长孙无我，听到这个名字，长孙希雪心头一惊。长孙无我可是长孙家唯一一位大地境界的强者，而他的存在知道的人同样不多。长孙希雪因为天赋出众，所以从小被长孙无我培养，方才知道对方的存在。难道面前这个人认识长孙家的这位老祖宗？长孙希雪刚想要说话，却发现慕云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此人和陈长安究竟是什么关系？长孙希雪想不通，更猜不到，无奈的摇了摇头，看了一眼陈长安气息消失的方向，暗骂了一句，随后才转身离去。慕云瑶此时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都是这个孽徒造的孽。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平白多了一个数千年的执念，当真是害人不浅。孽徒真是个惹祸精。阿嚏，我的身体怎么会打喷嚏？难道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陈长安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别说他自己，大黄都有些惊讶，就这体格子还能打喷嚏？我看八成是你师父念叨你呢，可能是想你了，要不回去看看他。大黄在一旁调侃道。算了吧，他给我赶出来的，我回去做什么？再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等忙完了我再回去看看他。嘿嘿嘿，到时候我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大黄，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光耀师门？光耀师门？大黄鄙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鄙夷道，我看你是准备欺师灭祖。身为徒弟，不尊重师父，爱护师父，反而天天想着怎么教训师父，此等孽徒不是欺师灭祖是什么？也就陈长安胆子大，仗着慕云瑶拿他没有办法，整天可以胡说八道。大黄可是半句都不敢掺和，当初不懂事，跟着陈长安口嗨了几句，那后果大黄现在想想都浑身发抖。明明是陈长安说的最欢，结果自己挨了最狠的揍，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似乎躲过了一次危机。算了，不想了，反正我又死不了，还是先去混乱之区吧。混乱之区是一个道德沦丧、人性扭曲、毫无礼义廉耻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前提你需要具备相应的实力才可以。同样，在这里正义是另类，道德是笑话，所有人都是个扫门前雪，从不会过问任何陌生人的死活，甚至就连他们自己的死活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还没有进入到混乱之区的地界，陈长安便发现四周的空气已经出现了变化，这里的空气之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而此地的灵气之中似乎蕴含着一种狂躁的气息，难怪这里会变成这个样子，常年吸收这样的灵气能有好人才怪，就算是一个正常人来到这里，时间久了怕也会变成一个疯子。希儿，从现在开始不要吸收外界的灵气，你已经服用过了仙灵果，体内蕴含的灵气就足够你修炼用了，屏蔽自身对外界灵气的吸收。陈长安皱着眉头说道。是公子。顾仙儿也发现了这里灵气的问题，所以当陈长安说完之后，直接强行切断了
自身对外界灵气的吸收。这地方有点意思，不过你确定你的胎珠会在这里？大黄好奇地问道。不确定，但感觉错不了。陈家并非所有的胎珠都是被人抢走，也有他们主动赠送的情况出现，就好比大周国那样的情况，所以有可能是某一个获得胎珠的人将其带到了这个地方。虽然我感觉到胎珠就在混乱之区，可具体的位置在谁的手上真的感觉不到。陈长安无奈地说道。实在不行，把混乱之区的人都杀了，挨个尸体翻，总能够翻到吧？大黄不以为意地说道。杀光整个混乱之区，这得杀多久？况且万一对方没放在身上怎么办？大黄这个办法看似很简单，其实并不怎么靠谱。哟，如此年纪便赶来混乱之区的人可不多，我们哥几个今天的运气还真是不错，竟然还带了一条狗，哈哈哈，果然是有趣的年轻人。陈长安他们刚刚进入到混乱之区的地界不久，便突然冲出来几人，将他们的去路拦住了。对方共有5人，年纪看起来都是40岁左右，可他们每个人的眼睛之中都充满了红色血丝，笑容更是异常的狰狞，浑身充满了血煞之气，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久，受到的影响也是极大。可陈长安有些不太了解，他们躲在这里拦截进入混乱之区的新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好香的味道，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的血液一定十分的鲜甜，可以压制住我们身体之中的狂躁之气。其中一人伸着鼻子用力的吸吮了几下，表情十分的享受，仿佛是闻到了这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一般。而陈长安听到对方的话，便想清楚了他们的目的。鲜血，没有任何污染过的鲜血，难道说他们吸收了太多这里的灵气，又杀了太多的人，身上的血煞之气，体内的狂躁灵气都已经无法控制住了，必须依靠没有污染过的鲜血来压制。这可真是够变态的，生饮活人血，这和怪物又有什么分别？这混乱之区果然够混乱的，什么人都有。不过想要喝我的血，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陈长安冷笑着说道。哈哈，不知死活的小儿，不过区区超凡境，竟然也敢跑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敢口出狂言，当真是不知死活。一会我保证让你亲眼看看自己的鲜血是怎么被我们一点一点吸干的。领头之人带着嗜血的笑容，面目狰狞地看着陈长安。你们也无非只是神通境罢了，修为太低，无法靠自己的实力压制住体内的狂躁之气，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若不是你们的错，但出来丢人现眼，就是你们的不对了。陈长安冷笑一声，随后看了顾仙儿一眼。顾仙儿心领神会，二话不说直接出手。看到顾仙儿主动发起进攻，那5人都是无所谓的一笑。顾仙儿的实力他们自然看得出来，神通境9重，但他们5人可全都和顾仙儿一样的修为境界，5对1，这结果还有任何的悬念吗？轰！老五，妈的，该死的婊子，你居然杀了老五！一起上，定要让这个臭婊子生不如死。这4个人谁都没有想到顾仙儿的速度这么快，且实力强悍，仅仅是一个照面便将他们之中的老五秒杀。不管是出于愤怒还是为了自保，他们都不可能坐以待毙。面对这5人的攻击，顾仙儿显得游刃有余，对方丝毫无法给他带来任何一点的伤害。这一路走过来，顾仙儿的实战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不过这几个人的实力也确实不怎么样。大黄先是感慨了一句，随后有些鄙夷的看了一眼那几个人。顾仙儿体质特殊，修炼的又是和凤凰仙体相匹配的功法，威力自然非同小可，加上体内拥有的是仙灵果所带来的能量，精纯磅礴，招式所发挥出来的威力自然更强。别杀我，别杀我，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只要你们肯饶我一命，让我做什么都行。转眼之间就剩下这伙人之中的老大还活着，可此时的他早就已经吓破胆了。顾仙儿的强大让他充满了恐惧，谁又能够想到拥有如此美貌面孔的一位佳人竟然下手毫不留情。听到这话，顾仙儿先是看了陈长安一眼，见陈长安不为所动，于是直接出手杀了这最后一人。公子在这里杀人，身体很不舒服。杀了这5人之后，顾仙儿回到陈长安的身边，将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哦，和外面有什么区别？陈长安问道。说不好，但会有莫名烦躁的情绪出现，似乎有什么会影响到我的情绪。顾仙儿也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情况。杀第1个人的时候没察觉到，可当杀第2个人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察觉。当5个人全部杀死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很明显了。杀人本身就会给自身带来一定的戾气，是需要慢慢消除的，可这里的环境会加重这种戾气，而且不容易消除，所以才会有这种明显烦躁的情绪出现。你的修为还是弱了一些，看来在这混乱之区你还是尽量少出手吧。听到陈长安的话，顾仙儿有些自责，若不是自己实力过低，怎么会如此？难不成当真要让公子亲自出手？公子，行了，这不是你的错，走吧。接下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这地方与炼狱又有何区别？当然有区别，炼狱可比这里恐怖的多了。大黄这突然的一句话让陈长安也是一愣，很显然大黄自己说完之后也愣住了。大黄，你去过炼狱？陈长安好奇地问道。没有，就是下意识说了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长安看了看有些迷茫的大黄，并没有继续追问，毕竟是神兽，或许是触发了一些传承记忆也说不定。走吧，看看这炼狱到底有多恐怖。不归城进入到了混乱之区后，陈长安这一路当真算是开了眼界。同处于一片天空之下，怎么会有如此邪恶血腥之地？遍地尸体，血流成河，相互厮杀的情况更是随处可见。陈长安来到这不归城，手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没办法，
并非陈长安嗜杀，而是主动送上来找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别说顾仙儿，就连大黄此时的表情也是变得异常凝重，因为他也见到了太多曾经没有见过的场景，每一个都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人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那些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已经完全沦为了嗜血的疯子怪物。公子，为何您能够不受任何的影响？您是如何做到的？陈长安这一路杀了那么多人，可顾仙儿并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丝负面影响，他还是他，就连戾气从不曾存在过，这让顾仙儿十分的好奇，并想要讨教一番。陈长安看了一眼顾仙儿，但笑着说道：或许我这个人生性凉薄吧。陈长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做到这般无动于衷，是活得太久了，还是天性如此。这不归城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外面竟然有一道结界，能够大量的隔绝着血煞之气。陈长安看着远处的不归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地方是一个被结界所笼罩之地。城门处站着一群人，看起来应该是守卫之类的，只不过这偌大的不归城似乎来往的人看起来也不是很多，起码城门口陈长安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进城，不过寥寥数人而已。陈长安他们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守卫也不由得多打量了他们几眼，毕竟来到不归城的人之中，可少有如此干净的人。知道规矩吗？领头的守卫看着陈长安问道。什么规矩？陈长安问道。果然是个生瓜蛋子，那我就跟你讲讲这不归城的规矩。想要进入不归城，先交1000中品灵石，这是入城费。其次，想要在不归城之中生活，每天每个人还要交100枚中品灵石，这就是不归城的规矩。但我们并不提供任何的保护，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还想要活命，全凭个人本事。现在你们还想要进去吗？领头的守卫笑着问道。很显然，不归城之所以有这么高昂的入城费和居住费，应该都是这个结界的缘故。但进了不归城之后，生死各安天命，他们并不会插手。当然要进，不过我有一个问题。陈长安笑着问道。哦，什么问题？他收费吗？陈长安指了指身旁的大黄。领头的守卫也是一愣，毕竟这带条狗出来的可真是头一次遇见。狗不要钱。领头的守卫想了想，这规矩都是给人定的，自己这么做应该也不算是坏了规矩。好，那我就交我们2人的入城费。对了，在不归城每天的费用要交给谁？入城之后你有2种选择，一种是在不归城购买房屋宅院，这样可以成为不归城的固定居民，费用减半；另外一种就是正常交费，在不归城的城南那里交。不归城这地方生死难料，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天一交，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听到这话，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交了入城费之后，便直接进入到了不归城。你说这小子能活几天？活几天？我看他今天都撑不过去，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走到这里来的，还真是命大。在这不归城没有实力，身上又有灵石，他不被盯上才怪。哈哈，算了，不管了，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陈长安自然听到了身后这些人的议论。不归城只不过看起来相对安全一些，但也只是表象罢了。不归城之中，因为结界的缘故，血煞之气很少，但依然存在。这里面的人看起来倒是正常了不少，起码不会随意发疯。公子，这些人似乎都在关注我们。走了一会之后，顾仙儿发现，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四周众人的目光都会向着他们看过来，很正常，毕竟稀少的总会引人注目。在他们眼中，其实咱们是异类，人多了，怪物是异类，可当怪物多了之后，人就会变成异类。相同的道理，在这不归城之中，陈长安和顾仙儿就是一个异类，还真是长见识了。这样的人也敢跑到不归城，他们是真的不怕死，还是无知？一个超凡境1重，一个神通境9重，还带着一条狗，真是一个奇葩的组合。我看这女子年纪不大，应该是某些大家族之中的天才族人吧。这样的人，嘿嘿嘿，身上的好东西应该不少。你小子不要命了？大家族的人你也敢动？有何不敢？这是不归城，谁知道是我动的手？说的有道理啊。肥羊，陈长安和顾仙儿在这些人的眼中，那可就是一只肥得流油的肥羊，实力一般，却可能拥有大量的灵石，这可真是一笔天赐的富贵。从进入到不归城之后，陈长安明显感觉到有不少人都在蠢蠢欲动，他们并不是在忌惮陈长安或是顾仙儿，他们忌惮的是同样想出手的人。公子，你是打算在这买宅院，还是每天交付？陈长安此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不会待得太久。陈长安是来找胎珠的，如果这不归城没有胎珠的线索，他会很快离开。但居住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解决一下。陈长安一直都在留意四周的一些客栈，说实话，这些客栈的环境陈长安很不喜欢，太嘈杂，太乱了。前面这家客栈看起来似乎安静不少，走过去看看。不经意间，陈长安发现在一个街角处有一家客栈，似乎十分的安静。在这不归城之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这客栈的主人应该是个狠角色，否则压不住客人。卧槽，他们怎么跑去这家客栈了？妈的，完了，好不如刚才就动手了，这下没机会了。这家客栈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他们是真不怕死。我看是无知，什么也不懂。算了，都散了吧，没机会了。快活楼，这客栈的名字倒是让人感觉有些不正经，但里面的情况却异常的正经。进入客栈之后，并没有小二上前招呼。1楼的前厅之中只有几张桌子，客人也是只有3人，每个人都单独坐一桌，彼此之间并无交流。当陈长安他们进来之后，3人不约而同的向着陈长安和顾仙儿看了过去。很显然，
这三人的表情之中都略带着一丝惊讶，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一般，继续拿起面前的酒杯慢慢斟酌。公子，这三个人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顾仙儿低声说道。修为都在化神境，而且不是初入化神境，应该都不低于化神境5重。陈长安点了点头说道。不过是前厅之中就有3名化神境的客人，看着快活楼的规格，应该还有后庭。这个快活楼绝对不简单，能够在不归城这种地方保持这种安静，快活楼的主人必定有些手段。哟，真是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生面孔来到我这快活楼，稀客当真是稀客。此时，一位身材性感、衣着暴露的性感女子扭动着腰肢，从楼上一步步地走了下来。对方一头血红色的头发，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是鲜红的纱裙，身体大多数都暴露在别人的视野之内，只有基础关键部位被遮挡了起来。不得不说，对方身上那股子媚劲，就算是顾仙儿看到了，不由得也是心神一震。虽说容貌上顾仙儿胜，但是这诱惑力，顾仙儿自愧不如，这简直就是一个勾人的妖精。陈长安也向着对方看了过去，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满是涟漪，那感觉仿佛是要将陈长安融化了一般。还真是个俊俏的后生，老娘我还真是好多年没见过如此俊俏的小辈了，快过来，让老娘好好的稀罕稀罕。老板娘对着陈长安勾了勾手指，无形之中，陈长安感觉到似乎有一种奇怪的能量在牵扯着自己。媚术，这老板娘竟然还精通媚术，只可惜这种东西对于陈长安来说完全无用。陈长安面色平静地看着老板娘，淡笑着说道：“你怎么确定我就真的只是一个小辈呢？或许会大的让你想象不到也说不定。”陈长安一语双关，说的老板娘也是咯咯咯的笑了起来，不过心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陈长安看起来只有超凡境1重的修为，却能够抵挡得住自己的媚术，这个人绝对不简单。莫非是隐藏了修为，连自己都看不穿？那他的真实修为恐怕要在自己之上，此人不能得罪。老板娘眼神戏谑的在陈长安的胯下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随后一脸妩媚的走到了陈长安的身边，手指在陈长安脸上轻轻划过，趴在耳边轻声说道：“我倒是真想见识见识究竟有多大。”陈长安不动声色的向旁撤了一步，拉开了和老板娘之间的距离。陈长安很清楚，别看这老板娘风骚性感，似乎很放得开，若是自己真的有所行动，对方不见得就真的会顺势而为。这种人绝对不是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我是来住店的，可不是来干活的。你这里还算是清静，还有房间吗？陈长安笑着问道。见陈长安不接招，老板娘也没有继续纠缠，妩媚一笑道：“若是小帅哥你能够干活，说不定这费用我都可以给你免了。不过……”说到这里，老板娘看了一眼顾仙儿，把顾仙儿看的也是脸色一红，有些不知所措。算了，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这里1天的费用是2000中品灵石，你要住吗？1天2000，这可还真是不便宜啊。这不归城每个人每天需要交的滞留费也不过是100枚而已，不要觉得贵，我这里的环境可是不错的呢。而且我这里有一个特权，凡是在我这快活楼居住的人，不需要再缴纳不归城的滞留费。怎么样，有兴趣吗？老板娘笑着问道。这快活楼竟然还有如此特权，看样子这老板娘和不归城的城主怕是有些关系。灵石这种东西，陈长安并不缺，毕竟当年为了能够让陈长安修炼，慕云瑶可是足足找了3条极品灵脉，全部挖空带回去给了陈长安。陈长安完全无法吸收，干脆这些东西也就一直存在了纳戒之中。要说个人财富，陈长安还真是谁也不怕，谁会没事将3条极品灵脉的灵石放在身上？这里是1万中品灵石，先住5天。陈长安直接取出来1万中品灵石，交给了老板娘。见陈长安出手如此大方，丝毫没有在意的样子，老板娘更加确认这个陈长安绝对不简单。而前厅那3位客人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看什么看？在我这快活楼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老板娘毕竟在这里生活的久，这几个人有什么小心思，怎么可能逃过她的法眼？老板娘这一瞪眼，那3个人果然安分了许多。客官，咱们里面请吧。老板娘看向陈长安的时候，瞬间变脸，带着妩媚的笑容，将陈长安他们带到了后面的庭院之中。看看我这里的环境，1天2000中品灵石，不亏吧？老板娘笑着说道。确实不错，物超所值。陈长安并不是在客气，在不归城之中，这个环境着实很不错。清幽的小院之中有3个厢房，环境十分的优雅，和不归城的氛围十分的不符。在我这快活楼里面，没有人会对你们动手，这一点我还是能够保证的。但出了这快活楼，可就不归我管了。你们初来乍到，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姐姐我可是会心疼的。老板娘看似在挑逗陈长安，实则她一直都是在试探。陈长安自然也看得出来，随即笑着说道：“那如果让你保护我们，需要多少价钱呢？”哦，想要让姐姐给你当保镖吗？姐姐的价格可是很贵的哦，我觉得你会物超所值的。听到这话，老板娘开心的笑了起来。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被夸赞呢？真会说话，这小姑娘就是被你这么骗到手的吧？前辈误会了，我只是公子的侍女。顾仙儿在一旁连忙解释，就这一个解释，让老板娘的心头又是一震。侍女这般人物，竟然只是一个侍女，还真是艳福不浅。身边的侍女都是如此角色。好了，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有事去2楼找我。老板娘说完就要离开，不过被陈长安叫住了。等一下，怎么不舍得我？老板娘调侃道。我想打听一下，在这不归城之中，谁的消息最灵通，知道的事情最多？消息灵通，这是想要打听消息。想到这里，老板娘心生一计，笑着说道：“这我当然知道，对不归城最清楚、最了解的，
当然是这不归城的城主修罗。修罗，这是不归城城主的名字，但究竟是名字还是一个称号，无人得知。在不归城之中，真正见过修罗的人寥寥无几，甚至于修罗究竟在不在不归城，其他人也不清楚。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人敢在不归城坏了修罗的规矩，因为那么做的下场只有一个死。修罗的身份神秘，修为强大，甚至有传言，这修罗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大帝境界，但是真是假，无人得知。所以，想要知道我想要的信息，就一定要见到城主。如何才能够见到城主？陈长安问道。这还不简单，直接杀上门去不就行了？老板娘笑着说道。杀上门去，还真是一个简单的好办法。老板娘说笑了，我可没有这样的实力，况且我只是来打听些消息，还有别的办法吗？老板娘刚刚也不过是在开玩笑，目的就是为了看看陈长安的反应。只是可惜，从陈长安的反应之中看不出任何的信息。城主修罗十分的神秘，不会轻易召见任何人。如果你想要短期内见到他，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成为紫金勋章的拥有者。紫金勋章？这紫金勋章是什么东西？陈长安进入不归城之后，还真的注意到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的身上佩戴着一个勋章，各种不同质地的勋章，但是紫金勋章他似乎并没有见到过。在不归城之中，勋章代表着实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由城主修罗制定的一个等级制度，分别是青铜、白银、黄金、铂金、紫金5个等级。但是由于紫金勋章的条件十分苛刻，目前整个不归城还没有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城主修罗曾经说过，谁能够成为第一个紫金勋章拥有者，便会得到他的召见，条件很苛刻。陈长安顿时来了兴趣，究竟是多苛刻的条件才会让人无法完成？究竟是什么条件？陈长安问道。首先，对方需要是一个新人，一个从未参加过勋章等级战斗的新人。第二点，时间限定只有1个月。第三点，修为不得超过化神境，也就是说，化神境之下的一个新人要在1个月之内从青铜一路冲击到紫金勋章。还有勋章的等级制度，你成为青铜勋章拥有者之后，需要战胜100名同样的青铜勋章拥有者，才会获得晋升的机会。晋升的要求是挑战白银勋章拥有者，战胜晋级。后续的晋级也是同理，但紫金勋章的晋级是在战胜100名铂金勋章拥有者之后，城主府会亲自派出10名化神境巅峰强者，你需要同时和这10人对战，要么战胜，要么撑过1个时辰。听到这条件，陈长安也是觉得有些苛刻。化神境之下的人1个月之内完成这些要求，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这最后一项，就算是神通境9重巅峰，同时面对这么多人，这需要绝对的妖孽之才，恐怕才能够做到。怎么看？这城主修罗都像是在挑选什么人才，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怎么样，1个月的时间你有把握吗？老板娘笑着问道。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人让我挑战。哈哈哈，当然有，这不归城之中的人口少说也上百万人，还怕没人吗？如果你想好了，可以前往勋章战场进行登记。勋章战场吗？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继续询问，而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看着陈长安的背影，老板娘的眼神之中也出现了思索之色。此人难道修为真的不足化神境？大黄怎么样？能够感知到这不归城城主修罗的气息吗？回到房间之后，陈长安看着大黄询问了一声。我又不知道对方是谁，怎么感知？这不归城之中太乱了，倒是有几个比较强大的气息存在，可不确定哪一个是不归城的城主，甚至可能这几个人都不是，对方也许此时并不在不归城之中。大黄一时之间也不好判断，毕竟他又不知道不归城城主是谁，根本无法辨认。看起来只能去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了。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公子，不如我去吧，我的实力不足化神境，没问题的。顾仙儿说道。你虽然缺少实战，但在这里你不太适合出手，还是我来吧。陈长安的修为毕竟只有超凡境1重，而且是实打实的超凡境1重，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疑问。只不过真实战力到底有多强，陈长安如今也不清楚，还需要验证一番才行。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陈长安就起身前往了勋章战场。不得不说，这勋章战场恐怕是不归城之中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完全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因为这里不仅仅可以看到战斗，还能够参与压轴。很多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一些灵石，毕竟在这不归城之中，每天都要支付灵石，不然的话就会被赶出去。陈长安进入到前厅的时候，里面已经站满了人。哟，来新人了，这个人我昨天听说了，新来的居然还活着呢。昨天新来的，有点意思，他不会是想要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吧？啧，年轻人还真是有胆量，就怕是不能够活着从擂台上面走下来。四周众人议论纷纷，陈长安毫不理会，直接来到了登记处。我想要登记一下，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负责登记的人员抬头看了陈长安一眼，随后说道：先测试一下修为吧。好，超凡境1重，符合标准，可以直接给你颁发青铜勋章。说一下姓名，我登记一下。陈长安。好，这是你的青铜勋章，你可以走了。2楼是青铜勋章的比斗场。陈长安没想到这登记居然如此简单，测试一下修为，登记一个名字就结束了。拿着自己的青铜勋章，陈长安直接来到了2楼的比斗场。青铜勋章的比斗场看客并不是很多，毕竟这种级别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看头。你是来进行比斗的吗？我想问问，现在这里的青铜勋章拥有者有100位吗？陈长安问道。此话一出，管理员也是一愣，这小子什么意思？这是想要晋级？放心，人绝对有，就看你
能够撑到什么时候了？管理员笑着说道，能不能安排他们一起上？我怕浪费时间。一起上。此话一出，别说青铜勋章比斗场的管理员，四周一些其他青铜勋章的拥有者也是脸色一变。狂妄！你以为自己是谁？就这么瞧不起我们青铜勋章的人吗？你不也是青铜勋章，有什么好狂妄的？妈的，你他妈的是找死是吗？不归城的人哪有什么好人，一个个都是脾气火爆，浑身充满了煞气之人。本就是杀，又听到陈长安的话，这些人怎么可能忍受得住？陈长安却并没有理会这些叫嚣的人，而是继续问道：可以这么做吗？管理员有些惊讶地看着陈长安，这小子是真的有本事，还是在装逼？以前没有过先例，但如果你想的话，需要问问这些人同不同意。我们不会强制要求其他勋章拥有者进行比斗。听到这话，陈长安点了点头，如此看来，只要这些人同意就可以了。想到这里，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纵身一跃，直接飞到了擂台之上。不得不说，这擂台还真的是很大，容纳几百人毫无问题。陈长安向着四周的青铜勋章拥有者看了过去，淡淡的说道：我一根手指可以灭掉你们这里的所有人，你们信吗？一根手指。陈长安的话让这青铜勋章战场瞬间变得躁动了起来。狂妄，简直太狂妄了！一个超凡境一众，居然就敢如此狂妄，真当自己无敌不成？找死！谁也别跟我抢，这小子的命是我的，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王八蛋，老子要生吞了你！顷刻之间，数十人直接跳上了擂台，谁都不想要错过这个杀了陈长安的机会。陈长安看了看，人数还不够，于是继续说道：其他人怎么了？怕了，怂了，浑身发抖，不敢出来了。此话一出，又有近百人直接跳上了擂台，这一下人数不仅够了，而且还超了。多点就多点吧，反正都是一个结果。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伸出一根手指，随手一挥，一道剑气横飞而出。不过是眨眼之间，原本喧闹的青铜勋章战场此时已经变得安静了下来。擂台上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死了，全死了，竟然真的只用了一根手指。我都说了，一根手指就够。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身影一闪，已经来到了管理员的面前。怎么晋级？陈长安问道。晋级需要前往3楼，这是你的晋级证明。管理员此时已经有些傻眼了，在这不归城之中见过狠人，但陈长安这么狂的真的是不多见。谢了。陈长安拿着晋级证明直接来到了3楼，而3楼就是白银勋章战场。这小子不是刚刚去了青铜勋章战场吗？怎么跑到这来了？不会是迷路走错地方了吧？不对，你看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晋级证明。这特么才多少时间，这小子完成了100连胜，就算是个个秒杀100个人也不会这么快吧？除非妈的同时击败。虽然震惊，但大家也并没有在意，毕竟青铜勋章拥有者的实力都很一般，不少人还是都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晋级，好，我现在帮你安排一名白银勋章拥有者，只要你击败了对方就可以晋级了。好，很快陈长安就等到了自己的对手，一名白银勋章拥有者。对方刚上擂台，还未等开口说话，陈长安直接出手，又是一招秒杀，速度之快让不少人都是一脸懵逼，这小子未免太过于着急了一点吧？我现在算不算已经晋级白银勋章了？陈长安向着管理员看了过去，算，我现在给你更换勋章。不用了，等会一起更换吧。一起更换什么意思？这小子要晋级黄金勋章100个，我需要100个对手，你们敢做我的对手吗？你什么意思？一人有些气愤地说道。我的意思是一个一个来太麻烦，而且你们也没有丝毫的胜算，不如100个一起上，说不定还能够有点机会，不是吗？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妈的，你也配？简直是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一起出手？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就让你知道，在这不归城，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嚣张的。话音未落，一名白银勋章拥有者直接冲上了擂台，可还没等他落地，陈长安直接出手，一道剑气一分两半，血洒擂台。这竟真的如此强悍，我就不信他能够一直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招式。别忘了，他的修为只不过超凡境1重罢了。没错，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真实目的是为了吓唬我们。难道是想要让我们不战而败，自动认输，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晋级了？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既然他如此要求，那我们就一起上。没错，一起上。平日里面的对手在这一刻都选择了团结起来。没办法，陈长安太嚣张了，嚣张到他们这些人都可以放下往日的恩怨，先合力出手将陈长安除掉。看到众人跳上擂台，陈长安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早这样不就好了，非浪费我的时间。再见了，诸位。同样的意志，同样的结果，只不过从青铜勋章战场换到了白银勋章战场。当陈长安离开白银勋章战场的时候，里面的其他人还都没有反应过来。我明白了，他是奔着紫金勋章去的。这小子是打算在1个月之内冲击紫金勋章。白银勋章战场的管理员突然也反应了过来，陈长安如此急迫的想要晋级，必然是奔着紫金勋章去的。紫金勋章，就那小子，妈的，紫金勋章可是要同时面对10位化神境巅峰，怎么可能完成？别说是晋级紫金勋章，在铂金勋章之中能够完成100连胜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没错，挑战紫金勋章需要一个新人修为在化神境之下参加，但那些老牌的铂金勋章拥有者修为可不会一直停滞不前。在这不归城之中，
铂金勋章的拥有者之中，就有很多人的实力达到了化神境。这小子如此嚣张，这些人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哼，想要晋级紫金勋章，简直是痴人说梦。不过你们说，这小子现在去了黄金勋章战场，不一会也这般狂妄吧？这要不然去看个热闹？走走走，这种热闹可不多见。听说了吗？咱们不归城这一次可是出了一件大事，这怎么可能没听说？都传遍了，牛逼！这个陈长安是真猛啊！一天之内直接晋级到了铂金勋章，这算什么？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一路秒杀晋级啊！也就是说，铂金之下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还一合之敌。你们特么到底真知道还是假知道？我当时就在现场，懂什么叫一招百连胜吗？一招百连胜，这是什么意思？快说说，什么情况？一招就一招，从青铜勋章到铂金勋章，陈长安这一路晋级都是同时面对最少100名对手，一招秒杀，轻松晋级。这小子的修为只有超凡境，但是我感觉战力绝对是神通境巅峰，变态妖孽啊！超凡境就能够发挥出神通境巅峰的战力，只是可惜了，想要继续完成百连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真正的高手可都是铂金勋章拥有者，这些人大多数的修为都达到了化神境，听说还有人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我看他应该也就止步于此了，但潜力巨大。陈长安在一天之内直接晋升成为了铂金勋章拥有者，这件事情在整个不归城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陈长安的目标是紫金勋章，这让所有的铂金勋章拥有者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没能够做到的事情绝对不会让其他人做到。在百连胜的道路上，他们要拼尽全力阻止陈长安的连胜，只要他1个月之内无法完成百连胜，那这紫金勋章就注定与他无缘了。哟，这不是咱们不归城如今的风云人物吗？回来了。陈长安刚刚回到快活楼，老板娘便一脸妩媚地调侃了起来。如今陈长安的名字几乎传遍了整个不归城，老板娘本就关注陈长安，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些消息？说实话，陈长安能够这么快地成为铂金勋章拥有者，老板娘并不疑惑。她最看不透的就是陈长安究竟什么来历？为什么修为测试之中居然真的只是超凡境一重？她一直觉得陈长安隐藏了修为，但测试这种东西做不了假，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尽管如此，陈长安依然具备着无穷的潜力，超凡境一重，战力逆天。你对我的事情还挺关心，有想法？陈长安笑着问道。哟，你现在才看出来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时间？要不要我陪陪你？陪？算了吧，这娘们可不像什么好人，就算没有坏心思，但绝对另有目的。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今天我想要继续挑战的时候，勋章战场的负责人不允许？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当然不会允许，你这一天时间就把整个勋章战场搞乱了，况且铂金勋章的战斗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安排的，重点是你现在可是一个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奔着紫金勋章去的，这个时候开个盘口岂不是大赚一笔？而且那些铂金勋章拥有者也不会经常留在勋章战场，需要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我估计3天的时间你应该就可以接到通知了。老板娘的估计和陈长安从勋章战场那边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你对这些情况这么了解，你和这不归城的城主关系匪浅吧？陈长安笑着问道。想要打探我的情况吗？只要你乖乖的从了我，我保证什么都告诉你，好不好？老板娘挑逗的看了陈长安一眼，摆了一个妖娆的姿势，着实让人有些血脉喷张。只可惜这种诱惑对于陈长安来说实在是没有用处。想当年慕云瑶为了锻炼陈长安的意志力，那可是用尽了手段，同样陈长安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吃尽了苦头，久而久之也就锻炼出来了心如止水不动如山的性情。和慕云瑶比起来，这老板娘终究还是差了点意思，或许对其他人来说是致命的诱惑，无人能够抗拒，但对陈长安来说差的太多了。唉，真是可惜，师傅也已经好久没有再锻炼我的定力了，真是怀念啊。陈长安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起来那段时间的日子真的很精彩，虽然每天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可过程是美好的。老板娘见陈长安出神，不由得也是脸色一变，这小子就这么看不上自己，自己的魅力就这么差，你居然还有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不知好歹，还真以为老娘看上你了不成？老板娘扔下冷冰冰的一句话，转身上了2楼。看到老板娘离开，陈长安无奈的一笑，女人果然都是神奇的生物，这就发脾气了。而此时不归城的一个角落之中，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木屋，木屋之中一位全身被黑衣包裹的男人看着面前跪着的2人，淡淡的说道，这个陈长安你们调查的如何了？回禀城主大人，陈长安此人来历不明，我们只调查出他是最近才出现在混乱之区的，此人不管是身份还是实力都让人捉摸不透，但听说他来到这里似乎是为了打听什么消息，所以才想要获取紫金勋章。谁也不会想到不归城的城主居然会隐藏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小木屋之中打听消息。我知道了，你们下去吧，继续调查，并且关注陈长安的一举一动。是，城主大人。等到手下离开之后，修罗脱下了一身黑袍，随后从木屋走了出去。就在修罗离开不久之后，陈长安带着大黄出现在这木屋前。大黄，就是这里吗？陈长安问道。应该就是这里，我总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大黄点了点头。陈长安走上前，轻轻一推，木屋的房门就被推开了，里面的气味并不好闻，而且十分的杂乱。陈长安不由得也是眉头一皱，住在这种地方，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
不过应该已经离开了。看起来咱们来晚了一步。你说这个人会是不归城的城主吗？陈长安从来都不是一根树上吊死的那种人，紫金勋章他要获取，与此同时并没有放弃调查不归城城主的消息。这个不归城城主隐藏得很深，陈长安也好，大黄也好，都不确定对方究竟在不在不归城。就算在，谁是？整个不归城之中，从来没有人见过不归城城主的真实面目，对方实在是太神秘了。大黄刚刚偶然之间发现这小木屋似乎有点问题，可当陈长安和大黄赶过来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陈长安看了一眼地面上那脱落的黑色长袍，眉头不由得一皱。大黄，要不你闻闻这长袍上面的气味，然后找一找。陈长安笑着问道。你还真把我当狗了？这破地方味道这么难闻，我才不闻，要闻你自己闻。大黄不悦地说道。算了，这地方也看不出来什么，走吧。陈长安笑了笑，随后带着大黄离开了这小木屋。如今的陈长安走在不归城之中，那可当真如同耀眼的星辰一般，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向他胸前的勋章——铂金勋章。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胸前带着铂金勋章，不用想都知道，此人必定是陈长安。他就是陈长安，居然真的如此年轻。没错，而且他的修为测试是超凡境一重，超凡境一重，以无敌姿态晋级铂金勋章，简直恐怖。哎，羡慕。我不需要什么紫金勋章，要是能够让我得到这铂金勋章，我也无憾了。没错，这铂金勋章拥有者可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而且在这不归城购买任何物品都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铂金勋章不仅仅是实力的代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特权，所以在这不归城之中，那么多人想要成为勋章拥有者，当然同样也会有一定的限制，那就是需要听从城主修罗的命令。同样是修为达到了化神境巅峰，甚至是突破到洞虚境，勋章拥有者会优先成为城主修罗的亲信，晋升为不归城的统领。就是你今天在勋章战场耀武扬威吗？不错，有点本事，只可惜想要成为紫金勋章的拥有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这一关恐怕你就过不去。突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陈长安也不由得向着说话之人看了过去。这是严雄，他回来了。我的天，严雄什么时候回来的？完了完了，这严雄都出现了，看样子这个陈长安的好日子真的是到头了。严雄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小子怕是最近几年才来到这不归城吧？严雄是谁？你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此人是谁？铂金勋章拥有者，最强战力，修为已经达到了10年前，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化神境巅峰，本来是早就可以成为不归城统领的，只不过严雄这个人十分的骄傲，不入洞虚境，不会选择成为统领。这10年，严雄并没有留在不归城，而是外出历练，寻求突破。如今这修为只怕洞虚境，洞虚境的铂金勋章拥有者，这还玩个屁啊！谁能打得过这种境界的铂金勋章拥有者？不对，那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晋升为统领了，应该不会参加铂金勋章的战斗了吧？只要他自己不去申请，他就永远都是铂金勋章拥有者，他参加不算破坏规矩。听到四周的人议论，陈长安也明白了这个嚣张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修为突破到了洞虚境的铂金勋章拥有者吗？10年时间才从化神境9重巅峰突破到洞虚境，你也不怎么样吗？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哈哈，好狂妄的口气，就算我真的不怎么样，也不是你能够应对的。今天不与你一般见识，我在勋章战场等你，我会让你知道嚣张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的。严雄并没有对陈长安出手，毕竟在他看来，陈长安还不值得自己亲自动手。铂金勋章拥有者之中，能够好好教训陈长安的大有人在，那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了。你不去的话，我会赢得很轻松，很无聊的。陈长安冷笑着说道。好，我记住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连一个场战斗都撑不下来。严雄说完之后便直接离开，仿佛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跟陈长安放几句狠话一样。这人有病吧？过来就是为了装个逼，还是为了告诉其他人他严雄回来了？是不是脑子里面血煞之气太多，变成煞逼了？大黄在一旁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这个严雄看起来确实不怎么聪明的样子，而且这10年严雄不知道经历了什么，身上的血煞之气十分的浓烈，随时都有发疯的可能。但是陈长安同样也发现，长期居住在不归城的人身上的血煞之气会少很多，并且他们似乎有什么办法压制住这股血煞之气。不过这些都不是陈长安要关心的事情，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勋章战场那边的通知而已。嘿嘿嘿，傻子，来给爷磕一个，磕一个我就给你东西吃，哈哈。对对对，用力用力。突然陈长安发现在一个角落之中，有那么几个年纪大概只有16、17的少年正在戏耍一个傻子。那傻子目光浑浊，脸上带着傻笑，完全不懂别人的恶意，只知道别人说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他赖以生存的本能。陈长安原本并没有在意，也不过是看了一眼，毕竟他没有普渡天下的善心。可就是这么不经意的一眼，让陈长安不由得心头一震。好熟悉的一副面孔，虽然有很多的改变，但这副面孔陈长安绝对不会忘。大黄此时发现陈长安有些不对劲，不由得向着角落之中看了一眼。这不会这妖巧吧？真的这么快就找到了？大黄的眼神之中也充满了震惊，因为这个傻子竟然长得和无名刀一模一样，只不过脸庞稚嫩了一些，没有了往日那坚定自信的目光，身上同样缺少了那勇往直前的气势。当真是转世吗？陈长安不知道，但既然遇见了，总还是要管一管。
问一问。当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那几名少年也是一愣，尤其是看到陈长安胸前的铂金勋章，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您有什么愤怒吗？其中一个少年问道。你们认识他吗？陈长安看着对着自己傻笑的少年，眼中的神情十分的复杂，因为这个人的脸会让他想起无名刀，可两个人又有着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了。我问你们呢，你们认识他吗？见那几个少年不回答，陈长安脸色一沉，吓得几人直接跪了下来。我们也不认识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傻子，每天没事的时候过来逗逗他。大人，我们没害过他，而且我们每天都会给他吃的，我们最多就是戏耍了他一下而已。不认识？难道他不是这不归城土生土长的人？可如果是这样，一个傻子怎么可能进入不归城？按照不归城的规矩，不归城的新生儿在18岁之前不需要缴纳任何的费用，所以他应该就出生在不归城，但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应该已经没有家人了，或是从小就被家人遗弃。陈长安慢慢蹲了下来，看着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少年，笑着问道：愿意跟我走吗？少年看着陈长安，依然是嘿嘿嘿的傻笑，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就仿佛没有听到陈长安说了什么一样。有衣服穿，有东西吃，以后不需要再受欺负了，愿意吗？陈长安也不着急，而是语气温和的又问了一句。这一次少年终于有了反应，也不知道是因为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还是不需要受欺负的原因，少年竟然对着陈长安傻笑着点了点头。既然愿意，那就跟我走吧。陈长安站起来，少年也跟着站了起来。陈长安一转身，发现那几个少年还没走，而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我们可以走了吗？其中一个少年紧张地问道。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只可惜……陈长安看了这几人一眼，随后伸手一挥，直接将这几人全部干掉。罪不至死，但他们羞辱了不该羞辱的人。出去一趟，还收了个乞丐。老板娘看到陈长安带着一个脏兮兮的傻子回来，不由得也是眉头一皱，不过眼神之中并没有厌恶，这一点倒是让陈长安有些刮目相看。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陈长安笑着问道。哦，您这大名人也有麻烦我的事情吗？说说看。老板娘同样感觉有些好奇。你在这里比较熟，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他的身世？调查一下他的身世。老板娘看了看脏兮兮的少年，心中有些疑惑。陈长安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难不成和这个傻子还有什么渊源？可以，我会帮你调查一下，但不保证能够调查得出来。多谢。行，用不用我让人给他买几件衣服，准备些热水？好，零食一会我会付给你。不用了，这也不需要多少零食。陈长安对着老板娘点了点头，随后带着酷似无名刀的少年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公子，这位是？顾仙儿也有些好奇，陈长安这出去一趟，怎么还带回来一个人？我怀疑他是无名刀的转世之人。转世之人？当日在天水湖，顾仙儿自然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可他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也太巧合了吧？因为长得很像吗？可是这世上相似之人应该也有吧？顾仙儿有些疑惑地问道。陈长安赞同地点了点头。太玄界这么大，长相相似之人一定存在，但这个少年和无名刀实在是太像了。尽管不知真假，但陈长安也不想要错过这个机会。大黄，能不能看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够辨别出他和无名刀之间是否有联系？陈长安看着大黄问道。听到这话，大黄表情也有些凝重，沉思片刻之后说道：无名刀当时是不死境的修为，按理说这样修为的人转世之后，有一定的几率会觉醒前世的记忆，就算是没有觉醒，也不应该变成这痴痴傻傻的样子才对，要不然出生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有，无名刀死前灵魂受到重创，所以想要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无名刀，需要先将他治好才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这小子确实灵魂受损，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个毫无修为的人也受到了很重的血煞之气影响。你不仅仅要修复他是受损的灵魂，还得排除脑子里面的血煞之气。你有办法吗？陈长安眉头微微一皱，随后开始翻找自己手上的存货，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修复灵魂。就在陈长安寻找的时候，老板娘已经让人送来了新的衣服和热水，并安排了2个人去帮着少年去清洗了一番。他干什么呢？老板娘见自己来了之后，陈长安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看着顾仙儿好奇地问了一句：公子在找东西？顾仙儿说道：找东西？就是那少年的东西吗？老板娘也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走到一旁静静地站着，等待着陈长安。许久之后，陈长安的意识从那戒之中抽离了出来。真是奇怪，怎么会没有这方面的东西？陈长安有些纳闷，自己这么多东西，怎么会一个修复灵魂的宝贝都没有？突然，陈长安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慕云瑶曾经说过，陈长安的灵魂十分强大，精神力更是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所以陈长安毫无修为的时候便能够使用那戒这种东西，放在旁人身上，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可陈长安就是做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慕云瑶从来不担心他的灵魂受损，也没有给过相关的宝物，陈长安自己也就没有在意过这些事情。你什么时候过来的？陈长安收回思绪之后，发现老板娘居然正在对面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你还真不怕有危险？你究竟是心大还是无所顾忌？老板娘想不通，陈长安是怎么做到可以心无旁骛的完全不理会外界的一举一动？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如果有危险，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我死不了。陈长安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实话，但老板娘却是并不相信，只认为他在开玩笑。你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消息了。这么快？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想要调查一些消息，还需要几天时间不成？这小子是不归城出生的，挺可怜，
他父母被杀这一天也是他出生的一天。因为不归城有新生儿保护的规矩，所以他留下了一命。但随着年龄增长，收养他的人发现这小子痴痴傻傻，就给他赶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归城之中流浪乞讨，能活到这么大也是不容易。至于他痴傻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娘胎里面受了重创，加上这么多年血煞之气的影响。你想要治好他的痴傻？老板娘问道。不过我手上并没有这方面的东西。这样，那我倒是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哦，你有办法？老板娘这么热心肠，倒是让陈长安有些意外。这个女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她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陈长安不清楚，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治好这少年，所以也就没有过多的在意。不归城的城北有一个拍卖场，那里或许会有你想要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脑子里面的血煞之气，这东西可不容易清除。想要彻底清除的话，你需要找到一个东西，生死林之中的青煞草。青煞草，陈长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难道是这混乱之区中特有的存在？老板娘似乎看出了陈长安的想法，于是继续说道：这青煞草是生死林独有的东西，生死林之中血煞之气冲天，一般人进入其中根本就无法活着走出来，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冲天的血煞之气变得疯癫，加上里面危险重重，所以很少有人会去那种地方。青煞草在这种环境之中生存，却不会受到一点的影响，所以青煞草拥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就是服用之后可以将身体之中存在的血煞之气完全吸收清除，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可为什么一定要去生死林？难道拍卖场没有吗？这青煞草拍卖场没有？陈长安问道。看来你对血煞之气真的还有些不太了解。这东西虽然对人的意识有影响，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危害，但不可否认，血煞之气也能够提升部分的战斗力，只要合理的运用得当。但是青煞草会彻底清除身体之中的血煞之气，且生死林危险重重，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到这么一个东西，就算放在拍卖场也不会卖得出好价钱。所以为什么要弄这种东西呢？老板娘解释了一番。听到老板娘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这么说的话确实不划算。生死林距离不归城有多远？陈长安问道。速度快一点的话，1天时间就能赶到，只不过进得去多久才能够出来，这恐怕就有些说不好了。你真的要为了这小子去生死林冒险吗？那地方普通的洞虚境都不愿意去，你才超凡境1重，当真不怕死？老板娘有些想不通，就算陈长安真的有隐藏实力，可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去冒险呢？陈长安看了一眼此时已经洗漱完毕走出来的少年，心中变得更加坚定。像，真的太像了，这是我欠他的。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欠他的，这句话就更让老板娘有些想不通了。陈长安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欠一个傻子这么重的债？老板娘，帮我给他准备些东西。大黄、仙儿，你们2个留在这里吧，帮我看着点他。我先去一趟拍卖场，再去一趟生死林，争取3天之内赶回来。陈长安淡淡的说道。陈长安并没有忘记，3天之后还有一场重要的比斗在等待着自己。乖乖留在这里，我很快就回来。陈长安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少年似乎也感受到了陈长安的善意，笑得虽然很傻，但多了几分真诚。走了。陈长安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离开了快活楼。老板娘看着陈长安消失的方向，眼神之中多了一些异样的色彩。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拦着你们公子，就不怕他有危险吗？老板娘看着顾仙儿问道。公子的决定，我一个侍女只有遵从，况且我相信公子。顾仙儿对陈长安是盲目地崇拜和信任。生死林不管多可怕，也拦不住此时的陈长安。他想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大黄对陈长安太了解了，这件事情他不仅要做，而且一定要亲自动手，拦不住就不拦。那话刚说完一半，老板娘突然愣住了。这狗说话了。从始至终，老板娘虽然奇怪，却也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只是一条狗而已，有什么可关注的？但现在这条狗居然开口说话了。你竟然会说话？你不是普通的狗？老板娘略显惊讶地问道。当然，我大黄前辈是狗王。大黄还没说完，顾仙儿便在一旁一脸骄傲地介绍起大黄的身份，却没有注意到大黄此时的眼神，那叫一个恨。狗王嘛，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是不知道这位狗王你是几阶妖兽？老板娘好奇地问道。几阶妖兽？大黄鄙夷地看了一眼老板娘，随后走到一旁，郁闷地趴在地上不再言语。你才他妈狗王！你全家都是狗王！见大黄不搭理自己，老板娘也是无奈地笑了笑，随后转身离去。另一边，陈长安离开快活楼之后，直接来到了城北的拍卖场。毕竟是铂金勋章拥有者，陈长安刚一进门，就有人连忙走上来招待。您就是陈长安？是我。你们这里谁管事？我找他有事。陈长安如今也不在意别人为什么会认识自己了，而是直接开门见山。这好吧，您请跟我来。陈长安如今在不归城炙手可热，而且还是铂金勋章拥有者。拍卖场的小厮自己将陈长安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马老，陈长安想要见你，好像是有事。听到小厮的话，这位叫马老的管事者也是一愣。陈长安，带进来吧。是。小厮出去之后，陈长安便走了进来。马老看到陈长安，也不由得打量了起来。这就是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风云人物，超凡境1重，身上却带着铂金勋章，不得不说，这太过于引人注目了。你就是陈长安？找我有事？马老问道。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拍卖场之中可有修复灵魂的宝物？陈长安问道。修复灵魂的宝物？你不了解拍卖场的规则吗？所有物品不允许私下交易，都要通过拍卖的形式获取。虽然你是铂金勋章拥有者，拥有特权，
但也没有私下交易的权利。马老的话很不客气，甚至可以说十分的强硬，似乎对陈长安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也说不上是仇视。陈长安却并不在意，淡淡的说道：“我问的是有没有，你听不懂人话吗？”陈长安是一个很公平的人，那就是别人怎么对自己，自己就会怎么对别人。这马老既然不会说话，陈长安自然也不会忍着，这可不是他的风格。陈长安这一句话让马老顿时脸色一变，果然是个狂妄的小子，真以为自己有点潜力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不成？好，传闻果然不虚，陈长安，你果然够狂妄。但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还敢在这里撒野？马老冷声说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拍卖场，是做生意的地方。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这就是你们这里的待客之道？”陈长安冷笑着问道。陈长安的一句话让马老也是眉头一皱，刚才确实是他先教训的陈长安，这一点他并不否认，可他也不过就是看不惯这个年轻人罢了。没想到对方居然毫不畏惧，一时之间马老也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想了想，随后淡淡的说道：“你想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不过此时恐怕已经开始拍卖了，近期这样的东西就这一个，能不能够买到手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没什么事就出去吧，已经开始拍卖了。”陈长安没有多犹豫，直接转身离开，直奔拍卖会场而去。哼，狂什么狂，有你哭的那天。要不是因为3天后的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一下不可。3天之后，陈长安要冲击紫金勋章的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时候谁都不会对陈长安出手，毕竟大家想要看的是陈长安能不能成功，或者会输得有多惨，之前就动手，那岂不是少了一场好戏看？拍卖现场此时正在拍卖陈长安所需要的东西，捕灵草5万中品灵石，现在有人出价5万中品灵石，还有没有继续出价的？诸位，这捕灵草虽然并非什么至宝，但对于灵魂的修复可是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要知道我们修炼之人，如果灵魂受损，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寸进半步，这东西可绝非无用之物。本拍卖场如今只有这一株捕灵草，机会难得，错过了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6万，我出6万中品灵石；7万，我出7万。哼，我出10万中品灵石。不得不说，这个拍卖场的拍卖师是懂得如何煽动情绪的。虽然这捕灵草很有效果，但它的价格最多不会超过15万中品灵石。就因为它短短的几句话，如今价格不断的攀升，此时已经达到了20万中品灵石的价格。20万中品灵石，还有没有要出价的了？真的没有人再出价了吗？拍卖师的目光从在场每一人的身上划过，就是为了看看大家的反应。见大家似乎没有了继续开价的意思，于是拍卖师也不再继续废话。20万中品灵石一次，20万中品灵石2次，20万中品灵石1万。1万，这开价的方式让所有人都是一愣，这他妈是故意来闹事的吧？在这拍卖场闹事，这可是不归城城主麾下的拍卖场，在这里闹事，不想活了吗？所有人都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这一看，不由得又是一愣，这么年轻的铂金勋章拥有者，此人是谁？好大的口气啊！卧槽，陈长安。他就是陈长安，这小子是越来越狂了，在这种地方都敢捣乱，不知死活罢了。我倒要看看他最后如何收场。拍卖师此时也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毕竟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风云人物。这位客官，刚才我们这捕灵草的价格已经拍到了20万中品灵石，你这1万恐怕是不够的，如果真的想要购买的话，可以重新出价。拍卖师笑着说道：“就1万，不过我说的是1万上品灵石。”后半句话一出来，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1万上品灵石，这小子是疯了不成？这也太败家了吧！这可是1万上品灵石，兑换成中品灵石的话，那可是100万，100万就买这么个破玩意。您确定是1万上品灵石？拍卖师也有些没想到，这陈长安居然如此富有。我确定。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好，1万上品灵石1次，1万上品灵石2次，1万上品灵石3次，成交。这株捕灵草就属于这位客官了，还请您支付一下灵石。好，对了，由于您是铂金勋章拥有者，可以享受2成的减免，所以只需要支付8000上品灵石即可。此时这拍卖师也有些心疼，2000上品灵石啊，那就是20万中品灵石，这减免的费用都已经达到了陈长安出现之前的拍卖价了。陈长安交了8000上品灵石之后，便带着捕灵草直接离开的拍卖场。直到陈长安离开，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妈的，他居然有这么多的灵石，这小子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低调？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就不怕死吗？哼，最近风头正盛，怕是有些飘飘然了。等到他冲击紫金勋章失败之后，会有大把的人对付他，让他先得意得意吧，以后他就会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有多惨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陈长安在离开了拍卖场之后，直奔城外飞去。咦，这不是陈长安吗？他这是要干什么去？这好像是出城的方向。什么？陈长安要出城？他不会是害怕了吧？不清楚，或许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吧。对于陈长安要出城这件事情，不少人都疑惑不解，可谁也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身为铂金勋章拥有者，陈长安拥有自由进出不归城的权利，可当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碰到的依然是当日进来时候的那些守卫。你现在都已经是铂金勋章了。领头的守卫看到陈长安也是一脸震惊，毕竟这个人来到不归城，满打满算还不到3天的时间。莫非你不会就是最近传闻中的陈长安吧？领头守卫震惊地问道。是我的天，你不是马上要参加冲击紫金勋章的比拼了吗？现在还出城？领头守卫惊讶地问道。有点事情要出去。有事情能问一下
您这是要去哪吗？生死陵。什么？您要去生死陵？生死陵，恐怖之地，禁忌之所。由于生死陵生长着独有的猩红树，所以才变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猩红树如何诞生，并无人知晓，但大家都很清楚，这猩红树有着一种特性，便是吸收聚集血煞之气。偌大的生死陵，遍地猩红树，这么多年吸收的血煞之气，完全将这里笼罩。从远处观望，那鲜红的猩红树已经凝聚成迷雾一般的血煞之气，让生死陵看起来像是一片血海。虽然还未到生死陵，但陈长安已经感受到了这里的不寻常之处。生死陵外围方圆数十公里，寸草不生，就连土地的颜色也是一片鲜红，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仿佛这里就是生命的禁区一般。难怪没有人会来这种地方，若不是有事，谁闲着没事来这里找死？陈长安也是不由得感慨了一句，这地方寻常人来了，别说活着走出来，活着走进去都很困难，这都已经快要形成实质的血煞之气，对人的影响极大，也就陈长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才能够毫无影响。陈长安这一路飞来，当到了生死陵附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活人的踪迹了。陈长安并没有太多的顾虑，加快速度，直接冲进了生死陵之中。当陈长安进入到生死陵的那一刻，不由得也是眉头一皱，好强烈的压迫感，而且视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仿佛整个人都置身于一片红色的世界之中。安静，十分的安静。在这生死陵之中，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声音，地面看起来好像是血红的沼泽，这让陈长安一直保持着空中飞行的状态，没有落到地面上。按照老板娘所说，青煞草通体白色，在这生死陵之中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应该不难寻找。陈长安向着四周看了看，但映入眼帘的全是一片血红，完全看不到任何其他的颜色。破！陈长安伸手一挥，数道剑气向着四周散去。然而这剑气虽然冲破了血煞之气形成的浓雾，却很快就消失在浓雾之中，看起来并没有我想象之中的那般容易。陈长安无奈之下，只能够一点点的深入，希望能够尽快找到青煞草根。突然，就在陈长安前行的时候，数道红色身影出现，围绕在陈长安的四周，竟然完全和这里的气息所融合。陈长安发现，这几道人影出现之后，又再度消失不见，而且他们的颜色和这里完美的融合，就连气息也是如此。就算是陈长安，一时之间也分不清他们究竟所在何处。难道是这生死陵之中独有的怪物不成？陈长安虽然拥有不死之身，却也并没有大意，慢慢前行，随时观察着四周的一举一动。骚骚骚！不过片刻之间，突然又出现了数道人影，这一次人影更多，而且对方竟然直接向着陈长安攻了过来。陈长安以指代剑，一道道剑气从他的手指之中飞出，砰砰砰，接连数声。刚刚冲向陈长安的人影，此时已经尽数被灭。看得出来，这些怪物的实力并不是很强。陈长安找到其中一个怪物，定睛一看，是人形，只不过对方的身体完全变成了一片血红，除了形状像人之外，没有任何的特征能够和人类联系到一起。陈长安猜测，这恐怕是血尸。那些生前进入到生死陵的人类，死了之后，慢慢被这里的环境所影响，最终变成了这副模样。这里应该还只是生死陵的外围，所以这些血尸的实力并不是太强。随着陈长安的不断深入，血尸的实力确实也在增强。如今陈长安面对的血尸全部都是化神境级别的实力，真是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尸？真那么多人进来找死吗？陈长安发现，越往后血尸的数量居然越多，从最开始一次会碰到3、5个，如今变成了10多个一起出现。粗略的估算了一下，陈长安这一路飞过来，杀掉的血尸数量恐怕也有数百个了。但除了这些血尸，目前在这生死陵之中倒也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危险。只不过这青煞草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看到？就在陈长安思索之际，突然发现前方有些不太对劲，在这一片鲜红的生死陵之中出现其他的颜色，实在是太过于刺眼了。什么情况？难道是已经走出这生死陵了？陈长安眉头微皱，身影一闪，直接向着前方冲了过去。穿过一片血红色的灵海，陈长安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区域，没有血煞之气，没有猩红树，地面上也没有那如同被鲜血侵染过的红色沼泽，这里就仿佛是这生死陵之中的一片净土，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陈长安，你怎么也来了这里？突然传来的一句话让陈长安不由得一愣，定睛一看，竟然是师傅慕云瑶。师傅，你怎么在这？陈长安有些惊讶地问道。慕云瑶在这里，这是陈长安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虽然陈长安一直也都有怀疑慕云瑶会不会跟着自己，可没道理比自己提前来到这生死陵才对，你还好意思问？还不是因为你们陈家这位才神通境9重就敢跑到这生死陵之中。陈家的这位神通境9重，陈长安一看，不远处陈云轩竟然躺在地上，身上充斥着血煞之气，似乎伤得很严重。云轩什么时候来的中天域，还跑到了这混乱之区？如果我没有记错，按照时间来推算，陈云轩如今刚刚参加完4域会武吧？凭借他的实力和速度，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在这里。你们2个到底是谁？陈长安目光警惕地看向慕云瑶。此话一出，慕云瑶也是脸色一变，冷笑着说道：陈长安，有本事了，现在你连师傅都开始怀疑了，是不是还要我跟你解释一番？陈长安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但笑着说道：如果能够解释，这自然再好不过了，否则的话，我真的不相信你。慕云瑶盯着陈长安看了看，随后深吸了一口气，骂道：你这个孽徒！也罢，那我就告诉你，
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的仙灵果，这小子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神通境9重，根本就不在意什么私欲会武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来中天域，结果被人骗到了这混乱之区。我原本跟着你在不归城的附近，因为发现了这小子的气息，所以跟了过来。也好在是我过来了，否则你们陈家这位天才就要变成这里的血尸了。听到慕云瑶的解释，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倒也是说得通。所以，师傅你真的一直跟着我？废话，从未离开过。师傅，那这里是什么情况？生死林之中还存在这样一个平静之地？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当然不是生死林之中存在的，是我开辟出来的一个临时空间，也就你小子体质特殊能够进来，换了别人看得见却进不来。慕云瑶解释道。哦，原来是这样。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走到了昏迷不醒的陈云轩身边。他的情况怎么样？陈长安问道。有我在，死不了，不过需要恢复一阵子，血煞之气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这里的青煞草应该有用，不过我还没找到。确实，青煞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陈长安看了一眼陈云轩，但笑着说道：找不到就不找了吧。不找了。慕云瑶眉头一皱，以他对陈长安的了解，不应该对陈云轩见死不救才对。你有其他的办法？慕云瑶问道。当然有，我现在就可以帮他。话音未落，陈长安直接手指一弹，一道剑气没入到了陈云轩的额头之中。你做什么？陈长安，你疯了？这是你陈家后人。慕云瑶怎么也没有想到，陈长安竟然会直接出手杀死了陈云轩。这种解决办法属实是让人捉摸不透。我陈家后人这么多，死一个算得了什么呢？我看他也很痛苦，就帮他一把。况且他真的是我陈家后人吗？陈长安看向慕云瑶，嘴角的冷笑让慕云瑶眉头紧皱。陈长安，你认为我是在骗你？你在胡闹什么？你连师傅都不信？慕云瑶气愤地说道。我当然相信我师傅，只可惜你不是。陈长安目光冰冷地看着对方，这让慕云瑶更为恼怒。自己都已经解释清楚了，这小子竟然还敢如此对待自己，当真是要大逆不道不成？陈长安，你当真要欺师灭祖不成？但你也别忘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实力？你这是在找死！慕云瑶冷声说道。听到这话，陈长安冷笑一声道：我当然知道我师傅是什么实力，只不过你嘛，那就要试试看了。陈长安不再废话，直接出手，全力一击，一道剑气快速冲向了慕云瑶。慕云瑶脸色一变，身影一闪，竟然直接躲了过去。哦，差点忘了，这里是你的幻境，想要在这里杀了你不太容易。陈长安见攻击没有得手，于是笑着说道：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当陈长安说出幻境2个字的时候，慕云瑶便已经知道陈长安已经看出问题了。既然伪装已经无用，那就直接开门见山。他同样很好奇，陈长安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看出来破绽？毕竟在他自己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你的解释其实都说得过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你知道你错在了什么地方吗？陈长安笑着问道。什么地方？我师父从不解释，他只会回我一记飞脚。什么？从不解释？对方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从自己开口解释的那一刻，陈长安就已经发现破绽了。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尽量的去避免提起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事情，可还是出现了问题。就算被你发现了又怎么样？你以为自己还能够从这里走得出去吗？进入到我的幻境之中，只有等你死的那一天，你才能够出去。死的那一天，陈长安也很好奇自己死的那一天究竟会是什么时候，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现在。你能够将我带入到你的幻境之中，你已经很厉害了，但也仅此而已。想杀我，你还不够格。破啊！这怎么可能？你的灵魂，陈长安的灵魂十分强大，当他想要从这个幻境之中离开的时候，对方根本就拦不住，反而对方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当幻境破灭的那一刻，陈长安发现自己面前是一棵巨大无比的猩红树，看起来这棵猩红树应该就是这生死林之中最恐怖的存在了。能杀就杀，杀不死的就带入到幻境之中慢慢耗死。不得不说，你的想法不错，只可惜这一次你遇到了我。陈长安看着面前的猩红树，淡笑着说道：别杀我，我还不想死。这猩红树不知道存活了多少年，已经成为了树妖，不仅仅有自己的灵智，而且灵魂也很强大。若是寻常人过来了，还真未必能够如此轻易的从他制造的幻境之中走出去。不想死也可以，我来这生死林也不是为了杀你而来。青煞草在什么地方？我需要青煞草。陈长安问道。我知道，这生死林之中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帮你找青煞草。算你识相。和有灵智的生物沟通就是痛快，起码对方怕死，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样一来，也节省了陈长安很多的时间。不一会，一个血尸带着几株青煞草跑了过来，放在陈长安面前，直接转身离去。这生死林之中的一切，你都能够控制命令？陈长安有些好奇地问道。是，这些血尸都受我的控制，其他的猩红树也听我的命令。很显然，这一棵猩红树应该就是这生死林之中的王者了，只不过他并没有什么实力，唯一强大的地方就是灵魂，所以他只能够控制血尸和其他的猩红树，对进入这里的人类造成伤害，实在没有办法了。幻境就是这最后一个保命的手段。当遇见陈长安这种灵魂更加强大的人之后，他就没有了任何的手段。其实这猩红树王也很困惑，
这里真正有杀伤力的是血煞之气，可为什么陈长安就一点不受影响了？我进入幻境多少时间了？陈长安问道。幻境之中看着好像时间不长，可真实时间就不一样了，不到1天的时间。这么久？陈长安的时间不多，于是连忙将青煞草收了起来，随后对着猩红树王说道：“我现在就走，给我让出来一条路，别浪费我时间。”走，这就走了。猩红树王巴不得陈长安快点离开这里，否则的话，他总是提心吊胆。好好，我这就安排。只见猩红树王意念一动，陈长安的面前便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之物。走了，我们应该没有再见之日了。好，不好，我会想念您的。陈长安笑了笑，也没有继续吓唬猩红树王，身影一闪，直奔不归城的方向飞去。不归城虽然很大，但消息的传递同样很快。陈长安前脚离开不归城，前往生死林的事情，不过几炷香的时间就已经传得人尽皆知。生死林这种地方压根就不会有人前往，毕竟那地方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冒险的，所以陈长安的这种行为就让人很是困惑。如今这转眼就要到了勋章战场比斗的时间，陈长安依然没有出现，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怀疑，你们说这个陈长安是不是因为害怕输得太难看，找个借口就跑了？倒是有些可能，谁没事去生死林？这借口也太假了。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真的去了生死林，那多半也是十死无生。生死林是什么地方？那地方能有几个人活着走出来？就算是严雄，他都不敢去。陈长安算个屁！要我说，这个陈长安就是躲起来了，闹得这么大，他也是个好面子的人，胆怯了，退缩了。哈哈，前几天倒是很狂，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空有其表。那咱们今天到底还去不去勋章战场了？去，为什么不去？勋章战场为了这一次的战斗，可是做足了准备，我还打算压住好好的赚一笔呢。可陈长安若是不来怎么办？不来不就是输了吗？压他输，稳赚不赔。虽然陈长安离开不归城一直没有回来，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场盛世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人来观看陈长安冲击紫金勋章，勋章战场这边也是做了适当的调整。原本2楼的青铜战场如今已经被临时征用，成为了主战场，不仅仅扩大了擂台的面积，也对擂台布置了结界。与此同时，2楼、3楼、4楼已经完全被打通，这3层楼的观众席如今都能够观看到2楼擂台上面的战斗。可以说，不归城自从有了勋章战场以来，铂金勋章拥有者出现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今天。以严雄为首的铂金勋章拥有者如今全部聚集到了勋章战场之中。对于他们而言，陈长安想要冲击紫金勋章，就等于是踩着他们上位，所以每一个铂金勋章拥有者对陈长安的敌意都很大，甚至是都想要亲手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们下注了吗？这是当然，你们没下吗？下了，而且我压的是陈长安0胜，赔率很高，我感觉自己发财的日子要到了。0胜，你就这么瞧不起这个陈长安？哈哈哈，自然不是。陈长安能够在1天之内冲击到铂金勋章，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不过我和刘岩说好了，他先动手，给陈长安一个下马威，让他第一场就输。你应该知道刘岩的脾气，陈长安输了就等于死了，一个死人还会有再胜出的机会吗？刘岩第一个出手吗？那这陈长安倒是危险了。不行，我也去压一下。如今压住的人是越来越多，毕竟是城主府亲自开盘，谁都不用担心对方会赖账。勋章战场总管魏丰堂此时也来到了现场，这让不少人都感觉十分的惊讶。要知道，这魏丰堂虽然是勋章战场的总管，却很少出现在这里。没想到这一次陈长安的事情竟然将他也吸引过来了。难道他要亲自主持见证今天的战斗？魏丰堂直接走到主位上坐了下来，随后问道：“那个陈长安还没到？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这小子为什么突然要跑去生死林，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回来。事情闹得这么大，要是不回来，这可如何收场？”勋章战场的其他管事此时也是忧心忡忡，毕竟这事情在不归城闹得已经沸沸扬扬了，最后惨淡收场，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城主为什么一定要闹得这么大？城主对这个陈长安如此有信心吗？其中一名管事的问道。城主的事情也是你能够多嘴询问的，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又没有规定今天什么时候开始。等魏丰堂沉声说道。是，魏大人，快活喽。这3天时间，陈长安一直没有消息，顾仙儿心中十分的焦急。而大黄倒是好，天天和那酷似无名刀的痴傻少年玩得不亦乐乎，似乎完全不担心陈长安。大黄前辈，听说不少人都已经去了勋章战场，公子怎么还未归来？顾仙儿忍不住询问道。慌什么？陈长安一定会回来的，等着就好。大黄头也不回的说了一句。嘿嘿嘿，会回来的，等着就好。痴傻少年在一旁嘿嘿傻笑，学着大黄说话。你这小子若真是无名刀，等你恢复了记忆那一刻，知道自己这般模样，会不会直接再死一次？要是我可有点接受不了。看到痴傻少年这模样，大黄也是有些无奈。曾经的无名刀，何其骄傲的一个人，痴傻对于他来说比死了还要可怕。嘿嘿嘿，再死一次，再死一次。痴傻少年笑着一边鼓掌一边重复。我靠，这话可不能说，忘掉这句话。嘿嘿嘿，忘掉这句话，忘掉这句话。看到痴傻少年这模样，大黄感觉自己也是有点过于紧张了，都已经傻了，哪里还知道什么是生死呢？尿尿，我要尿尿。突然痴傻少年站起身来，直接就要脱裤子。看到这一幕，顾仙儿吓得连忙身影一闪，直接跑回来了自己的房间。大黄也有些无奈，这小子还真是不讲卫生，比自己都随意。你给我去茅房。大黄无奈地看了痴傻少年一眼，却发现对方根本不听自己的话。算了，我送你去吧。
大黄只能够吊着痴傻少年给他送到了茅房之中。你怎么来了？陈长安又不在，你不吃你那一套。见老板娘走了过来，大黄不耐烦地说了一句：“送东西的，刚才有人让我将这2样东西送过来，说是陈长安让你先将那少年治好。”此话一出，大黄一愣，陈长安回来了。随后，老板娘将捕灵草以及青煞草扔给了大黄，随后笑着说道：“陈长安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勋章战场，你不打算过去看看吗？”看不看了，没什么意思，反正结果又不会有什么悬念。你对他就这么有信心，关你屁事！你想看自己去，别打扰大爷办正事。大黄毫不客气地说道。好，那就不打扰狗爷，你办正事了。老板娘倒也不生气，毕竟这大黄深不可测，老板娘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老板娘向着勋章战场的方向看了过去，口中呢喃道：“陈长安，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陈长安回到不归城的第一件事，便是让城门口那个领头守卫将东西送到快活楼。陈长安毕竟是铂金勋章拥有者，按照不归城的规矩，他是有权利吩咐这些守卫帮自己做些事情的。当陈长安进入到不归城的那一刻，瞬间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陈长安回来了，卧槽，他真的回来了！妈的，我还以为他跑了呢。好，这样一来，今天这场戏可不会草草收场了。真是想不开了，既然都已经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可能是想死在这不归城吧。哈哈哈。陈长安并没有理会旁人的闲言碎语，而是直奔勋章战场。与此同时，陈长安出现的信息也在快速的蔓延。不是说陈长安回来了吗？人呢？对哦，陈长安的速度怎么也会比消息传递的速度快才对？难道是有其他事情耽搁了？不清楚，但既然回来了，总会过来的。等吧。消息传到了勋章战场，但陈长安却依然没有出现，这让很多人都感觉有些疑惑不解。谁也没有想到，陈长安居然没有跑去参加比斗，而是先去了勋章战场的盘口。现在还能下注吗？陈长安看着盘口的管事问了一句，对方头也不抬，指了指一旁，淡淡的说道：“赔率这里都有，想要下注自己选择一个，临时交上来就可以了。”陈长安看了一眼，什么样的赔率都有，找了半天才找到陈长安的目标。陈长安晋级紫金勋章，1赔1万，这赔率还真是不错。陈长安淡笑着说道：“确实不错，怎么，你有兴趣？有兴趣就下注。”对方依然是不咸不淡的说了那么一句：“好，那我就买陈长安晋级成功1万，极品零食1万。行了，自己随便填个表吧。要我说，你这1万。”说着说着，管事的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1万什么？1万极品零食？原本这管事的以为陈长安说的是1万中品零食，虽然不多，但也不少，还打算让他考虑一下。可反应过来之后，整个人都懵了。1万极品零食，这是什么概念？在这不归城之中，谁有这么多的极品零食？况且这可是1赔1万的赔率啊，说明赢得几率非常小，甚至可以说稳输，败家也没有这么败家的吧？你确定要押注1万极品零食买陈长安晋级？管事的终于抬起了头，一脸震惊地看着陈长安。没错，就是1万极品零食，这是零食，你收好了。希望你们不归城有这么多极品零食致富。陈长安笑着说道。陈长安毫不犹豫地拿出了1万极品零食，这让管事的彻底懵了。牛逼，太牛逼了！他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极品零食，激动的整个人都开始兴奋了起来。你就这么确定陈长安一定会晋级？管事的一脸震惊地问道。我相信他，就好像相信我自己一样。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好，这单我接了，1万极品零食，而且还是稳赚不赔，这样的买卖怎么可能会不做？下好注之后，管事的这才注意到陈长安的胸前竟然挂着一枚铂金勋章。如此年轻的铂金勋章拥有者，这个人是你是陈长安？管事的终于明白了过来，陈长安这是自己压自己赢，难怪他会说出刚才那一句话，他确实相信自己。告诉你们撑住，把极品零食准备出来，我一会来收债的。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离开了盘口，径直走向了勋章战场的2楼。当陈长安的身影出现在2楼战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变得兴奋了起来。来了，哈哈哈哈！陈长安终于来了！妈的，这下子可算是来了！磨磨唧唧的，真可恶！他就是陈长安，看起来好年轻，如此年龄就有这般实力了吗？好戏终于要开始了，我真的很期待陈长安究竟能不能够晋级成功。虽然我觉得此人十分嚣张，但我更希望亲眼见证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的诞生。是啊，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相比较这些看客，铂金勋章拥有者对陈长安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陈长安的身上，眼神之中的情绪自然也是各不相同。有人轻蔑，有人不屑，也有人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严雄，你当真不先出手吗？如果你不出手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教训这小子了。刘岩看着严雄问道。严雄冷笑一声道：“对付这种人还需要我出手？你想出手，尽管出手便是，不过最好不要直接杀了，戏耍一番岂不是更有趣？”好，那我就好好的戏耍他一番。刘岩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身上的熊熊战意已经燃烧了起来，迫不及待的想要冲到擂台之上。魏风堂此时也慢慢的站了起来，平静的看了一眼陈长安之后，缓缓开口道：“时间不早了，那就开始吧。”是，魏大人。魏风堂说完之后，勋章战场管事之人双手结印，打开了擂台外围的结界。陈长安见结界打开，于是身影一闪，便冲上了擂台。与此同时，刘岩也迫不及待的冲了上去。卧槽，怎么会是刘岩？第一场刘岩就上了。刘岩是谁？刘岩你都不知道？这可是铂金勋章之中的一位佼佼者，修为已经得到了化神境7重，实力十分可怕。
卧槽，第一个就是化神境7重，那陈长安不是输定了？这还用想吗？这些人压根就没打算让陈长安笑得太久，这是要第一场就直接将他扼杀啊！那我下注陈长安今天能够10次胜出，岂不是没什么希望吗？我靠，你对陈长安这么有信心，还10次胜出，他能不能从流言的手中活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完了完了，我可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押上了。流言的出场让不少人都是欲哭无泪，千算万算，谁也没有算到第一场比拼就有流言这样的强者出现。所有人都不看好陈长安，虽然他在晋级铂金勋章的时候击败了一名铂金勋章拥有者，可对方也不过是一名刚刚晋级铂金勋章没多久的化神境1重和7重，这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存在。陈长安真的还能够一直笑下去吗？流言看了一眼陈长安，丝毫没有将对方放在心上，能够走到这里，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你很不错，可惜你的人生也只能够止步于此了。流言看着陈长安，脸上满是高傲的神态，言语之间仿佛在说，年轻人，我很看好你，但你也不过如此。陈长安看了这流言一眼，但笑着说道，可我觉得你不怎么样。此话一出，流言脸色一变，小子，蹬鼻子上脸是吧？老子跟你客气客气，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本打算留你一命，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你就去死吧。流言目光一冷，身上的血煞之气突然暴增，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恐怖了起来。但流言却并没有因为这血煞之气变得失去理智，他的眼神依然是理智的，这只是他增加战斗力的一种方式。看得出来，流言在不归城这么多年，已经掌握了一种能够控制血煞之气并为之利用的方法。不是吧？流言上来就这么认真，这是打算直接秒杀陈长安，居然连血爆都用了出来，陈长安危险了。想不到流言竟然能够如此熟练的运用血爆，天赋果然不一般。是啊，这血爆若是修炼不好，可是会受到反噬的。血爆，陈长安起初就感觉这流言对于血煞之气的控制一定是有某种办法，没想到是叫血爆，看起来应该算是一种特殊的功法，专门针对血煞之气的。血爆有点意思，短时间内爆发血煞之气，提升自己的实力吗？我倒想要看看这能够让你变得有多强。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见陈长安如此无视自己，流言的眼睛开始慢慢变得通红，心中的愤怒让这血煞之气变得越发狂躁。看到这一幕，陈长安冷笑一声，果然这种功法一定存在着缺陷，那就是所有一切的负面情绪，当负面情绪出现的那一刻，血煞之气就会受到影响，从而让原本冷静的自己变得冲动起来。事实证明，陈长安猜对了，此时的流言已经处于一个暴走的阶段。我杀了你！流言身影一闪，一身血煞之气的向着陈长安冲了过去。陈长安倒也不急，他想要看看这化神境7重的修为搭配上血爆，究竟会发挥出多强的威力。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妈的，我不是眼花了吧？陈长安竟然真的这么恐怖！只见陈长安站在原地不动，任由流言疯狂的对自己进攻。最可怕的是，不管流言如何攻击，陈长安一动不动，更是毫发未伤。这一幕刺激了在场所有人，严雄此时的目光也变得凝重了起来，因为他在思考，如果换成自己，尽管有修为的差距，是否又能够做到陈长安这般毫发未伤？有趣，这小子肉身的抵抗能力，恐怕普通的洞虚境都伤不了他，难怪他这么自信，单单凭借这个本事，就算不赢，但也会立于不败之地。魏风堂起初只是听从命令来到这勋章战场，没想到这陈长安倒真是让人刮目相看。魏大人，这陈长安的肉身当真如此强悍？可就算如此，如果他的实力不相符的话，怕也很难完成百连胜吧？毕竟战平可不算数，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肉身既然这么强，那攻击力绝对不会差。但是陈长安从来没有近身战，看他上一次的战斗情况，他似乎主修剑道，放着强大的肉身不用，主修剑道，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听到其他管事的议论，魏风堂也在疑惑。按理说，陈长安这种体质属于是天赋异禀了，如果走的是肉身修炼之道，应该会事半功倍，怎么偏偏选择了剑道？还是说他依然有所隐藏？谁都不知道。陈长安的肉身强，那是抗揍，谁都没有办法对陈长安造成任何的伤害。同理，他的肉身也无法对别人造成伤害，否则的话，陈长安不需要修炼便可以无敌于世间了。混蛋，混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流言此时的心态已经完全崩塌，彻底陷入到了疯魔之中，血煞之气在这一刻彻底将他反噬，整个人充满了戾气，理智也已经完全消失。很好，保持这个状态，继续，我看看陷入疯魔之后你的战力会不会提升。陈长安的话让不少人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这是在戏耍流言，而且手段十分的残忍。流言如今的状态继续下去，就算不死，从此以后也会沦为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这样的一个疯子，最后的下场谁都清楚，会被不归城直接抹杀，不会让他在不归城之中乱来。狠，太狠了！陈长安这是在攻心啊！然而陈长安的真实目的，只是想要看看这血爆的威力，血煞之气提升的战力如何而已。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流言已经完全被血煞之气侵蚀，完全没有了再清醒过来的可能。陈长安这才打算停止这场战斗。差不多了，你可以去死了。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直接将流言震飞了出去。与此同时，一道剑气突然出现，直接刺穿了流言的脑袋。砰！随着流言的尸体落入到擂台之上，第一场的胜负也已经分晓。第一战，陈长安胜了！陈长安竟然胜了！或许说，
这个机会大家并不意外，毕竟擂台之上的情况，所有人都历历在目。但在这比斗开始之前，谁会想到是这个结果？对于那些看客来说，最大的伤害无非就是压住的问题，输多输少，但不致命。可对于铂金勋章拥有者来说，接下来的比斗，他们又应该如何面对？上，刘岩死得这么惨，谁敢上？不上，那陈长安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的完成了100连胜？怎么没人上去了？不是吧？这些铂金勋章拥有者就这么怕了？不对吧？应该还有比刘岩强的人吧？难道他们也担心不是陈长安的对手？我靠，不会打了一场之后，所有人都认输，陈长安直接100连胜，那特么我可赚大发了。我压了陈长安50连胜，我这是要发啊！我操，你特么压了50连胜你就这么有信心？没有啊，赌博嘛，胆子大一点，说不定就翻身了不是吗？事实证明我没有压错，无人肯上擂台，这让魏丰堂不由得也是眉头一皱。这些铂金勋章拥有者平时一个个都嚣张的不行，天不怕地不怕，都觉得自己不输给任何人，怎么事到临头反而一个个都怂了？第二场比斗难道就没有人敢上去吗？魏丰堂的一句话让众人都是心头一震，谁都听得出来这位的语气可很是不善。妈的，死就死吧，我来！勋章战场如今成为了整个不归城所有人都关注的地方。战场外面同样站满了人，他们进不去，但也想要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毕竟这些人之中，几乎90%的人都参与了盘口的赌注。这一次可以说是全程参赌，甚至很多人将全部身家都压了上去。搞什么？为什么这一次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听说好像是屏蔽了，只要里面的人不出来，没有人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陈长安究竟胜了几场，输了几场？哎，真想要进去亲眼看看，这种盛世不知道多久才会出现一次。咦，好像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了。卧槽，还真是，咱们进不去，他倒是走出来不看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一个垂头丧气的人从勋章战场走了出来，最靠近的一群人直接跑过去将此人围了起来。兄弟，里面什么情况？对，快跟我们说说，我们都好奇里面发生了什么。陈长安还活着吗？卧槽，你他妈倒是说句话，你他妈是哑巴吗？你到底能不能放个屁？到底怎么了？不论众人如何询问，此人都是一声不吭，低着头，情绪十分的沮丧，这让其他人感觉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这小子不会是倾家荡产下注，赔得血本无归了吧？哈哈哈哈，没了，全没了，全他妈的没了！就在这时，有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看这状态比第一个出来的人还要疯癫。什么没了？里面怎么了？众人连忙询问。陈长安这个王八蛋，他就是一个畜生，胜了，连胜，他特么都已经80连胜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我所有的家当都没了，我连明天的滞留费都交不起了，我特么要流浪了。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竟然哭了起来。不管他们对于不归城有没有感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相对会很安全。离开了不归城，外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80连胜，你确定是80连胜？这怎么可能？陈长安就算再变态，可这才多少时间，怎么可能80连胜？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长安80连胜，那我岂不是也完了？我也完了，血本无归，血本无归。陈长安80连胜的这个消息，属实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因为大多数的人压住都是陈长安输，虽然赔率不高，但有的赚。可谁能够想到，陈长安居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80连胜？这意味着陈长安想要获取100连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没事，我压的是陈长安无法完成100连胜，还有机会，我一定还有机会。对，严雄一定还没有出手，严雄可是洞虚境，只要严雄出手，陈长安必定会输得一败涂地。严雄，他们还有最后的机会，那就是严雄出手。毕竟严雄的实力，他们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尽管如此，如今已经有很多的人偷偷躲起来，默默哭泣。没办法，输得太惨了。本以为是必赢的局面，最后却换来了陈长安的强势连胜。快活楼之中，老板娘听说陈长安80连胜的时候，也是充满了震惊。不是她对陈长安的实力有怀疑，而是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造成这种局面只有一种可能，大量铂金勋章拥有者选择了认输，所以才会让陈长安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直接完成了80连胜。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陈长安以什么手段让这群心高气傲的铂金勋章拥有者纷纷认输？老板娘好奇地问道。无敌之资，无敌之资，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说明了一切。陈长安以绝对的实力让这些人完全不敢对抗。有意思，这陈长安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看样子能够阻挡陈长安获得100连胜的只有严雄了。你说他有这个能力吗？老板娘笑着问道。这属下不知，算了，你先下去吧。这么久了，陈长安应该连胜的次数更多了吧？勋章战场第99场，陈长安胜。静。当陈长安完成了99连胜的这一刻，整个勋章战场都陷入到了一片寂静之中。所有人都知道陈长安会完成这个成就，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众人依然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勋章战场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达到了99连胜的人。这一刻，他们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一个神话的诞生。只差一步，陈长安将会彻底的封神，成为不归城的一个真正的神话，铂金勋章战场100连胜成就的唯一拥有者。片刻之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向着严雄看了过去，就连魏丰堂都向着严雄看了一眼。如今能够阻止陈长安完成100连胜的，只有他了。严雄此时也是倍感压力，他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竟然真的可以走到这一步。
尤其是魏风堂的关注，更是让严雄有些紧张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严雄终于从自己的座位上面站了起来。严雄，咱们铂金勋章拥有者的脸面全靠你了。是啊，严雄，一定要为我们出口恶气，绝对不要让他笑到最后。严雄，我们支持你，你一定可以的。这些人的支持对于严雄来说，只是一道道无形的枷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陈长安一直以来表现的实在是太淡定了，淡定到仿佛他真的天下无敌了一般。严雄心中紧张，却并没有表露出来，对着众人自信的一笑，随后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擂台之上。陈长安，真的没想到你居然可以完成99连胜的成就。其实，如果我想的话，我也可以，只不过我已经没有了冲击100连胜的必要，所以才让你成为了第一个，你明白吗？严雄冷笑着说道。陈长安平静地看了严雄一眼，淡笑着说道：你这么说，是不是想要告诉别人你并不比我差？其实你心中正在害怕会输给我。你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要告诉其他人，虽然你会输，但你依然有99连胜，甚至是100连胜的实力，为自己挽回一些颜面，对吗？陈长安瞬间看穿自己的内心，这让严雄心中充满了愤怒。这小子怎么会通过一句话就能够联想到这么多？你特么的就不能简单一点，善良一点吗？陈长安，我承认你是一个妖孽，战力逆天，肉身惊人，但你的修为毕竟只有超凡境。你知道什么是洞虚境吗？你知道洞虚境有多么强大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无知才会让你无畏。奉劝一句，若是想要活命，最好老实低调一点。严雄的话很多，看起来是在威胁警告陈长安，可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严雄怕了，真的有实力就不会这么多废话。别浪费我的时间了，动手！说的越多越心虚，这句话放在严雄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此时严雄也已经注意到，很多人看向自己的目光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期待，而是鄙夷和嘲讽。这样的目光让严雄无法接受。曾几何时，他才是铂金勋章拥有者之中最耀眼的存在。为什么从陈长安出现的短短几天之内，自己出现在其他人的眼中会变成了深深的鄙夷和嘲讽？陈长安，你给我去死！严雄怒吼一声，直接就要施展血豹来提升自己的战力。然而这一次，陈长安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血豹如何？陈长安已经见识到了，怎么可能还会被严雄一个蓄力的时间？只见陈长安以指带剑，人剑合一，直接向着严雄冲了过去。严雄这边血豹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陈长安已经近在咫尺，这让严雄充满了震惊和不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出手？为什么他的速度这么快？自己就连血豹都没有完全施展，他就已经来到了面前。轰！一声巨响，严雄整个人倒飞而出，身体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一道道金色剑气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最终整个人4分5裂，死无全尸。秒杀！竟然是秒杀！陈长安以超凡境1重的修为秒杀了洞虚境1重的严雄，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他们或许想过陈长安会胜，但绝对没有想到陈长安会以如此强势的姿态获胜。这可是严雄，强大的严雄啊！下辈子一定要记得，这种需要时间蓄力的招式，没有人会选择等着你，要么提前施展，要么不用，不然的话你还会死得很惨的。陈长安又不是傻子，没有必要真的去等严雄完全将血豹施展之后再动手，这本就不是什么有意切磋。勋章战场拼的就是你死我活。此时勋章战场管事之人激动的有些颤抖。第100场，陈长安胜！轰！当结果公布的那一刻，整个勋章战场都沸腾了起来。在这一刻，没有人去计较压住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早在陈长安一路势如破竹的连胜之时，很多人都已经全身心的投入到了100连胜之中。铂金勋章100连胜，拥有资格晋级紫金勋章，这样的壮举实在是太过于激动人心了。欢呼沸腾，陈长安在这一刻真真正正的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神，无可匹敌的战神。陈长安，陈长安，陈长安！整个勋章战场，所有人都在大声地呼喊着陈长安的名字。混乱之区，杀戮之地，这里没有什么善良之辈，但不可否认，大家对于强者是有敬畏之心、崇拜之心的。魏风堂此时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是充满了兴趣。这个神秘的少年以超凡境的修为，创造了一个或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他所面对的对手，没有一个人的修为低于他，但他一路从青铜勋章走到了铂金勋章，现在他已经站在了铂金勋章的顶端，拥有了冲击紫金勋章的资格。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不过5、6天的时间，太快了，这简直太快了！他真的是人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以超凡境界创造无敌神话，紫金勋章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就连洞虚境的严雄都不是对手。陈长安将会成为不归城第1位紫金勋章拥有者，没错，绝对没有任何的意外。就连这勋章战场的管事之人，此时都十分的兴奋，也认为陈长安获得这紫金勋章没有任何的问题。魏风堂缓缓站起身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同样不平静。魏风堂看向擂台之上的陈长安，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开口说道：陈长安，恭喜你获得了铂金勋章战场100连胜，你的天赋，你的实力足以惊艳整个太玄界，这一点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认同。听到这句话，不少人都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世上天骄或许很多，妖孽之辈也有，但谁都没有听说过以超凡境秒杀洞虚境的存在。恐怕就算是人榜排名前5的那几位，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吧。人榜。突然众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陈长安的名字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人榜之上，还是说
超凡境的排名太过于靠后，所以大家没有关注。你们记得人榜排名之上有陈长安这个名字吗？不记得。超凡境排名太靠后了，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这倒也是，虽然排名不靠前，但陈长安的实力绝对可以登顶第一名。哎，若是陈长安3年之内修为不断突破，人榜第一必定非他莫属。陈长安的样貌和修为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真实年龄，毕竟谁家超凡境能够活1万年，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更何况陈长安体质特殊，任何人都无法判断出他的真实年龄。我可以继续完成晋级吗？不是说只要挑战10位胜出，活着撑过1个时辰就可以？陈长安问道。不错，这就是晋级的条件。只不过这件事情我还需要和城主汇报一下，至于什么时候安排你进行最后的晋级挑战，我们会再通知你。魏风堂的一句话让陈长安眉头一皱，不在同一天进行吗？你不用多想，只是因为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真的没有准备。魏风堂笑着解释了一句。我的天，我没看错吧？魏风堂魏大人居然笑着跟陈长安解释。废话，陈长安这样的妖孽之才，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将来说不定会成为和城主比肩的强者，谁不客气一点？这倒也是。不过看样子今天咱们是见证不了陈长安直接晋级紫金勋章拥有者了，能够见证他100连胜已经很过瘾了。况且就陈长安这实力，晋级紫金勋章有难度吗？一点没有。这倒也是，虽然让人有些遗憾，但今天的战斗已经足够精彩了。况且就算他们有什么不满的也没用啊，这不归城做主的可是城主修罗。好吧，那我就等你们的消息。对了，我参加比斗之前在你们的盘口下了注，我想要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结算？陈长安的一句话让魏风堂也愣住了。下注了？这个很简单，马上就可以。你下了自己100连胜？魏风堂笑着问道。当然，难不成下自己输吗？我可是下了血本了，1万极品灵石，你们可不能赖账。哈哈，放心，我们不归城绝对不会。等等，你说什么？你下了1万极品灵石？1万极品灵石，这可是1万极品灵石啊！这特么要赔多少？整个不归城加起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灵石吗？我的乖乖，听说陈长安灵石很多，可没想到他灵石居然这么多。你从哪听说的？拍卖场。陈长安去生死林之前，在拍卖场买了一株捕灵草，花了1万上品灵石。我靠，这么富有！我以为这就是很牛逼了，没想到这一次他直接下注1万极品灵石，这一下不归城城主可要亏大发了。对了，陈长安下的什么注？赔率多少？不清楚，但赔率绝对不会少，哪怕是10倍赔率，那也是10万极品灵石啊！所有人都被陈长安下的注给惊到了。就算这不归城每天的收入很多，但也架不住这么赔吧。最重要的是，这是极品灵石，谁能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的极品灵石？魏风堂此时也是露出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总之一句话，他的表情很精彩，特别的扭曲。嗨嗨，魏风堂轻咳一声，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随后问道：不知道你压的是？哦，我压了，我成功晋级紫金勋章。轰！此话一出，现场再一次沸腾了起来，因为大家在下注的时候都曾经关注过，这可是他们1比1万的赔率啊！虽然很诱人，但没有人去下注。盘口敢设定这样的赔率，就是认准了不会有人成功，别人不行，陈长安也绝对不行。既然是稳赔，哪还有傻子去下注？可谁又能够想到陈长安会跑去给自己下注呢？魏风堂此时也是冷汗直流，他是勋章战场的主管，这盘口也是他来负责。这一下自己可算是闯了大祸了，他现在恨不得将负责盘口下注的那些人全部弄死。这样的赌注你们也敢接？1万极品灵石，你们脑子抽了？1亿，这特么可是1亿极品灵石啊！我的乖乖，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极品灵石什么样。陈长安这一场赌注就赚了1亿，完了，这不归城以后不会改姓了吧？1亿极品灵石，这城主不得赔的裤衩子都不剩了。说这话你小心点吧，小心城主把怒火牵扯到你身上去。我就一个无名小卒，城主这般人物怎么会跟我一般见识？众人的议论声让魏风堂想死的心都有了，自己这要怎么交代？这城主还不得扒了自己的皮啊！1亿极品灵石，这特么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啊！不对，突然魏风堂心头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陈长安，你刚才说你下注的是自己晋级紫金勋章对吗？魏风堂问道。不错，好，那就好。听到这话，魏风堂松了一口气，随后笑着说道：你如今还不是紫金勋章拥有者，你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挑战，所以这赌注嘛，自然而然也就不能现在赔付给你。等你成功晋级，我们城主府自然会将赌注支付给你。魏风堂的话让陈长安也是一愣，自己竟然将这件事情给忘了。不过早晚的事，倒也不急于这一时。好，多等几天也可以。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这下我觉得最终的晋级赛恐怕会变得更有趣了。哦，为什么？你想啊，城主府想不想赔1亿极品灵石？当然不想，傻子才想。所以想要不赔，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陈长安无法成功晋级。虽然有些可惜，但这可是1亿极品灵石。你的意思是说，城主府恐怕会派出来实力更强的人来对付陈长安？没错，必是如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魏风堂此时心中便是如此的盘算。毕竟这1亿极品灵石太多了，就算城主修罗想要守信用，那也得有这么多极品灵石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顾一切的阻止陈长安晋级。陈长安并没有继续留在这勋章战场，毕竟100连胜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慢慢等待最后的晋级挑战。当陈长安从勋章战场走出来的那一刻，目之所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海。
外面此时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当这些人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也都变得兴奋了起来。这些人的目光是炙热的，是兴奋的，这是对于强者的崇拜，是对一个传奇缔造者的敬畏。陈长安看了众人一眼，微微点头示意。轰！仅仅是一个点头，便让现场众人全部都沸腾了起来。尽管这些人平日里面或许都是杀人如麻，毫无道德观念，但并不妨碍他们慕强。陈长安如今在这不归城之中的名气越来越响，威望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这不归城之中，谁能够和陈长安的人气进行比拼，只有一位，便是神秘的城主修罗。众人刚要大喊陈长安的名字，却发现陈长安已经消失不见。陈长安离开了勋章战场，直接回到了快活楼，他想要看看这痴傻少年的情况如何了。恭喜恭喜，陈长安，你如今可是这不归城之中当之无愧的传奇了，以无敌之姿完成铂金勋章100连胜，你还真是个变态。陈长安看了老板娘一眼，对方的消息还真是够灵通的。现在恭喜为之过早，我并没有晋级成为紫金勋章拥有者，也只差最后一步了。老板娘笑着说道。东西送回来了吗？我朋友的情况怎么样？陈长安问道。你自己回去看看吧。好。陈长安并没有和老板娘多聊，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看到陈长安回来，顾仙儿脸色一喜，连忙问道：公子成功了吗？还差最后一步了。大黄，那小子呢？灵魂修复成功了吗？陈长安看着大黄问道。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点了点头，说道：成功了，血煞之气也成功清除了，不过可能他需要沉睡2天才会苏醒，但我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想起来曾经的事情，或许会，或许不会，你也别抱太大希望。能不能够记得起前世的记忆，陈长安并不介意，他真正在乎的是对方究竟是不是无名刀的转世。希望一切能够如我所愿吧。若此人真的是无名刀，我会让他恢复从前的一切天赋、实力、自信，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奉天皇朝的灭亡。陈长安冷声说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奉天皇朝？大黄好奇地问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成熟的那天，我定然会去。转眼2天时间，痴傻少年终于从昏睡之中清醒了过来。当对方醒过来的那一刻，原本迷离浑浊的双眸变得明亮了起来。起身环顾四周，眼神之中有些陌生，却又感觉有些熟悉。起身推开房门，便看到了陈长安他们站在门外不远处。在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少年心中感觉十分的熟悉，似乎这个人自己认识了很久很久，可不管自己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脑海之中唯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痴傻之时，此人帮助了自己，将自己带到了这里。可少年感觉自己对于陈长安的熟悉绝对不是来源于此，这种感觉很奇妙，却摸不清道不明。陈长安和大黄对视了一眼，从这少年的目光之中，他们似乎看出来了一些什么。会喝酒吗？突然陈长安的一句话让少年为之一愣。喝酒？少年盯着陈长安看了几眼，为什么听到对方说出这番话之后，自己的内心有了一种冲动？我想痛饮300杯。少年下意识的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果然是你。听到这话，陈长安可以肯定，这少年应该就是无名刀的转世之身了。或许因为当初灵魂受损太严重，加上转世之后的经历，让他已经无法去记得太多上一世的事情，但有些特别深刻的记忆似乎还会影响到他。仙儿，公子请吩咐，准备酒菜。是。顾仙儿去前厅找人准备酒菜。陈长安看着少年，笑着问道：有名字吗？没有，我的记忆之中并没有名字，但我记得一个刀字，不明白什么意思。少年迷茫地摇了摇头。刀字？无名刀的刀吗？我给你取一个怎么样？好。少年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内心深处就是莫名的信任陈长安。无名刀，你觉得如何？无名刀，亲切熟悉，似乎这本就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名字。好，我以后就叫无名刀。无名刀笑着说道。无名刀对于这个名字十分的喜欢，在这一刻他感觉自己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不多时，快活楼将酒菜送了过来，陈长安和无名刀2个人也是推杯换盏。无名刀毕竟只有16岁，而且之前没有喝过酒，加上毫无修为，还没有喝完300杯，便已经意识有些模糊了。陈兄，能再见到你，真好。在无名刀不省人事之前，说出了一句潜意识里面的真心话，或许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看着醉到不省人事的无名刀，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是啊，能够再见到你，真的很好。确认对方就是无名刀之后，陈长安的心中也解决了一个心结。可接下来无名刀的路要怎么走，陈长安并没有想好。至于前世的事情要不要说，陈长安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有些事情没必要说，或许让他自己去寻找曾经的记忆才会更好。无名刀这小子应该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你觉得呢？大黄看着陈长安问道。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无名刀的路应该要让他自己去走，让这小子走一条新路，还是旧路？陈长安问道。新人走新路，这样才合理。他是无名刀，但不是曾经的无名刀了，或许他自己也会做出一个选择。明天问问这小子不就好了？明天问问他。对了，你晋级紫金勋章的事情还没有消息呢，这些人不会真的搞出来一些你无法战胜的人吧？你现在的真实战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大黄有些好奇地问道。真实战力，陈长安其实一直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他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绝对不会超过洞虚境，而且他有一种感觉，由于后面境界战力的涨幅会有很大的变动，他的战力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当他的修为突破到神通境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跨越好几个境界的超强战力了。尽管如此，陈长安的真实战力也足够变态了，起码大黄一直认为
陈长安都不需要突破到大地境界，便能够无敌于世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不能晋级紫金勋章，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别忘了，我的目的是见到城主，询问消息。我不相信他真的就会一直躲着不出来见人。陈长安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打探消息，寻找胎珠，可从来都不是创造什么神话，获取那所谓的紫金勋章。就在陈长安和大黄聊天之时，快活楼的老板娘又一次找了过来。我说老板娘，你们这里就我一个客人吗？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吧？暗恋我？陈长安笑着调侃了一句。听到这话，老板娘妩媚的一笑，毫不客气的说道，老娘还用暗恋吗？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推倒办了你。我又不是你的那个小侍女，天天扭扭捏捏的，喜欢也不敢说。老伴娘这一句话让顾仙儿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想要反驳什么，却又什么也不敢说。你以为谁人都如你一般？说吧，这次过来又有什么事情？哼，我这般又如何？陈长安，你瞧不起我？这娘们闹着玩，怎么还认真了呢？陈长安看得出来，老板娘眼神之中的怒火可不是装出来的，他竟然真的有些生气了。绝无此意，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若有冒犯之处，还请老板娘见谅。陈长安可从来都不是什么死鸭子嘴硬的人，况且对方怎么说也是一个女人，没必要和她硬碰硬，无非就是说句软话便能够解决的问题，何必小题大做？这都是陈长安从师傅那里积累的经验，绝对不要给他继续爆发怒气的机会。哼，算了，懒得跟你计较这些。城主府的人传来消息了，3天之后城外进行晋级战。城外，陈长安也没有想到这晋级战怎么会安排到城外去？这不归城这么大，勋章战场也不小，难道还不够吗？转念一想，陈长安便明白对方这么做的原因了，这是担心殃及池鱼啊！看起来这一次城主府那边派出来的10名选手，恐怕实力都不会太弱。你消息这么灵通，有什么内部消息没有？陈长安笑着问道。内部消息？我怎么可能会有城主府的内部消息？你太看得起我了。老板娘笑着说道。是吗？陈长安深深地看了老板娘一眼，随后淡笑着说道，看样子只能够等到那一天才能够知道对手都是什么实力了。壮观，太壮观了。是啊，自从有了不归城以来，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的局面？或许也就只有陈长安能够引起这样的场面了。不归城是很多人都想要进入的一个地方，毕竟在这里算得上是混乱之区的一片净土，没有人愿意出来，一进一出可就是要1000中品灵石。但是今天不归城之中，但凡是能够出来的人全都跑了出来，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亲眼见证紫金勋章拥有者的诞生。不归城城外50公里之外，一片空旷处，此时四周已经人山人海，正中间大约10公里的范围已经被结界所包裹住，这里面便是今天的主战场。可当众人看到里面的选手之后，所有人都懵了。这城主府真的如此行事？不是吧，派了这10人出战，这真是脸都不要了。卧槽，他们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就算是不想要让陈长安获得紫金勋章，也不必做得如此明显啊！连魏风堂都在其中，陈长安怎么赢？魏风堂勋章战场的主管，修为更是达到了洞虚境7重，至于其他9人，同样都是修为达到了洞虚境5重的存在。陈长安面对这10个人，战胜绝不可能，就算是让他撑过1个时辰，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的阵容，陈长安真的会很难，就差把3位统帅直接派出来了。那3位可是城主的心腹，都是洞虚境9重巅峰。是啊，估计城主也知道，要是把那3位都派出来，就真的是太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年这规矩可并非如此，不过这规矩本身就是城主所定，他要更改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你们说，陈长安来了之后，看到这场面会不会骂街？骂街？要是换了我，弄死这些人的心都有了。哎，没办法，在人家的地盘就得听人家的安排，妖孽如陈长安也不例外。就在众人议论之时，陈长安从远处快速飞来，不过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了战场。当看到里面的10人之后，陈长安的表情十分平静，似乎这样的结果并不会让他感觉意外。进入结界之后，陈长安向着魏风堂看了过去，毕竟其他9人陈长安并不认识。看起来这城主修罗果然看得起我陈长安，这样的阵容确实不错。陈长安淡笑着说道。陈长安，这一切都是城主的安排，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你想清楚了吗？如果一旦接受，你将会面对我们10个人的联手进攻。你已经铂金勋章100连胜了，输在这里也没有人说什么。你现在如果想要放弃，还来得及。魏风堂笑着说道。放弃？这可从来都不是陈长安的风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撑住1个时辰应该也算通过吧。撑住1个时辰。魏风堂突然心头一震，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难不成陈长安有信心凭借着肉身就能够扛得住他们10个人联手进攻1个时辰？但我今天真的没什么心情慢慢浪费时间，正好我也想知道我真正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诸位准备好了吗？此话一出，魏风堂几人都是脸色一变。什么意思？陈长安之前从来都没有动用过真正的实力，他一直都有所保留，好生狂妄。不过超凡境1重，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不可大意，别忘了严雄可是被他秒杀了。哼，不过是秒杀严雄罢了，我也能够做到。所以这不就等于他的实力和你相差无几了吗？就算是这样又如何？他面对的可是我们10个人，他还能一击将我们10个人全部击败不成？相比较其他9人的愤怒，魏风堂就显得兴奋了起来，因为他这一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试探出陈长安的真实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陈长安，出手吧，让所有人看看你究竟有多强。
魏丰堂笑着说道：“好。”话音未落，一股恐怖的剑意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顷刻之间，魏丰堂等人都是脸色巨变，好恐怖的剑意！这股剑意之强，让魏丰堂等人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甚至是心生恐惧。卧槽，怎么会是剑意？陈长安什么时候领悟的剑意？大黄此时也是一脸懵逼。大黄虽然并没有过来，但以他的感知力，这边发生了什么，跟亲眼所见并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如此，大黄才会一脸懵逼。陈长安一直都和他在一起，怎么莫名其妙的就领悟了剑意？大黄前辈，怎么了？顾仙儿好奇地问道。你知道陈长安什么时候领悟的剑意吗？大黄的提问让顾仙儿也愣住了，自己才跟着陈长安多久？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算了，问也是白问，你怎么会知道？大黄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一旁的无名刀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说，根本不需要领悟。说完之后，无名刀一愣，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我好像又犯病了。在无名刀看来，自己总是会莫名其妙地说一些话，这就是之前的痴傻症并没有完全治好的原因。大黄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认为无名刀说的很有道理。陈长安太变态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又怎么可能用常理来解释呢？赢了！大黄突然说出的这两个字让顾仙儿浑身一震，赢了，这么快！而此时不归城城外战场之中，陈长安虚空而立，下面以魏丰堂为首的10人此时已经倒地不起，四周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刚刚那直冲云霄的剑气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光芒之后，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这结界之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除了魏丰堂他们10个亲身经历者之外，其他人都是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赢了，陈长安赢了！我以为陈长安会陷入到苦战之中，结果就这么赢了。我不是应该兴奋吗？为什么我现在内心毫无波澜？为什么陈长安这是要将传奇进行到底吗？这可是9命洞虚境5重，1名洞虚境7重的强者呀！呼，陈长安果然乃神人也。不过，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情？陈长安修的是剑道，可谁人见过他用剑？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是一愣。是啊，陈长安从始至终从未用过一次剑，难道说他竟然还隐藏了部分实力？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你们的城主了吗？魏丰堂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站他输得心服口服，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从欣赏变成了佩服。如果说之前魏丰堂一直还将陈长安当成是一个后起之秀，那么现在陈长安在魏丰堂的心中已经是一位超过自己的强者了。你赢了，你是不归城唯一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你有这个权利去见城主，你现在就要见。魏丰堂有些疑惑，这陈长安怎么会这么着急去见城主？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莫非是陈长安，你不会是怕城主大人不陪你的赌注跑了吧？魏丰堂无奈地问道。魏丰堂会想到这里，陈长安是有些意外的，毕竟他压根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灵石他可不缺，不过是以这种手段增加见到城主修罗的筹码罢了。可没想到这魏丰堂如此的在意，不过也正常，毕竟这都是一群穷鬼，没见过什么世面。你别管我找他干什么，带我去就是了。他在不在不归城？陈长安没好气地问道。在，不过我需要先去汇报一下，看看城主愿不愿意今天见你。你可能需要等一等。又要等？这见个城主还真是够费事的。不过这么多天都等过来了，陈长安也不急于这一时。好，那我先回快活楼，尽量快一点。就说我有事情要找他打听事情吗？魏丰堂点了点头，说道：我会将你的意思传达给城主的。陈长安并没有继续多说什么，身影一闪，直接飞向不归城。这小子还真是洒脱，说走就走。魏丰堂无奈的苦笑一声：那个魏大人，结界好像没开。没开那就打开啊，这还用问我？不是，我的意思是结界没开，陈长安怎么走的？这魏丰堂突然又是一愣。对啊，这结界没打开，陈长安怎么穿过结界离开的？要知道这结界可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战斗波及太远，乃是城主亲自出手布置的。可陈长安呢，来去自如，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这结界对他而言形同虚设。这陈长安究竟还有多少手段没有施展出来？他还是人吗？每一次见到陈长安都会被他的手段所惊艳，似乎他的身上还有着无数的秘密。这小子紫金勋章不要了，算了，等见了城主之后，让城主亲自给他吧。陈长安离开之后，魏丰堂才想起来，这紫金勋章还没有给陈长安。陈长安回到了快活楼，第一个见到的依然是老板娘。似乎这老板娘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等着他陈长安一般。你这是真没生意吗？你这么悠闲？陈长安率先开口说道。什么生意？能够有你这么一位客人重要？快让我见识见识，紫金勋章长什么样子，还没有见过呢。老板娘略显娇嗔地说道。勋章我没要，你喜欢到时候送给你。陈长安不在意地说道。送给自己，这算不算是定情信物？老板娘满眼深情地问道。定情信物？你做梦呢？你是不是不这样就没办法说话了？陈长安无奈地问道。哦，这样不好吗？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女人如此吗？别装正经，嘴上不愿意，心里怕是巴不得吧？哪有什么正人君子，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毫不动摇，不过是诱惑不足罢了。老板娘的话或许并没有什么错，大多数男人或许都是如此，但也总归是有例外之人存在。只不过陈长安可不想要在这种事情上面和他多费口舌，本就是一件无法争辩出对错的命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你这么说也并无大错，但你不会觉得累吗？累？听到这句话，
老板娘却是不以为意的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是啊，对于很多人来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又何必去在意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呢？个人理解不同，选择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就在两人交谈之时，魏风堂走进了快活楼，速度之快让陈长安也有些意外。魏风堂并未理会老板娘，而是直奔着陈长安走了过来。我说魏大人，这小店怎么说也是我的地方，你来了不先跟我打声招呼，不合适吧？老板娘在一旁似笑非笑地问道。我找他有事，要不然谁愿意来你这破地方？魏风堂依然没有去看老板娘，似乎对于这快活楼和老板娘有着很大的意见。陈长安此时也是觉醒了八卦之魂，这是什么情况？有故事？陈长安看着老板娘问道。追过老娘，不过我没同意。别以为我外表浪荡，便真是那随便之人，我可是有自己底线的。老板娘笑着说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板娘这毫无顾忌的将魏风堂心中的痛楚说了出来。魏风堂也是不免老脸一红。我当年是年少无知。魏风堂气愤地说道。年少无知，你还真好意思？当年你追我的时候，怕也是近100岁了吧？这也叫年少？老板娘鄙夷道。我算了，懒得跟你这妇人一般计较。陈长安，城主已经同意见你了，跟我去城主府吧。城主府？城主修罗一直都在城主府吗？城主府确实有不一样的气息存在了，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我也捕捉不到。这个城主太神秘，要不就是大地境界，要不然很可能拥有一些隐藏自身气息的宝贝。用不用我陪你去？就在这时，陈长安的脑海之中传来了大黄的声音。陈长安并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魏风堂，笑着问道：城主一直都在城主府吗？城主的事情我不方便透露，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当面询问。好，那就请带路吧。陈长安并没有继续多问，反正马上就可以见到城主修罗了。陈长安跟着魏风堂一路来到了城主府，这城主府十分的气派，面积也很大，只不过陈长安总感觉这个地方少了点人气。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活人太少了，就算是为了保持神秘，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吧。魏风堂带着陈长安一路穿行，最后来到了城主府最后面的一个花园之中。前面那座假山之中有一个通道，你进去之后走到头就可以看到一间密室，城主就在那等你。这么隐秘，你们城主做人挺心虚的吧？城主府这可是自己的地盘，自己居住之所，竟然还要搞得这么神秘，这不得不让陈长安怀疑这个城主修罗一定是个心虚之人，否则又何至于如此？魏风堂听到陈长安的话也是尴尬的一笑，别说陈长安，就连他们这些下属都有些看不懂，只是不敢如陈长安这般说出口罢了。嘿嘿，城主大人就在里面等你，你还是先进去吧。魏风堂尴尬的咳嗽了一声。好，我去会会你们这位城主。对了，你们城主长什么样子？你见过吗？陈长安刚走了几步，突然回头的一句话让魏风堂也是一愣。好，我知道了。魏风堂虽然并没有回答，可从对方的犹豫的眼神之中，陈长安已经找到了答案。他也没有见过城主修罗的真实面目，如果见过，魏风堂不需要犹豫，因为陈长安马上就会见到城主修罗。他之所以犹豫，就是不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回答。陈长安走到假山旁边，发现假山之中果然有一个密道，只不过这个密道口并不是很隐秘，所以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陈长安也并没有多想，密道里面已经点燃了油灯。陈长安一路前行，最终发现里面竟然有个巨大的空间，这空间装扮成了一个房间的模样，很漂亮，但并不奢华，古香古色，空气之中还残留着淡淡的清香。一道屏风后，模糊可以看到一个人影，身穿一身黑袍，连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但陈长安却一眼就认出了，这和自己当日在那个木屋之中看到的黑袍应该是一样的。修罗，陈长安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不错，是我。你想要得到紫金勋章，就是为了见我。对方的声音很低沉，是那种刻意控制之后发出来的。这城主修罗不仅仅样貌不肯示人，连声音都一直在伪装。陈长安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越过了屏风，走到修罗的对面坐了下来。不得不说，修罗这一身黑袍遮挡的真是严严实实，就算坐在对面，也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样貌，就连皮肤甚至是眼睛也看不到。这是做了多少亏心事，害怕成这个样子，就这么不敢见人吗？有必要如此遮遮掩掩吗？其实我对你的身份多少有了一些猜测，要不然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如何呢？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哦，整个不归城之中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才来到这里不久，竟然就有所猜测，我倒真的想要看看你的猜测是什么。修罗的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情绪。你在不归城这么久，一直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这一点你做的确实很好，可人总有疏忽的时候，不经意之间就会露出马脚，是吧，老板娘？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当陈长安说出老板娘这3个字的时候，修罗的身体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虽然只是一个瞬间，但还是被陈长安捕捉到了。片刻之后，修罗将身上的黑袍脱下，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赫然就是快活楼的老板娘。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跟了我那么多年的属下，都从来没有发现我的身份，为什么你才来了几天就有这样的怀疑？我到底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老板娘有些好奇地看向陈长安。听闻此话，陈长安微微一笑，说道：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去快活楼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安静吧？这不归城之中安静的地方很多，没必要一定选择快活楼。这话什么意思？陈长安从进入不归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了快活楼有问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长安那个时候连城主是谁都不知道，就连一些消息也是从自己这里打听出来的，他为什么会怀疑快活楼？
我不信。老板娘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向陈长安，她不相信陈长安从那个时候就有所怀疑。陈长安但也并不介意老板娘的怀疑，笑着说道：“我身边跟着的大黄你知道吧？他的感知力很强，在进入不归城的时候，他就已经将整个不归城感知了一遍。你的快活楼看起来和城主府之间相隔甚远，但彼此之间却有暗道相连。这个暗道错综复杂，很隐蔽，但还是被大黄强大的感知力给发现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快活楼和城主府有关联。”所以陈长安从一开始就知道快活楼不简单，却并没有直接怀疑到老板娘就是城主修罗。但在接下来的相处之中，陈长安却慢慢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最致命的便是小木屋之中留下来的黑袍。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自带一种奇特的香味，并非任何的胭脂水粉，而是你身体自带的香味。那小木屋之中气味难闻，而且你已经极力的做过隐藏了，但在你遗留的黑袍之上，我还是发现了这种味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怀疑你就是城主修罗。听到陈长安的话，老板娘眉头紧皱，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吗？就算如此，也无法断定自己就是修罗吧？就因为这些？老板娘问道。当然不止，不过都是一些小事情加在一起，加深了我的怀疑而已。不管是什么，事实证明我猜的没错。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老板娘没想到陈长安平时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异样，但居然从第一天，甚至可以说见自己的第一面开始，就已经在各种怀疑了。这小子怎么那么多心眼子？你很聪明，你也猜中了很多。其实要见你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继续隐瞒我的身份，只不过是想要先看看你见到我之后的反应。不过你虽然聪明，但也有没发现的事情。陈长安，你还是太小瞧别人了。老板娘笑着说道。没发现的事情吗？陈长安平静地看着老板娘，笑着说道。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发现的呢？你的姐姐或者妹妹吗？此话一出，老板娘顿时心头一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她怎么会连这件事情都知道了？看到老板娘这震惊的目光，陈长安就知道自己又一次的猜对了。怎么还不打算出来吗？另一位老板娘。陈长安说完之后，一个人影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到了这密室之中。果然双生姐妹花，身高、样貌、发型、穿着，甚至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这两个人都一模一样，仿佛是完美复刻的一般。最可怕的是，两个人就连身上的气味气息也是完全相同。这样的一个双生姐妹花，还真的是不好辨认谁是谁。但陈长安却很清楚，后来的这一个就是刚刚在快活楼和自己说定情信物之人。两人站在一起之后，同时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异口同声地问道：“你怎么猜到的？”果然，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其实，如果仔细一些，是可以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区别的。我最先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依然是那个小木屋。当我发现黑袍上面有你特有的气味之后，我曾经让大黄感知过你在不在快活楼，得到的答案是你在，而且从没有离开过。那个时候我就在怀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每一次的交谈之中，我都会刻意的说一些话，然后观察注意你的神情和态度。你们两个人尽管已经模仿对方模仿得很像了，可脾气却略有不同。还记得你上一次生气吗？喂，上一次生气的是我，不是我妹妹。嗨，不好意思，一时之间没分清楚。陈长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虽然知道对方是两姐妹，可她们两个若是站着不动一言不发，还是分不清谁是谁。就因为生气，你就觉得我们是两个人？姐姐不解地问道。因为如果是妹妹，她会以一个调侃的方式去回复。性感妩媚是你们的天赋，但外表放浪却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伪装，是你们做给其他人看的。妹妹应该大多数以老板娘的身份示人，所以她更习惯这种人设。但是姐姐不同，姐姐应该大多数都在以修罗的身份行事，所以对于和老板娘的人设融合并不是很完美，这才会出现破绽。我想你们的属下恐怕曾经也怀疑过你们的身份，可他们都没有想到城主修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打消了他们心中的怀疑。我说的对吗？陈长安淡笑着问道。陈长安的话让两姐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陈长安观察细微，思维敏锐，实在是太恐怖了。两人甚至有一种感觉，和陈长安这样的人相处久了，会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两人就有一种感觉，就仿佛两个人赤身裸体的站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精彩，说得非常精彩。陈长安，我真的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慕容轻柔，这是我妹妹慕容轻舞，父姓慕容，这个姓氏有，但是并不多。陈长安当年倒是也认识过一位姓慕容的，原来是两位慕容姑娘。我当初倒也认识一位姓慕容的，好像叫慕容天海，没准你们祖上还有点关系也说不定。陈长安笑着开了一句玩笑。你认识我慕容家先祖？卧槽，不是吧，自己就是开个玩笑，还真特么的是一家人。你们真的是慕容天海的后人？这没有这样巧合吧？陈长安有些惊讶地问道。我们确实是慕容天海先祖的后人，可是老祖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你怎么会认识他？你究竟是什么人？慕容轻柔两姐妹此时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充满了震惊，毕竟慕容天海已经死了那么多年，这世上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陈长安竟然说出了他的名字。如果陈长安认识慕容天海，那他的年龄究竟有多大？有过数面之缘，算得上是朋友吧，但交情不深。陈长安无奈地说道。竟然真的认识先祖？晚辈见过前辈，先前失礼之处，还望前辈见谅。说罢，慕容轻柔两姐妹竟然毫无征兆地直接给陈长安跪了下来。这
这举动着实让陈长安没有想到，就算是认识你们先祖，也没有必要下跪吧？难道你们好这口？你们这是做什么？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既然前辈和我慕容家先祖有交情，还请前辈出手相助。出手相助？卧槽，搞什么？陈长安此时有些无奈，自己不过是想要来打听一下胎珠的消息，怎么事情发展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先起来再说吧。陈长安无奈地说道。前辈若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这怎么还耍上无赖了呢？那你们要是喜欢跪着，就一直跪着吧。乖，跪好了，前辈现在有话要问。陈长安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他的反应让慕容轻柔两姐妹着实没有想到，他怎么会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吗？现在怎么办？站起来，不合适，不站起来，真就这么一直跪着不成？两个人现在也是骑虎难下，谁会想到陈长安是真的一点台阶也不给啊？前辈有何想问，尽可直言。慕容轻柔有些郁闷地说道。我来到这混乱之区，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一样东西。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颗珠子，晶莹剔透，却没有任何气息，也没有任何能量波动，而且无坚不摧，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伤害分毫。珠子。陈长安见两人眼神之中有些迷茫，不由得心底一沉，难道自己的感觉出错了？胎珠并不在这混乱之区，那岂不是白忙一趟？前辈，你说的这个珠子可是这般大小？说着，慕容轻武用手比划了一下，恰巧就是胎珠的大小。你知道？陈长安顿时来了精神。如果真是这般大小的话，我确实知道。不过，前辈，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珠子的话，还希望您能够答应我们一个要求，可以吗？这么一会儿又改威胁了，你们就不怕我直接动手抢夺吗？陈长安笑着问道。我相信前辈，您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对吗？哟，居然还挺相信自己的人品。陈长安赞赏地看了一眼慕容轻武，慕容轻武同样心中松了一口气，自己看来应该没有猜错，陈长安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眼光真好，看人真不准。真不准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很讨厌别人威胁我。前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对不起，我现在就将珠子拿出来。慕容轻柔也没想到陈长安是真的一点也不走寻常路，无奈之下只能够先将东西交出来。当慕容轻柔将珠子拿出来之后，陈长安一眼便认出这确实是自己需要的胎珠，可为什么会在慕容轻武的手上，而慕容轻柔却不知道呢？前辈，是他吗？慕容轻武问道。不错，是他。你从何而来？陈长安好奇地问道。这是当初有人想要追求于我，送给我的一个小玩意，我看它比较特殊，就收了起来，一直并未在意。自己这宝贝胎珠就让人家这么当成一个小物件，哄女孩子芳心去了。很好，东西我先收着了，你们两个先起来吧。是，前辈。慕容轻柔两人现在也算是发现了，和陈长安相处，你不能有个性，因为你有个性，他比你还个性。所以当陈长安再一次让两人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站了起来。获得了胎珠之后，陈长安也是心情大好，毕竟这一次用的时间并不多，过程也不算是很麻烦。坐下吧，不用太拘谨。是，前辈。慕容两姐妹坐下来之后，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这好像是他们的地盘吧？陈长安怎么就突然反客为主了呢？你们两姐妹的修为应该是至尊境才对，而且修为也控制到了同等境界，好好的跑到这混乱之区做什么？还成了这不归城的城主。陈长安这个人什么都好，但就是太八卦。对于这个双生姐妹花，陈长安感觉他们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挖掘一下。既然前辈认识先祖，应该知道我们慕容家原本在中天域的忘川地界，只可惜当年先祖被小人所害，慕容家几乎惨遭灭门，死里逃生的族人不得已离开了忘川，流连辗转，便来到了这混乱之区。而这不归城并非我们二人所建，乃是我们父亲的手笔。这里虽然混乱，但也能够很好的培养人才，为我们日后的报仇增添一份实力。可混乱之区并非只有不归城这一个势力，不归城的出现让其他几大势力虎视眈眈，最后的结果，父亲虽然抵挡住了他们的围攻，却已经回天乏术。从那以后，随着慕容轻柔的讲述，陈长安也已经知道了具体的情况。慕容轻柔的父亲死了，但外人并不知道，为了不让不归城出现问题，慕容轻柔两姐妹便接任了这城主之位。而城主修罗实力逆天，甚至可能是大地强者，这个传闻也是慕容轻武通过快活楼有意无意地散布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人们对于城主修罗的恐惧感。但混乱之区的其他几大势力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但他们不知道慕容轻柔两人的父亲已经死了，当年那一战还是给他们留下来了一些压迫感，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对不归城出手。况且不归城也算是安分，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不再过多的关注了。勋章战场便是这姐妹两人特意弄出来吸引人才、拉拢人才的手段。只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出现一个紫金勋章的拥有者，而陈长安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拥有无限潜力的未来强者。谁曾想你以为人家是个晚辈，结果人家比你祖宗年纪都大。其实就算陈长安不要求见城主，他们也会找机会和陈长安摊牌。前辈，若是您愿意，从今以后这不归城就是您的，我们的请求不多，只希望前辈能够带领我们姐妹为我慕容家报仇雪恨。不归城城主，陈长安对此可并没有什么兴趣，毕竟他不可能老老实实的待在一个地方，当城主就算了吧，我没什么兴趣。对了，赌注的事咱们是不是得先算一算？亲兄弟明算账，就算我跟你们先祖认识，那也不能赖账不是？陈长安笑着说道。赌注的事，慕容轻柔两姐妹还真就将这件事情给忘了，本来还以为陈长安见到他们之后也会不在意这件事情，结果又失算了。前辈，
1亿极品灵石，我们确实拿不出来，要不然我们以身抵债，如何？以身抵债，肉偿。这2个女人倒是打得一手好主意啊！这样一来，他们和陈长安之间的关系可就要变得更进一步了，帮助他们做些事情也就变得顺理成章。陈长安盯着2人打量了一番，平日里面性格放浪的老板娘，如今竟然出现了娇羞的神态。你们这1斤肉还挺贵。这叫什么话？什么叫1斤肉还挺贵？慕容清柔2人也是脸色一变，心中又气又怒。这陈长安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况且他竟然真的就一点不动心。慕容清柔自认为自己和妹妹2人，不管是身材还是容貌，虽不算绝美，但也绝对称得上是大美女。再加上双生姐妹花，对于男人而言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可为何这个陈长安偏偏就不为所动呢？罢了，本金还我，赌注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吧。前辈，我们姐妹2人当真就这么差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姐妹2人在这不归城苦苦支撑，若不是因为这女儿身，我们也不必隐藏起来，不敢示人。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您真的不肯帮帮我们吗？慕容清柔看得很明白，陈长安是不想要和他们有太多的牵扯，所以才会选择赌注作罢。能够帮到自己的，从来都是自己，而非别人。你们为何要轻视自己女儿身的这个身份呢？强者从来不分性别，而是看实力。若你们实力足够，就算是女儿身又如何？试问这天下人，谁敢小瞧了你们？如今在这不归城之中，男儿郎这么多，又有几人是你们的对手？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局限住了自己，你们不比任何人差。陈长安的话让慕容清柔2姐妹都是心头一震。一直以来，她们都痛恨自己女儿身的这个身份，她们认为如果是男儿身，或许会做得更好，从来都没有想过只要实力强大，不论男女都是一样。这一刻，2个人感觉茅塞顿开，似乎整个人的灵魂都变得不一样了。突破了。陈长安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话竟然让2姐妹一起突破了。2人的修为停滞在至尊境3重已经许久了，没想到这一刻突然突破到了至尊境4重。多谢前辈开导。2人一脸兴奋地看着陈长安，这一句多谢才是真真正正的发自肺腑。不用谢我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快活楼了。前辈，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陈长安刚要离开，慕容轻柔的一句话让陈长安有些意外，问道：什么事情？勋章战场的修为测试应该不会出问题才对，为什么您的修为测试出来的是超凡境？您的实力已经达到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境界，就连测试也无法看穿的地步了吗？听到这话，陈长安笑了笑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的只有超凡境的修为？前辈，您是在开玩笑吧？超凡境怎么可能活得那么久？实力如此强悍，可我确实就是超凡境。见陈长安不说，慕容轻柔也没有继续追问，毕竟这属于个人的隐私了，但心中却认为陈长安的真实修为恐怕深不可测，就算不是大地境界，只怕也达到了不死境巅峰。怎么有人闯进来了？陈长安正准备离开，突然察觉到有人进入到了这密道之中。不仅仅是陈长安，慕容轻柔2姐妹同样也察觉到了。2人眉头一皱，毕竟他们可是吩咐过，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密道之中。来人是不归城的3大统帅之一梁月。慕容轻柔对着陈长安说道：不归城有3大统帅，这个陈长安知道，只不过不知道姓名罢了。梁月便是其中之一，修为达到了洞虚境9重巅峰。一直以来，陈长安都很好奇，除了神秘的城主修罗之外，其他人的修为为何没有突破到至尊境的？当知道了一切真相之后，陈长安才明白，因为不归城出现的时间太短，这些人也不过是不归城出现之后慢慢吸纳招揽的人才，真正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混乱之区这几大势力之中，不归城最低调，而且这里能够吸纳的人大多数都是那种贪图安逸之人。你的手下这般没有规矩？陈长安好奇地问道。从未有过，恐怕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梁月虽然闯进了这密道之中，却并没有冒进，而是停在了密室之外，并没有走进来。属下梁月有事禀报。何事？慕容轻柔已经习惯了伪装，当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本能地穿上了黑袍，改变了声音。看到这一幕，陈长安倒也没有说什么，毕竟有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更改的。嗜血盟派人前来送信，要邀请咱们不归城参加蜂王大会。蜂王大会，这是什么？慕容轻柔2姐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情。这嗜血盟到底想要做什么？就这件事情，慕容轻柔问道。是，就因为这点事情，你就敢私闯密道？慕容轻柔的声音很低，隐隐带着一丝怒气，这让外面的梁月浑身一抖，直接跪了下来。属下知错。哼，身为不归城3大统帅之一，你就这点胆量吗？一个嗜血盟带来的消息就让你乱了阵脚。慕容轻柔真正愤怒的便是这梁月的胆量，怎么能够如此畏惧嗜血盟？这若是将来不归城和嗜血盟之间发生了冲突，梁月身为统帅，怕是无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城主息怒，下去吧。是。梁月离开之后，慕容轻武走出去，将梁月带过来的信件拿过来，交给了姐姐慕容轻柔。好一个嗜血盟，原来是这样。慕容轻柔看完了信件之后，便明白了对方的打算。嗜血盟想要一统整个混乱之区，所以举办了这个什么蜂王大会，目的很简单，将混乱之区其他势力的人都召集过去。明面上的意思是推举出来一位，可既然是嗜血盟发起，很显然是他们自己想要获得这个位置。混乱之王，嗜血盟的实力很强吗？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很强。嗜血盟盟主的修为很早之前就已经达到了至尊境巅峰，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是否有所突破。但通过这一次的情况来看，嗜血盟盟主怕是成功突破，所以才想要举办这蜂王大会。慕容轻柔皱着眉头说道：“混乱之区这几大势力都有至尊境强者坐镇，而且修为都不弱，唯独不归城差了一点。主要原因还是慕容轻柔两姐妹的父亲当年重伤而亡。如果他们的父亲还在的话，或许不归城如今的实力和地位不止于此。姐姐，如果参加蜂王大会，父亲的事情恐怕要瞒不住了，甚至于就连咱们两个人的身份也会暴露，这对不归城没有任何的好处。”慕容轻舞有些担忧地看着姐姐慕容轻柔。慕容轻柔也知道参加这蜂王大会对他们和不归城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但嗜血盟已经进行了通知，不去参加就是不给他们面子，到时候嗜血盟同样有借口和理由对不归城发难，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两人犹豫不决，最终再一次将目光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前辈，这事跟我可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又不是不归城的人。前辈，可您是紫金勋章拥有者，您不能光享受不干活呀，怎么也得动一动吧？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什么叫光享受不干活还得动一动？前辈，您和我们先祖乃是旧相识，而且众所周知，你是不归城的紫金勋章拥有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位。如今不归城有难，您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珠子我们无条件奉上，您身为前辈，也总该有所表示才对吧？慕容轻柔两姐妹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陈长安，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我们多真诚，前辈你就从了我们吧。”这个我考虑考虑。好，那前辈你考虑清楚了吗？这也叫考虑吗？你是不是太心急了一点？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两姐妹还真是够难缠的。但是这没有好处的事情，陈长安一般还真的不愿意干。可两人毕竟将珠子送给了自己，这也是一份人情算了。看在胎珠的面子上，帮一次又如何呢？好，我答应你们，会帮你们解决蜂王大会的事情。但是以后我和不归城之间就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听到陈长安答应，慕容轻柔两姐妹也是开心地笑了起来，一左一右竟直接扑向了陈长安，将他紧紧地抱住。陈长安也没想到这两人的举动会如此大胆。多谢前辈，前辈，从今以后您不会和不归城毫无关系，您就是不归城真正的主人。卧槽，搞什么？怎么又变成真正的主人了？你们这是强迫，强迫懂不懂？当陈长安回到快活楼的时候，大黄第一个冲了过来。怎么样，和你的猜测一样吗？大黄好奇地问道。差不多。你还记得慕容天海这个人吗？当年跟在咱们屁股后面想要拜大哥那个？对，就是他。这不归城的城主慕容轻柔两姐妹是他的后人。原来如此，珠子呢？找到了。陈长安点了点头，随后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和大黄说了一遍。所以咱们还得在这混乱之区待一阵子，等你参加完这个蜂王大会。不过也好，我倒是也想要看看热闹，希望这个蜂王大会能够有趣一些吧。大黄倒是并不在意，毕竟他出来就是为了跟着陈长安瞎混瞎玩，他并没有任何的目的性。陈长安做什么，他跟着就是了。明刀这小子干什么去了？怎么不在？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去勋章战场了，说是要磨练一下实战能力。无名刀已经开始了修炼，有了陈长安赠送的仙灵果，修为自然提升得很快。加上无名刀虽然转世重生，但他的天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当年更胜一筹。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接下来就让他在这混乱之区好好的历练一番吧。陈长安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让无名刀一直跟着自己，这样只会限制住他。就算是顾仙儿，陈长安不是没想过让他独自出去历练一番，只不过顾仙儿并不愿意，而是选择一直侍奉在陈长安左右。你是不是打算融合胎珠了？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既然已经得到了胎珠，自然是要融合。那你快点，我这2天已经打探过了，这地方有青楼。青楼？卧槽，这王八蛋还记着这茬呢，怎么还念念不忘的？陈长安无奈地看了一眼大黄，从一条狗的脸上，他看到了猥琐2个字。太特么猥琐了，这不归城的青楼能有什么质量？以后带你去个好的，你就不能把这事给忘了？陈长安无奈地说道。你不懂那种快乐。大黄鄙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滚蛋，要去你自己去，我没工夫。陈长安也懒得搭理大黄，直接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见陈长安不搭理自己，大黄也有些无奈，自己去那特么的也不太合适吧？仙儿，要不你带我去？无奈之下，大黄跑去找了顾仙儿。然而顾仙儿此时的表情也是一言难尽，毕竟曾经他就是在青楼出来的，虽说仍是清白之身，但这青楼对他而言无异于噩梦一样的地方。现在让他再去青楼，大黄前辈，要不您还是自己去吧，实在不行等无名刀回来了，你让他带你去。顾仙儿尴尬地说道。你瞧瞧，是让你带我去，又不是让你回青楼。算了，无名刀这小子回来了，我问问他。在大黄的循循善诱之下，无名刀一脸迷茫懵懂的带着摇头尾巴晃的大黄离开了快活楼。看着无名刀和大黄离去的背影，顾仙儿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个大好少年就这样误入歧途。另一边，陈长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便直接融合了胎珠。这一次的融合，胎珠化为一股能量出现在了左臂。随着胎珠的融合成功，陈长安的身体本能地开始吸收仙灵果残存下来的能量。不够。陈长安怎么也没有想到，仙灵果残存下来的60%能量居然被吸收干净以后，身体并没有出现饱和的状态。陈长安正好将刚才从慕容轻柔那边拿回来的1万极品灵石取了出来。陈长安很担心
一旦自己的修为突破到了神通境一重，身体和灵气之间将会再次隔绝，必须在这之前吸收足够的灵气，让身体呈现出饱和的状态。呼，修为成功突破，陈长安缓缓站起身来，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完美。陈长安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中却有一种感觉，随着自己的实力不断提升，灵魂和身体才真正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很微妙，却很强烈。居然过去了这么久，陈长安没想到自己这一次的融合居然过去了1天1夜。走出房门之后，正好瞧见大黄鬼鬼祟祟的从外面走进来。大黄，你做贼去了？陈长安忍不住调侃了一句。没，有点累，我先去休息一下。对，我去休息一下。有点累，这是什么屁话？你还能累？仙儿，我刚才修炼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公子，大黄前辈先前带着无名刀去青楼了，刚回来。听到这话，陈长安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到底还是逛了窑子，而且还是带着无名刀。胡说，明明是无名刀带我去的，你这丫头可不敢乱说啊！大黄连忙在一旁狡辩：“你快闭嘴吧！无名刀知道什么是青楼，你回来了，他人呢？”陈长安没好气地问道：“那个，嗨，一会可能就回来了吧？”看到大黄这心虚的表情，陈长安就知道这王八蛋绝对是惹祸了。就在此时，慕容清武带着无名刀走了过来。此时，无名刀低着脑袋，神情很是沮丧。若是仔细看看，发现他的脸上似乎还带着伤。陈前辈，你们家这位狗王还真是够可以的，逛青楼点了10个姑娘作陪不说，好酒好菜好吃好喝，最后居然不给钱。他自己倒是跑了，把这小子扔在那了。如果不是我赶过去，这小子都容易被人打死。慕容清武也是有些无奈，怎么一条狗会如此热衷于青楼呢？陈长安看起来也不像是深谙此道之人，偏偏身边跟着一条色狗。至于无名刀，一看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第一次去的，那叫一个心虚，那叫一个慌乱。陈长安似笑非笑的向着大黄看了过去，大黄连忙狡辩道：“我这不是忘了还要付钱这一说吗？况且这事可不赖我啊！陈长安要是给我钱，我哪里会跑？无名刀你也是，我都跑了，你不跑留在那里做什么？你小子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要是陈长安，他绝对比我跑得还快。”到了这个时候，大黄也不忘了捎带一下陈长安。可是他们认出来你了呀！不归城谁人不知，这里唯一一条大黄狗是紫金勋章拥有者陈长安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热情的招待你？我要是跑了，他们不就找过来了吗？无名刀一脸郁闷的说道。那你倒是还手啊！瞧瞧让人打的这个样子，丢人不丢人？大黄恨铁不成钢的说道。打不过，而且不占理。你行了！陈长安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太他妈丢人了。他们一共在青楼花了多少钱？陈长安无奈的问道。不用了，我已经支付过了，他们不会再过来找你。慕容清武笑着说道。陈长安点了点头，随后让无名刀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大黄，记住了，不许再有下一次。就算你要跑，你也得带着无名刀啊，这不是留下来把柄了吗？不然的话，是不是可以死不承认？你出门都不带脑子的吗？陈长安的话让慕容清武都懵了，原来你们是这种教育模式，难怪会把大黄培养成这个德行。你倒是教点好啊！嘿嘿嘿，我咋没想到，还是你考虑的周全。下一次我那什么，我这么正直，怎么还会去青楼呢？我这一次是受了小人蒙蔽，不去了。见陈长安脸色不对，大黄也是连忙转变口风，让你见笑了。平时大黄不这样，受了小人蒙蔽。陈长安笑着说道。小人蒙蔽？慕容清武笑而不语，但那眼神懂的都懂。完了，风评被害。看到慕容清武的眼神，陈长安也略显无奈，只能够狠狠地瞪了大黄一眼。你瞪我干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大黄郁闷地说道。去过，呵呵呵。陈前辈果然是性情中人。慕容清武现在很生气，非常的生气。自己这样的姿色主动送上门你不搭理，你居然还喜欢去青楼。青楼那些庸脂俗粉就这么好？你是眼睛瞎了吗？慕容清武越想越是气愤，甚至陷入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差？陈长安也听出了慕容清武语气之中的讽刺，不过倒也并不尴尬，毕竟这么多年了，什么尴尬的事情没发生过。还有事吗？陈长安笑着问道。有，慕容清武正要说，不过看了看大黄和顾仙儿，似乎有些犹豫。直说就行。好，我姐姐邀请你前往城主府共赴晚宴，顺便说一下封王大会的事情，还希望前辈到时候可以赏脸。晚宴？好。陈长安点了点头。那我到时候会过来迎接前辈。慕容清武离开之后，大黄嘿嘿一笑，说道。我也去。你去干嘛？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还没见过双胞胎，见见世面。你还用见世面？叫了10个，你成长的还真是够快的。无名刀呢？他几个？陈长安好奇地问道。他还是嫩了点，坐在一旁太拘束了，没意思，不如玄武道好玩。想起无名刀在青楼时候的拘束模样，大黄就感觉好笑。如果不是非得带个活人过去，大黄也不想带着无名刀。陈长安也懒得搭理大黄。傍晚时分，慕容清武过来之后，两人便直接前往了城主府。虽然只是相隔了1天时间，但如今的城主府看起来就没有上一次那么冷清了。慕容清武竟然直接将陈长安带到了慕容轻柔的闺房之中。慕容轻柔的房间倒是让陈长安有些意外，没想到对方的房间竟然十分的淡雅，没有太多俗气繁重的装饰，空气之中残存的香味和慕容轻柔两姐妹身上的相差不大。见陈长安过来，慕容轻柔也是连忙迎了上去。前辈，您来了。我听了您的话，如今已经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不过目前知道的也不过是城主府的一些亲信罢了。
大家似乎有些惊讶，但你说的对，实力才是一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虽然有些不适，却也不敢怎么样。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让慕容轻柔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不少，心中放下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这样不是挺好？你过往神秘，确实可以让人心生畏惧，但凝聚力不够。如今身份公开，或许有些人的心中会有落差，会有不甘，但与此同时，你可以用雷霆手段，好好的整治一下自己的手下。若有二心，当斩不赦，重质不重量，这很关键。听到陈长安的话，慕容轻柔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早发现早解决，否则到了关键时刻反水，后果会更加严重。前辈，请入座。好，陈长安也不客气，直接坐在了主位置上。慕容轻柔两姐妹一左一右的坐在了陈长安的两边，两人也是服务周到，一人倒酒，一人夹菜。突然之间，陈长安似乎明白了大黄的乐趣，这种感觉确实挺不错。酒过三巡，陈长安面色如常，倒是这两姐妹脸上多了一层红晕，眼神也变得有些迷离，这让陈长安多少有些意外。两个至尊境，喝酒能喝多，开什么玩笑？有问题？你们叫我过来，不是想要谈一谈蜂王大会的事情吗？不如先说说正事吧。听到陈长安的话，姐姐慕容轻柔妩媚的一笑，眼神迷离的看着陈长安，说道：“如此良辰美景，多看看我们不好吗？就是这封王大会的事情，什么时候不都可以谈吗？”慕容轻舞在一旁附和道。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妩媚女人，在如此氛围之下，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这让陈长安也有些吃不消。果然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两个人居心不良啊！你们是至尊境，寻常的酒不会影响到你们，为什么你们现在的状态如此古怪？陈长安有些不解地问道。陈长安也喝了酒，身体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异样，但他不能够用自己来做标准，毕竟他的身体很特殊，这世上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产生不适的感觉，就算是最剧毒的毒药，对陈长安来说和寻常之物没有任何区别。慕容轻柔微微一笑，解释道：“酒是普通的酒，并没有任何的不对。我们也知道，前辈您实力逆天，不可能有什么药物为难到你，但我们可以给自己下药，不是吗？”此话一出，陈长安整个人都懵了。给自己下药？我操！你们两个是狼灭吧？见过狠人，没见过这么狠的。可转念一想也不对劲，毕竟是至尊境，身体应该有抗药性才对，不该如此啊。我们知道，寻常的药物对我们没有用，但我们可以强制让身体不去排斥清除药物的作用，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似乎看到了陈长安的疑惑，慕容轻舞解释了一句。陈长安无奈的一笑，问道：“你们给自己下的什么药？不会是春药？”果然，陈长安虽然有了一些猜测，但不敢确定，毕竟这玩意都是给别人下，这两姐妹倒好，居然给自己下，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慕容轻柔两姐妹这么做，也是她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她们在不归城这么多年，也见识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但陈长安给她们的感觉不一样。这个男人神秘强大，而且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既然遇到了，两个人就不想要放弃这个机会。虽然陈长安答应了参加蜂王大会，可结束之后呢，陈长安必然会离开，所以他们必须在各阶段要和陈长安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你们就不怕我转身离开，或者我并非一个负责任的人？陈长安从始至终表情都是十分平静，这让两姐妹心中也有些忐忑。可当陈长安说出这番话之后，两人反而松了一口气。他原来也并非真的不近女色，我们愿意。说罢，两姐妹同时贴向了陈长安，而陈长安的耳边传来了两人的喃喃细语：“要了我们吧。”皓月当空，仿佛整个不归城都披上了银色的外衣。不知为何，这一夜的不归城异常的安静，似乎所有人都陷入到了沉睡之中。城主府内灯火通明，显着和整个不归城的气氛格格不入。府内深处的闺房之中，一段段动人的乐章缓缓响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美妙的乐章从入夜一直持续到了天明，久久未曾停歇。日上三竿，闺房大门开启，陈长安从里面走了出来，步伐稳健，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这一夜动人的乐章让他十分满意。回头向着房内看了一眼，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这般美妙，确实令人回味，真是两个要命的妖精。”陈长安体质特殊，强悍的一批，尽管如此，却也被这两个磨人的小眼睛折磨得不轻。若是换了旁人，只怕是招架不住。想起昨天这一夜风流，陈长安不由得精神一振，真他娘的过瘾！自己这10000年，怕是错过了太多太多。唉，若是师傅知道了，不知为何，这一刻，陈长安突然想到了师傅慕云瑶，尤其是当年锻炼定力时候的画面。不知不觉，陈长安发现自己居然有些守不住心神了。该死！坏我道息！陈长安连忙摒除杂念，稳住心神。他也没有想到，只不过一次而已，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两姐妹还在休息，毕竟她们的疲惫程度可比陈长安要更强烈。当陈长安回到了快活楼的那一刻，大黄一脸猥琐的笑容，让人看着就来气。笑个屁！你看看你这德行，哪里还有半点麒麟的样子，越来越狗！陈长安没好气的说道。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脸上猥琐的笑容瞬间消失，气愤的说道：“不是因为你，我会是现在这个狗样子。你开心了，快乐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我不管，我要上青楼，我要20个，不50个，你付钱。”陈长安这一夜未归，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黄用屁股都想得出来。跟着陈长安这么多年，大黄其实很开心，因为陈长安终于不端着了。虽然陈长安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陈长安很坏，非常坏，但是在男女这方面的事情上面，
陈长安却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如今能够放开心扉，大黄内心深处是为陈长安开心的，但更多的还是羡慕。为什么老子不是人？行，下一次再说。陈长安无奈地说道。这还差不多。对了，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这么简单就被这两姐妹拿下了，这不是你的作风啊？大黄有些好奇地问道。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深深地看了大黄一眼，淡淡地说道：我是个男人，正常的男人。啥意思？以前不正常吗？那你以前咋不这样？废话，这么多年来咱们认识几个女人？咦，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陈长安打交道的大多数都是男人。不对，有一个长孙吸血，她不是女人吗？大黄反驳道。你有病吧？她他妈是天天追杀我，不是天天追求我。哦，对，有道理，不跟你废话了，我先回去休息一下。唉，甚是乏累。看着陈长安这嘚瑟的模样，大黄不屑地撇了撇嘴，还甚是乏累，炫耀，太他妈能炫耀了。陈长安刚回到房间没多久，顾仙儿便敲门走了进来。看到顾仙儿，陈长安一愣，此时的顾仙儿表情似乎有些纠结，也有些落寞。怎么了？陈长安不解地问道。顾仙儿盯着陈长安看了一会，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公子，我也可以，为什么不是我？这丫头，你和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着，顾仙儿还挺了挺自己的身板，仿佛在说，他们有的我都有，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年纪还小，况且你现在应该努力修炼，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先不要想着这些。陈长安无奈地说道。原来是这般，那日后我是否……说到这里，顾仙儿脸色一红，自己这样会不会显得过于轻浮了？公子会不会以为自己是个坏女人？哎呀，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完了，公子不会看清自己吧？刚刚进来时候的勇气，在这一刻消失的无影无踪。顾仙儿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可昨天陈长安一夜未归，他同样是一夜未眠，那种伤心失落的窒息感让他痛苦不已。日后的事情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是，公子，对不起公子，是我，不用对不起，去修炼吧，你的修为已经很久没有突破了。是。顾仙儿离开之后，陈长安也是松了一口气，自己这该死的魅力真是无处安放啊。可让陈长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顾仙儿离开了，还没有一炷香的时间，又有人来了。当房门推开，无名刀从外面走进来的那一刻，陈长安有些慌了。卧槽，不是吧？你也来？尤其是看到无名刀脸上那略显扭捏的表情，陈长安突然有一种现在立刻一巴掌拍死无名刀的冲动。那个明刀啊，虽说我这个人的魅力确实很大，但你要想清楚，咱们两个都是男人，男人你懂不懂？哎，你从小也没有什么人教过你一些事情，你要是有些懵懂，那我也不怪你，可你不能误入歧途，知道吗？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陈长安苦口婆心地说道。听到陈长安的话，无名刀就更尴尬了，一时之间犹犹豫豫，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那个确实有些不太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别说了吧。可我真的很想要，很想要。卧槽，完了，这小子绝对误入歧途了。明刀，男人要有意志力，要克制自己不应该存在的欲望。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可不能从一开始就走入歧途，明白吗？陈长安一脸严肃地说道。多谢陈兄教诲，我明白。可是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住，而且这怎么能是走入歧途呢？我是真心喜欢。停，打住！陈长安连忙阻止了无名刀继续说下去。真的说出来了，那这朋友可就没法做了，这还怎么见面？多尴尬呀！好吧，那我就不打扰陈兄了，我可真的很喜欢。算了，以后有机会了我再去买吧。什么玩意？你要买什么？陈长安好奇地问道。我想要买一把刀，可我没有那么多零食，所以想要过来和陈兄借些零食用用。你要买刀，你就说买刀的事，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可我一直都在说买刀的事情啊，这好尴尬呀！陈兄以为我说的是什么？无名刀一脸疑惑好奇的表情让陈长安略显尴尬。没什么，我以为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为何要让我控制？我是觉得吧，普通的刀可能配不上你，这样我送你一把怎么样？哦，陈兄有更好的刀，这是自然。陈长安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不再继续这个话题，直接从纳戒之中取出来了一把刀。此刀名为寒龙，乃是黄阶兵器，以身养刀，说不定日后便可进阶地兵。怎么样，喜欢吗？陈长安笑着问道。此时无名刀看着韩龙的眼睛都已经直了，他能够感觉得到这把刀绝对不凡。虽然对于无名刀而言，对于这些兵器的等级他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可这不妨碍他对这韩龙的喜爱。陈兄，如此贵重的礼物，这得多少灵石才能够买到？无名刀有些紧张，毕竟这东西看起来就很贵重，价格只是一个衡量标准，并不能够代表什么。合适的东西送给合适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把韩龙尘封许久，或许你才是更适合他的人，拿去吧，这本就是为你准备的。陈长安这句话并没有骗人，这把韩龙是陈长安在认识无名刀之后偶然获得的。当初他的想法就是等有朝一日见到无名刀，将此物送给他，可没想到千年未见，却早已物是人非。不过好在找到了无名刀的转世之身，也能够弥补一些遗憾。多谢陈兄，那我就不客气了。去吧。无名刀拿着韩龙，一脸兴奋地跑了出去。陈长安这回也算是终于清静了。与此同时，慕容轻柔两姐妹醒来之后，四目相对，脸上满是羞涩。陈长安不在，两人也是直接起身洗漱了一番。请我去将城主府的那些人都叫过来吧。
我有事情要宣布。是，姐姐。当城主府这些亲信聚集之后，看到慕容清柔两姐妹的时候，也愣住了。知道城主修罗是个女人，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惊讶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还是两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城主修罗原来一直都是两个人，难怪会这样。两位城主，我们不归城原来有两位城主。众人只感觉脑子有些混乱，究竟平时他们接触的是哪一位？快活楼的老板娘又是哪一位？分不清，根本就分不清。诸位，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城主可是封王大会的事情，不是城主一位的事情。我们姐妹两人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归城的城主交给陈长安。什么？陈长安？慕容轻柔的话让众人都是浑身一震。陈长安这个名字，他们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毕竟再不归城，就没有人不知道。可陈长安不过刚刚成为了紫金勋章拥有者，直接成为城主，这未免不太合适吧？城主，属下并非质疑您的决定，可陈长安当这个城主，当真合适吗？梁月皱着眉头问道。你觉得不合适？陈长安的实力虽强，可毕竟还无法和真正的强者对抗。若是让其他人知道咱们不归城的城主换成了他，恐怕不会有安稳日子过了吧？陈长安压不住混乱之躯的那些人。梁月的态度十分坚决，很显然，他非常不愿意让陈长安来当这个城主。你们呢？还有谁有意见？慕容轻柔看向其他人问道。城主，我觉得梁统帅说的也并非一点道理没有。陈长安不错，潜力无限，但时机不对。若是等陈长安再成长一些之后，再让他当这个城主，我觉得更合适一些。虽然我赞同陈长安当城主，可我同样认为时机不对。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不管是他们赞同亦或者不赞同，相同的看法就是时机不对。陈长安还需要再成长。慕容轻柔将这些人的反应都看在眼中，谁真谁假，他心中自然有一杆秤。你们所有人都认为陈长安的实力不够独当一面，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姐妹两人联手也不是他陈长安的对手。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浑身一震，两人联手都不是陈长安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城主可是至尊境级别的强者，陈长安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竟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敢问城主，不知是何时与这陈长安切磋的？为何我们都不知晓？梁月疑惑地问道。怎么，我做什么事情一桩桩一件件，还要和你梁统帅汇报不成？属下不敢。哼，我看你没有什么不敢的。告诉你，就在昨夜，我们姐妹二人和陈长安大战一场，双双败下阵来。你满意了吗？慕容轻柔冷声问道。昨天慕容轻柔邀请陈长安共赴晚宴的事情，城主府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可他们不知道，原来在这晚宴之中竟然还大战了一场。难怪一夜过后，两位城主会有如此决定，看起来应该是被这陈长安的实力深深的折服了。真是没想到，昨天夜里两位城主居然和陈长安有过交手，看起来这战况应该很激烈。可惜啊，无缘亲眼见识一下这种境界的强者交手。是啊，如果陈长安真的有如此实力的话，当这个城主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确实，陈长安潜力无限，说不定日后会带领不归城称霸整个混乱之区。就以陈长安如今的表现来看，在这太玄界之中必有他一席之地啊。慕容轻柔还是很有威信力的，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大家倒并没有去质疑什么。毕竟一个至尊境级别的强者，何必和他们说谎话？城主，那陈长安同意了吗？魏风堂看着慕容轻柔两姐妹，依然有些不太适应。毕竟当初他可是舔着个脸追求了慕容轻武一阵子，虽然说失败了，但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如今对方摇身一变成为了城主，他不尴尬谁尴尬？所以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前往快活楼迎接新任城主，接管不归城。慕容轻柔笑着说道。什么意思啊？这是先斩后奏，让陈长安骑虎难下吗？这也罢，既然城主如此吩咐，我等听命便是。从今以后，我们二人便不再是城主，记住，不归城的城主只有一位，那便是陈长安。是，遵命。大小姐，听说了吗？陈长安真的成为咱们不归城的城主了。什么？你没开玩笑吧？我怎么没听说这件事情？就在今天，就刚刚，太刺激了。陈长安究竟是什么样的妖孽？来到不归城短短数天时间，身份一变再变。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没听说？当然是真的。而且你们知道另外一个重磅消息吗？还有重磅消息，城主修罗现身了。轰！相比较陈长安成为城主，城主修罗现身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兴奋。毕竟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在猜测修罗的身份，却没有任何的线索。想不到如今修罗居然主动现身了。是谁？当真是大地强者吗？长什么样子？不会是咱们都认识的人，一直隐藏在咱们四周吧？我猜，一定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前辈，玉树临风，英俊不凡。都别吵，让他继续说。哈哈，你们猜的对也不对。告诉你们，城主修罗是两个人，而且其中一人你们都知道，也听说过，就是快活楼的老板娘。什么？快活楼的老板娘是城主修罗？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一个女人。修罗是两个人，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也是快活楼的老板娘。你特么瞧瞧，自己说的这是人话吗？什么叫另外一个也是老板娘？快活楼明明只有一个老板娘，不是两个，因为他们是双胞胎。两个。这一下众人彻底的不淡定了，这消息属实是过于劲爆了一点。如今两位城主带着城主府的人亲自前往快活楼迎接不归城新任城主。听说
这个也是听说的。陈长安力战2位城主，大胜而归。2位城主被陈长安的实力深深折服，愿意将城主之位拱手相让。我怀疑这事情和嗜血盟的封王大会也有关系。陈长安接任城主之位，或许胜算更大一些。如果陈长安在这封王大会之上镇压一切，岂不是说他将会成为混乱之区的王者？那咱们不归城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若当真如此，不归城可就变得和如今不一样了。混乱之区这破地方杀戮不断，能够找到一片乐土并不容易，不归城恐怕算是唯一的一个了。但所有人都知道，其他几大势力对于不归城也是虎视眈眈。但是如果陈长安能够成为混乱之王，谁还敢觊觎不归城？走，咱们也去凑凑热闹，迎接一下这位新任城主。对，必须去一趟。咱们以后能不能安稳的在这不归城生活，可全指望陈长安了。走，现在就去。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迎接的队伍之中，四面八方的人开始齐聚快活楼。这一路，梁月等人也是心惊不已。他们都知道陈长安在不归城名气很大，可万万没想到陈长安的人气居然会这么高。而且，为什么这些人听说陈长安接任城主会如此的兴奋？出去吧，都是来接你的。你看看这2个多体贴，城主之位都送给你了，这可真是将一切奉献给你啊！大黄看着陈长安，一脸坏笑的调侃了一句：“外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怎么可能瞒得过大黄？只不过他什么都没说。等陈长安发现的时候，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哎，他们2个还真是……算了，当城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谁也没规定城主就一定要留在不归城，对吧？”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走出了快活楼。当陈长安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四周传来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城主，城主，城主！”陈长安只不过是向着四周的众人看了一眼，所有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样的场面让慕容清柔2姐妹也是心头一惊。陈长安在不归城竟然已经有了如此恐怖的威望和震慑力吗？若陈长安真有此心的话，恐怕就算他们2个人不让位，这城主之位也是非他莫属。慕容清柔心中也是充满了感慨，还好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出手也够迅速，不然的话真的要错过这么一位人间至宝了。既然诸位盛情难却，我陈长安便接了这城主之位。不过既然我当了这城主，诸位可就要守我的规矩，从今以后不归城之内不许私斗，不许随意闹出人命。若当真不死不休，大可以出城决战。放心，若是生死斗的情况之下，和守卫说明进出不需要再缴纳入城费。还有，不归城要成立执法队，负责维护不归城的秩序，混乱将从我这里终结。你们有人反对吗？陈长安并不是什么好人，对于生死也没有那么多的在意，但想要让不归城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立下一些规矩。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不归城不禁止私斗，不禁止互相残杀，是一种逼迫大家提升实力的好办法。可他们却没有想过，这样只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根本就不利于不归城的发展。如果是其他地方，陈长安或许不会更改这些规定，但不归城本就是主张的一个平稳。陈长安的这个提议，大家所有一时之间有些不太理解，却没有人反驳，甚至很多人非常的赞同。这样一来，他们只要不出城，安全的问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仅仅是这2个规矩，便让陈长安在不归城这些人的心中地位再次攀升。多谢城主大人为我们考虑。城主大人，您可真是好心肠啊！这样一来，我们的安全可就有了依靠了。多谢城主，多谢城主！众人激动的纷纷道谢，更有甚者直接跪倒在地。他们如此激动，完全是因为这混乱之区属实过于危险，杀戮如同家常便饭。今日不知明日事，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们感觉从这一刻起，他们有了依靠，有了安全的港湾，对不归城才是真真正正的有了家的感觉。好了，大家都散了吧。魏风堂，关于这执法队的事情，由你来负责。记住，挑选一些可靠之人。还有，若是执法队的人犯了错，他们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记住了吗？是，城主。其他人都走吧，你们2个留下。陈长安平退了其他人之后，将慕容清柔2姐妹留了下来。毕竟封王大会的事情还没谈。黑水潭，此地乃是嗜血盟的大本营所在之处。嗜血盟盟主此时看着下面的手下，脸色看不出喜怒，但他一双赤眸看起来异常恐怖。血魔宗、鬼影门以及不归城，他们的态度如何？嗜血盟盟主红原沉声问道。回禀盟主，血魔宗和鬼影门的人对于这封王大会很感兴趣，似乎势在必得，都想要在这混乱之区称王。可是这不归城怎么了？回禀盟主，我们的人并没有见到不归城城主，这个修罗依然是十分的神秘。至于不归城会不会参加，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答复。听到手下的话，红原脸色微微一怒，没有给答复。是看不起我们嗜血盟吗？哼，当年那一战，我相信不归城城主一定受了重伤，否则不可能这么多年来不归城如此安分，恐怕是大限将至了。没有了他，以不归城的实力，还闹不出什么动静。来也好，不来也罢，咱们真正要对付的是这血魔宗和鬼影门。是，盟主，大家都是聪明人，这一次的封王大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谁的心里都清楚。说是大家聚集到一起，推选出来一方势力，成为混乱之区的王者。从此以后，混乱之区以他为尊。可如何推选？自然是要进行实力的比拼，这免不了一场厮杀。为了确保公正性，也为了让其他人参与进来，嗜血盟并没有将地点选在黑水潭，而是选在了混乱之区的正中心的地带——幽冥谷。10日之后，嗜血盟、血魔宗、鬼影门的人齐聚幽冥谷。这3大势力
精锐尽出，都想要在这一战之中脱颖而出，称霸混乱之区。多年不见，诸位都还活着呢。哈哈。红原率先开口，但那语气之中的嘲讽却十分的明显。血魔宗宗主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却并未搭话。而鬼影门门主的性格却吃不了这个亏。你都活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活着？咱们这些人之中，我看最容易死的人，怕就是你吧？你们黑水潭那个鬼地方也是人住的，臭不可闻，臭不可闻！鬼影门门主捂着鼻子，一脸嫌弃的表情，哼，牙尖嘴利。希望你的实力也如同你这张嘴一般厉害。红原冷哼一声，不再搭理这两人。片刻之后，血魔宗宗主终于忍不住了，开口询问：还在等什么？不归城的人还没到。不归城？哼，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在咱们这混乱之区，还有这样一个势力存在。不过，他们有胆量来到这里吗？就算来了，又能如何？还是直接开始吧，有没有他们都一样。血魔宗宗主丝毫没有将不归城放在眼里。嗜血盟盟主红原想了想，确实没有必要继续等下去了。也许不归城的人根本就不会来。既然如此，那这一次的封王大会就由我们三大势力来决出胜负了。按照我的意思，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以为如何？红原冷笑着问道。哈哈，这是当然，难不成选一个最弱的人当这混乱之王吗？怎么比拼？直说吧，是咱们三个打，还是所有人一拥而上，先拼个你死我活？在混乱之区讨生活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善茬，生死本就是家常便饭，拼个你死我活？不，这可不是红原的计划，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杀了血魔宗宗主以及鬼影门门主。至于其他人，这可都是能够收为己用的。想要称霸整个混乱之区，自然需要更多的人手才行。但那些忠实亲信，红原可没打算放过这些人。我原本打算先让下面的人比拼，然后再由我们分出个胜负。可我仔细一想，他们比拼的意义在何处？最终不还是要看我们三人谁的实力更强才行。所以咱们三人直接进行比拼，胜者为王，谁赢了，谁就是日后的混乱之王。红原冷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谁先动手？血魔宗宗主冷声问道。你们两人一起上吧，我一人足以对付你们。红原大笑着说道。一起上。血魔宗宗主和鬼影门门主两人都是脸色一变，这红原未免太狂妄了些。大家都是至尊境9重，况且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谁的实力如何都心知肚明。红原为何会有这样的自信？难道突破了？不可能，红原绝对不可能突破到不死境。两人对视了一眼，眼中都有所怀疑，但红原表现出来的姿态实在是过于自信了。红原，你未免太自信了吧？难不成你已经突破到不死境了吗？血魔宗宗主试探性地问道。哼，不死境，若当真如此，他还需要搞这什么封王大会吗？鬼影门门主在一旁也附和了一句。两个人的目的都是想要看看红原的反应，毕竟如果红原真的突破了，那胜负已分，他们也要选择换一个对策了。哈哈，你们两个是怕了吗？告诉你们，不管我的修为有没有突破，如今的你们都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红原放声狂笑，这充满了自信的笑声让血魔宗宗主和鬼影门门主两人也是紧张了起来。以他们对红原的了解，只怕红原当真有了什么底牌，否则不敢如此张狂。就在两人犹豫不决的时候，陈长安一行人姗姗来迟。这一趟陈长安并没有带太多的人，只是带了慕容两姐妹以及大黄。当三人一狗出现在幽冥谷的时候，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这几人是谁？不想活了吗？居然跑到这里来！这两人竟然是双胞胎，好漂亮！嘿嘿嘿，有趣，我喜欢。既然跑到了这里，那也不能怪咱们不是。不过那个男的怎么还带着一条狗？哈哈，是怕我们饿了，给我们送吃的吗？狗肉，说实话，我还真是好久都没有吃过了。众人的议论也落入到了红原三人的耳朵之中，他们也十分意外，怎么还会有人跑到这里？看样子我们应该没有来晚吧？对了，忘了自我介绍，我是陈长安。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一道人影直接冲到了陈长安的面前。您可是陈长安？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陈长安也有些措手不及。只见一个陌生男人冲到了自己的面前，看向自己的眼神竟然是那般狂热，仿佛看见了亲爹一般。但陈长安十分肯定自己并不认识眼前这个男子，他从什么地方认识的自己呢？一旁的大黄此时也略带疑惑地看向了陈长安，那眼神仿佛在说：这是你儿子，看见你咋这么兴奋？你都背着我干了啥？而此时慕容两姐妹看向陈长安的目光满是崇拜，这就是自己的男人，太有魅力了。你认识我？陈长安有些疑惑地问道。此话一出，男子突然跪倒在地，恭敬地说道：晚辈红原见过陈长安前辈。红原听到名字，陈长安就更疑惑了，绝对不认识。可此人为何见到自己如此的激动？你如何认得我？我之前从未来过混乱之区。陈长安有些好奇地问道。晚辈当年也不是混乱之区的人，前辈可还记得盘龙峰？盘龙峰这个地方，陈长安倒是记得，这都应该是将近3000年左右的事情了。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和玄武道有关系，当初就是玄武道邀请自己去的盘龙峰，也就是在这里，陈长安和玄武道打赌，让玄武道当了3000年的乞丐。难道说这个红原当年也在盘龙峰？前辈这般人物自然不会认识我这种小人物，但当年前辈的风采，晚辈可是亲眼目睹。当初我不过是跟在师父身后的一个普通弟子，而您是可以和那些大人物谈笑风生的存在。只是没想到，
今日居然可以在这里遇见您，真是晚辈的荣幸。原来如此，当年的宏元不过是人群之中的一个看客，一个路人甲而已。可若是如此，宏元为何会跑到这混乱之区称王称霸？你是何人弟子？陈长安好奇地问道。晚辈师尊名为骆明礼，前辈不知可还有印象？骆明礼这个名字，陈长安似乎听过，但确实想不起来了。毕竟这么多年，不是印象深刻的，陈长安哪里记得住这么多人？好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这时，一旁的大黄倒是记起来了。经过大黄的提醒，陈长安的脑海之中也出现了一个轮廓，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想起骆明礼的样子，再看看如今的宏元，这反差也太大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个是疯癫的杀人狂。大黄会说话，宏元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当年在盘龙峰他就已经惊讶过了。这位前辈说的对，确实是书生模样。宏元恭敬地说道。看到宏元对待陈长安和一条狗都如此恭敬，这让幽冥谷的其他人都是彻底的懵逼了。宏元是什么人？在这混乱之区，谁人不知宏元残忍嗜杀，无法无天，眼高于顶，从来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可如今不过是面对一个少年，一条黄狗，居然卑躬屈膝，有古怪。众人虽然感觉疑惑，却明白宏元的为人，所以一時之间都不敢轻举妄动。你师父那般模样，你怎么会如此？被师父逐出师门了？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哎，这说来话长，那就别说了。好。宏元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心中更好奇的是，陈长安出现在这里做什么？这样的大人物也会来到这混乱之区，不知前辈为何会出现在此地？宏元好奇地问道。哦，正准备说，被你打断了。我是来参加蜂王大会的，嗜血盟邀请的。参加蜂王大会还是嗜血盟邀请的？宏元此时有些惊了，他就是嗜血盟的盟主啊，可什么时候能够邀请得动陈长安这样的人物？自己就连他在哪都不知道，可为何？突然，宏元心头一震，不归城，前辈是不归城的，不错。我就是不归城的新任城主，有问题吗？陈长安竟然是不归城的城主，这个消息着实让宏元有些震惊不已。为什么？他实在是想不通，陈长安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也会跑到混乱之区掺一脚，难道是另有他意？既然前辈成为了不归城的城主，那这蜂王大会自然由你来做主。依我看，这混乱之王的位置只有前辈来做才是最合适不过了。宏元笑着说道。慕容轻柔两姐妹知道有陈长安在，这蜂王大会会很顺利，可没想到竟然会如此顺利。这宏元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直接就宣布了陈长安从今以后便是这混乱之区的王。这样的举动让血魔宗和鬼影门的人都是目瞪口呆。你们他妈的串通好了是吧？宏元，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你说他是他就是？真以为我们两人好欺负不成？最先反对的便是血魔宗宗主和鬼影门门主。宏元回头轻蔑地看了两人一眼，冷声说道。前辈能够成为咱们混乱之区的王，那是你们的荣幸，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前辈，宏元，我看你是失心疯了，他算什么东西？你的前辈可不是我们的前辈，放肆！竟然敢如此对前辈无礼！宏元脸色一沉，二话不说直接出手。看到宏元出手，血魔宗宗主和鬼影门门主也是脸色一变。好强，都知道宏元实力不弱，却没想到如今的宏元竟然已经如此强悍。面对宏元的进攻，两人联手竟然有些招架不住。他们看得出来，宏元并未突破到不死境，但已经无限接近不死境，只差一步便可突破。宏元竟然是半步不死境的修为，最可怕的是宏元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将血煞之气融会贯通，大大的提升了自己的战力。不过交手片刻，两人双双败下阵来。哼，你们两人连我都打不过，还敢对前辈无礼？我不杀你们，如何处置？这就要看前辈的意思了。宏元冷哼一声，随后恭敬地走到陈长安面前，说道：前辈，这二人对您不敬，该当如何处置？宏元对陈长安的恭敬，着实让慕容轻柔两姐妹有些不懂。就算知道陈长安实力强大，这恭敬的也有些过了吧？你为何对我如此恭敬？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师尊曾经说过，前辈您如同那无边大海深不可测，又如那浩瀚星空高不可攀，世间风流人物无数，却都不如前辈这般风采。我师尊对前辈您极为崇拜，十分推崇。听到这话，陈长安几人都明白了，这宏元的师尊怕是陈长安的小迷弟，所以导致这宏元对陈长安也是异常的崇拜敬重。宏元虽然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想到却是个尊师重道之辈，这也让陈长安对他高看了一眼。变成如此，或许是人生际遇坎坷，但尊师重道，说明此人内心还有一丝可取之处。陈长安看了一眼血魔宗宗主和鬼影门门主，此时两人也是不敢直视陈长安的目光。通过宏元的话，他们也明白了，这个陈长安怕当真是一位大人物，如今两人的生死可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罢了，不知者无罪，饶你们一命，但从今以后，混乱之区再也没有血魔宗和鬼影门了，你们可有意见？陈长安一句话，从此以后，混乱之区再也没有了血魔宗和鬼影门。但面对陈长安，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反抗，毕竟如今他们的性命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下。只要陈长安一句话，他们连命都没有了，到时候血魔宗和鬼影门一样会变成历史。前辈，嗜血盟从今天开始也会解散，不知前辈可肯收留？宏元有些激动地问道。有陈长安在，宏元认为混乱之区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自己发展嗜血盟也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跟着陈长安才是更好的选择。前辈，
请您也收留我们吧，我们加入不归城。对，还有我们鬼影门也投靠不归城，希望前辈收留。收留不归城如今虽然没有达到饱和，但如果同时接纳这3大势力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况且一时之间，这磨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陈长安思索了一番，最后做出了决定：我可以同意你们加入到不归城的阵营之中。从今以后，混乱之区只有不归城一个势力。不过，你们依然生活在原本自己的活动区域之内，帮我好好的看管混乱之区。现在开始，嗜血盟改名嗜血堂，血魔宗改名血魔堂，鬼影门同样如此。你们3人担任堂主之位，他们2个是不归城副城主，见他们就如同见我一般。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混乱之区稳定下来。听到陈长安的话，红原3人赞同的点了点头。只要能够成功加入到陈长安的阵营，怎么安排，一切都是陈长安说了算。至于其他的事情，后续如何发展，稍后会通知你们。是，城主。行，既然如此，那这封王大会就这样吧。慕容轻柔2姐妹知道陈长安出手，这封王大会或许会很轻松，可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轻松。来了之后什么也没干，直接收服了混乱之区另外3大势力。离开幽冥谷的那一刻，慕容轻柔2姐妹还有些回不过神来，就这么结束了。另一边，不归城之中，所有人此时都变得忧心忡忡。你们说城主到底是怎么想的？3个人1条狗就这么去了幽冥谷。我也搞不懂城主在想什么，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其实我们不归城不参加也是可以的，养精蓄锐，积攒实力，让他们互相残杀不好吗？你们说城主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吗？虽说慕容轻柔说过陈长安的实力比他们2人强，但3大势力之中强者同样不少，他们对陈长安实在是有些没有信心。我觉得咱们就不要瞎担心了，城主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城主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去的，说不定等到城主归来之日，便已经成为了这混乱之区的王者。没错，我选择相信城主。有人担心，自然也有人相信。魏风堂就是最相信陈长安的那一个。毕竟，要说这些人之中，真正和陈长安正面对抗过的，只有魏风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不归城看似平静，但却少了往日的喧嚣。从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能够看到一丝担忧，一丝期盼。回来了，城主大人回来了！突然，一声大吼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城主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城主陈长安回归的消息便传遍了不归城的大街小巷，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兴奋喜悦之情，毫不犹豫地向着城门的方向冲去。陈长安等人刚进城，就感受到了四周众人炙热的目光，所有人都期盼地看向陈长安，似乎想要从他的口中听到他们期待已久的答案一般。城主府的人最先赶到，毕竟陈长安他们能够平安归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喜事。城主，这封王大会结束了。魏风堂兴奋地问道。结束了？结果如何？结果，从今以后，混乱之区只有不归城一个势力，其他3大势力尽数臣服不归城。此话一出，四周传来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声音之大，震天动地。魏风堂几人此时也是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真的是这样。岂不是说，从今天开始，不归城真真正正的站在了混乱之区的巅峰？城主威武，城主大人实力参天，举世无敌。城主！在众人欢呼声之中，陈长安一行人回到了城主府。如今整个不归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离开？什么时候？不能够留在这里吗？回到了城主府之后，陈长安便将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了慕容轻柔2姐妹。得知这个消息，2姐妹十分的不舍。虽然才刚刚和陈长安在一起没多久，但内心对陈长安却十分的依赖。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所以你们2人就要好好的帮我看着这里了。等到时机成熟，我会通知你们的。趁着这个时间，一边整顿混乱之区，一边好好的努力修炼。放心，总有重聚之日的。陈长安笑着安抚了一番。见陈长安心意已决，2人也只能够无奈同意了下来。心中虽然想要跟陈长安一起离开，但他们也知道不归城这边还是要有人看守的，毕竟这里如今也算得上是陈长安的基业。既然一定要走，能不能答应我们一个要求？慕容轻柔不舍地问道。什么要求？这几天你是我们2个人的。什么意思？哼，还装轻武，别放过这次的机会，累死他。是姐姐。2姐妹妩媚一笑，随后直接冲向了陈长安。时光如梭，一晃便是7天的时间。慕容轻柔2姐妹带着城主府的人站在城门外，看着渐行渐远的陈长安，眼神之中满是不舍。无名刀看了一眼手中的寒龙，目光越发的坚定了起来。陈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刻，所有人的内心深处似乎都出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断拼搏的信念。陈长安的离去，纵然让他们心中不舍，却更加坚定了变强之心。咱们接下来去了，这一次你有什么想法吗？大黄好奇地看向了陈长安。不知道，走到哪算哪吧。随缘。公子，这样不好吧？怕什么？没事的。可是我还是有点紧张，第一次都是这样，可我害怕。不要怕，这不是有我呢吗？只要尝试过之后，你就会喜欢上这种感觉的，那种刺激兴奋的感觉会让你痴迷。别怕。可是别他妈可是了，你们到底压不压？就是赌个大小，你们至于这么磨磨唧唧的吗？妈的，瞧瞧这说的是什么话，我都出现幻觉了，还以为来错了地方。谁说不是？我他妈差点以为这不是赌坊，而是青楼。快点，你们赌不赌？不赌别耽误我们时间。平安赌坊之中，
其他人的话让顾仙儿变得更紧张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究竟是压大还是压小，求助的看向陈长安，却见陈长安只是投来了一个鼓励的眼神。那就压大。顾仙儿一咬牙，将手上的金子直接全部压了大。看到顾仙儿下注，其他人纷纷全部压了小，这让顾仙儿十分的气愤。这些人什么意思？自己的运气就那么衰吗？买定离手，开45615点大。投资手看着开出来的点数，不由得也是脸色一变，怎么会是这样？自己明明控制了点数，应该是小才对，怎么会是大？公子赢了，我赢了。顾仙儿一个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赌博竟然真的如此刺激。你看，我说了吧，有我在，没事的。陈长安笑着说道。公子真厉害。顾仙儿兴奋地点了点头，随后一伸手示意投子手给钱。看着赌桌上面的金子，投子手此时也是冷汗直流，这特么怎么下了这么多？这要是赔了，自己这工作恐怕也就丢了吧。可若是不赔，周围这么多人看着，以后这赌坊的生意还做不做了？这数目有些大，我得去通知一下掌柜。两位稍等。掌柜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也是连忙赶了过来，毕竟这么大的数目，弄不好这赌坊小半年的利润都没有了。毕竟顾仙儿可是押注了10万两黄金，这可是10万两黄金啊，不是白银。掌柜的，这两人有鬼，我明明已经控制了投资的点数，可开出来之后，投资手小声的将情况说了一遍。敢在这里出千，这摆明了是想要闹事吗？心中愤怒，但脸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来，毕竟这生意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可是这钱他们也并没有打算让陈长安他们带走，不知道两位是哪家的公子小姐？怎么看着有些眼生？掌柜的笑着问道。路过此地不过是小赌一把，过过瘾罢了。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路过此地也就是外来的了，既然如此，那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哈哈，10万两黄金竟然也只是小赌一把，看得出来两位必定是老子大户人家，否则的话也不会有如此多的银两。我们平安赌坊开门做生意，想要公平公道，两位既然赢了，没有不赔的道理。来人啊，去账房取10万两黄金过来。是。看到这掌柜的如此痛快，四周其他赌徒也是十分的佩服，还得是平安赌坊就是大气，10万两黄金眼皮都不眨一下，那是自然。所以说赌钱还是得来这平安赌坊，放心可靠。若是换了其他的赌坊，恐怕这两人就要危险了。不多时，账房那边就送来了10万两黄金的银票，将银票递给了陈长安之后，掌柜的笑着问道：还继续吗？算了，已经过了瘾，就不赌了。好，那我就不送了。说实话，掌柜的还是有些害怕陈长安继续赌的，毕竟就算最后能够把陈长安赢得银两抢回来，可其他赌徒的呢？一旦这些赌徒跟着陈长安下注，那赌场的损失可就大了。所以陈长安要走，掌柜的丝毫没有阻拦，而是对着赌坊的一群打手使了一个眼色。大黄在外面看到陈长安两人出来，也是眼睛一亮，传音道：赢了。废话，我什么时候输过？10万两黄金够你挥霍的了。嘿嘿嘿，好好好，上青楼，上青楼。听到大黄的话，陈长安也是满头黑线，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玄无道啊。先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再说，最近一直都在赶路，也没好好的吃过饭，且青楼不也可以吃饭？滚蛋！陈长安没有继续搭理大黄，而是直接向着远处走去。走了没几步，顾仙儿突然眉头一皱，低声说道：公子，赌场的人在后面跟着呢。我知道，要我去处理一下吗？不用，让他们跟着吧。走过2条街之后，陈长安发现这些人的速度变快了，不多时便一起冲上来，将陈长安两人层层围住。小子，敢在我们平安赌坊出老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把银票交出来，我们可以饶你一命。陈长安平静地看了对方一眼，淡淡的说道：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会是什么吗？哈哈哈，我不知道得罪你的下场会是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把银票拿回去，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少说废话，别逼我们动手。动手？哎，何必呢？你们这个样子我真的很为难。罢了，懒得与你们计较。大黄，汪汪汪！大黄突然冲着众人吼叫了起来，吓得这些打手也是一愣。趁着对方愣神的功夫，大黄猛地向外冲了出去。卧槽！大黄，你大爷的！仙儿，快跑！陈长安叫骂了一声，随后在顾仙儿一脸懵逼的情况之下，拉着顾仙儿的手快速向着远处跑去。妈的，还以为是个狠角色，给我追！众人一路狂追，却发现怎么也追不上陈长安和顾仙儿。这两人怎么如此能跑？妈的，不追了，我跑不动了，不行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们先追，我一会赶上来。追个屁啊，人都跑没影了。见身后没有人追过来，陈长安这才停止了奔跑，随后向着大黄看了过去。大黄，你居然先跑！废话，我不先跑你就跑了，你也太没有义气了吧！呸，咱们彼此，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想要让我当垫背的，帮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你还有人格？公子，我们为什么要跑？顾仙儿此时也是一脸懵逼，就那些人，别说陈长安，就是他挥一挥手都可以直接解决。可陈长安和大黄明明实力强大，怎么还逃跑了？这叫乐趣。做人嘛，别太认真，这种经历没有过吧？确实没有，所以嘛，凡事都要尝试经历一下，才会体会到各种滋味。顾仙儿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修炼之人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普通人的生活。不过仔细想想，如果不是跟着陈长安，他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进入赌坊，更不可能体会过赌博赢钱的感觉，也不会被赌坊的打手追，体验下落荒而逃的氛围。公子这是游戏人间，体验不同人生吗？真是没想到，
公子如今已经达到了此等境界。顾仙儿一脸崇拜地看着陈长安，见到顾仙儿如此崇拜，大黄不屑地撇了撇嘴，能够把没正事说得如此天花乱坠，这顾仙儿也绝非一般人啊！人才都是人才，世间疾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公子乃是拥有大智慧之人，希儿惭愧。无妨，日后等你到了一定的境界，你便会懂了。是，公子放心，希儿定会努力。我看好你。大黄在一旁满眼的鄙夷，还能不能要点脸了？能不能走？我就问你们两个能不能走了？大黄不耐烦地说道。希儿，切记不可和大黄一般，心浮气躁，难成大事。是，公子。希儿谨记。卧槽，受不了了！你们两个要不然杀了我吧？唉，如此不可教也。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向大黄的目光也是充满了失望和怜悯。这眼神看得大黄有一种冲动，想要再一次将陈长安吞进肚子里面，但是这一次他绝对要把这王八蛋拉出来，而不是吐出来。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不是青楼？我不管，我要去青楼。陈长安找了一家酒楼，这让大黄十分的不满。然而陈长安和顾仙儿两人都直接无视了他，任由他在地上打滚，也视若无睹。大黄，青楼必定是烟花之地，切莫留恋。呸！我就留恋，我天天留恋，没有小娘子作陪，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啊！陈长安笑着摇了摇头，其实他很清楚，大黄喜欢去青楼，并非真的全是为了贪图享受，因为他实在是过于无聊了一些。若是有事情做，大黄是从来不会嚷着要去青楼的。有趣，想不到在这里竟然还有熟人。突然，陈长安察觉到了一股气息，而且这股气息竟然十分的熟悉。不仅仅是陈长安发现了，大黄也发现了。大黄眼睛一亮，有些兴奋地说道：“这不是方云溪那小子吗？他怎么在这？不知道，不过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此时，方云溪也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但他不敢肯定，于是直接来到了陈长安所在的包厢门外。在下方云溪，敢问进来吧。果然是你。听到陈长安的声音，方云溪也是眼睛一亮，一脸兴奋地推开了房门。许久未见，方兄别来无恙。陈长安淡笑着问道。哈哈哈，真是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陈兄。陈兄一别多年，风采依旧啊。方云溪也不客气，直接走到一旁坐了下来。说起来，两人如今也有2000多年没见过了。你们方家距离此地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吧？你怎么会在这里？陈长安有些好奇地问道。有人邀请，况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闭关修炼，也是时候出来转一转了。若非如此，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到陈兄你呢。能够见你一面，这一趟还不值吗？对了，陈兄，你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也是有人邀请吗？方云溪笑着问道。听闻此话，陈长安摇了摇头，道：我不过是四处游历，偶然来到此处罢了。能够邀请得动你，对方恐怕也非等闲之辈吧？方云溪点了点头，道：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是青云宗的太上长老亲自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你知道青云宗吗？青云宗，陈长安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好像听说过这个宗门，但是应该比较久远了。沉思了片刻，陈长安终于想了起来，你说的青云宗不会是陆青云当年创建的宗门吧？没错，青云宗的创派祖师便是陆青云。嘿嘿嘿。突然，大黄在一旁嘿嘿地偷笑了起来，这让方云溪有些不解。皇兄为何如此？方云溪不解地问道。你问他。大黄坏笑着说道。陈兄，可是和青云宗有何渊源？渊源？这渊源可大了去了。青云宗成立于5000年前，而陆青云之所以创建青云宗，完全就是因为陈长安。陆青云当年，你不好意思说，我说陆青云这小子当年死乞白赖的想要成为陈长安的仆人，陈长安被他烦得不轻。为了打消这小子的念头，陈长安就给他了一个任务，让他创建一个宗门，并且将宗门打造成超级大宗门，方才考虑收他当一个仆人。这小子当时就发誓，回去之后就要创建青云宗，直到达到陈长安的要求，在此之前绝不打扰，所以就有了如今的青云宗。大黄说完之后，方云溪整个人都懵了，什么情况？青云宗的创派祖师居然想要成为陈长安的仆人？那可是陆青云啊，不死进9重巅峰的老牌强者，只差一步便可以成为大地境界的强者。陈兄，你究竟是何方神圣？5000多年前你就和陆青云相识。方云溪一脸震惊地看着陈长安。我呀，活得比较久，认识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点，不过这并不妨碍你和我之间的关系，都是朋友。陈长安笑着说道。朋友？能够让陆青云死乞白赖求着的人和自己是朋友？方云溪瞬间感觉自己的逼格都提升了不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妈的，这可是陆青云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方云溪虽然实力也不错，如今在方家也是混成了老祖级别的人物，但方家和青云宗可无法对比。青云宗不仅仅有陆青云这位半步大帝级别的强者，宗门之内不死境强者加起来也是方家的数倍之多。虽然青云宗如今还无法成为顶尖势力，毕竟没有大帝强者坐镇，可任何人都不会轻视青云宗。这么算起来，我和陆青云也算是朋友了。方云溪略显兴奋地说道。那你可以看见陆青云之后试试，陆青云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但青云门的其他人我估计未必能同意。大黄在一旁鄙夷地看了方云溪一眼，你小子还怪会想好事的。听到大黄的话，方云溪也是尴尬地笑了笑，他也知道这事情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口嗨幻想一下罢了。对了，青云宗邀请你，为了什么事情？青云宗虽然无法和龙帝宫这种级别的势力相提并论，但在中天域第2梯队的势力之中，也是名列前茅，足以排到前5。这样的存在，如今广发请帖，必然不会是小事情。陈兄，这青云宗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没有听说吗？不知为何，
自从知道陈长安和陆青云的关系之后，每每叫陈兄这2个字，方云溪都感觉十分的酸爽。并未听闻，事情很大，陆青云死了。陈长安好奇地问道。此话一出，吓得方云溪差点直接昏过去。我的亲祖宗啊，这话恐怕也就你敢说吧？况且你也真会猜，陆青云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轻易的死掉？陈兄慎言，慎言啊！你不怕，我怕呀。方云溪一脸心有余悸的表情。那你倒是说什么事啊？陈长安无奈地说道。一共有2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因为这人榜，青云宗广邀年轻一辈的翘楚前往青云宗进行会晤。听说这一次青云宗邀请了不少人，不管是各方势力的天才弟子，亦或者是些无背景的人，都可以前往参加。以青云宗的底蕴和实力，必然会吸引很多人前去。可我有些搞不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青云宗宗主之子要和凤鸣曹家的大小姐成婚。这凤鸣曹家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巴结上了青云宗。哎，我方家的女子怎么就没有这种好运？不过我听说这凤鸣曹家的大小姐在之前似乎与人有过婚约。听到这话，陈长安眉头一皱，这情况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当初在大周国的柳家好像也是如出一辙，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再有一个类似于陈家这样的存在了。若是有的话，对方敢在青云宗这种地方挽回颜面吗？和曹家大小姐有婚约的那个小子，好像对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放下狠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真是年少无知啊！就算给他30年又如何？那可是青云宗。方云溪笑着摇了摇头，觉得这少年有些不自量力。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大黄，你是不是也听过？陈长安问道。听过，当然听过。当年在黑岩城，那什么萧家的一个小子就说过这番话。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竟然又听到了。大黄嘿嘿一笑，似乎正在回忆当年的场景。方云溪也是一愣，这话如此普遍吗？那后来这萧家的小子怎么样了？方云溪好奇地问道。那死的才叫一个惨啊！第一天说完，第2天萧家满门被灭，路过的狗都扒了一层皮。方云溪还以为这会是一个屈辱少年强势崛起的故事，没想到这反转的让他有些懵逼。狠话说完，全家被灭了。这么说起来，那这凤鸣曹家还不错，起码没有羞辱了人家之后又灭了人家满门。这么一比较，曹家还算是善良之人了。那陈兄，你能不能好好说话？陈兄2个字，你叫的那么大声做什么？陈长安无奈地看了方云溪一眼，这小子陈兄2个字几乎是喊出来的。嗨，一时激动，有点没控制住。那陈兄，你去不去青云宗走一趟？毕竟你和陆青云之间不是有些交情吗？方云溪问道。去不去？陈长安也沉思了起来。说起来，这也过去了几千年，见一见陆青云倒也好。仙儿，想要去和这些青年才俊比试一下吗？陈长安看着顾仙儿问道。他们？顾仙儿眉头微皱，说实话并不是很愿意，毕竟他不认为这些人会是自己的对手，这恐怕起不到什么历练的效果，会不会太弱了？顾仙儿有些为难地说道。这时候方云溪才开始真正的关注顾仙儿，尤其是顾仙儿这句话未免过于狂妄了吧。化神镜。陈兄，这位是方前辈，晚辈是公子的侍女。侍女？陈长安怎么会在身边留一个化神镜的侍女？这和他的身份不匹配吧？陆青云要当仆人都不行，这个女子又有何过人之处？莫非就因为她是个女人？顾仙儿今年20岁，20岁竟然这般年轻。不对劲，20岁的化神镜一重，顾仙儿不对啊，人榜之上并没有这个名字。若是化神镜的修为，岂不是和聂浩天等人相同，而且还要年轻几岁？这方云溪感觉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了，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没有出现在人榜之上？人榜出现了问题，很显然这并不可能，毕竟这人榜乃是天道所化。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人榜出现之后，顾仙儿的修为才开始突飞猛进，达到了如今的境界。还未交手，怎么知道是强是弱？天下之大，妖孽之人层出不穷，切不可小瞧了所有人。是公子，是仙儿自大了，正好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既然知道了，那便去青云宗走一趟吧。是公子。好，这样我们正好同路。那陈兄，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我那边还有些带来的晚辈，我去瞧瞧。方云溪笑着说道。好，你去忙吧。方云溪笑着点了点头，可刚走了一步，突然发现大黄拦住了自己的去路。皇兄可是有事？方云溪有些不解地问道。你爱去青楼不？青楼？这大黄的一句话让方云溪整个人都懵了，自己这般人物怎么可能会跑去青楼这种地方？侮辱，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皇兄，你为何要如此侮辱于我？我可是有得罪过你的地方。方云溪略显气愤地质问道。你急个屁，就是问问你去没去过？没去过，从不曾去。哦，那你想去不？不想。方云溪毅然决然地说道。可惜了，那你方家有人去过吗？皇兄自重啊。行，知道了，你走吧。真是的，想要找个人陪我去青楼都不行，扫兴。要是无名刀，算了，还是玄武道在比较好。大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去个青楼为什么就这么难呢？方云溪也被大黄说的话惊呆了，此时才明白为何如此追问。陈兄，这家门不幸。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爱好蛮特别的。方云溪尴尬地笑了笑，随后转身离去。方云溪离开之后，陈长安没好气地说道，丢人现眼的东西，食色性也，人之常情，你特么是人？青云宗，青云峰，最近10日青云宗热闹非常，
前来的宾客众多，分散住在各个山峰之上。宗主，这来的人会不会太多了？若非咱们青云宗各峰地方足够，只怕是容纳不下了。而且看目前的势头，前来之人络绎不绝，再过几日，只怕是有些负荷不了了。青云宗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他们宣布了这2件事情之后，前来的人络绎不绝，不仅仅有青云宗邀请之人，还有一些慕名而来之人。毕竟还有挑战赛的事情，所以青云宗也不好将所有人都拒之门外。既然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就不能够食言，否则有损我青云宗的脸面。本就没有几天时间了，该来的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记住，不可怠慢任何一个人，我青云宗要做到一视同仁，知道了吗？青云宗宗主陆梦然表情严肃地说道。是，宗主，我们知道了，退下吧，好生准备，切莫丢了我青云宗的脸面。是。青云宗山脚赶了几天的路，陈长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青云宗。这一路，方家的一众弟子对陈长安和顾仙儿都充满了好奇，但方云溪这位老祖亲自带队，且和陈长安称兄道弟，他们也不敢造次，想知道陈长安的身份，却又不敢多问。这是请帖。方云溪将手中的请帖递给了守门弟子，守门弟子也是恭敬地接了过去。当看到对方是方家人，并且是太上长老亲自书写的请帖，守门弟子也是脸色一变，原来是方前辈，您怎么来的这般晚？怎么了？应该没来迟吧？方云溪有些疑惑地问道。不是，只是今日前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们青云宗又是一视同仁，自然不能够看人下菜碟，所以这居住之所所剩不多了，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方前辈见谅。守门弟子有些歉意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大家都是修行之人，并没有那么讲究，谁没过过那种天为被地为床的日子？我们都不是那讲究之人。方云溪笑着说道。见方云溪并不介意，守门弟子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这2日确实有些人面露不满之色，只不过碍于青云宗是大不敢发作罢了。方前辈，如今只剩下小云峰还有位置，我这就让小云峰的弟子带你们前去。好，有劳了。不敢。原本各峰弟子只是负责沦落看守山门，但如今特殊时期，虽然并没有轮到小云峰弟子看守山门，却也派了人留在此地，就是为了迎接宾客。小云峰的弟子恭敬地带着陈长安一行人来到了小云峰。如今这小云峰之上，除了青云宗的弟子之外，还有不少宾客。当小云峰弟子将陈长安等人带到居住之所的时候，方家这些年轻弟子不由得眉头一皱。这地方虽然说不上很破，但也确实简陋了一些，看起来像是临时收拾出来的地方。方前辈，实在是不好意思，地方有限，这一次来的人太多了，委屈你们了。小云峰弟子歉意地说道。方云溪倒是并不介意，毕竟对于他来说，什么地方都一样，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住所而已，无妨。修行之人并没有那么多讲究。方云溪淡笑着说道。多谢前辈谅解。虽说修行之人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可有身份地位的人又怎么甘心住在这种地方呢？毕竟大家都是要脸面的人。像方云溪这样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很多人在看到居住的地方简陋之时，脸上立马出现了不悦之色，就如同方家这些小辈一般。方云溪看了看族中这些小辈，不由得脸色一沉，呵斥道。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老祖，我们并非是受不了这委屈，只是觉得毕竟我们方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家族，这若是让旁人看到了，岂不是让人笑话？听到这话，方云溪冷笑一声说道。你们都是如此想的吗？见众人点头，方云溪冷声说道。实力才是立身之本，就算我方家住在这里，只要实力足够，谁敢笑话？记住了，自身强大才是真的强大，否则就算让你们住在青云宗最好的厢房又如何？你们守得住吗？就不会被人笑话了吗？方云溪的话让众人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他们曾经还真的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方云溪并没有理会这些人，而是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陈兄，这地方确实简陋了一些，你和青云宗有些渊源，不如你。不用了，不过就是一个住的地方罢了，没必要去麻烦别人，反正也没有几天的时间。好，那你先挑选个房间吧。陈长安看了看，随便找了一个房间便走了进去。见陈长安挑了一个小房间，方云溪刚想要阻止，不过转念一想，便明白了陈长安的意思。陈长安并非那种仗着身份就无视其他人的那种人，方家来的人多，自然要将其他的大房间让给方家人。陈长安一行人住在了小云峰，距离青云宗的会晤还有3天时间，一夜无话。第二天，陈长安在小云峰逛了逛，一个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昨天来到小云峰的时候，陈长安就注意到了他们居住之所的不远处有一个木屋，平日里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而这少年便住在这木屋之中，而且一直都处于一个修炼的状态之中。一大早，这少年便走出了木屋，手中拿着一把剑，不断地重复着刺剑的动作，一遍一遍，从未停息。陈长安走到一旁，坐在草地上，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少年，眼神之中多了一丝欣赏。少年全神贯注，都投入到了修炼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陈长安的到来。从日出到日落，少年从未停息，陈长安也从未离开。大黄前辈，公子这是在做什么？顾仙儿站在远处，有些好奇地问道。这少年有点意思，天赋不错，毅力惊人，陈长安比较欣赏这样的人。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但这少年却练到了极致。出鞘、刺剑、收剑，动作一气呵成，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若是对敌，可出其不意。大黄笑着说道。莫非公子起了收徒之心？顾仙儿惊讶地说道。收徒？关于这一点，大黄也并不清楚。这么多年来，想要当陈长安仆人的有，当小弟的有，拜师的同样有，但陈长安却一直无动于衷。但以前是因为他出来的时间短，很快就要离开，可如今并没有这样的限制，说不好
陈长安还真的有这样的心思。就在大黄和顾仙儿两人交谈之时，少年终于停下了修炼，也注意到了陈长安的存在。你是何人？少年目光凌厉，看向陈长安，似乎有些警惕。陈长安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方式不错，世间所有剑法归根本源都是基础剑法，你的出发点没错，将基础剑法融会贯通，确实可以大大的提升剑道感悟，但一味的追求极致，对也不对。听闻此话，少年眉头一皱，不对，有何不对？你也修炼的剑道？少年皱着眉头问道。略懂一二，略懂一二。少年仔细盯着陈长安打量了一番，不过是神通境一重的修为，还不如自己的修为高，竟在自己面前装高人。我自有我的道，就不劳烦阁下费心了，我还要修炼，先走了。少年并不打算和陈长安有过多的交谈，于是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要离去。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手指一弹，一道剑气直奔着少年冲了过去。看到陈长安的举动，少年心头一震，好强的剑气。少年身影一闪，直接躲过了陈长安的剑气，皱着眉头问道：你这是做什么？想要切磋一番吗？正有此意。陈长安站起身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好，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剑道修为如何。少年也不废话，身影一闪，直奔着陈长安冲了过来。少年的速度很快，不过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了陈长安的面前。出鞘，刺剑，一气呵成，动作行云流水，速度极快。然而就在这少年的剑快要刺中陈长安的时候，突然身体一顿，少年发现自己的剑竟然被定住了。不论自己如何用力，手中的剑就仿佛被凝固了一般，无法再进分毫。这是为何？为何我的剑会不受控制？少年一脸震惊地看向陈长安，想知道吗？听闻此言，少年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陈长安微微一笑，意念一动，少年的身体便向后退了数步。你认为我刚才用的是剑道还是修为？陈长安问道。少年眉头微皱，有些不太理解陈长安为什么会这么问。刚才的陈长安并没有出剑，很显然并非用的是剑道和自己比拼，应该是用了某种功法让自己无法动弹，不是剑道也不是修为，而是某种能够控制人的功法。我说的对吗？少年问道。错，就是剑道。剑道我不明白，听说过剑意吗？剑意，修炼剑道之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剑意为何物？这是剑道修行的必备课，只有领悟了剑意之人才能够称得上是剑客。但少年并不理解，就算陈长安真的领悟了剑意，可刚刚他并没有感受到剑意的存在。你确定刚才是用剑意拦住了我的剑？少年疑惑地问道。不是剑意，是领域。领域，剑道领域。他居然领悟到了传说之中的剑道领域。少年此时一脸震惊地看着陈长安，只有将剑意融会贯通，提升至大圆满，才有机会参悟到领悟，而且只是有机会，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领悟剑道领域。这陈长安看起来不比自己大多少，修为也不如自己，怎么可能领悟剑道领域？少年在疑惑，可远处注视着这一切的大黄此时已经彻底的懵了。先是剑意，然后又是剑道领域，陈长安究竟是怎么修炼的？奇怪，当真是奇怪，从未见过陈长安修炼剑道，为什么不声不响的连领域都领悟出来了？仙儿，你见过陈长安修炼吗？大黄有些不解地问道。大黄前辈，您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回答过你一次这样的问题了呢？算了，他是变态，变态的事情总是不符合常理。大黄无奈地摇了摇头，趴在草地上盯着陈长安的方向，不再说话。你当真领悟了剑道领域？少年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之中满是怀疑。陈长安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释放出剑意。感受到陈长安这股强大的剑意，少年眼睛一亮，目光之中充满了炙热。剑意，这是剑意，感受到什么了吗？陈长安问道。听闻此须，少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仔仔细细地感受着陈长安所释放出来的剑意。陈兄这是怎么了？看上这少年了吗？竟然亲自出手指点。方云溪此时也来到了大黄的身边，对于陈长安的举动显得十分好奇。不清楚他想要做什么，有些时候我也猜不到，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确实对这少年有些兴趣。咦，这少年好悟性啊！突然方云溪察觉到，在陈长安的剑意之中，这少年居然领悟出了自己的剑意。这少年的悟性堪称恐怖。剑意，我竟然领悟出了剑意。少年缓缓睁开眼睛，眼神之中满是兴奋，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领悟了剑意。你原本就已经触碰到了剑意的边缘，不过是缺少一个契机罢了。就算今天没有我，不出1个月，你应该也可以领悟自己的剑意。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多谢兄台相助，真是没想到兄台在剑道上面的成就居然真的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先前多有得罪，希望兄台不要介意。少年歉意地说道。无妨，可有师承？陈长安笑着问道。并无师承。少年神情落寞地摇了摇头。并无师承，也就是说这少年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修炼的。一个人修炼无人指导，便能够修炼到这种地步，此人不管是天赋还是悟性都十分难得。若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此话一出，少年愣住了。方云溪惊呆了，陈长安居然真的要收徒，这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我就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好心，果然是想要收徒了。大黄虽然惊讶，但也并不意外。此时少年有些为难地看向陈长安，拜师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这修为神通境一重也太低了吧。我去，这小子还犹豫什么呢？这样的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他还犹豫。见少年一直犹豫不决，方云溪恨不得冲过去给这小子一个大鼻兜，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竟然还在考虑。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片刻之后，少年皱着眉头问道。
问我为何要拜你为师。听到少年的话，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因为我比你强，而且能够让你变得更强。好，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愿意拜您为师。弟子叶知秋拜见师傅。叶知秋，原来这少年名为叶知秋。叶知秋这名字怎么好像听过？卧槽，怎么会是他？他真跑到这青云宗了？叶知秋，怎么会是叶知秋？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方云溪就感觉有些熟悉，仔细一回忆，这才想起来，那曹家大小姐退婚的人不就是叶家的叶知秋吗？这小子居然真的敢跑到青云宗，他不会是来闹事的吧？卧槽，他疯了！小芳，你认识此人？大黄好奇地问道。就是我先前跟你们说的那个事情，曹家大小姐退婚的那个。哦，就是那个说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还没被嘎的那个。对对对，就是他。卧槽，这下有好戏看了。陈长安这个徒弟收得妙啊！大黄这一下也来了精神头了，这特么妥妥的一场大戏啊！他最爱看的就是这种大场面。方云溪有些无奈地看了大黄一眼，这哪里妙了？陈长安和陆青云有些渊源，这新收的徒弟和青云宗之间多少也有些恩怨，这不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吗？当方云溪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大黄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嘲讽道：你懂个屁！陈长安就不是那左右为难的人，借陆青云100个胆子也不敢对陈长安怎么样，他有恃无恐。方云溪十分疑惑，当年陈长安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让陆青云这般死心塌地，甚至是满心敬畏？皇兄，陈兄当年到底做了什么？能说一说吗？方云溪有些好奇地问道。别说方云溪好奇，一旁的顾仙儿也好奇得很。当年有个初入大地境界的人，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和陈长安有些矛盾，陈长安让对方出手3招，3招过后，陈长安毫发无伤，对方心生胆怯，直接认输。陈长安也是不战而胜。陆青云当时亲眼目睹，顿时惊为天人。说起来这件事情，大黄也是感觉好笑。陈长安就是太能装了，明知道自己身体情况，所以直接让对方出手，装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态度。虽说对方初入大地境界，但毕竟也是大帝，3招之下，陈长安毫发无伤，谁还敢继续得罪他？所有人都以为陈长安是脾气随和，不与对方一般见识，殊不知陈长安完全是没有办法出手必露馅。这陈兄的实力竟然如此逆天，他是大帝强者，我居然有幸能够结识一位大帝。方云溪顿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老子是大帝的朋友，老子能够和大帝称兄道弟，这特么的太过瘾了吧！想不到，当真是想不到啊！皇兄，当年究竟是哪位初入大帝境界的倒霉蛋惹到了陈兄？方云溪好奇地问道。好像是叫什么风无量。对，是叫风无量。大黄想了一下之后说道。风无量。听到这3个字，方云溪也是心头一震，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逍遥封地风无量。此人5000前年突破至大帝境界，向来喜欢独来独往，逍遥自在。据说1000年前，风无量曾挑战过一位大帝强者，但胜负不得而知。真是没想到，陈兄居然和风无量还有这等往事。方云溪心中感慨不已，知道的越多，越发现陈长安神秘强大。方云溪甚至怀疑陈长安恐怕不是那位大帝巅峰级别的强者，如今不过是闲来无事游戏人间。妈的，叶知秋到底是什么狗命，居然拜了大帝巅峰强者为师？方云溪此时看向远处的叶知秋，眼神之中满是羡慕，这份机缘他也想要。方云溪他们这边的谈话内容，陈长安自然是听得到，只不过他也没有想到这叶知秋居然还有这样一层身份。难道他来到这青云宗当真是为了和青云宗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说这小子修炼天赋不错，悟性也不错，但有点虎。你就是被曹家退婚之人，此番前来青云宗是有目的的吧？陈长安看着叶知秋问道。不错，我便是被那曹锦绣退婚之人，不过我此番前来青云宗，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而不是报复谁。听到这话，陈长安感觉有点意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吗？这奇耻大辱，不报了。陈长安笑着问道。师父，我虽年少，却并不愚钝，青云宗与我之间并无恩怨，况且青云宗向来不会仗势欺人，素有仁义美名，当得起名门正派这4个字。归根结底，无非是曹家想要攀附青云宗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罢了。但退婚之事毕竟闹得沸沸扬扬，我需要为我自己证明，我为叶家证明，曹家退婚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叶知秋不输于任何人。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不是我叶知秋配不上他曹锦绣，而是他曹锦绣配不上我叶知秋。听到叶知秋的话，陈长安赞赏的点了点头，还好并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毕竟这件事情和青云宗并无太大的关系，而且青云宗也并没有对叶家加以迫害，所以没有必要闹得你死我活。这也是为什么叶知秋敢一个人来青云宗的原因，他只是要在这青云宗的会武之上，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不错，你能够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我能够收你为徒，你自然不会比任何人差。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但这几日你就跟着我修炼吧。青云宗的会武之日，便是你叶知秋扬名之时。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多谢师傅，不过我还未请教，师傅尊姓大名？可是这青云宗之人，叶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拜了师，但他有一种感觉，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尤其是看到陈长安的眼神，更让叶知秋觉得面前之人深不可测，绝非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陈长安，陈长安，叶知秋将这个名字深深的记在了心中。陈长安是第一次收徒，他叶知秋何尝不是第一次拜师呢？至于这青云宗和我之间有些渊源，但我并非青云宗之人，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今日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在这里等你。陈长安淡笑着说道。是，师傅。叶知秋离开之后，陈长安起身往回走，而方云溪他们也连忙凑上前来。陈兄，你真的就这么收徒了？这小子到底什么地方打动你了？方云溪好奇地问道。认真毅力，我很欣赏他。最关键的是，你们难道都没有发现？陈长安好奇地问道。发现什么？还有什么秘密不成？方云溪不解地问道。陈长安无奈地看了方云溪一眼，不管怎么说也是不死境级别的人，就不能认真一点吗？这小子是至尊剑体，你们都没发现吗？什么？这小子是传说中的至尊剑体？至尊剑体是什么概念？那可绝对是所有剑客都梦寐以求的体质，别说万中无一，恐怕整个太玄界都找不出第二个。偏偏这样的一个人就被陈长安遇见了，并且收为了徒弟。原本还以为是这叶知秋走了大运，没想到陈长安同样走运呢。至尊剑体之人，修炼剑道便如水到渠成一般，只要不夭折，未来必定会成为一代剑帝。这个叶知秋可是未来的剑帝强者呀！而且众所周知，剑客的战斗力十分恐怖，如今整个太玄界似乎还没有一位大帝级别的剑客。不对，陈长安似乎用剑。陈兄，你是剑帝？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太玄界之中有一位剑帝存在？方云溪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这样的存在不可能无人知晓才对，除非陈长安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经成就剑帝。时光流逝，故人已逝，所以知道他的人才会越来越少，甚至是无人知晓。方云溪越想越觉得可怕，自己究竟结识了一位什么样的恐怖存在？陈长安都这样，那大黄呢？这一条与众不同的狗，难道也活了这么久？狗帝，太玄界之中妖兽都有极限，除非有大机缘，否则能够化形的少之又少。可大黄如果突破了这个极限，已经成为了狗帝的话，他为何不化形呢？对于本体难以割舍。黄兄，你为何不化形？方云溪突然的一句话让大黄也愣住了。为啥不化？妈的，你说老子为啥不化？你以为我愿意当狗吗？如果可以，我他妈早就化形逛窑子去了，还用你他妈在这问？大黄瞪了方云溪一眼，给方云溪留下了一个孤独落寞的背影，转身离去。黄兄这是怎么了？方云溪有些不解地问道。说到他的伤心处了。大黄啊，憋得慌。憋得慌啥意思？方云溪一脸懵逼，完全不懂陈长安这句话的意思。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陈长安和顾仙儿都已经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叶知秋便来到了和陈长安约定的地点。本以为自己来得很早了，却不曾想陈长安已经等在了那里。坚持，叶知秋连忙上前道：对不起师傅，我来晚了。不是我来早了，今日便是你跟随为师第一日修行，我且问你，何为剑？何为剑？听到陈长安的话，叶知秋眉头微皱。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剑，兵中帝王，是利刃，是凶器，能杀人，亦能救人。剑同样是心，心中有剑，世间万物皆可为剑，融会贯通，人剑合一。剑同样也是意，是本源，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领悟。只有领悟了意，剑才算是有了生命。归根结底，何为剑，由人来决定。若是用来守护，剑便是守护；若是用来杀人，剑便是杀戮。想着想着，叶知秋突然感觉茅塞顿开，似乎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之中。顿悟。陈长安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便让叶知秋进入到了顿悟之中。看到这一幕，陈长安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愧是至尊剑体，果然恐怖。这就顿悟了，羡慕啊！方云溪在陈长安出去之后，也躲在远处偷偷的观看。这一看不要紧，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什么时候顿悟如此廉价？简单的聊了一两句就可以顿悟了，而且看这样子，叶知秋的感悟很深。顿悟之时，身体附近隐隐有无数道剑气交织盘旋。这一场顿悟足足持续了半天的时间。当叶知秋再次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眼神之中似有一道剑气飞出，眼神也变得更加锐利。多谢师傅指导，我的修为突破到了神通境5重，更是提升了5成剑意。叶知秋虽然极力的在控制，但眼神之中的兴奋却是藏不住的。这都是靠你自己的悟性。接下来我便传授你为师修炼的功法无上剑帝诀。多谢师傅。陈长安将无上剑帝诀传授给叶知秋之后，便在一旁指导他修炼。一晃便是1天的时间过去了。接下来的2天时间，叶知秋一直都没有休息，但陈长安并未让他练剑，不是在修炼无上剑帝诀，便是让他静下心来，一动不动地盯着手中的剑。叶知秋不懂，但依然照做。而小云峰上这2人的情况倒也被不少人得知，不过是无用功罢了，马上就要会武了，难不成还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修为暴涨不成？这话我就不赞同了。努力有什么错？修炼靠的是天赋，努力有用的话，还会有那么多普通人吗？不错，修炼确实要靠天赋，但空有天赋不知努力，也是白白浪费了天赋。和你这种人说话，简直是浪费口舌。妈的，你谁啊？老子跟你说话了吗？你以为自己很厉害？厉不厉害？等到会武之时，你大可以试一试。好，到时候希望你别当缩头乌龟。这里毕竟是青云宗，这些人的脾气再暴躁，也不敢私下动手。要是引起了青云宗的不满，那可就不好办了。转眼便到了青云宗会武的大日子，所有宾客齐聚青云宗主峰青云峰。陈长安还是一样，跟着方云溪来到了青云宗为他们方家安排的位置上。居然这么多人！落座之后，方家弟子也是有些目瞪口呆，知道人多，可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多。如果不是这青云宗的主峰足够大，恐怕还容不下这么多的人。
一眼望不到边，四周都是外来的宾客，而青云宗的人反倒是不多，各封首座也只是带着一些亲传弟子前来。陈长安向着青云宗宗主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修为不是很厉害，不过是至尊境修为，但此人天赋不错，毕竟看起来宗主陆梦然的年纪不大。这青云宗有一个规矩，宗主500年一换，选出新任宗主之后，上一任宗主直接晋升长老，随后潜心修炼，不需要再处理青云宗的事务。而这陆梦然不过是10年之前成为的青云宗宗主，年纪也不过才200多岁罢了，而他的儿子陆云年龄也只有40多岁。陈长安在看，叶知秋同样在看，不过他看的是陆云身边站着的曹锦绣。想当初曹锦绣也不过只是刚刚突破到神通境罢了，没想到攀附上了青云宗的宗主之子后，短短的时间之内竟然将修为提升到了神通境5重。看起来这陆云对他还真是不错，好东西应该没少给。怎么还很在意？陈长安笑着问道。不，我和曹锦绣之间并无任何情感，我只是一直想不通这青云宗的会武目的究竟是什么。若只是为了促进弟子之间的竞争，宗门内部比试就好，可如今闹得这么大，总感觉哪里有些问题。叶知秋皱着眉头说道。确实有问题。陈长安赞同的点了点头，随后说道，青云宗宗主之子陆云年纪已经超出了人榜的范畴，但这曹锦绣可没超过。看得出来青云宗宗主对自己这个儿子十分宠爱，这场会武是在为一个人造势。曹锦绣，曹锦绣。听到陈长安的话，叶知秋微微一愣，不过随后便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曹家攀附上青云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明面上没人说什么，背地里面被也是一个笑谈。毕竟曹家的实力只能说一般，若是强强联手，或许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这种攀龙附凤的行为却让很多人不齿。估计这曹锦绣没少在陆云身边说起这些事情，想要做到门当户对，想要做到让所有人都真心祝福。如何能够让人刮目相看？那便是展现出优秀的实力和天赋，让人们知道曹锦绣配得上陆云。这样在接下来他们的成亲之时，收到的便是所有人真心的祝福，而不是虚情假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在他们大婚之日前夕搞出来这么一个会武。说是青云宗为了促进年轻一辈的积极性，但最终的目的不过是要借着这个机会让曹锦绣出风头罢了。公子，这曹锦绣的修为不过是神通境5重罢了，这样的修为也能够出风头吗？顾仙儿有些不解地问道。神通境5重确实看起来不是很厉害，但曹锦绣的年纪只有18岁，18岁的神通境5重，这可就不一般了。不管这修为是如何提升起来的，起码别人看到之后都会夸一句天之娇女。毕竟就算是人榜第1名的聂浩天等人，27岁的时候也只是化神境1重。我说仙儿姑娘，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如你这般有天赋，他们的修为属于正常，你的修为和年龄多少有点不符合常理了。方云溪在一旁感慨道。顾仙儿自从遇到了陈长安之后，不过短短数月时间，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境1重，这让他自己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原来修炼这么简单。殊不知这份简单只是相对于他而言，换了旁人恐怕修炼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而叶知秋能够在19岁的年龄靠着自己突破到了神通境5重，这十分的不容易。就在几人交谈之时，青云宗宗主陆梦然站了起来，对着众人拱了拱手。此番会武意在交流切磋，只要是年龄不满30岁，谁都可以参加。比武切磋，受伤在所难免，但若是有人心存不轨，伤人性命，也别怪我青云宗对他不客气。擂台已经备好，诸位可以开始了，自由切磋，无需有太多的顾虑。说完之后，陆梦然便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其实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从各封首座之中选一人出来交代一番就好，根本不需要宗主亲自出面，大多时候宗主只需要静静的坐着就好。所以陆梦然这一番话倒是让不少人心中疑惑不已。青云宗这一次台子搭得有点大，未免过于重视了吧？哈哈，没有人上去吗？那我先来。见没人上擂台，人群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大笑，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直接飞到了擂台之上。在下张思阳，修为神通境1重，不知道哪位上来赐教一番？我来。话音未落，又一个年轻人冲上了擂台，看着张思阳笑着说道，我叫马虎，同样是神通境1重，就让我来领教兄台的高招。好，请。有了第一个，很快就有第二个，越来越多的人上台比武。众人起初看的还津津有味，可时间一久，顿时也感觉有些无聊。你们也去玩玩吧，下手注意分寸，知道吗？方云溪见方家这些后辈此时已经跃跃欲试，也不再阻拦，让他们也上去切磋一番。方家的人上场，这倒是让不少人来了精神，毕竟这方家可不是普通的家族，实力还是很强的。方家的人都上了，那我们邢家又怎么能够错过呢？看到方家人上场，邢家的人紧随其后，而且看起来火药味十足，恐怕是有些恩怨。我听说这方家和邢家之间似乎有些恩怨。哦，这两家有什么恩怨？具体的不清楚，虽说达不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但也到了每次见面都要动手的程度。先前邢家的人一直没上场，就是等着方家的人呢，有点意思。也不知道这两家之中的年轻一辈谁更胜一筹。台上两人交手，台下议论纷纷，而这方家弟子和邢家之人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一时之间也是难分胜负。方家接连上场5人，邢家也是同样如此。最终的结果居然是平局，同样都是2胜2负1平。这个结果虽说不满意，但两家人也都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谁也没吃亏。老祖，对不起，我们给方家丢人了。方家弟子回去之后，有些惭愧地看着方云溪，很显然对于这个结果，他们自己也是不满意的。所以说，你们还是要努力修炼，现在知道丢人了。若你们刻苦一些，今天丢人的便是他邢家罢了。
反正是个平局，我们方家也不算丢人。方云溪淡淡的说道。是，老祖。方家和邢家开了个头，其他各方势力的弟子也纷纷上场，但从始至终，青云宗的那些天才弟子却是纹丝不动，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打算，难道不准备上场展示一番吗？第一天的比斗很快就结束了，由于人数众多，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参与。不过这些人之中，很多人在见识到其他人的修为和实力之后，已经不敢登场。而今天的胜出者可以休息一天，等到第3天的时间进行下一轮的比拼。既然是比斗切磋，青云宗自然也不会吝啬，凡是能够一路晋级进入前50的名额，都有青云宗准备的宝物赠送。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的原因。我看到他了。等到众人全都离开之后，曹锦绣眉头微皱，看着陆云的眼神露出一丝担忧。陆云同样眉头一皱，有些疑惑地问道：谁？叶知秋。叶知秋。听到这3个字，陆云也是脸色一变。他当然知道曹锦绣之前有过婚约，不过他本人倒是并不在意这些。可没想到这叶知秋居然敢跑到这青云宗。不用怕，这里是青云宗，他不敢怎么样。若他只是老老实实参加会务，无需理会。若是他胆敢闹事，真以为我青云宗是好欺负的不成？陆云笑着说道。希望如此吧，可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见心上人如此说，陆云也是眉头微皱，随后向着旁边之人看去，说道：去帮我查一下叶知秋住在什么地方。是，少宗主。月上枝头，小云峰之上一片寂静，叶知秋正在修炼，突然听到脚步声传来，随后慢慢睁开了眼睛。谁？陆云。陆云，青云宗宗主之子。叶知秋也没有想到，这青云宗宗主之子居然会深夜造访。叶知秋推开木门走了出去，陆云此时就站在门外，面色平静地看着自己。陆公子此番前来，可是有事？叶知秋平静地问道。陆云对着叶知秋打量了一番，剑眉星目，仪表堂堂，确实是一个人才，尤其是对方的修为竟然也达到了神通境5重，这是陆云没有想到的事情。你就是叶知秋吧？我知道你当初锦绣做的事情确实欠缺考虑，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且马上就是我们成亲之日，我不想要节外生枝。若你心生不愿，我可以代为道歉，或许你想要什么补偿，我也可以弥补你，你觉得如何？陆云的态度让叶知秋也是一愣，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对方表现出来了自己的善意，叶知秋也不好多说什么。我不需要任何的补偿，我此次前来青云宗也并非要做些什么，我只是想要在会武之中证明自己，仅此而已。听到叶知秋的话，陆云也明白了，叶知秋这是想要在会武之中向其他人证明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可这样一来，岂不是说曹锦绣有眼无珠？那自己又算什么？原本打这么个台子是准备给曹锦绣造势的，可如今看到叶知秋之后，陆云感觉曹锦绣未必是叶知秋的对手。如此一来，白忙一场，反倒是成全了这叶知秋。你这么做虽说并无恶意，但却打了曹锦绣的脸，同时让我这个青云宗少宗主也脸面无光，不如各退一步如何？陆云皱着眉头问道。各退一步？叶知秋有些不解地看向陆云，不明白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参加此次会武，等到我大婚之后，我会派人亲自登门叶家，为你们叶家挽回颜面，如何？陆云问道。在陆云看来，自己身为少宗主，能够做到如此让步，叶知秋总不会还不给面子吧？然而叶知秋的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陆云这个办法，叶知秋无法接受，因为这并不能够为叶家挽回颜面。大婚之后，青云宗的人登门拜访叶家，这是什么？这是怜悯还是施舍？不管是什么，叶家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他叶知秋也会是一个笑话。叶知秋不想要争什么，但有些事情必须做，否则将会成为自己一辈子的心结。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不关心，也不想去关心。你和曹锦绣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况且青云宗宗主都说了，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我觉得陆公子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回去多陪陪未婚妻吧。叶知秋语气淡漠地说道。见叶知秋如此不知好歹，陆云心中也是气愤不已，自己身为少宗主，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如此无视。你当真不怕？为何要怕？好好好，叶知秋，我记住了，明天我会让你知道，你想要为自己证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哼！陆云冷哼一声，带着一腔怒火转身离去。叶知秋对此并不在意，而是回到房间之中继续修炼。啧，这小子的性子还真是够强硬的。陆云也算是有礼貌有涵养了，这小子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陆云深夜造访，方云溪这种修为的人怎么可能会察觉不到？所以一直关注着叶知秋这边的情况。同样关注的自然还有陈长安，毕竟是自己徒弟，可不能让他出了事。陆云的家教确实还不错，看得出来青云宗门风不错，但叶知秋也并没有错。这种事情换了是你会答应吗？陈长安的话让方云溪一愣，如果是自己会答应吗？方云溪摇了摇头，他也不确定自己究竟会怎么做，答应了心有不甘，不答应的话恐怕会有危险，还真是左右为难。这就是你不如他的地方。叶知秋不会犹豫，更不会妥协，他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不管是谁都不会让他退缩，也只有保持着这样的心性，才能够勇往直前。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你就不担心这陆云会对叶知秋不利？虽然只是远远的观看了一会，但陈长安觉得陆云此人虽不是纯良之辈，但也绝不是大恶之徒。不过是年轻人，
好脸面，况且又是青云宗少宗主，有着一些自己的骄傲，他不会对叶知秋暗下杀手。这样的行为和青云宗的宗训背道而驰，也会被所有青云宗的人所不齿。但凡是个聪明人，都不会做出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否则的话，他父亲陆梦然第一个就饶不了他。他能够想到的办法，无非就是等到叶知秋上了擂台，让人出手强势镇压，不给叶知秋任何发挥的机会。如此一来，就不会影响到他和曹锦绣的事情。听到陈长安的分析，方云熙也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感慨道：这陆云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女情长了一些。你说他才40多岁，着急成亲作甚？咱们这样的修行之人，几百岁几千岁之后才成亲的，不是大有人在。大好时光不用在修炼上，多少有些浪费了。方云熙虽然没有明着说，但陈长安听得出来，他想说的是，这陆云有点恋爱脑，为了爱情恐怕会影响自己的修炼。人各有志，每个人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也对，操着心干嘛？又不是我儿子。不过你不担心叶知秋这小子？青云宗的那些亲传弟子之中，比他修为高的可大有人在。方云熙好奇地问道：无妨，就当是磨练了。胜负本就是常事，输了就当是磨练。况且我也不认为叶知秋会输，修为不一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实力。陈长安微微一笑，对叶知秋有着充足的信心。行吧，反正跟我都没啥关系，我就是个看热闹的。不过我倒是想要看看叶知秋这小子能够走到哪一步。对了，顾仙儿呢？他怎么打算的？如果他也参与进去，那可就有意思了。顾仙儿的实力足以碾压这里的所有年轻一辈了吧？方云熙好奇地问道。顾仙儿，原本陈长安确实打算让顾仙儿也参与一下，不过如今这种情况，还是先问问顾仙儿自己的意思吧。回去吧，明天或许会有一场好戏看。第二日，青云峰虽然已经有不少人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青云宗，但依然还有不少人留了下来。毕竟就算不能够再参加，看看热闹也是好的。会武结束之后，还有少宗主的大婚，这以后说出去也面上有光。毕竟不是谁都能够参加青云宗这种盛事的。你们说，今天青云宗的这些弟子会不会出手？不清楚，但都已经是第二天了，也该轮到他们了吧？青云宗除了青云峰之外，还有大云峰、小云峰、红鸾峰以及青钢峰，每位首座的亲传弟子都不少，只不过符合年龄的应该不会超过5个。这些人都是青云宗内部已经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弟子了，加起来或许有30个左右。竟然这么多，这可是青云宗30个多吗？你有没有脑子？这是挑选之后最优秀的30个，而不是所有年轻弟子。寻常的势力之中，年轻一辈的佼佼者能够挑选出来3到5人，便已经是十分难得了。青云宗30岁之下的天才弟子能够达到30个左右，这个数量确实足以让很多人动容。真想要见识一下咱们和青云宗这些天才弟子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多大？算了吧，看了之后只会让你们绝望。青云宗这些天才弟子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存在。哎，到了最后还是要看青云宗这些人的比拼。你说会不会出现一匹黑马？黑马？你瞅瞅这些人，谁有黑马的潜质？这好像确实没有。擂台之上已经进行了几轮的比拼，到了第2天，几乎已经算得上是神通境级别的比拼了。但这些人的实力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兴趣来。所有人在期待的都是青云宗的弟子下场。少宗主，你说的那个人今天来了吗？来了。陆云点了点头，随后向着叶知秋所在的位置看了过去。恰逢此时，叶知秋也向着陆云看了过来，两人四目相对。叶知秋微微一笑，随后将目光转移到了擂台之上。看到叶知秋的反应，陆云心头一动，这小子难道是想要上擂台了吗？就是那个人吗？没错，就是他。如果他上了擂台，你就上去好好的教训一番，记住了，不要坏了规矩，将他击败打下擂台就可以了。陆云提醒道。放心，这点分寸我还是懂的。好，辛苦你了。少宗主这说的哪里话？说起来，您还是我的师兄，为师兄分担本就是师弟的分内事。陆云找到的这个人便是自己父亲青云宗宗主的亲传弟子之一，如今26岁，修为已经达到了神通境8重，天赋出众，实力不俗。在陆云看来，自己找个神通境8重的人对付叶知秋已经是很看得起对方了。他可从来没有想过叶知秋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位师弟，毕竟就算你叶知秋是个天才，谁又不是呢？想上就上吧，不用再等了。陈长安见叶知秋的视线一直放在擂台之上，所以开口嘱咐了一句：师傅，那我上去了。去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塌不下来。是。叶知秋点了点头。当擂台之上的比斗结束之后，叶知秋纵身一跃，直接飞到了擂台之上。哟，这小子好快的速度，身法不错啊。不是青云宗的人，难道是其他家族的弟子？我看着好像是从那边方家所在的位置过来的。不对啊，方家的人昨天不都已经比试过了吗？你们谁认识此人吗？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卧槽，我好像知道他是谁。谁？叶知秋。叶知秋。这一次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叶家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家族，但也有点名气，尤其是在曹家退婚之后，名气那就更大了。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人群之中有人认出了叶知秋，顿时造成了一片喧哗。毕竟叶知秋和曹锦绣的事情，大家还是耳熟能详的。他竟然敢来青云宗，不得不说，单单是这份胆量，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妈的，这下才是真的有好戏看了。青云宗的人居然没有拦着他，你在说什么屁话？青云宗岂是那种小人，说了谁都能来，便是谁都能来。况且就算来了又如何？这小子还能够闹出什么名堂不成？不过说起来，我倒是想要看看这青云宗会如何对待叶知秋。卧槽，青云宗的弟子果然上场了。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青云宗弟子孙鹤年纵身一跃，直接飞到了擂台之上。看到孙鹤年出场，别说是其他的看客，就算是青云宗的人也是一愣，他怎么上去的这么早？陆梦然自然已经听到了其他人的议论，也知道叶知秋的身份。当孙鹤年上场的那一刻，眼光向着陆云看了过去。父亲，确实是我让孙师弟出手的，不过您放心，我只是让他出手教训一番，将叶知秋击败，不会伤他性命。也不知道这叶知秋有什么奇遇，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5重，这对锦绣有所影响。陆云并没有隐瞒，毕竟瞒也瞒不住，还不如直截了当的说出来。陆梦然点了点头，看了叶知秋一眼，果然是神通境5重修为。这叶知秋的天赋不错，不要伤了和气。若是能够招揽加入我青云宗，也是件好事。招揽？听到这话，陆云眉头微皱，毕竟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些尴尬的。如果这叶知秋真的加入青云宗，未免有些碍眼。陆云，你要记住，你是青云宗的人，胸襟开阔一些，凡事以青云宗为重，不要因为儿女私情影响到青云宗。别以为你是我的儿子，下一任宗主就非你不可。咱们青云宗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规矩，你若真有这样的心思，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让所有人服气，懂吗？陆梦然沉声说道。是，父亲教训的事孩儿记住了。陆云惭愧地说道。真的记住才好。陆梦然深深地看了陆云一眼，随后将注意力放在了擂台之上。擂台上，叶知秋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陆云不能自己上场，便会找人出手。叶家、叶知秋、青云宗、孙鹤年，请。孙鹤年在真的面对叶知秋的那一刻，终于明白自己这一次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叶知秋站在原地，仿佛是一柄未出鞘的利剑一般，锋芒毕露，气势惊人，毫无破绽。为什么会毫无破绽？孙鹤年眉头微皱，一时之间也不敢轻易出手，因为叶知秋表现出来的过于无懈可击，给孙鹤年一种错觉，只要自己贸然出手，恐怕就会落入被动之中。你不动，我不动。两个人站在擂台之上，第一轮进行的竟然是气势的比拼。什么情况？怎么都不动手啊？卧槽！我还以为有好戏看，怎么现在好像两个木头人，谁动一下是会输吗？这也太无聊了吧！他们到底打不打？你们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两人如今在进行气势的比拼，或许两人都没有表现出破绽，谁也不敢轻易出手吧？不出手怎么会有破绽？上去就是干，那多过瘾！那是莽夫或者是实力碾压的情况下才可以。啥意思？他俩的实力不分伯仲，叶知秋这么强，谁都不知道此时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认识孙鹤年的人不理解，知道叶知秋的人同样不理解，只有陈长安看得出来叶知秋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试探。叶知秋想要试探出孙鹤年的极限在什么地方，这小子想要一鸣惊人，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笑了。叶知秋怎么突然笑了？叶知秋的突然一笑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孙鹤年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原来你的极限在这里。此话一出，孙鹤年脸色一变，不好，这小子要出手了。下一刻，一股滔天剑意从叶知秋的身体之中爆发而出，感受到叶知秋的剑意，众人都是心头一震。不好，我的剑不受控制了！妈的，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剑意？他才多大，不仅领悟了剑意，剑意还如此强横。当叶知秋爆发出剑意的那一刻，在场众人凡是佩戴宝剑之人都感觉手中的宝剑要脱壳而出，不少人都是全力压制，才避免了宝剑脱壳而出。此次天赋悟性竟然如此逆天。陆梦然等人此时也是眼睛一亮，仿佛发现了一块璞玉一般的盯着叶知秋。面对叶知秋的剑意，孙鹤年发现自己的实力竟然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孙鹤年心知不妙，正准备出手，却发现叶知秋已经从自己的面前消失不见。下一刻，孙鹤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竟然慢慢的飞了起来，眼前的景象也变成了碧蓝的天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是孙鹤年脑海之中最后出现的疑问，但疑问出现的同时，孙鹤年也已经失去了意识，跌落擂台昏迷不醒。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没看到？怎么回事？孙鹤年就飞下擂台了。妈的，这叶知秋是要逆天不成吗？这孙鹤年可是青云宗宗主的亲传弟子，更是神通境8重修为，居然被叶知秋一剑击败了。一剑击败？刚才叶知秋有出剑吗？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你们谁看到了？说实话，我也没看到。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叶知秋究竟是怎么胜的，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不知道。人剑合一，快到了极致。这个叶知秋在剑道方面的天赋简直是逆天，难道他的体质特殊，是某种剑体？宗主，这个叶知秋不简单，适合我大云峰。放屁，什么就适合你大云峰了？我们青冈峰才更合适才对。你们的天才弟子都已经很多了，这一次就不要跟我们小云峰抢了。笑话，难道你们没有将我们红鸾峰放在眼中吗？你们红鸾峰都是女弟子，他叶知秋可是一个男人。我不管，这样的弟子我们红鸾峰也不是不可以破例。还没怎么样，这几个首座便开始争抢了起来。这一幕让陆梦然也十分的头疼，每一次发现天才弟子，这几个人都要闹一场。而此时不远处的陆云和曹锦绣脸色十分难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叶知秋竟然如此逆天，就连其他几位首座都已经被叶知秋吸引，看样子这叶知秋恐怕真的要加入到这青云宗了。陆云，这怎么办？难不成真的要让叶知秋加入到青云宗吗？曹锦绣和叶知秋并无仇怨，但每一次看到叶知秋，他都感觉这是自己一个屈辱的过去。更何况如今叶知秋一飞冲天，所有人都会说一句他曹锦绣有眼无珠，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曹锦绣想要看到的。陆云对着曹锦绣微微一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没事，
我见过这个叶知秋，他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他也未必肯加入青云宗。再等等。好，曹锦绣此时的心情十分的复杂，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这叶知秋的崛起。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便找人将他暗杀，也不会有如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叶知秋走下擂台的那一刻，四周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本是嘲笑，是戏谑，是调侃，可如今所有人都不敢再小瞧他。仅仅这一战，便让叶知秋名声鹊起，一剑击败青云宗宗主的亲传弟子，这样的实力谁敢小瞧？况且如今的叶知秋可只有19岁，宗主就这么让叶知秋下去了？您真的不打算招揽他吗？是因为陆云？大云峰首座皱着眉头问道。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会武还没有结束，等到结束的时候招揽也来得及。陆梦然脸色平静地说道。这样也好，不过陆云那边是不是还得开导一番？若是连这点事情都容不下，他这个少宗主不当也罢。这会不会太严厉了一些？身在其位便需要有所承担，他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更是青云宗的一份子，万事当以青云宗为重。陆梦然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是他来接任这宗主之位，其他人也都信服。虽然嘴上不说，但各峰首座对陆梦然都是十分佩服的。他不仅仅是对身边的人严厉，对自己更是可以说苛刻。叶知秋来到陈长安的旁边坐了下来，面色平静，并没有过于兴奋，还是过于保守了。陈长安淡淡的说道：师父，我只是不知道对方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想要试探一下，毕竟我觉得一击秒杀的情况会更有震撼力。说完之后，叶知秋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陈长安的反应，心中多少有些胆怯。自从拜了陈长安为师之后，叶知秋越来越感觉自己这个师父神秘而强大，心中也是充满了敬畏之心。我说的保守，是你对自己的实力过于保守了。别忘了，你修炼的可是无上剑地诀，乃是地阶功法，又领悟了5成剑意。论战力，神通境9重巅峰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在试探什么？陈长安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叶知秋对自己的实力认知存在着错误。陈长安说的是神通境9重巅峰不是对手，若是叶知秋奋力一搏的话，寻常的化神境只怕也会吃亏落败。我真的有这么强吗？叶知秋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太缺乏实战了，明天的战斗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师父，我懂了，他就是曹锦绣，看起来也就一般啊。就是他当初退婚了叶知秋，也不知道他现在后悔不后悔。丢了叶知秋，得到了一个陆云，这买卖我是不知道值不值，毕竟叶知秋的潜力无限，未必就比陆云师兄差。我看宗主和各位首座的意思是想要拉拢叶知秋，要是叶知秋加入到青云宗，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叶知秋长得确实很帅，不比陆云师兄差。真羡慕曹锦绣，有会约的是叶知秋，要嫁的是陆云师兄，他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呢？如今整个青云宗，不管是那些宾客还是青云宗的弟子，都在议论叶知秋。这些话自然而然也传入到了曹锦绣和陆云的耳朵之中。陆云虽然心生不满，却也并没有做什么，毕竟陆梦然的严厉教育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曹锦绣则不同，回到自己房间之后，曹锦绣整个人都快要气疯了。叶知秋，你真该死！为什么你要崛起？为什么你要来青云宗？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要让我难堪对吗？你不让我好过，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曹锦绣此时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怨恨，对叶知秋的怨恨，同样对陆云的无动于衷也充满了埋怨。身为少宗主，居然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了，真是个废物。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若是叶知秋真的被青云宗收为弟子，必定会成为亲传弟子，而且会重点栽培。以叶知秋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只怕就算是陆云的少宗主之位都会有危险。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让他得逞。曹锦绣的眼神从怨恨慢慢变成了无尽的杀意。叶知秋必须死。夜半无人，曹锦绣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当当当，屠伯打开房门，看到外面站着的曹锦绣，也是有些惊讶，问道：大小姐，这么晚了过来我这里，可是有什么事情？进去说。好。曹锦绣进入到屠伯的房间之后，表情严肃地看着对方，说道：屠伯，你从小就跟在我身边保护我，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求你帮忙，您可一定要帮我。大小姐，这是怎么了？我的责任就是保护您的安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是叶知秋？屠伯也不是傻子，从曹锦绣此时的状态就看得出来，他似乎对某人起了杀意。整个青云宗如今唯一一个能够让曹锦绣如此的，恐怕就是叶知秋了。你是想要让我杀了叶知秋？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到时候青云宗宗主怕不会再同意你嫁给陆云。大小姐三思啊。屠伯明显更冷静一些，这里是青云宗，在这里杀人会是什么后果？况且杀了叶知秋，陆梦然对曹锦绣的好感会降至冰点，这样的人陆梦然怎么可能会让她嫁给陆云？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屠伯，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知道叶知秋若死，所有人都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所以这件事能不能成功全靠您了。屠伯，为了我恐怕要委屈您了。此话一出，屠伯也是一愣，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过来。曹锦绣不仅仅要让自己杀了叶知秋，还想要让自己将所有的罪名背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一来，曹锦绣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演一场戏，洗清自己的嫌疑，顺便大义灭亲，让其他人不会怪罪于他。不得不说，曹锦绣计划得很好，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只不过要牺牲掉这个从小就保护他的屠伯。屠伯，我知道您最疼我，您不会不帮我的对吧？曹锦绣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泪眼朦胧地看着屠伯。唉，罢了，老夫这条命本就是你爷爷救回来的，这一次就当是还给你们曹家。大小姐放心，杀了叶知秋之后，
我会将一切承担在自己身上，绝对不会让人知道是您的授意。只希望大小姐日后能够安安稳稳，有个美满的人生。那老奴就算是丢了这条命也值了。计谋得逞，曹锦绣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表现出来。此时曹锦绣一副悲伤的表情，眼泪止不住的流。屠伯，我对不起您，如果有别的办法，我是绝对不会让您去做这些事情的。可您也知道，在这青云宗之内，我能够信任的只有您一个人了。我说着，曹锦绣直接给屠伯跪了下来，这也把屠伯吓了一跳。不管怎么说，曹锦绣也是曹家的大小姐，她也不过就是曹家的一个仆人罢了，怎么可能受得起大小姐的跪拜之礼？大小姐不可，这万万不可呀！您快起来！屠伯连忙将曹锦绣扶了起来，看着泪流满面的曹锦绣，屠伯也是感慨不已，脑海之中回忆起曹锦绣从小到大的一幕幕，最终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是看着曹锦绣长大的，怎么会不知道曹锦绣是什么人？但他依然选择了这么做，不仅仅是报恩，同时也是一直将曹锦绣当成自己的晚辈看待，哪怕对方想要让自己送命，他也心甘情愿。大小姐，一会离开的时候注意一点，不要被其他人发现，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老奴吧，您多保重。说完之后，屠伯离开房间，直奔小云峰。看到屠伯离去，曹锦绣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脸上浮起一抹笑意。叶知秋，你凭什么跟我斗？你也配？可惜了，屠伯对我还算是忠心耿耿。哎，日后看来需要再让家族派个人过来了。曹锦绣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趁着夜色偷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屠伯一路隐藏行踪气息，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小云峰。在此之前，曹锦绣就打听过叶知秋居住在什么地方，并且告知了屠伯，所以屠伯直奔着叶知秋居住的木屋飞了过去。来到木屋之前，屠伯推开房门，直接冲了进去，对着木床上的叶知秋，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掌，砰！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了对方的胸口上。屠伯脸色一喜，随后突然一愣，不对劲，自己这一掌虽然打中了对方，可为什么等你半天了？好玩吗？屠伯做贼心虚，毕竟这里是青云宗的小云峰，还有首座坐镇。屠伯的修为虽然不错，但也不过就是洞虚境罢了，对付叶知秋足够，但在这青云宗可有些不值一提。别看青云宗宗主实力一般，那是因为青云宗的规矩所导致的，可另外4位首座哪一个不是不死境？所以屠伯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得手，否则很容易就被对方察觉到。可屠伯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叶知秋这边居然提前有准备。这木屋明明是叶知秋居住的地方，为什么里面的人不是叶知秋？你是谁？屠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可转念一想，刺杀失败，自己要做的应该是逃走。想到这里，屠伯转身就要离开，却发现自己竟然完全被禁锢住了，一动也动不了。来都来了，着急走什么？不会真的以为你走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吧？陈长安冷笑一声，从床上站起来之后，走到了屠伯的面前。虽是黑夜，但毕竟都是修行之人，面对站着，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对方的样貌。看到陈长安之后，屠伯也是一愣，好年轻的一张脸，可他究竟是谁？此人不是青云宗的人，难道是叶知秋的人？屠伯，你还真是曹锦绣的中仆，这种事情你都愿意做。此话一出，屠伯不由得心头一震，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惊慌，而是冷声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曹锦绣，曹家的大小姐，我和此人并无任何关系。不得不说，屠伯还是有些头脑的，并没有装作完全不知道曹锦绣这个名字，毕竟不知道才是真的太假了。你有点脑子，但不多。青云宗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知道你身份的吗？你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陈长安冷笑着说道。屠伯也是一时心急，完全忘记了青云宗之内还有其他人见过自己。哼，就算知道是我又如何？叶知秋此番前来青云宗，故意羞辱我们大小姐，我也不过是想要给他点教训罢了。屠伯冷声说道。教训？陈长安冷笑一声，刚才对方出手可绝对不是教训，而是为了要了叶知秋的命。你猜大家会不会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和曹锦绣无关呢？陈长安冷笑着问道。你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和大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作主张，大小姐完全不知情。你安静一会吧。陈长安没有继续听对方废话，毕竟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是心知肚明。陈长安直接将屠伯的灵魂封印，让他陷入到了沉睡之中。这个人还有用，现在杀了有些可惜。陈长安从木屋之中走出来，外面站着的是方云溪几人。叶知秋看了一眼这个屠伯，他记得很清楚，当初曹锦绣去叶家退婚之时，身边跟着的就是此人。曹锦绣还是忍不住了，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么做百害无一利。方云溪皱着眉头说道。或许他只是不想要让我活着吧，至于后面会怎么样，他并没有真的考虑周全。叶知秋淡淡的说道。陈兄，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人？交给青云宗吗？方云溪问道。不急，你们难道就不想要看看明天叶知秋出现在擂台之上，那曹锦绣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吗？陈长安笑着说道。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一夜曹锦绣彻夜未眠，对于屠伯的实力他有着绝对的信心。可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心中依然有些后怕。别人真的会相信屠伯说的话吗？真的不会怀疑到自己吗？屠伯到底有没有得手？屠伯如今情况如何？已经被小云峰的人控制住了吗？带着无限的猜测和忧虑，曹锦绣就这么一直做到了天亮。怎么了？没睡好吗？第二天当陆云看到曹锦绣的时候，不由得也是眉头一皱，怎么如此没有精神？曹锦绣笑着摇了摇头，虽然心中一直都是忐忑不安，却还在极力的想要表现得正常一些，就是有些不舒服。今天没什么事情吧？曹锦绣的一句话
让陆云微微一愣。今天能有什么事情？不还是会武的事情吗？见到陆云的反应，曹锦绣也有些疑惑。难道说屠伯并没有被抓到？得手之后，屠伯跑了吗？如果是这样，反而是好事一件。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让曹锦绣的内心多少有些复杂。死了一个叶知秋，不可能会这么平静才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轰！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曹锦绣的视线之内。叶知秋的出现，让曹锦绣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要炸裂了一般。没死，叶知秋果然没死。他为什么会没死？屠伯失手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屠伯可是洞虚境的修为，杀一个叶知秋怎么可能会失手？难道是小云峰的首座发现了屠伯，救了叶知秋？想到这里，曹锦绣向着小云峰的首座看了过去，却发现对方神色平静，而小云峰的首座也察觉到有人在看着自己，一转头和曹锦绣四目相对，虽然心中疑惑，却还是微微点了点头。毕竟是少宗主的未婚妻，不是他，也不是他，那到底是谁？曹锦绣此时的脸色十分难看，慌乱的眼神让陆云眉头微皱，有些不解。锦绣，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陆云有些担心地问道。没，可能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好，我送你。不用，你还是先留在这里吧，我一个人就可以。曹锦绣的反常让陆云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并没有多想，毕竟因为叶知秋的事情，他昨天就有些不太舒服，或许是心中烦躁也说不定。陈长安等人也在注意着曹锦绣的表现，看到对方落荒而逃，陈长安几人都是会心一笑。知秋，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参加会武，其他的事情就不要想了。是，师傅。仙儿在，你去一趟吧。是，公子。顾仙儿点了点头，随后直接起身离开，这让一旁的方云溪有些不解。陈兄，仙儿姑娘这是做什么去了？等会你就知道了。这好吧。对了，怎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见到皇兄？昨天夜里之后，方云溪就一直没有看到大黄，心中多少有些好奇。你怎么这么多疑问？等着，会有你知道的时候。哦，一招又是一招，太狠了，碾压，这绝对的碾压。这叶知秋今天怎么表现的和昨天一点也不一样？是不是这些对手都太弱了，根本就无法让叶知秋认真起来？或许吧，毕竟孙鹤年都败了，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孙鹤年的对手，这才是真正的黑马，一路黑到底。这青云宗的会武，他不会成为第一名吧？若当真如此，青云宗的这些天才弟子恐怕要颜面尽失了。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比拼，能够进入到这一轮的选手实力都不算弱，但是面对叶知秋，没有人是一合之敌。叶知秋以绝对碾压的姿态强势进入到了前10的行列，剩下的9人全部都是青云宗的天才弟子。而此时这9人看向叶知秋的表情也变得十分凝重。这个叶知秋的实力深不可测，张师兄，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说实话，我的把握并不是很大。我虽然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9重，但实力上还无法做到碾压秒杀孙鹤年，恐怕未必是此人的对手。连你都不行，未战先怯本就是大忌，更何况还有实力的差距。看到这9个人的表现，青云宗宗主以及4位首座的脸色并不好看，他们气愤的并不是这些人的实力不行，而是他们的态度。就算不敌又如何？难不成现在连对抗的勇气都没有了吗？这样的心性如何能够担当得起重任？终究还是有所欠缺。这一次的失败对他们而言或许有好处，背靠青云宗他们太安逸了，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对他们并不好。看看他们如今的样子，真是太让我失望了。陆梦然的话，4位首座十分的认同，毕竟这9人之中可都有他们几人的亲传弟子。不得不说，这一次的表现让他们全都是大失所望。反观叶知秋，他们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欢喜。此时的叶知秋，今天的战斗虽然不少，却让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太弱了，所有的对手都太弱了，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将他逼到极限。这样的对决对他而言起不到任何历练的作用。想到这里，叶知秋向着青云宗那9位进入前10的弟子看了过去。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诸位不要介意。听到叶知秋的话，众人都是一愣，不情之请什么意思？9位能否一起出手？什么？一起出手？叶知秋这是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战青云宗这9位天才弟子，这也太夸大了吧！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弟子，个个都是天才。或许1对1，他们不是叶知秋的对手，但这些人一起上，那可就不一样了。叶知秋这么做，未免过于大胆狂妄了吧？叶知秋，你少瞧不起人，我知道你实力不弱，可你这么做，有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你以为自己是谁？你说让我们一起出手，我们就要一起出手吗？叶知秋，你不要太过分，当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不成？别说这9人生气，青云宗的其他弟子同样面露不悦地看向叶知秋，他这是在瞧不起这9个人吗？分明是瞧不起整个青云宗的弟子。我并没有瞧不起任何人的意思，既然是会武，当然要起到切磋的效果，可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这不情之请。若是诸位不愿，我也不会勉强。叶知秋淡淡的说道。叶知秋说的都是实话，可往往实话最是伤人。青云宗这样一个超级势力，宗门内部的天才弟子居然都无法让叶知秋认真起来，这传出去不就是一个笑话？我同意，你们几个就一起上吧。突然，青云宗宗主陆梦然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同意了，他居然同意了。青云宗那9位弟子此时也是一脸茫然，不明白宗主这么做的目的。或许只有4位首座心中清楚，陆梦然也想要看看叶知秋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妖孽般的少年是否真的能够独占9人，依然能够大胜而归？多谢陆宗主成全，无妨，毕竟是会武，自然要认真对待。
叶知秋，我也想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强。陆梦然淡笑着说道。陆梦然对待叶知秋的态度让不少人都羡慕不已，这可是青云宗的宗主啊，年轻一辈之中又有几人能够让他如此对待？这叶知秋恐怕真的要一飞冲天，强势崛起了。这时候不少人突然想要看一看曹锦绣的反应，可找了半天却并没有发现曹锦绣的身影。说来也奇怪，曹锦绣今天怎么没有参加会武？他直接放弃了吗？不然呢？上去丢人现眼不成？叶知秋这强势崛起，最难受的恐怕就是曹锦绣了。嘘，还是别说了，不管怎么样，曹锦绣也是少宗主的未婚妻，谁咱们也惹不起。还是看看叶知秋如何迎战这青云宗的9位天才弟子吧。有了陆梦然发话，这9人就算心中再不愿，也只能够来到这擂台之上。9人看向叶知秋的目光都是充满了愤怒，如今更是丝毫留手的打算都没有。既然是他挑衅在先，那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诸位，可以开始了吗？叶知秋问道。哼，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们了。话音未落，其中1人直接向着叶知秋冲了过去，其他8人坚持也不再废话。9人几乎同时攻向了叶知秋。面对9人围攻，叶知秋非但不慌，反而激动了起来，眼神之中充满了斗志。好，这才痛快。叶知秋微微一笑，剑意冲天，手中长剑一挥，一道恐怖的剑气直奔9人飞了过去。挡住了。看到9人挡住了自己的剑气，叶知秋微微一笑，随后气势再度爆发。好强的气势，这小子之前竟然真的藏拙了这股气势。此时一直在观望的陆云不由得心头一震，从叶知秋这股气势之中，他竟然产生了一丝忌惮。这叶知秋不过是神通境5重，怎么会让自己产生忌惮？叶知秋挥舞着手中长剑，用力一斩，一道巨大的剑光从天而降，轰轰轰，一声巨响，仿佛是在众人的脑海之中炸裂的一般。擂台上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四周更是陷入到了一片寂静之中。输了，就这么输了。只要叶知秋认真起来，这些人竟然连一剑都抵挡不住。恐怖，这个叶知秋简直太恐怖了。陆梦然等人此时看向叶知秋的目光充满了炙热。妖孽，这绝对是一位妖孽之才，这样的妖孽绝对不能够错过，一定要让他加入到青云宗才行。好，叶知秋，你果然是妖孽之才，这一次的会武你就是第1名。叶知秋，你可愿意加入我青云宗？果然，在此之前就很多人猜测叶知秋这样的表现，青云宗绝对会招揽。如今青云宗宗主亲自出面邀请，这可是无上的荣耀啊！羡慕，所有人的心中只有羡慕，却并没有嫉妒，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叶知秋能够有如此待遇，是因为他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是他用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样的荣耀。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面对强者，每个人都会充满了敬畏之心，嫉妒只存在于实力相差无几的人身上。叶知秋的表现让大家感觉自己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叶知秋此时向着陆梦然看了过去，他同样不意外对方的选择，这是他的自信。但对不起陆宗主，我已经有了师承，不能够加入到青云宗。轰！此话一出，一片哗然，拒绝了。叶知秋居然拒绝了青云宗的招揽。他知道加入青云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自己有了一个巨大的靠山，意味着他会得到青云宗的重点培养，意味着他有着别人梦寐以求的修炼资源。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无法得到的东西，他怎么会拒绝？为什么要拒绝？不懂，不理解。此时不少人看向叶知秋的目光都仿佛在看着傻子一样。就算有了师承，这也不耽误加入青云宗吧。况且你师傅能有多厉害，还厉害得过青云宗？傻，太傻了。这叶知秋也太不知好歹了吧。就是啊，加入青云宗便可平步青云，以他的天赋和实力，青云宗绝对会将所有资源倾向于他，他怎么就放弃了呢？人各有志吧，但我依然觉得叶知秋的选择会让他后悔终生。没错，他是天才，但天才一折，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没有青云宗做靠山，他也未必真的能够成长起来。哎，这机会他不要给我啊，我做梦都想要。这青云峰之上聚集了这么多人，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所有人都不理解。同理，陆梦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拒绝，而且叶知秋竟然连犹豫都没有犹豫。难道他这个师傅就当真这么好？叶知秋，你难道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我们青云宗并不介意你之前就有师承，这并不影响到你加入我青云宗。陆梦然的话让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陆梦然对叶知秋也太宽容了吧，就算是这样还再给他机会吗？宗主都已经这样了，叶知秋要是再拒绝，他可就真的不知好歹了。没错，他算个什么东西，让宗主如此对待。等他加入宗门之后，我必会找个机会让他吃点苦头。青云宗的弟子们此时对叶知秋的意见非常大，不仅仅是叶知秋今天让青云宗的弟子颜面尽失，同样也因为他对陆梦然的无礼感觉到了气愤。多谢陆宗主的厚爱，不过我真的有了师承，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加入到青云宗，所以只能够说声抱歉了。叶知秋没有任何的犹豫，再一次拒绝了陆梦然。这一下就连陆梦然都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了。我倒真的很好奇，你的师傅究竟是何人，能够让你一而再的拒绝我们青云宗？难不成我们青云宗还比不过你的师傅？陆梦然皱着眉头问道。陆宗主此言差矣，难道因为我师尊不如青云宗，我就要转投他人门下？这样的事情我叶知秋做不出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实力，一多半都靠师傅所授。叶知秋绝非忘恩负义之辈，况且我当真不认为我师傅就真的不如你青云宗。叶知秋的话
说得铿锵有力，众人听到之后也觉得有些道理，更多的是对叶知秋品行的赞赏。叶知秋越是如此，陆梦然心中对叶知秋的欣赏之心更盛，连带着青云宗4位首座此时都站了起来，看向叶知秋的目光都带着笑意，带着欣赏。叶知秋，你不仅仅天赋出众，实力惊人，人品方面更是无可挑剔。不知道你师父是哪一位，在不在此？若是他在的话，可以让他出来，我们好生商量一番。若他愿意，大可以成为我青云宗客卿长老。宗主，你觉得这个办法如何？大云峰首座笑着问道。听到这话，陆梦然也是心头一动，好办法，这样一来，不仅仅招揽了叶知秋，连对方的师傅也招揽了进来。不错，这确实是一个办法。身为青云宗宗主，这样的权利我还是有的，不需要和长老们汇报。叶知秋，你觉得如何？青云宗的态度着实让众人彻底的懵逼了。叶知秋就这么有吸引力吗？让青云宗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让步。这叶知秋凭借一己之力，连自己的师傅都带飞了。这可是青云宗的客卿长老，并非什么人都有这个机会的。要知道，当初有些不死境级别的强者都想要加入到青云宗成为客卿长老，但青云宗会经过严厉的调查考验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同意。可这叶知秋的师傅呢？是谁不知道？修为如何不知道？直接许诺客卿长老之位，这还不完全是因为叶知秋的面子。羡慕叶知秋，更羡慕叶知秋的师傅，这简直是走了大运了。能够在叶知秋没有崛起之前将其收为弟子，这可真是气运逆天啊！而此时，方云溪的表情十分的精彩，让陈长安成为客卿长老。要是这些人知道，连你们的祖师爷陆青云都入不了陈长安的眼，你们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叶知秋也没想到青云宗会如此锲而不舍，无奈之下，只能够将目光投向陈长安所在的位置。看到叶知秋的目光，所有人先是一愣，随后顺着叶知秋所看的方向看了过去。方家？难道方家的人是他的师傅？卧槽，不会是方家的那位老祖吧？那方家岂不是要攀上青云宗这艘大船了？真是没想到，叶知秋的师傅居然是方家的人。不过怎么感觉他们这么平静，一点也不激动呢？在众人的关注之下，陈长安慢慢站了起来。师傅，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做主吧。师傅，这个年轻人才是叶知秋的师傅，他特么看起来也没比叶知秋大几岁吧？在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千算万算，谁又能够想到叶知秋的师傅这么年轻，而且修为还不如叶知秋？懵了，所有人都彻底的懵了。陆梦然此时内心更是五味杂陈，就为了这么一个人，叶知秋就拒绝了青云宗，他脑子有病吧？陆梦然神情复杂的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心中却是在忧虑，真的要让这样的人成为青云宗的客卿长老？虽说他有权利，可若是让其他长老知道了，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啊。可为了叶知秋这样的一个妖孽之才，陆梦然又觉得可以冒险试试。你就是叶知秋的师傅？陆梦然开口问道。不错。陈长安表情平静的点了点头。陈长安的淡定从容让不少人也是觉得有些好奇，他在装什么？牛逼的是你徒弟又不是你，这还装起来了？摆架子呢？就算你不想要表现得太兴奋，可毕竟说话的是青云宗宗主，你就不能多给点反应？刚才的事情你应该都已经听到了，所以你的选择是？陆梦然发现自己除了期待之外还有着一丝忐忑，他居然害怕被拒绝。想到这里，陆梦然感觉有些可笑。叶知秋因为有师傅所以拒绝了，那这小子呢？他有什么理由拒绝？客卿长老吗？我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兴趣。况且后面的话陈长安并没有说，那就是你们青云宗还真的不配。陈长安这说一半留一半，笑而不语，更是让人感觉有些不爽。你特么倒是把话说明白啊！况且什么？这也太特么让人浮想联翩了吧！最关键的是，他特么也拒绝了。叶知秋拒绝，人家是有真的本事，你算什么东西？没有叶知秋，谁在乎你加不加入？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青云宗的实力？还是说你不知道我们青云宗的地位？你之前没听说过青云宗吗？陆梦然此时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他丝毫不认为是青云宗有什么问题，反而觉得是不是叶知秋这个师傅啥都不懂。听到陆梦然的话，陈长安也没忍住笑了，自己看起来有那么傻，还是他真的觉得青云宗是个香饽饽？看到陈长安笑，陆梦然感觉十分的尴尬，自己似乎说了些十分愚蠢的话。小子，你是在无视我们青云宗吗？青冈峰首座向来暴脾气，陈长安的态度让他十分的不爽，如果不是碍于身份，他甚至想要直接动手。我并没有无视你们的意思，不管是我还是我徒弟叶知秋都不会加入到你们青云宗，至于原因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不过我现在倒是有一件其他的事情想要问一问你们青云宗。昨天夜里有人上了小云峰，准备暗杀我徒弟叶知秋，这件事情你们青云宗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吧？此话一出，陆梦然等人都是心头一震，暗杀叶知秋，这怎么可能？他们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卧槽，我没听错吧？有人昨天晚上暗杀叶知秋？难道是青云宗内有人不想要让他活着？这看陆宗主他们的表情，好像他们也很惊讶。不会是宗门弟子心有不服，想要报复吧？不对，你们难道忘了叶知秋另外一个身份了吗？另外一个身份？哦，对了，是。说到这里，所有人都向着陆云看了过去，这其中也包括陆云的父亲陆梦然。看到众人的眼神，陆云也是脸色一沉，什么意思？怀疑自己的人品就如此不堪吗？父亲，不是我。陆云沉声说道，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曹锦绣呢？他人在哪里？陆梦然冷声问道。如果说青云宗之内真的有人想要杀叶知秋，曹锦绣有最大的嫌疑。
其实陆云的嫌疑也很大，但陆梦然对自己的儿子还算是了解，别说他不会做，就算真的有这样的心思，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锦绣，父亲，你难道怀疑锦绣？他绝对不可能会。我问你他人呢？他先前来过，不过身体有些不舒服，回去休息了。陆云此时心中多少有些紧张，一方面不相信曹锦绣会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又担心真的是他所为。不舒服，神通境的修为，偏偏今天不舒服，去把他叫过来。陆梦然冷声说道。这不用了，他已经来了。陈长安的话让陆梦然等人都是一愣，已经来了。就在众人不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顾仙儿一手拎着昏迷不醒的屠伯，一手拎着不断挣扎的曹锦绣，直接走上了擂台。砰砰，顾仙儿直接将两人扔在擂台之上，对着叶知秋点了点头，随后身影一闪，回到了陈长安的旁边。好快的速度！此女子是何人？看样子应该年龄也不大，竟然化神境的修为。这陈长安的身边怎么全是妖孽？唯独他自己普普通通，又出现了一位妖孽。顾仙儿一直待在陈长安的身边，自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可现在则不然，陆梦然等人都看得出来，顾仙儿年龄不大，但修为却达到了化神境一重。这样的天赋绝对不会是默默无名之辈，人榜之上的。人榜之上女人并不多，难道是古凤瑶？不对，古凤瑶年龄应该比他大，那又会是谁？其他人在怀疑顾仙儿的身份，唯独陆云此时的目光集中在了曹锦绣的身上。陆云，救我！曹锦绣回去之后，原本正在犹豫究竟要怎么做，最后更是做好了逃走的打算。至于曹家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情了。他只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他怕了，他担心陆云到最后也保不住自己。可刚要逃跑，突然出现一个陌生女子，手上还拎着昏迷不醒的屠伯。曹锦绣知道对方是奔着自己而来，奈何实力相差悬殊，被抓到了这擂台之上。如今曹锦绣的救命稻草只剩下陆云一个人了。锦绣，屠伯。陆云此时也是眉头一皱，如今究竟是什么情况？而此时陆梦然也在关注陆云，想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是否能够沉着冷静应对。陆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心中复杂的心情，看着曹锦绣说道：别怕，这里是青云宗，若你是无辜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陆云没有冲动行事，这让陆梦然十分的满意。可对于曹锦绣来说，陆云的话让他心如死灰。完了，陆云果然没有办法，为了自己不顾一切。若是如此，自己还有脱身的机会吗？此时陈长安身影一闪，也来到了擂台之上，手间轻轻一点，原本昏迷不醒的屠伯慢慢睁开了眼睛。当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屠伯脸色一变，本能的反应就是逃跑。可当他看到四周的环境之后，顿时心如死灰。完了，自己怎么到了青云峰？屠伯，你这是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锦绣见屠伯有些愣神，于是连忙装糊涂的问了一句。听到曹锦绣的话，屠伯也是心头一动，连忙说道：这老奴也不知道，本来休息的好好的，可不知为何就出现在了这里。见屠伯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曹锦绣慢慢站了起来，装作与我无关的样子，向着四周众人看了过去。我乃是青云宗少宗主陆云的未婚妻，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既然被人绑到此处，我也想要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叶知秋，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吗？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对吗？曹锦绣主打的就是一个恶人先告状，现在众人的心中埋下一个怀疑的种子。不得不说，曹锦绣这个人从小到大最擅长的就是演戏，而他这精湛的演技确实让不少人的内心都有些动摇。我看着曹锦绣好像真的有点无辜啊，难道真的不是他做的？会不会是叶知秋他师父故意陷害的？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叶知秋这一次来到青云宗，难道不是为了报复曹锦绣？可叶知秋真的想报复的话，加入青云宗不是有的是机会。陷害会不会有点不太聪明？他要是聪明，还会拒绝加入青云宗吗？这么说倒也有些道理。听到四周其他人的话，曹锦绣脸色一喜，得意洋洋地向着叶知秋看了过去。小样，跟我斗，你也配？曹锦绣心中冷笑一声。面对曹锦绣的挑衅，叶知秋冷笑一声，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他很清楚，有师父在，不会让他掀起什么风浪。陈长安看了一眼曹锦绣，有些好奇地问道：你来的时候，我们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没说过吧。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是叶知秋报复你？他又报复了你什么？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来到此处便要向着陆云求救呢？你在害怕什么？担心什么？陈长安的一句话让曹锦绣也是一愣，不好，大意了。刚开始的惊慌确实让他露出了一些破绽。曹锦绣还要说些什么，但被陈长安直接阻止了。我今天可不是想要听你废话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除非你拥有绝对的实力。很显然，你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屠伯，夜上小云峰刺杀叶知秋，究竟是谁受益？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在这里，大家也为我做一个见证。动我徒弟者死！话音未落，陈长安直接出手，屠伯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更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便被陈长安秒杀。陈长安出手太快了，快到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屠伯是谁？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但青云宗的人多少了解一些，毕竟是洞虚境的实力，竟然就这样被秒杀了。这一刻，陆梦然等人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此人必定隐藏了修为。屠伯，你为何要杀了屠伯？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杀了他，你是没有将整个青云宗放在眼里吗？曹锦绣是懂得乱扣帽子的，明明是他和叶知秋之间的恩怨，却要在这个时候将青云宗牵扯进来。别急，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陈长安的话
让曹锦绣心头一震，心中更是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你还要做什么？曹锦绣惊慌地问道。陈长安并没有回答曹锦绣，而是向着远处看了过去。不多时，当大黄的身影出现，陈长安嘴角浮起一抹微笑。大黄跑到陈长安的身边，扔下来了一堆的东西。当看到大黄带过来的东西，曹锦绣整个人都愣住了。玉牌，满地的玉牌，这是曹家人特有的玉牌，上面还刻着曹字。你去了曹家，你把我家里人怎么样了？曹锦绣震惊地看着陈长安。曹家教子无方，那边灭了吧？就是不知道这个礼物你喜欢吗？陈长安从来都不是一个纯善之人，面对敌人，他出手从来都不会留情。或许之前曹家对叶家手下留情，留了一命，可当曹锦绣对叶知秋出手的那一刻，便已经无法再善了。任何潜在的敌人都要斩草除根，绝对不留任何的隐患。陈长安的话让四周一片哗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陈长安居然会这么狠，直接出手灭掉了整个曹家。别说这些人想不到，叶知秋也有些惊讶，他完全没有想到陈长安让大黄去做的事情竟然是灭掉曹家。没了，什么都没了。曹锦绣没想到自己想了那么多，计划了那么多，甚至打算让涂伯背锅，可最后的结果呢？陈长安竟然不管不问，直接出手灭掉了整个曹家。他怎么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好大的胆子！你当真以为我们青云宗是个摆设不成？不分青红皂白，竟然杀了这么多人！曹锦绣是我的未婚妻，曹家和我青云宗也是联姻关系，况且此事还无法确定就是锦绣所为，你这是在滥杀无辜。陆云此时站了出来，事情的发展已经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身为曹锦绣的未婚夫，他若是此时还不站出来，那就真的是太没有担当了。这一次陆梦然并没有阻止，因为他也觉得陈长安的所作所为未免过于血腥，过于残忍了。陆云，你要为我做主，要为我曹家做主啊！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不知道。锦绣你放心，此等嗜杀之人，我青云宗绝对不会放过他。听到陆云的话，曹锦绣也是松了一口气。曹家没有了，但陆云还在，他也不算无依无靠。知秋要杀你的主谋是他，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叶知秋听到师傅的话，微微点了点头。曹锦绣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道剑光从眼前闪过，下一刻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的意识。锦绣，陆云没想到叶知秋会突然动手，众目睽睽之下，他是真的不将青云宗放在眼里了吗？如今就连陆梦然等人的表情也已经变了。不管怎么说，曹锦绣也是陆云的未婚妻，陈长安和叶知秋的行为无疑是没有将青云宗放在眼里。如今宾客众多，青云宗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理。父亲，我知道。陆梦然眉头微皱，站起来向着陈长安两人看了过去。我青云宗绝对不允许有你们这等嗜杀之人存在，留着你们还不知道要造成多少杀戮。当着众人的面，我且问你们可有悔改之意？陆梦然冷声问道。悔改之意？无错，为何要改？陈长安冷笑着说道。好，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不客气，别说是你们，就算是陆青云在这里又如何？陆青云，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一脸震惊地看向陈长安。他好大的口气，陆青云是谁？那可是青云宗的创派祖师，半步大帝境界的强者，他是疯了吗？卧槽！我一直觉得此人狂妄，没想到他已经狂妄到了如此地步，居然直呼青云老祖的名讳。这一次他死定了，青云宗绝对不会放过他。听闻青云老祖已经闭关多年，似乎在冲击大帝境界，否则的话，青云老祖一巴掌就能拍死他。笑话，对付他还需要青云老祖动手？都不需要那些长老们动手，4位首座就足够了。众多宾客都感觉陈长安疯了，只有方云溪知道陈长安这么有自信的原因是什么，毕竟他说的都是真的。然而青云宗的人此时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充满了愤怒，陆梦然同样如此。他提起青云老祖的名讳也就罢了，居然还敢无视他们青云老祖，这简直无法饶恕。好，青云宗多少年没有遇见过如此狂妄之人，是否当真以为我青云宗与人为善，便真的没有了火气？听到陆梦然的话，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开口说道：陆青云，可还记得我的声音？滚出来见我！陈长安的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整个青云宗。这平平淡淡的一句话，仿佛穿越了一切，传进了众人的耳朵之中。也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众人再一次石化。滚出来见我！他把自己当成大帝境界的强者了不成？不入大帝，谁敢这么和陆青云说话？静！整个青云宗都陷入到了一片死寂的安静之中，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声音，就连呼吸声都没有。陆梦然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冰冷地看向陈长安。此子一次次的挑衅青云宗，简直罪无可赦。4封首座何在？在！将这狂妄之徒给我！陆梦然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数十道恐怖的气息出现，下一刻青云宗数十位长老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众人的神经。青云宗如此众多的长老同时出现，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这还是有不少长老此时并不在青云宗之内，否则的话，估计青云宗所有长老级别的存在都会出现在这里。何人胆敢在此直呼老祖名讳？太上长老目光冰冷地向着在场众人看去。太上长老便是此人。陆梦然伸手指向陈长安。太上长老等人看向陈长安，不由得都是眉头一皱，一个臭小子居然敢在青云宗如此胡闹。好，非常好，许久未曾与人动手，今天就让我这个太上长老好好的看看，如今这年轻后生究竟凭的什么敢无视我青云宗老祖？什么？太上长老要亲自动手？这未免太给这个陈长安面子了吧？太上长老，这不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老祖此时正在闭关，既然他敢瞧不起我青云老祖，
由我代为出手，最合适不过。青云宗太上长老亲自出手，这让叶知秋眉头紧皱，有些担心的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师傅，我说过天他不下来。见陈长安如此淡定，叶知秋也松了一口气，但心中更为好奇的是，师傅的实力竟然真的如此恐怖不成？好一个天他不下来，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撑得起这片天。别说我以大欺小，我让你先出手。太上长老冷声说道。那不是成了我以大欺小吗？别急，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陈长安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愣，但下一刻突然之间风云变幻，一股恐怖的气息将整个青云宗笼罩其中。感受到这股气息，青云宗的众人都是一愣。老祖的气息，老祖出关了。仅仅是一道气息，便让在场众人感受到了死亡降临的压迫感。青云宗众人也是有些目瞪口呆，老祖为何会如此激动？就连气息都有些控制不住了。就在众人疑惑不解之时，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陈长安的面前。前辈，真的是您吗？陆青云原本正在闭关，当听到陈长安声音的那一刻，他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但不管如何，陈长安的声音出现，陆青云就算付出天大的代价，也一定要一探究竟。陆青云打断修炼，强行出关，再加上心中的激动，一时之间竟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气息。当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陆青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5000多年过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居然会主动来到这青云宗。这么多年来，陆青云一直都在努力的修炼，努力的壮大青云宗的实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陈长安给自己提出来的条件。如今青云宗虽说实力不弱，但陆青云总感觉还不够，还差一点点，所以他拼了命的想要突破到大帝境界。这样一来，自己不就有机会了吗？或许在旁人看来，陆青云这么做很傻，你都已经大帝境界了，还有这一个偌大的青云宗，又何苦对当陈长安仆人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但没有人知道陆青云的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份承诺，是他心中的梦想。多年不见，如今的你已经是半步大帝境界了。不错。陈长安看着陆青云，笑着点了点头。而就是不错这简简单单的2个字，让陆青云激动得浑身颤抖。多谢前辈夸赞，青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陆青云的话让在场众人全都懵了，这个陈长安究竟是何许人也？陆青云居然都要叫前辈，并且对他毕恭毕敬。尤其是青云宗的人，此时更是目瞪口呆，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前辈，老祖竟然叫陈长安前辈，那陈长安岂不是大帝境界的强者？他们刚刚都做了什么？居然想要对大帝境界的强者出手！我就说，难怪叶知秋不愿意加入青云宗，难怪师徒2人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青云宗。能够让青云老祖叫前辈的人，这得多强？怎么会屈尊加入青云宗？叶知秋如此逆天，原来是因为他师父。若我能够拜入大帝强者门下，我也不会拆。呸！你做梦！你真当大帝强者闲着没事做，是个人就会收徒吗？那也得是叶知秋天赋出众，才会入了大帝强者的法眼。先前众人还觉得叶知秋不知好歹，连青云宗都拒绝，这完全是白痴行为。现在看来，真正白痴的是他们。前辈，您怎么会来我这青云宗？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青云宗弟子冒犯了前辈，若当真如此，我绝对饶不了他们。陆青云的一句话，让青云宗所有人都是汗如雨下。这可是青云老祖，他的一句话便能够让整个青云宗大地震。想想先前的一幕幕，众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陈长安手段太狠了，曹家的结局还历历在目。刚才的情况，要是陈长安怀恨在心，后果不堪设想，倒也没有多大的事情。这一切还是因为我徒弟的事情引起的。徒弟，对于这2个字，陆青云可是十分的敏感。当年他又何尝不是想要拜师陈长安呢？但他不敢，他胆怯，他没有那个勇气，所以才提出来了仆人，希望陈长安能够收下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陈长安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但好在还有机会，如今陈长安竟然收了弟子。陆青云向着一旁的叶知秋看了过去，不由得心头一震。好妖孽的少年，不足20岁便有了神通境5重的修为，而且体质似乎也十分的不凡。敢问这位兄弟如何称呼？陆青云的一句话让青云宗众人集体石化，尤其是陆梦然等人，先前还心心念念的想要将叶知秋招揽进来，现在倒好，自家老祖和人家称兄道弟了，这特么辈分直接凌驾于他们所有人之上。你是我的徒弟，按辈分确实如此。青云老祖的名号，叶知秋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和这样的人物称兄道弟，这是叶知秋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好在陈长安在一旁说了这么一句，否则的话，叶知秋都不知道这话该不该接。在下叶知秋见过青云老祖。哈哈，原来是叶兄，别什么青云老祖，若是不嫌弃，叫我一声陆兄就好。小兄弟能够被陈前辈收为弟子，当真是好运气啊！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机会。哎，我真的很羡慕你。陆青云的热情以及眼神之中的遗憾，对众人的冲击是巨大的。原来青云老祖当年也想要拜师陈长安吗？这样的人物居然被拒绝了，这陈长安收徒的标准也太苛刻了吧？陆兄也想要拜师傅为师吗？叶知秋好奇地问道。拜师？我只是想要跟在前辈身边当个仆人罢了。卧槽，什么意思？这话是什么意思？众人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所有人都在努力地拍打自己的脑袋，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仆人？陆青云要给陈长安当仆人，而且还特么被拒绝了。这话如果是旁人说出来的，他们会觉得说这话的人是个疯子，是傻子。但偏偏这句话是从陆青云的口中说出来的，谁能反驳？谁敢反驳？叶知秋此时也是有点懵逼，仆人竟然是仆人。罢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说了。叶兄，
刚才前辈说是因为你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出来，我为你做主。叶知秋点了点头，随后便将先前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陆青云听到之后，也是眉头微皱，这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似乎和青云宗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恩怨，最多也就是陆云和曹景秀之间有些关系，但也并未成亲，算不得数。况且这曹景秀如此为人，怎么可能让他嫁入到青云宗？这分明就是一个奸诈狡黠之辈。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陆青云回头看向宗门众人，沉声问道。老祖，叶知秋所言确实不假，但他们并没有去证明刺杀确有其事，更没有证明刺杀就真的和曹景秀有关。笑话，你们以为前辈是什么人？他会说谎？一个小小的曹家也配他说谎？若是前辈想的话，这青云宗都会被夷为平地，需要跟你们解释什么？你们也配得到前辈的解释吗？陆青云的话让众人无法反驳。如果他们早知道陈长安是这种级别的强者，又怎么可能会怀疑一个大帝级别的强者去诬陷一个小姑娘？这怎么可能？他曹景秀何德何能，能够让一个大帝境界的强者说谎？如此看来，这曹景秀确实心思歹毒，且善于伪装。哎，我还真就差点被他骗了。看他平日里与人为善，和和气气，还真以为她是个心善的姑娘。因为她一个人差点毁了我青云宗的基业，当真是该死。算了，人都已经死了，还说这些有什么用？虽然说这曹景秀罪有应得，可陆梦然等人依然觉得陈长安的手段过于残忍了。曹家其他人并没有错，却惨遭灭门，这和青云宗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背道而驰。难不成就因为他是大帝强者，青云宗就要选择放任不管吗？老祖，我知道您和这位前辈的关系不简单，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咱们青云宗向来秉承赏善罚恶，门中弟子更是嫉恶如仇。我们所教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更告诉他们不可以趋炎附势，不可以轻易低头。但如今这位前辈手段残忍，灭掉了曹家满门，我们如果因为他和您的关系就选择无动于衷，那我们青云宗又该如何自处？是否从今以后，只要是面对强者，我们就要选择对任何事情都充耳不闻，漠不关心？老祖，我需要一个答案。陆梦然不顾旁人劝告的目光，毅然决然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听到陆梦然的话，陆青云也是笑了起来。陆梦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陆家血脉吧？青云宗宗主并非全部都是陆青云的后人，毕竟青云宗宗主这个位置向来是有能者居之，但这陆梦然确确实实是陆青云的后代。回禀老祖，我乃是陆家第35代弟子。陆青云点了点头，随后赞赏地说道：很好，你能够顶着压力说出这番话，就证明大家选你成为青云宗的宗主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唯独有一个问题你并不知道。什么问题是自己不知道的？还请老祖明示。陆梦然恭敬地说道：你可知这青云宗为何存在？我为何要创建这青云宗？陆青云笑着问道：这为何创建青云宗？难道老祖创立青云宗不是为了成就一番基业，广纳人才，扩充实力，行善天下吗？咱们青云宗成立之后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陆梦然皱着眉头问道。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么做的，可你依然不懂我为何要创建这青云宗。因为这是前辈的吩咐，也就是说是前辈让我创建的青云宗。青云宗乃是因前辈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辈才是咱们青云宗真正的祖师爷。什么？青云宗真正意义的祖师爷竟然是陈长安？他陆青云竟然是听从了陈长安的吩咐才创建了这样一个宗门。也就是说，陈长安灭掉了曹家，其实等同于青云宗灭掉了曹家，因为陈长安才是青云宗真正的主人。合着闹了半天，青云宗想要讨伐的竟然是自己人，而且还他妈是青云宗真正的主人，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青云宗众人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会晤最后竟然会演变成如今的局面，奖励没了，婚礼也没有了。陆云到现在还处于一个懵逼的状态之中，根本就想不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的波折。老祖，您这位究竟是什么关系？方家子弟怎么也想不到，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这一位居然有如此恐怖的身份。听到后辈的话，方云溪的脸上也满是得意。什么关系？朋友。方云溪从未感觉到如此的风光，甚至他能够看得出来，这些晚辈看着自己的目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只是敬畏，而如今那是深深的崇拜。自家老祖竟然和大帝强者是朋友，这可是无上荣耀啊！陆青云将后续事宜全部交给了陆梦然打理，随后带着陈长安几人来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前辈，如今我有这番成就，不知道够不够资格成为您的仆人？听到陆青云的话，陈长安眉头微微一皱，说道：你已经是半步大帝，又是青云宗的老祖，这样的身份无需给任何人当仆人，做你自己不好吗？陈长安也没有想到陆青云的执念会这么深，当年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就是想要让陆青云有一个前进的动力，等到他功成名就的那一刻，自然而然的就会放弃成为仆人。事实证明，陈长安还是小瞧了陆青云。前辈，难道是我还不够资格吗？陆青云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难道自己当真这么差？够资格，但我不会收你当我的仆人，当个朋友也好，不是吗？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这不敢，晚辈怎么敢和前辈成为朋友？陆青云明明已经是半步大帝，但面对陈长安的时候，仍然像是一个孩子一般，显得有些拘谨。不用如此拘谨，人与人之间交往讲究的是一颗心，而非实力高低、地位高低。如果我想，哪怕是一个乞丐，我也会和他当朋友；如果我不想，
哪怕对方是大地巅峰强者，我也会不屑一顾。当年之所以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只不过觉得你这个人天赋和品行都还不错，你当一个仆人可惜了，并非真的让你完成这些事情，你才有这个资格。陈长安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当初的他每一次出来的时间都有限，长则3-5年，短则1年半载，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在外面玩了将近7年的时间罢了。而且陈长安的优势在于不老不死，肉身不灭，但并没有任何的修为和实力，所以那些年陈长安只交友胡闹，却从来不会收留任何人在自己的身边。前辈，我算了，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你开心就好。但是仆人这个事情就此作罢，你没意见吧？陈长安问道。没有意见，听前辈吩咐。其实我这一次也是路过此地，听闻了青云宗，所以过来看你一眼罢了。听到这话，陆青云心头一震，没想到前辈竟然还知道自己，还想着来看看自己，值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起码前辈的心中还记得自己。不知道接下来前辈有何打算，会在此地停留一阵子吗？不会，应该很快就要离开了。这就要走了吗？陆青云有些不舍，没想到才刚刚见到陈长安，马上就要分别了。陆青云，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差，你我能够相识，这本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一定要跟随左右，你有你的路，明白吗？多谢前辈教诲，青云记住了。好，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日后有缘自会相见。陈长安要走，陆青云自然不敢多留，只能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目送陈长安几人离去。如今没有了这心中执念，说不定他突破大地的契机也不远了。陈长安这次过来，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如此，消除陆青云心中的执念，否则的话，陆青云恐怕很难会再有突破。要说起这执念，你这些年可是祸害了不少人。长孙吸血我就不说了，这执念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咱们就说近一点的，2000多年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对，邝中堂，你还记得这小子不？邝中堂。听到这个名字，陈长安的脑海之中浮现出来一张愤愤不平的脸。这小子，陈长安的印象倒是很深，因为对方实在是太执拗了。那一次你出来了一共3年，这小子追着你挑战了3年，不管他的修为如何突破，实力如何增长，都无法动你分毫。最后你突然消失，我估计这小子会疯。邝中堂这个人确实是一个什么容易陷入到执念之中的存在。他当年心心念念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能够战胜陈长安，哪怕赢不了，也要让陈长安不会胜得如此随意轻松。陈长安依稀记得自己和邝中堂见的最后一面是什么样的场景。邝中堂信心满满，全力一击，陈长安纹丝不动，满脸无辜。陈长安，下一次我一定会赢过你，你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这是邝中堂和陈长安说的最后一句话。一转眼200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小子如今怎么样了。这执拗的性格还挺有意思。陈长安淡笑着说道，要不然去看看他。看个屁，你知道他家在哪？知道他的来历吗？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也会尴尬的咧嘴一笑。他们知道邝中堂的名字，却从来都没有打听过邝中堂的来历。叶知秋在一旁听着师傅和大黄的交谈，心中也是感慨不已。看得出来，师傅的人生十分精彩。师傅，我想要独自出去历练，可以吗？考虑了一会之后，叶知秋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觉得陈长安和陆青云说的那句话很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他叶知秋同样也有。可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能够有独自闯荡的心，这是好事。这里面有一枚仙灵果，就算是为师送你的一个礼物，去吧，去追求你自己的道。陈长安淡笑着说道，多谢师傅大恩，弟子必定不会让师傅失望。若是弟子想要寻找师傅，可有何办法？叶知秋问道。无需寻找，有缘自会相见。是，师傅。叶知秋对着陈长安磕了3个响头之后，便转身离去。看着叶知秋的背影，陈长安也是微微一笑。人来人往才是人生的真谛，每个人的出现都是为了陪一个人走一段路，分别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所以无需悲伤，无需伤感，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我说，你这仙灵果还剩多少了？你小子没给你师傅留啊？突然大黄在一旁提醒了一句，留了，但师傅会不会要我不知道，毕竟以师傅的实力来说，恐怕真的看不上这东西。算起来，这仙灵果陈长安可是用了不少。猎战狂、大黄、顾仙儿、陈云轩、慕容轻柔2姐妹、无名刀、叶知秋以及陈长安自己，还剩下6枚仙灵果。原本以为很多，现在看来是有点少啊。算了，咱们先……天机阁的人，自从当初在大周国一别，如今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陈长安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遇到了天机阁的人，而且对方似乎是专门等着自己的。望天机怎么没来？不好意思见我。天机阁弟子对着陈长安恭敬地施了一礼，苦笑着说道：“阁主就知道前辈会如此说，不过这次过来是阁主吩咐的，有些事情想要通知前辈。都什么事情？说吧。”是前辈，阁主让我带过来几个消息。第一，陈云轩如今已经开始在中天域游历，修为突破到了化神境2重。陈云轩会来中天域，这很正常。陈长安知道这小子早晚都会来，但相比较原定的时间，他起码提前了1年，而且这小子的实力提升的是真快。虽然有仙灵果的作用在，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这段时间的进步和努力。第二个呢？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前辈您的。阁主说，您想要找的东西或许在丹师联盟。听到这个消息，陈长安眉头一皱，望天机竟然知道自己在找珠子，而且帮助自己调查到了信息。丹师联盟这个范围可就有点大了。丹师联盟那么多炼丹师，那么多分部，这要怎么找？没有具体一点的消息吗？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
有，阁主怀疑前辈要找的东西在不死丹帝要逆命的手上。不死丹帝，太玄界唯一一个突破到大帝境界的炼丹师，怎么会在此人手中？望天机为什么会觉得在他手上？陈长安问道。阁主打听到不死丹帝很久之前曾经获得了一件宝贝，视为珍宝，但以他的实力，足足炼化了上千年，却依然无法炼化此物。据传是一颗不知来历的珠子，所以阁主才有此猜测。听到对方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对方手上还真的有可能是胎珠。毕竟胎珠这个东西，普天之下除了陈长安之外，谁都无法炼化融合，在别人那里就是一个坚硬无比的普通珠子罢了。不过这不死丹帝倒也是执着，竟然选择炼化了上千年。好，我知道了。还有其他的事情吗？陈长安问道。没有了，阁主就吩咐了这2件事情。帮我谢谢望天机。是，晚辈定会传达。天机阁的弟子离开之后，陈长安笑了起来，竟然是在他的手上。如果真的是在要逆命的手上，这一趟或许会容易很多。公子，您认识这位不死丹帝？认识。陈长安和这位还真的就认识，而且2个人认识的时间很长。此人并非陈长安外出认识的，而是在禁忌森林。要逆命这个人是个炼丹狂魔，当年为了寻找炼丹的灵草，冒险跑到了禁忌森林，正好遇见了陈长安。陈长安在禁忌森林里面横着走，要逆命正好借着陈长安的恶名，在禁忌森林里面找到了不少的宝贝。那已经是将近8000年前的事情了。陈长安后来跑出来玩，倒也遇见过要逆命2次，不过在之后就没有遇见过了。直到后来听到了不死丹帝的称号，才知道这小子竟然成为了唯一一个突破到大帝境界的炼丹师。既然公子与此人相识，想来公子要寻得的东西必定会容易一些。可是这不死丹帝的名字为何有些奇怪呢？要逆命，这爹妈是怎么想的，会起这样一个名字？逆命，逆天改命。他出生之后身体不好，更被断定活不过20岁，所以父母便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可要逆命念得快了，就变成了要你命，所以当年要逆命没少被人嘲笑。一个炼丹师叫要你命，谁敢找他炼丹？他大帝的称号叫做不死丹帝，其实就因为他逆天改命，摆脱了原本活不过20岁的命运。不得不说，要逆命这一生太励志了，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毕竟一个人从被断定活不过20岁，一步一步逆天改命，最终成就大帝之境，这样传奇的故事不可复制。对于这要逆命，大黄都十分的佩服。遥想当年在禁忌森林第一次见到要逆命，那时候这小子才刚刚神通境就敢跑到禁忌森林，这小子也就是命大，有气运傍身偶遇了陈长安，否则的话哪里还有后面的不死丹帝？公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找这位不死丹帝吗？顾仙儿问道。既然有了消息，那就走一趟，正好可以见见老友。出发，丹帝城，丹氏联盟大本营。丹帝城正是不死丹帝要逆命生活的地方，这里是所有炼丹师心中的圣地，能够生活在丹帝城的炼丹师，哪一个不是鼎鼎大名之辈？若非有绝对的实力，自己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居住。陈长安此时所在的位置距离丹帝城很远，一路飞行了半个多月，也不过才赶了一半的路而已。长时间的飞行，这让陈长安有些不太习惯。我有着漫长的寿命，我为什么要着急？我慢慢走，玩着走不好吗？不飞了，走，喝酒去。陈长安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着急赶路的意义是什么。珠子就在那，他又飞不了，早一天晚一天又怎么了？喝酒吃肉，逍遥快活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嘿嘿嘿，我就知道你小子绝对不可能一直飞到丹帝城。那我能不能提个意见？不能，我还没说，我脚趾头都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特么不是要上青楼，我又没说青楼，你反驳什么？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的是青楼？此时大黄一脸幽怨的表情，恶狠狠地瞪了陈长安一眼，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他真的想要去青楼。距离上一次去还是在混乱之区，如今算时日也是蛮久的了。若我有朝一日能够化形成功，我必住在青楼100天，不100年。大黄在心中暗暗发誓，对于化形这件事情也变得越发的急躁。可惜，当真是可惜啊！大黄也很郁闷，身为麒麟，他拥有变化的能力不假，可唯独无法幻化成人，这就好像是一个禁锢一样。你们准备去看看热闹吗？当然要看啊！这种热闹可并不多见，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没错，我也打算去看看，要不然结伴行。好，正有此意。他们2个刚刚说的是什么？不是吧？你不会不知道吧？矿中堂要挑战周万鹏这件事情，你居然没听说？什么？挑战周万鹏？这个矿中堂是什么人？居然这么大的胆子！这矿中堂也绝对不是简单人物，不死境级别的强者。原来是2位不死境级别的强者对战，那确实值得一看。四周众人的议论让陈长安也是一愣，矿中堂不是这样巧合吧？前段时间刚刚提起这个人，居然就真的碰见了。卧槽，我怎么有种被针对的感觉？大黄，咱们提起矿中堂，他就真的出现了，故意的吧？是不是安排好的？陈长安无奈地说道。我哪里知道，或许是缘分吧。不过这小子的脾气还真是一点没改，都不死境了，还到处挑战呢。大黄也没有想到，这矿中堂简直就是一个战斗狂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毛病还没改，有点意思。去丹帝城之前还能碰见他，或许真的是缘分吧。走，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听到矿中堂的消息，陈长安有些意外，但既然遇见了，不见一面也有些说不过去，毕竟相识一场，当年又是不告而别。这一次矿中堂要挑战的乃是此地方圆数百万里的第一强者周万鹏，2人相约万枯山一决胜负，消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泄露了出来。
如今的万窟山聚集了很多想要看热闹的人，甚至这些人在决战的前7天就已经来到了此地，就是为了占据一个好的位置，能够亲眼目睹2位强者之间的对战。当陈长安赶到此地之时，已经人满为患，但太靠近的位置却鲜少有人，毕竟实力不够，靠得太近会死得很惨。陈长安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一路向前，最终找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空子坐了下来。卧槽，这小子不要命了，他在的那个地方也太靠近了吧，一看就是个白痴，不用管他，他不会以为咱们不靠近是因为那个地方不好吧？哈哈，他自己找死，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陈长安的行为在众人看来无异于送死，然而大家只是简单的议论了几句之后，便不再关注陈长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突然从不同的方向快速飞来2道人影，不过眨眼之间，2人便已经出现在万窟山之上。2人虚空而立，毫不理会下面出现的那些人。邝中堂，我听过你的事情，但你这一次居然挑战到我的头上，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周万鹏看向邝中堂，眼神之中带着一丝嘲讽。面对周万鹏的嘲讽，邝中堂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我邝中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有架让我痛快的打一场。既然想要不断的变强，战斗才是最好的修炼。我倒是很好奇，我约战你的消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知道？听闻邝中堂的话，周万鹏也并没有装糊涂隐瞒，大大方方的说道：我让人传出来的。怎么，怕输了丢人吗？我只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我周万鹏不是谁都能够挑衅的。邝中堂对此并不在意，他的目的就是挑战，胜败他都不在乎，更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既然如此，那就战吧。邝中堂并没有继续废话，而是身影一闪，直接向着周万鹏攻了过去。2人在天空之中打得有来有往，万窟山上这群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也是看得激动不已。好强，这就是不死境强者的战斗吗？妈的，我居然连他们如何出手都看不到，但他们的气势好凶猛，我感觉自己快喘不上来气了。修为不行就不要来凑热闹，这种级别的强者交手也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的吗？老子愿意，你管得着吗？空中的战斗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议论而停止，反而变得越来越激烈，攻击的余威不断的扩散，这群人的位置也在不断的靠后。反观陈长安，从始至终坐在原地稳如泰山，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卧槽，这小子扮猪吃虎啊，这么强的余威他居然都无法受到影响。我化神境的修为都已经退到了这么靠后，他绝对不可能是神通境，必然是隐藏了修为。别说是化神境，洞虚境和至尊境都无法靠得太近，这2人可都不是普通的不死境强者呀。难不成此人也是不死境修为？我觉得很有可能。陈长安此时静静地看着天空之中的战斗，很显然不知不觉中邝中堂已经占据了上风。不愧是战斗狂人，邝中堂的战斗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周万鹏修为虽然比邝中堂高，但战斗经验差点，实战能力完全不是邝中堂的对手。很快他就要败了。公子，这2人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顾仙儿虽然因为陈长安和大黄的原因并没有受到影响，可以他的实力是无法清晰的看到这2个人的战斗。邝中堂不死境7重，这个周万鹏不死境8重。听到陈长安的话，顾仙儿点了点头，难怪会如此恐怖，这2个人的修为可都不一般。不死境本就是很多人难以逾越的屏障，更何况突破到不死境之后，每突破1重境界都难如登天。轰！突然天空之中一声巨响传来，随后便传来了邝中堂哈哈大笑的声音。哈哈，周万鹏，你败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强，看来也不过如此。是不是你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强者呀？邝中堂的话让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败了。周万鹏竟然真的败给了邝中堂。周万鹏此时的脸色也十分不好看，但邝中堂的实力确实要胜他一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周万鹏这一次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若是秘密进行，说不定自己这丢人的事情就不会传出去了。现在倒好，万窟山这么多人都在看着，他想要隐瞒恐怕都瞒不住了。周万鹏败了，周万鹏竟然败给了邝中堂，不可思议，我真的无法想象周万鹏竟然会败，这邝中堂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横。完了，咱们庆州的不败神话终于还是败了。周万鹏在庆州这个地方素有不败神话的美誉，可如今这个美誉随着邝中堂的到来将一去不复返。邝中堂，你少得意，这一次是我准备不周，若有下一次，你绝对无法这么轻易的胜过我。周万鹏怒声说道。下一次，抱歉，对于输给我的人，我是没有兴趣挑战第2次的。唯一能够让我不断重复挑战的人只有一个，只可惜。邝中堂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年过去了，邝中堂在不断的挑战之中一步步的提升了自己的修为和实力，但只有那一个人能够让邝中堂念念不忘。真是想不到，这邝中堂对你真是念念不忘，这就是爱情吧？滚！听到大黄的调侃，陈长安也是瞬间青筋暴起，不会说话。那你能不能去吃屎呢？而陈长安的一个滚字让邝中堂浑身一震。先前因为要和周万鹏对战，邝中堂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周万鹏的身上，如今这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之中，让邝中堂有些恍惚，难不成是出现了幻听？陈长安，居然真的是你！当邝中堂看清楚陈长安的样貌之后，不由得脸色一变，眼神之中的情绪十分的复杂，似乎有兴奋，有惊喜，有愤怒，也有一丝怨恨。这复杂的眼神让大黄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调侃道：你看看这眼神复杂的，不是爱情是什么？估计他这辈子看女人都没有这么复杂的眼神。陈长安没好气的瞪了大黄一眼，说道：信不信我让你拥有一次爱情？堂堂麒麟
宠幸路边野狗，你说这算不算是一段佳话？陈长安的话让大黄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因为他很清楚陈长安的性格，他是真的能干出来这种事。大黄不敢想象，这事情要是真的发生了，自己有何面目继续活在这世上？见大黄老老实实的闭嘴，陈长安这才将目光投向了邝中堂。多年未见，邝兄别来无恙啊？陈长安淡笑着问道。废话少说，接我一掌！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懵逼了，谁又能够想到先前他们嘲讽的这个人竟然和邝中堂相识？而且从邝中堂的表情之中，大家似乎感觉这两个人有恩怨。邝中堂可是连周万鹏都能够战胜，那这个年轻人又是什么身份、什么实力？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邝中堂全力一击，直奔着陈长安冲了过去。这一击的威力让周万鹏也是心头一震，好家伙，什么深仇大恨，竟然比刚才和自己交手的时候还狠。大黄速度极快，在邝中堂动手的时候便已经将顾仙儿带到了一旁，否则的话，就邝中堂这一掌所产生的余威，顾仙儿恐怕会直接丧命，毕竟他距离陈长安太近了。轰！一声巨响，一股恐怖的余威瞬间扩散数十公里，万窟山这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瞬间全都倒飞而出，无人幸免。谁都没有想到邝中堂会突然跑到地面上出手，猝不及防之下，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不死境强者出手产生的余威？卧槽，太恐怖了吧！我已经距离这么远了，一个余威，我居然差点没了半条命。你才没了半条命，你看看那边，那些人的命都没了。卧槽，这么多，这是死了多少？不清楚，人数怕是要过千了。邝中堂和那个叫陈长安的人，莫非有深仇大恨不成？刚才对战周万鹏，邝中堂都没有这么认真吧？不清楚，我有点不敢过去看了，好像没有动静了，过去看看。这也好，有一些修为还不错，胆子也比较大的人，还是想要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只有周万鹏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周万鹏在天空之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邝中堂这奋力一击，他感觉自己都无法招架。可是下面的那个叫陈长安的人呢？纹丝不动，对方竟然纹丝不动，此人究竟是谁？实力竟然如此强横！果然，我就知道，当年不行，现在也不行。不管我怎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行？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邝中堂双眼通红地看着陈长安，他是真的有些绷不住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邝中堂以为自己变得足够强了，可为什么到头来，在陈长安这里，一如当年？陈长安无奈地笑了笑，拍了拍邝中堂的肩膀，说道：“你这是何必呢？我当年不就跟你说过，你伤不了我，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又何必执着呢？”听到陈长安的话，邝中堂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坚定地说道：“不，我一定要战胜你，不论如何，我也要让你输一次，堂堂正正地击败你。我就不信，就真的无法伤你分毫。”邝中堂这执拗的性格上来，大地来了都拉不住，就是这么倔强。大黄此时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无奈地劝道：“你跟他比啥？大地都伤不了他，你说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大地都伤不了陈长安吗？”对此，邝中堂并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心中很早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猜测。然而天空之中的周万鹏以及后面赶过来看热闹的那些人，一个个全都是目瞪口呆，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大地伤不了陈长安，这句话里面包含的意思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大地也伤不了？要知道，突破到大地境界，哪怕是初入大地，实力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大黄没有说谎的话，陈长安的实力必然是大地巅峰。如今整个太玄界一定有大地巅峰境界的强者，但有几个都是谁，就不是寻常人能够知道的了。可现在他们面前恐怕就有一位这样的强者，而邝中堂这个不怕死的家伙，居然还敢对这样的人物出手，他疯了不成？你拜过吗？拜过吗？听闻此言，陈长安摇了摇头，确实没拜过，毕竟这身体条件在这摆着呢，想要被打败很难。但陈长安没说，过去了那么多年，其实他也没有胜过，因为他都没出过手。也就是说，拜给你的人不止我一个，大地也是如此。好，这样我的心里就舒服多了。但是我依然不会放弃的，其他人不行，不代表我邝中堂也不行。陈长安，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受伤，哪怕只是一点点伤害，我也一定要做到。邝中堂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执念，但如今，或许这份执念已经变成了一个动力，因为他知道了陈长安的真实实力，心中也有了一个大概的目标。其实，想要伤害他还是挺简单的。大黄突然的一句话，让陈长安都愣住了。伤害自己很简单。陈长安皱着眉头，向着大黄看了过去，总感觉这王八蛋没憋好屁。哦，要如何做到？邝中堂明显更为兴奋。你亲他一口，他内心的伤害一定是巨大的。此话一出，邝中堂整个人都懵了。卧槽，这特么的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奇主意？竟然还有些道理。顾仙儿此时在一旁也是没忍住笑了起来。不得不说，大黄的这个馊主意是真的很有杀伤力。被一个男人亲了一口，陈长安的内心深处是会留下来阴影的。陈长安此时的内心恨不得直接将大黄扒皮炖肉。你特么不说话能死是吗？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像话吗？陈长安瞪了大黄一眼，随后发现邝中堂竟然盯着自己在思考。他在思考，他特么到底在思考些什么？邝中堂，你最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给我忘掉，否则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下一次挑战的机会。陈长安冷声说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邝中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会做如此苟且之事？这传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再说了，我还没亲过别人呢。
也不能把这第一次送给你啊。邝中堂这一生不是在战斗，就是在前往战斗的路上，儿女情长，那对他来说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虽然已经活了那么多年，至今仍是阳气未泄，初吻仍在。懒得跟你废话，我还有事，先走了。这就走了？干嘛去？丹帝城见见老朋友。丹帝城，听到这3个字，邝中堂也是脸色一喜，说道：“我也要去丹帝城，这不巧了吗？”他也要去。他去干嘛？丹帝城找人打架。你跑去丹帝城找人打架，你疯了吧？那都是一群炼丹的疯子，你碰他们一下，信不信一堆人找你麻烦？很多炼丹师的实力或许并不是很高，但他们的人脉却十分的广，毕竟很多势力都需要这些炼丹师所炼制的丹药。炼丹师的等级越高，他的人脉圈子就越硬，恰巧这样的人几乎都聚集在了丹帝城。你真以为我是个傻逼吗？我去丹帝城不是为了打架，那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你不知道。邝中堂有些惊讶地看着陈长安，我说了，我是去看朋友，我知道什么？不死丹帝前段时间突然广邀有实力的炼丹师齐聚丹帝城，据说好像是为了某种宝物，能够让不死丹帝如此重视的宝物，我自然也想要去看看。况且这么多炼丹师齐聚一堂，要是运气好，结交1-2位顶级的炼丹师，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为了某种宝物，卧槽！这王八蛋不会要对自己的胎珠动手了吧？陈长安在此之前确实不知道丹帝城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显然，要匿名炼化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拿这颗珠子没有办法，无奈之下只能够聚集更多的人，看看是否能够找到什么好的方法。虽说那些人在炼丹方面的造诣不如他，但保不齐就有什么人真的会有办法。只有陈长安自己清楚，不管要逆命找了多少人，都没有任何的用处。这珠子除了陈长安，谁都无法炼化融合。既然你也要去，那就一起吧。对了，你在丹帝城的朋友是谁啊？必然是顶级炼丹师吧？要不然给我引荐引荐。引荐也可以，不过太久没见面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有所改变。万一人家不认我这个朋友呢？陈长安淡笑着说道。不认朋友？陈长安这样的人物，还会有人不认他当朋友吗？那对方多少有点。说着说着，邝中堂感觉有点不对劲。陈长安的朋友，难不成是……卧槽！你要去看的是不死丹帝？怎么了？没事没事，我就知道你的朋友怎么可能会普通。不引荐不引荐了，这样的人物我现在还有点巴结不上。不死丹帝出了名的不好相处，而且谁的面子都不给，就算是大帝强者来了，也得看他愿不愿意。这么多年来，不死丹帝身边除了一个亲传弟子之外，就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性情十分的古怪。这样的人物，邝中堂可不敢上前自讨没趣。前辈晚辈周万鹏，没想到有幸能够见到前辈这样的人物，不如滚蛋。好嘞。周万鹏本想着上前打个招呼，没准就能够和这位疑似大帝巅峰级别的强者结识一番，可陈长安对这个周万鹏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懒得和他浪费时间。简简单单的2个字，庆州第一强者，曾经的不败神话，便转身就跑，这让其他人也是长了见识。这他妈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啊！今天我算是开眼了，2个字，准确的说，其实一个滚字就可以了。不死进8重又如何？看到这种级别的强者，还不是得夹着尾巴逃跑？不虚此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今生有幸能够见识到大帝境界的强者，我能吹一辈子牛逼。我现在就要回去，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炫耀的冲动了。我也回去，我必须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所有认识我的人，哈哈，他们一定会十分羡慕我的。陈长安并没有理会这些人，而是继续出发前往丹帝城。而如今的丹帝城十分的热闹，有了不死丹帝的召集，整个太玄界凡是有点本事的炼丹师都跑到了这里。一时之间，丹帝城热闹非凡，人声鼎沸。你们说，不死丹帝究竟是获得了什么宝物，居然如此大方的让这么多人过来一起钻研？这说不好，但能够让不死丹帝如此兴师动众的，恐怕不是凡物啊！哎，可惜了，我不是炼丹师，不然真的想要见识见识这宝物的真面目。等吧，总会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丹帝府，要逆命站在自己的炼丹房之中，看着眼前的炼丹炉，眉头紧皱，似有说不出的忧愁一般。上千年了，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仍然毫无变化？难不成并非此界之物，来自于上界，所以我才无法炼化吗？究竟是你的来历过于不凡，还是我的实力不够？看着炼丹炉之中的珠子，要逆命也深深地陷入到了自我怀疑之中。他这一生逆天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击败他。可没想到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反而遇到了这么一个难题。师傅，进来吧。是要逆命的亲传弟子，也是他收养的义子，取名耀元。也不知道要逆命是故意的还是无心之失，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彰显2人之间的缘分，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叫耀元。耀元恭恭敬敬地站在要逆命的身后，开口说道：师傅，如今丹帝城之中已经来了不少的炼丹师，而且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要不要我命人将这些看热闹的赶走？耀元很清楚，要逆命并不喜欢被太多的人打扰，如今来了这么多与此事无关的人，担心师傅会因此不舒服。算了，反正他们也只是在城中看个热闹，也来不了咱们这丹帝府。对了，那个叫云霄的人来了吗？要逆命问道。云霄，听到这个名字，耀元的眼神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云霄，最近一段时间冒出来的一个天才炼丹师，风头正盛，而且这一次也是要逆命主动点名要通知的人，这份殊荣就连耀元都有些羡慕。师傅，目前还没有发现此人，应该是路途太远，耽搁了吧？若是此人入城，通知我一声。师傅，您
很看好这个云霄吗？药元有些好奇地问道。看好吗？要逆命这一生，看好的人还真的不多，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收徒的打算。至于药元，完全是因为两个人有缘分，而并非药元有天赋。但这个云霄却是让要逆命有了些兴趣，或许此人能够传承自己的衣钵也说不定。没见到此人之前还不好确定，我需要好好的考察一下，不然将来这丹地城怕是没有人继承了。药元，你心中是否有怨恨？听到此话，药元连忙跪了下来，说道：师父，我的命是您给的，你要做什么事情？药元怎敢有怨恨？是我天赋不够，无法继承师父的衣钵。如果药元当真有天分的话，要逆命也不会去特意关注云霄。只可惜药元在炼丹方面的天赋确实有限，但这个云霄不同，要逆命觉得此人潜力无限。只不过到底要不要选择云霄，还要等到见过此人之后再做决定。毕竟如果这个云霄品行恶劣，就算是天赋再好，要逆命也不会选择对方。药元，如果我收了云霄为徒，你就是大师兄，日后要和他好好相处。这丹地城早晚都要交给你们两个人，云霄年纪还小，不可能长久的留在这里，所以丹地城还需要你来负责，你的责任很重。师父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不过师父，您是大帝境界，正值壮年，为何会突然有这样的打算？以您的实力，再活上数万年应该不难吧？药元很奇怪，要逆命的修为可是大帝境界，到了这种级别，活上万年那都是轻轻松松的事情。更何况要逆命还是一位地阶的炼丹师，活得可能会更久。为什么突然之间竟然给人一种他要交代后事的感觉呢？虽说这样的想法有些大逆不道，但药元从要逆命身上感受到的就是如此。难不成师父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自己吗？有些事情你以后就知道了，先下去吧，等到云霄来了之后你再过来叫我。是，师父，弟子先行告退。5日之后，丹地府。如今中天域那些有名有姓的炼丹师齐聚丹地府，在外面他们风光无限，但是在这里一个个老实本分，不敢有半点放肆，从来只有别人等他们，哪里有他们等待别人的份。可如今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不死丹帝要逆命的出现。当要逆命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虽然都是炼丹师，可他们这些人之中，真正见过要逆命的人并不多。要逆命毕竟成名已久，而且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成就了大帝境界，再加上他性格孤僻，并不是谁都有机会见到他。见过丹帝，见过丹帝，所有人都对要逆命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没有任何人的心中有半点犹豫。要逆命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况且在炼丹方面更是无人可比。这样的人物是所有炼丹师的楷模，是他们心中的神。要逆命对着众人点了点头，却在人群之中寻找着什么。没来吗？这几天要逆命一直都在等待着云霄的消息，可惜到了约定的时间了，云霄依然没有出现。毕竟和大家有约在先，要逆命也不会因为等待一个人而食言，这并不是他的性格。或许这所有炼丹师都向往的丹地城，对于云霄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吧。师父，确实没有云霄进城的消息，要不我再让人去打听一下。药元询问道。不用了。要逆命摇了摇头，他不是一个喜欢强求的人，来也便好，不来也罢。其他炼丹师听到云霄这2个字也是微微一愣，虽然说这云霄有天才之名，风头正盛，但也不值得让要逆命这样的人物重视吧。怎么说也是一个后起之秀，还足以让要逆命这般关注。众人虽说不解，但也并没有过问太多。目前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不死丹帝都搞不懂的宝贝究竟为何物。这次叫诸位前来，你们也都知道是什么事情。2000多年前，我在偶然之间获得了一颗珠子，一颗我完全看不懂的珠子。回来之后，我便一直想要将其炼化，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珠子却毫无变化。所以此番将诸位叫来，便是想要合众人之力，看看能不能将此物炼化。事成之后，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大家。要逆命直接开门见山，并未说太多的废话。丹帝客气了，能够参与进来，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没错，承蒙丹帝看得起，有幸能够和丹帝一起共事，这已经是3生有幸了。哈哈，丹帝，我这个人说话直，反正我是不会跟您客气的，您可是有不少的好东西啊。哈哈哈，这话倒是不假。不过我更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珠子能够让丹帝束手无策？要逆命也不废话，直接伸手一挥，一座炼丹炉凭空出现在面前的空地处。众人看到炼丹炉的那一刻，也是眼睛一亮，这便是丹帝所用的7转乾坤炉吗？要知道，一个好的炼丹师同样需要一个好的炼丹炉，这样一来，成丹的概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也能够更好的炼制出更高级的丹药。先不提这炼丹炉里面的珠子，就是这炼丹炉就足以让众多炼丹师流口水了。众人先是观摩了一番之后，这才开始打量起炼丹炉里面的珠子。这珠子晶莹剔透，却感觉不到任何的气息，好像也并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不错，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珠子了。越是如此，越说明此物的不凡，因为我等根本就看不透。没错，若是普通的珠子，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无法炼化？此物必定不凡。莫非想要炼化此物，需要什么特殊的火焰才行？丹帝的火焰乃是不灭灵火，这都不行，还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火焰？这会不会是不灭灵火和这东西不相克，所以无法炼化，换成别的火焰试试呢？好，那就让我来试试。我正好前段时间收复了青莲灵火，看看能不能炼化此物。这时一人上前一步，手中出现了一团青色的火焰，正是那青莲灵火。当青莲灵火进入到炼丹炉之后，对方便使出了全力，想要炼化胎珠。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这胎珠依然是毫无变化。最终
此人也不得不放弃。哎，看来我这青莲灵火不行，那我来试试。我也来。每个人都进行了一番尝试，要逆命此时也在一旁仔细的观看，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全军覆没，没有人能够炼化此物。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困难？废话，丹帝炼化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功，凭我们这一时半刻便能够成功不成？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总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吧？想想，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能够成为顶级的炼丹师，自然都不是那种轻言放弃之辈。大家虽然受到了一些打击，却很快就振作了起来。这么多顶尖炼丹师聚集在一起商议，场面不得不说很壮观。要逆命在一旁没有阻止，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样的画面他反而觉得很好。若是炼丹师能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热情，保持着这样的通力合作，对于整个炼丹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而非自扫门前雪。关于这一点，要逆命有些自愧不如，因为他虽为丹帝，但对炼丹界做出来的贡献少之又少，空有其名罢了。师傅，云霄来了。突然，要圆的话让要逆命眼神一变，云霄还是来了吗？虽然晚了一点，但也并没有晚太久。此时，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丹帝府。年轻人一身红衣，面如冠玉，气质不凡。云霄的出现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此人便是云霄，没错，是他，我见过他。他到底多大？什么修为？什么品阶的炼丹师？听闻这云霄好像也不过只有22岁，看他现在的修为，居然到了神通境7重。这小子的修炼天赋也这么好？我记得大概在半年前，这小子的修为好像还只是神通境3重，半年时间提升了4重境界。对了，半年之前，他的炼丹师品阶应该是地阶炼丹师，22岁的地阶炼丹师嘛。太玄阶炼丹师的等级和功法的等级几乎一致，分别是黄阶、玄阶、地阶、天阶、王阶、黄阶、地阶。寻常人终其一生只能够达到黄阶炼丹师，毕竟炼丹师突破到大地的人只有要逆命一个，其他人无法突破到大地，自然成不了地阶炼丹师。但如今这云霄不管是修炼天赋还是炼丹天赋，都是让人惊叹，说不定下一刻成为地阶的炼丹师便是此人。晚辈云霄见过丹帝，路途遥远，实力受限，所以来得晚了一些。要逆命见云霄此人不卑不亢，却也不骄傲自负，狂妄自大，心中也十分的满意。但这毕竟只是刚刚相见，也无法就确定此人心性品行如何。无妨，能来就好。要逆命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在意云霄的迟到，随后将情况又和他说了一遍。不是吧？丹帝对着云霄居然另眼相看，这是什么情况？云霄的天赋和能力也确实有这样的资格，不是吗？这倒也是，但这毕竟是丹帝啊。云霄就算有天纵之才，终究还是一个年轻人罢了。总感觉丹帝似乎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难不成收徒吗？当这个念头出现之后，众多炼丹师都是心头一震。要逆命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一生就只收了一个徒弟，便是要元。这还是因为要元和他关系不一般。曾经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拜入丹帝门下，却都被拒绝了。如今丹帝竟然想要收这个云霄为徒，这会不会只是他们自己的错觉？众人虽心生疑惑，却也并没有多想，毕竟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处理这珠子的事情要紧。云霄也没有想到丹帝邀请自己前来，竟然就是为了这么一颗珠子。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不仅仅丹帝没有成功，这么多顶级的炼丹师竟然全部都失败了。云霄看着炼丹炉之中的珠子，不由得眉头微皱，这不就是普通的珠子吗？敢问前辈，我能够将此物拿在手中观看一二？云霄恭敬地问道。可以，多谢。要逆命收回了炼丹炉之中的不灭灵火之后，云霄直接将珠子拿在了手上，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观察了片刻之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前辈，此物应该就是普通的珠子，无非就是坚硬了一些罢了。此话一出，其他炼丹师都是脸色一变，不约而同地向着云霄看了过去。你这意思，我们这么多人，还有丹帝都看走眼了？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见识比我们更多？你既然说这珠子普通，那我且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普通珠子，能够经受得住上千年的灵火烧灼而毫无变化？这世上有这样普通的珠子吗？果然是年少无知，小子，你天赋不错，但还是太缺少历练了。云霄的话引起了众人的不满，但云霄似乎并不在意其他人说了什么，反而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许当真是我年少无知，可我依然觉得这东西就是普普通通一颗珠子。要逆命其实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他不相信一颗普通的珠子能够坚硬到如此程度。要逆命将珠子从云霄的手中拿了回来，盯着他仔细地看了半天，随后说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此物并非太玄界的东西？此话一出，众人都是一愣，并非太玄界之物，难道是从上界掉落之物？或许还真的有这样的可能，也只有上界之物才能够有如此质地，让众人束手无策。丹帝，您的意思是说，想要炼化此物，普通的灵火不行，需要更高级的火焰才可以吗？我觉得丹帝说的有道理，上界的东西自然不是咱们太玄界能够琢磨透的。相比较云霄之言，我更相信丹帝的推测，毕竟是丹帝，他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况且他们也认为丹帝的推测更加准确一些，远比云霄的判断要准确。云霄此时也是一愣，看着丹帝手中的珠子，不由得思索了起来，难道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此物不凡，还是上界之物？诸位，既然此物如此难以炼化，不如就算了吧。大家难得聚在一起，我这丹帝府可以让你们多住几日，就算是交流一下炼丹心得也好。丹帝府可以让他们居住，这样的好事情恐怕错过了，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了。多谢丹帝，不过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试试。不错，
我们刚刚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一个灵火不行，那我们就联合起来，一起出手，说不定众多灵火相互交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起出手吗？要逆命点了点头，随后将珠子又一次扔进了炼丹炉之中。轰！片刻之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丹地府之中传了出来，这让丹地府外面那些看热闹的人都是心头一震，这动静也太大了吧！这里面究竟是在干什么？打起来了不成？外面的人不清楚，但里面的人此时也一个个面面相觑，尴尬不已。灵火相融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这么多个灵火相互碰撞，不产生巨大的爆炸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要逆命出手，恐怕外面的人听到的就不只是爆炸声了。多谢丹帝出手相救，如若不然，我们这些人恐怕……是啊，真是想不到灵火相融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看来我们的想法失败了。哎，难不成就真的拿着珠子没有办法了吗？众人只感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萦绕全身，想了各种办法，也尝试了各种办法，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样。这种失败的感觉令人感到了窒息。诸位不必如此，这珠子本就不凡，连我都没有办法，失败也在所难免罢了。此物终究与我无缘，或许等到真正的有缘人出现，才能够炼化它吧。要逆命本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召集这么多炼丹师过来，也不过是做最后的挣扎罢了。不如让我来试试吧。云霄深吸了一口气，向着炼丹炉走了过去。听到云霄的话，众人都是一愣，你试试，我们都不行，难不成你一个地阶炼丹师就可以了吗？小子，你……一名炼丹师嘲讽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突然看到云霄摊开双手，竟然出现了2种不同的灵火。这小子竟然同时收服了2种天地灵火，这小子才神通境，怎么可能收服2种天地灵火？而且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其中一个是鬼冥灵火，另外一个应该是怒佛灵火。这2种灵火居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2种灵火的排名都不低，而且本身就属于相克的存在，如今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如何不让众人震惊？就连要逆命此时看向云霄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此子年纪轻轻便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手段，其背后恐怕已经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师傅。可为什么从未听闻这云霄的师傅为何人？难不成这云霄身上还有其他的秘密不成？从前默默无闻，近1年之内突然崛起，恐怕是得到了什么大机缘。就在众人的惊讶之中，云霄接下来的举动着实让众人吓了一跳。卧槽，你小子不要命了，快住手！疯了，这小子就是一个疯子。难道刚才的事情你没有看到吗？你居然想要将这2种灵火相融，你简直是……卧槽，融合了！鬼冥灵火和怒佛灵火竟然融合了，不可思议，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小子还是人吗？这也太恐怖了吧！云霄将2种灵火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灵火。机缘巧合之下，我将这2种灵火融为一体，威力巨大，但也只能够勉强控制。诸位还请退后一些，以免一会出现意外，伤到你们。听到这话，众人却只是笑了笑。这2种灵火融合之后，确实十分恐怖，但云霄的实力毕竟只有神通境，就算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想要伤到他们还是很困难的。但大家依然十分期待，想要看看这融合之后的灵火是否能够炼化这诡异的珠子。云霄全神贯注，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炼化之中。另一边，陈长安几人此时也赶到了丹地城。陈长安一行人直奔丹地府，却发现外面早就已经被层层包围，这么多人，他们又进不去，在外面等什么呢？邝中堂有些不解地问道。看个热闹呗，万一里面有什么消息传出来，他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不用理会这些人，咱们直接去丹地府，人太多了，要不然开个路。行，邝中堂也没有多想，点了点头，就开始在人群之中横冲直闯。你看，就知道带着这小子一起有用，放出去跟个野狗一样。可是咱们为什么不直接飞过去呢？有道理，咱们飞，让他继续冲。卧槽，你他妈没长眼睛啊，撞什么撞？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你赶着去死吗？妈的，谁啊？不想活了是不是？邝中堂就是个铁憨憨，陈长安让他冲出来一条路，他就真的跑过去冲出来一条路，完全没有多想。而邝中堂的行为也让不少人心生不满，可当发现邝中堂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之后，又都乖乖的闭上了嘴，只能够在心中忍不住暗骂了几句。丹地府外面虽然围了不少的人，但门口一大片空地，附近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想要看热闹，但不想得罪要逆命，围着人家门口，这算怎么回事？邝中堂这一路无惊无险的冲了过来，却发现陈长安此时已经站在了丹地府的门口。卧槽，你怎么比我先到的？我会飞。卧槽，我怎么把这事忘了？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些人都挤在外面，他们咋不飞呢？邝中堂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丹地府的门口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不敢得罪丹地，所以不会靠得太近。卧槽，那我怎么办？别人不敢得罪丹地，他邝中堂也不敢啊，这可是丹地啊，整个太玄界就这么一位，而且是一位谁都不想也不愿意得罪的存在。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废话，我怎么就不能害怕？那你进不进去？进，反正跟着你，有事也是你顶着。看到陈长安要进入丹地府，不少人都是震惊不已，此人究竟是谁？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一点吧？难道说也是炼丹师？众人虽然惊讶，却也并没有过多的议论，毕竟先前已经走进去了一个年纪轻轻的云霄，再来一个，问题似乎也不大。丹地府之内，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炼丹炉，云霄控制着火焰，不断地想要炼化珠子。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众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失望的神情。失败了，就算是云霄融合了2种不同的灵火，
最后还是奈何不了这珠子。云霄将灵火收回去之后，也是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尽力了，看来自己并非是那个有缘人。丹帝，看样子这世上恐怕真的没有人能够炼化此物了。是啊，不知道丹帝打算如何处置这珠子呢？要我说，干脆扔了得了，眼不见为净。开什么玩笑，如此神秘的珠子扔了岂不是可惜？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就找到了炼化的办法呢。这倒也是。药逆命听到这种人的话，也是微微一笑，正要开口，突然心头一动，脸色也发生了转变。看到药逆命的表情，所有人都是一愣，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药逆命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有错愕，有惊讶，有疑惑，但更多的竟然是兴奋和激动。紧随其后，药逆命的脸上出现了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的笑容，这是发自内心最真挚的笑容。就算是药源跟在药逆命身边这么多年，却也从未见过如此真挚的笑容。师父，这到底是怎么了？陈长安，你居然跑到了我这丹帝城！药逆命这突然的开怀大笑，更是让众人目瞪口呆。这还是他们印象之中的不死丹帝吗？这个陈长安是什么人，竟然能够让不死丹帝发出如此激动的笑声？陈长安是谁？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难道是大帝境界的强者？不知道，但是曾经也有不少大帝境界的强者来找丹帝，也没听说哪位能够让咱们这不死丹帝如此开心吧？有趣，当真是有趣。众人议论纷纷，都在好奇这个陈长安究竟是何许人也。师父，陈长安是谁？药源有些好奇地问道。不可无礼，你得称呼为前辈，好朋友，为师唯一的一个朋友，此时就在我丹帝府的门外。好朋友，唯一的朋友，能够成为不死丹帝唯一的好朋友，此人恐怕也是来历不凡。药源更是没想到师父竟然还有好朋友，那我现在就去迎接陈长安前辈。不用，我亲自去。什么？亲自去？堂堂不死丹帝竟然要亲自去迎接一个人？不用了，我已经进来了。就在此时，陈长安的声音传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众人顺着声音看去，正好见到了陈长安一行人。可看到了来人之后，大家都是眉头微皱，有些不解。一个神通境一重，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是不死境七重，对，还有一条大黄狗。众人看了看去，最后将目光落在了陈长安的身上，因为听声音感觉和陈长安的形象比较符合。可一个神通境一重，竟然是不死丹帝唯一的好朋友。一别数千年，陈长安一如既往，但如今的要逆命却苍老了许多。明明是大帝境界，居然还把自己打扮得跟个老头一样，这让陈长安很不理解。年轻一点不好吗？看着也有朝气，有活力，现在这模样，竟然……陈长安突然眉头一皱，怎么感觉要逆命的身上似乎隐隐带着一丝死气？一位大帝境界的强者，这般年纪最多也就是算个壮年，竟然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怎么会来这里？要逆命很好奇，毕竟他知道陈长安走不了太远的地方，出来的时间也不长。他常年生活在禁忌森林附近，可这一次居然来到了这丹帝城。毕竟两地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为了那颗珠子，陈长安也不废话，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珠子，要逆命没想到陈长安这一次过来竟然是为了这颗珠子。难道他知道此物？在要逆命的心中，陈长安可不是一般人，充满了神秘且异常强大。或许陈长安真的有办法炼化这珠子。你有办法炼化这珠子？要逆命有些兴奋地问道。兴奋？居然连怀疑都不怀疑，直接兴奋了起来。这丹帝对此人如此有信心，其他人全都看傻眼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任，才会如此不假思索地相信对方一定有办法？云霄此时也看向了陈长安，十分好奇对方究竟会使用什么办法来炼化这颗珠子。当然有办法，而且这整个太玄界除了我，其他人还真的无法炼化这珠子。不过炼化之后，这珠子可就消失不见归我了。你不心疼？陈长安笑着调侃道。这有何心疼？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要逆命有些不悦地说道。哈哈哈，开个玩笑。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但要逆命依然没有变，始终将陈长安当成自己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毕竟如果没有陈长安，也不会有如今的不死丹帝。早在禁忌森林，他就已经死了。要逆命将珠子取出来之后，毫不犹豫地直接递给了陈长安。其他人也将目光投向了陈长安，想要看看这让他们束手无策的珠子究竟要如何炼化，能否炼化。陈长安接过来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胎珠。如今这应该是自己得到的第5枚胎珠了，而且这一次获得的过程应该也算是比较轻松的。只见陈长安意念一动，胎珠直接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炼化方法？竟然和身体融合了！要逆命此时也是有些震惊，陈长安能够自己将此物和自身融合，难不成这东西本就是他的？咦，什么情况？这灵气……当陈长安融合了胎珠的那一刻，不过顷刻之间，众人感觉到四周的灵气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抬头一看，在丹帝府的上空竟然已经出现了一个灵气漩涡。如此恐怖的灵气竟然只是在瞬间就出现了，这吞噬灵气的速度未免太变态了一些吧？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这珠子究竟为何物？绝非凡物，绝非凡物啊！想不到炼化此物竟有如此巨大的好处。哎，可惜了，咱们都没有办法炼化，这份机缘却被此人获得，那也是他的本事。只是我很好奇，他究竟是怎么炼化的？莫非这珠子原本就是他的东西不成？我更好奇他是如何做到不过短短瞬间便抽空了方圆数十万公里灵气的。不错，这速度太恐怖了，而且还没有停止。陈长安这吸收灵气的速度太
太恐怖了一些。不过一个瞬间，方圆数十公里的灵气全部聚集于此，而且看天空之中这灵气漩涡情况，还有源源不断的灵气正在向着此处快速聚集，最终究竟会吸收多少灵气，没有人知道。这已经快要超出有些人的感知范围了。丹地府内，众人面面相觑，震惊不已。丹地府之外更是变得沸腾了起来。丹地府之中出现了如此异象，在他们看来，必然是那宝物此时已经炼化成功。成功了？难道真的成功了吗？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就连不死丹帝都没有办法的东西，竟然真的被人炼化成功了。你们说，究竟是谁炼化成功的？这不清楚，会不会是那个炼丹天才云霄？不可能吧？他虽是天才，但毕竟过于年轻了，能力有限。难道是刚才进去的那几人？他们进去之后，异象就出现了，很可能跟他们有关。呸！越说越离谱，他们刚进去就炼化了，你以为他们是谁？什么？比丹帝还要厉害？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争吵不断的时候，天空之中的灵气漩涡已经慢慢开始出现了异变。这是灵气化形，这需要多么庞大的灵气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它到底聚集了多少灵气？邝中堂此时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充满了无力感。要不要这么变态？这自己想要胜过陈长安，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要逆命却有些奇怪地看向陈长安，怎么总感觉陈长安是在突破修为呢？可陈长安这样的人物，在突破会是什么境界？在要逆命的心中，陈长安的实力那就是大地巅峰，而且他一直认为陈长安就是禁忌森林真正的主人，这样的人突破有些不可思议。就在要逆命思索之时，天空之中的灵气漩涡慢慢凝聚成了一条灵气巨龙。灵气巨龙在上空不断的盘旋，最终直奔着陈长安的身体冲了过去。轰！当灵气巨龙冲入到陈长安的身体之后，陈长安的修为也在瞬间开始飙升，神通境2重，神通境3重，神通境4重，修为一路飙升到了化神境1重，这才停了下来。这样的突破速度前所未见，但陈长安所吸收的灵气数量已经让众人大开眼界了，可依然不明白，这么庞大的灵气就只是突破到了化神境1重。不对，化神境1重，他先前的修为竟然真的只是神通境1重，这怎么可能？要说这群人这种最惊讶的只有2个，一个是要逆命，一个是邝中堂。要逆命想不通陈长安的修为怎么会变成这样，邝中堂是彻底的懵了。如果说先前陈长安的修为真的是神通境1重，那自己连一个神通境1重的人都打不过。卧槽，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神清气爽，陈长安突破之后，感觉整个人变得更舒服了，那种原本属于自己却缺失的感觉正在一点点的补全。你先前真的是神通境？为什么你神通境我也打不过？邝中堂见陈长安突破成功之后，连忙上前，情绪激动地询问了起来。而他的话让其他人也是一脸震惊，这邝中堂的修为可是不死境，听他的意思，先前2人打过一架，而且身为不死境修为的邝中堂竟然还输了，这也太逆天了吧！神通境战神不死境，这开玩笑的吧？对，一定是开玩笑，我就是没修为，你一样无法伤我分毫，别纠结了，累不累？陈长安没好气地说道。变态，你就是个变态，你就不是个人。邝中堂此时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来面对陈长安的变态了，这家伙绝对不是人，人类怎么可能会这样？对，他不是人。陈兄，我也很好奇，按理说你我8000年前就相识了，你的修为怎会如此？你不是大地巅峰境界吗？要逆命的话更是重磅出击，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窒息感。大地巅峰，竟然是大地巅峰！卧槽，我居然见到了活着的大地巅峰！废话，你他妈见过死的大地巅峰不成？这倒也是没有这个机会。丹帝说他是大地巅峰，这绝对错不了，可为何如今却是化神境1重的境界？可别小瞧人家这化神境1重，我感觉实力非常恐怖。对于这种事情，陈长安没有办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就好比当年陈长安否认过自己是大地巅峰，但要逆命不相信一样。没什么，闲着无聊，重新修炼一下而已。闲着无聊，重新修炼，这特么说的还是人话吗？大地巅峰的修为，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可做个人吧。陈长安的话对这些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别人梦寐以求都想要突破到大地境界，至于大地巅峰，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境界。现在倒好，有一个人说自己无聊，不要这境界了，重新修炼，没别的，就是玩。你说气人不气人？陈兄行事向来如此随意，当真是令人叹服啊。对了，这珠子原本就是你的东西吧？所以你才能够炼化？要逆命大笑着问道。不错，这本就是我的东西，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流落在外了。果然如此，这么说来倒也是缘分，想不到我偶然之间获得的东西竟然是挚友之物。如今这珠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倒也是成全了我一件心事。要逆命的话让陈长安眉头微皱，总感觉这小子似乎有点不对劲。要逆命并没有理会其他人疑惑的目光，而是向着云霄看了过去。云霄，你天资聪慧，在炼丹上有很高的天赋，我想要收你为徒，让你继承我的衣钵，不知道你可愿意？果然是要收徒吗？要逆命的决定，众人虽然感觉有些意外，却也合乎常理，毕竟要逆命这一生就一个徒弟，而且要元的天赋确实有限，想要找到一个人继承衣钵也是正常的。这小子的运气真不错，居然能够得到丹帝的赏识。是啊，若是我们有幸能够跟在丹帝身边学习炼丹的能力，恐怕也会更上一层楼。可惜啊，咱们没有这个命。众人一脸羡慕地看向云霄，而此时云霄却是犹豫了起来。片刻之后，
云霄歉意地说道：“抱歉，我并没有拜师的打算，拒绝了。”云霄这小子居然拒绝了丹帝，不理解，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就算你小子自命不凡，心高气傲，但有这样一位名师指导，难道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要拒绝？你当真不考虑一下吗？多谢丹帝好意，我还是不想拜师。也罢，不强求。妖逆命笑了笑，随后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说道：“能够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见到挚友，也算是无憾了。其他的事情就一切随缘吧。”众人还没有从云霄的解决之中回过神来，然后接下来要逆命的一番话，让所有人都是浑身一震。众人一脸震惊地看向要逆命，所有人都在怀疑这位不苟言笑的不死丹帝是不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死丹帝，你可是不死丹帝，那么多的磨难都闯过来了，如今成就了大帝之境，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命不久矣，你怎么可能命不久矣？师父，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您可是大帝境界，怎么可能会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定不是真的，对吗？耀元此时惊慌的浑身都在颤抖，难怪师父最近有些反常，难怪想要找人传承自己的衣钵，难道真的是因为师父命不久矣了吗？耀元从小跟着要逆命，一直相依为命，对于耀元来说，要逆命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如果要逆命真的死了，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活在这个世上。傻孩子，人哪有不死的？我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要逆命看着耀元宠溺的一笑，对于生死，他早就已经看淡了。毕竟他这一生就是在生与死之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师父您是大帝境界，为什么会这样？耀元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可以他对要逆命的了解，对方不会说谎。其他炼丹师此时也是一脸震惊地看向要逆命，这可是炼丹界的传奇，所有人都没有想过他会如此快的陨落，而且还是如此毫无征兆的陨落，这究竟是为什么？陈长安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刚刚从要逆命的身上看到了一丝死气出现，可听到要逆命亲口说出事实的那一刻，陈长安也有些唏嘘。他这一生太坎坷了，真的无法安稳地走过这一生吗？你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陈长安皱着眉头问道。要逆命笑了笑，看着陈长安说道：“其实我早就应该死了。我这一生第一次的生命是父母所给，他们生我养我，穷其一生都在想办法让我活得更久一些。而第二次生命，陈长安，是你给我的。当年我少不更事，闯进了禁忌森林，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了。所以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我的第三次生命是我自己给的。我不信天，不信命，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逆天改命。我成功了，但也失败了。成功了，为什么也失败了？所有人都有些不太理解，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这两者之间能够联系到一起吗？当年我以为只要自己突破到大帝境界，便能够改命成功，可我却大错特错。逆天而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别人突破是天劫，而我的是天罚。当年突破不死境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我的行为触怒了天道，好在我成功了。可我知道天罚不会因此而消失，为此当我快要突破到大帝境界的时候，我做足了准备。天罚降临，凶险万分，我施展了所有手段，终于从天罚之中活了下来。可我的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天罚所带给我的伤害无法自愈，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也在不断的衰败。如今我大限将至，而且我感觉得到天罚又要再次降临了。最近这半年，要逆命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他隐隐之中感觉到天罚似乎要再次降临，这还真是趁他病要他命。似乎天道也认为要逆命已经活得够久了，该是时候收债了。听到要逆命的话，众人都是唏嘘不已，谁也不会想到一代丹帝最后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本是传奇的一生，可最后竟然还是败给了天命。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能够逆天改命？当真是天命不可违吗？传奇落寞，难道我们炼丹界就真的无法崛起吗？丹帝若是陨落，日后还有谁能够撑得起这面大旗？我们这么多人总能够想到办法的，对吧？一定可以有办法的，对不对？怎么想能有什么办法？丹帝都束手无策，难道我们比丹帝还要厉害不成？只要是炼丹界的炼丹师，没有人愿意看到要逆命陨落，他就是炼丹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是所有炼丹师心中的神。如今神要陨落了，这如何让他们能够接受？不死丹帝陨落，恐怕整个太玄界都会为之震动。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看看你的身体情况。陈长安眉头微皱，走上前去查看要逆命的身体。要逆命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拒绝，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情况，谁也救不了自己。就算能够压制住自己身体继续恶化，可即将到来的天罚，他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怎么会糟糕到如此程度？陈长安都没有想到，要逆命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果不是要逆命有着大帝境界的修为，早就已经死翘翘了。换了旁人，估计都死了800回了。要逆命的五脏六腑几乎可以说是处于衰死的状态之中，体内的奇经八脉更是乱七八糟，甚至还有断裂的情况出现。也就是要逆命是丹帝，而且一直很低调，从不与人为敌，否则的话，只要出手一次，他可能就性命不保。他这么多年来都是在用强大的修为吊着，否则的话，陈长安可能都没有机会见到要逆命这最后一面了。看到陈长安眉头紧皱，要逆命笑着说道：“我知道你心中所想，但你也看到了，我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的身体乃是受了天罚重创，根本就无法恢复。我也尝试过，但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我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身体一点点的衰败。要逆命本就不是一个认命之人，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努力过？只不过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了泡沫，白忙一场罢了。
这位前辈，您有办法吗？药员带着祈求的目光看向陈长安，不确定，但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听到这话，在场众人都是一愣，他难道真的有办法不成？要逆命也有些惊讶，难不成陈长安真的有手段？你有办法？要逆命有些紧张地问道。就算是面对死亡，要逆命都已经从容面对了，可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是有些控制不住，因为他真的还不想死。陈长安看着要逆命笑了笑，随后伸出左手握住了要逆命的手腕。下一刻，要逆命感受到一股充满了生机的能量冲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在这股能量的加持之下，他感觉得到自己的状态竟然在回升。不仅如此，那原本被天罚重创的身体似乎也有了一丝好转，虽然只是一丝丝，但感觉十分的明显。而在其他人的眼中，要逆命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变化。真的有办法，不可思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陈长安究竟是什么人？连丹帝都束手无策的事情，他竟然能够治疗，这可是天罚留下来的重创伤势，太不可思议了！陈长安的手段，别说这些人感觉不可思议，就连一直跟着他的大黄，此时都是目瞪口呆。这小子到底还瞒了自己多少事情？他怎么有这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手段？完了，没有爱了，现在开始跟我藏心眼了。行，陈长安，你好样的！大黄表示很生气，大黄表示很愤怒。曾经以为两人是彼此之间没有秘密的好朋友，可如今呢？变了，一切都变了。想着想着，大黄的眼神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丝幽怨，似乎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大黄前辈，你怎么了？顾仙儿感觉到大黄的不对劲，于是连忙问了一句：“我想静静。”静静？哪个青楼的姑娘？我。大黄有些郁闷地看了顾仙儿一眼，自己在这丫头的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青楼？神他妈的青楼姑娘！仙儿姑娘，你觉得我就这么喜欢青楼吗？是啊。顾仙儿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在他的心里面，大黄那就是一个十分执着的嫖客，虽然他什么也干不了，但不妨碍他对于青楼的热爱。大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趴在一旁不再说话，心中更是充满了感慨。这个世界对他的误解实在是太大了，一点也不友好。另一边，药元此时紧紧地盯着要逆命，看到要逆命的状态越来越好，药元的心中也是越来越激动。片刻之后，陈长安终于收回了自己的手。我如今的能力有限，恐怕只能够做到这一步了。陈长安无奈地说道。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身体舒服了很多，这样的状态，我感觉我还能再活上100年不成问题。只是说罢，要逆命抬头向着空中看去，身体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修复，但天罚的到来却不是他能够承受得住的。或许自己命该如此，但陈长安的手段却让要逆命感到了震撼。陈兄，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股能量蕴含着恐怖的生命力，可我却从未见过。要逆命有些好奇地看着陈长安。要逆命好奇，其他人就更好奇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能量？陈长安其实也说不太好，这些能力是他在融合了胎珠之后偶然之间发现的。左手拥有一种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生命之力，但右手却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死亡之力。左手生，右手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但陈长安还是有些想不通，当初融合的眉心和心脏却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特殊的能力，或许有，只是陈长安并没有发现罢了。只见陈长安慢慢伸出左手，一股强大的生命之力从左手之中慢慢散发出来。随着生命之力的出现，面前土壤之中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了一些杂草。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这简直是逆天般的行为。这个陈长安虽然如今修为重新开始，但他的能力绝非普通大地巅峰强者能够比拟的。在众人的认知之中，大地巅峰强者代表着整个太玄界战力的顶端，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位大地巅峰强者能够有如此神奇的能力，又或者说是他们孤陋寡闻了，一些小手段而已，刚好能够修复你身体的伤势。不过如今这股能量我掌控的并不是很好，想要痊愈恐怕需要一些时间。陈长安笑着说道。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身体的伤势得到了修复，但天罚不日便会降临，恐怕我是没有时间等你了。要逆命苦笑着说道。天罚？陈长安抬头向着空中看去，这天罚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扛得住。没事，不过就是一个天罚而已，我试试。此话一出，要逆命浑身一震，他试试什么意思啊？陈长安想要帮助自己阻挡天罚，他疯了吗？不可，此事万万不可。陈兄，虽然你实力逆天，但这天罚可绝对不简单，我经历过，所以我懂得天罚的可怕，而且我感觉得到这一次得天罚远比我突破大地境界时的还要猛烈。若是你有个什么闪失，你让我如何瞑目？虽说万般不舍，但要逆命早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怎么可能让陈长安这位挚友为了自己这将死之人陷入到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若当真如此，要逆命宁愿陈长安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否则他良心难安。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就这么定了。陈长安微微一笑，对这天罚并不在意，甚至隐隐有些期待，他也想要看看究竟是这天罚厉害，还是他这肉身更厉害一点。见陈长安心意已决，要逆命也知道自己是阻拦不了他的，无奈之中又有着无尽的感动。自己这一生遇见的人很多，但称得上是朋友挚友的便只有眼前这一位。丹帝，不知道我们能够多留几日？是啊，说不定我们也能帮上什么忙。天罚就要到了，我们也想要见识见识这天罚究竟有多强大。其他炼丹师也并不想要离开，一方面是想出分力，另外一方面也是想看看
这陈长安是否当真还有逆天的本领，连这天罚都能够对抗？我先前就已经说过，诸位若是想的话，可以多留几人。正好我这么多年来有些炼丹的心得，我都记载了下来，你们可以随意观看。丹帝的炼丹心得，随意观看。这对于这些炼丹师来说，无疑是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前辈，我也可以吗？云霄先前拒绝了要逆命，如今倒也有些不好意思，不拜师却想要看心得，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但要逆命对此并不在意，笑着说道：“你和他们一样，可以看，不用觉得有负担。不拜师是你的个人选择，我并不会强求。多谢丹帝。耀元，你先带着大家去休息吧。”是，师傅。耀元带着其他人离开之后，要逆命看着陈长安说道：“你们就去我住的那边吧，地方够用。”大黄前辈，这是怎么了？为何心情不佳？要逆命这时候才注意到大黄，而且要逆命是这些人之中除了陈长安唯一知道大黄本体的人。毕竟要逆命当年在禁忌森林遇见的可是麒麟，后来又遇见了陈长安，那个时候大黄已经变成了如今这大黄狗的模样。前辈，大黄前辈是想去？嘿嘿，没什么，就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心有不忍。对，心有不忍。大黄虽然不要脸，可也不想当着要逆命的面丢人啊。那自己曾经营造的光辉形象，岂不是付之东流了？要逆命多少了解一些大黄，所以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但也并没有继续追问。陈兄，这两位是顾仙儿，我的侍女；这一位邝中堂，一个朋友。朋友能够和陈长安成为朋友，想来也不会差。邝中堂是吗？既然你和陈兄是朋友，想必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以后便也是我要逆命的朋友。此话一出，邝中堂差点没一口唾沫把自己呛死。这就和不死丹帝成为朋友了，这他妈说出去，有人会信吗？性情？那他可太性情了。你要是拴不住他，他都能出去咬人。大黄在一旁笑着调侃了一句：“哦，为何？嘿嘿，那个不瞒丹帝，我这个人平时就是喜欢战斗，没有别的爱好。”哦，喜欢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要逆命对此十分的理解。走，那就一起去我那边吧。好，要逆命带着众人来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要逆命什么都不做，每天就是和陈长安几人喝酒聊天，好不自在。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真不错。或许我应该早点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惜了。陈长安的到来让要逆命原本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要逆命如今也是什么都不想理会，在天罚来临之前，和自己最好的挚友每天说说笑笑，好不快活。耀元从未在师傅的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笑容，这几天就连对待自己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比之前加起来还要多。耀元的内心深处对陈长安充满了感激之情。这几日耀元忙前忙后，却并无任何的怨言，甚至心甘情愿，脸上的笑容也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你这个意思不错，既然你想要传承衣钵，直接传给他不就好了吗？这几天耀元的所作所为，陈长安也都看在眼中，这是一个知恩图报，而且是实心实意对待要逆命的人。陈长安有些搞不懂，都是传承衣钵，要逆命为什么不选择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想招揽云霄？就因为云霄这小子的天赋更好吗？陈长安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云霄这小子，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而且此人的灵魂异常强大，单论灵魂的话，恐怕要逆命这位大地强者的灵魂都不如云霄。虽然好奇，但陈长安并没有过多的去探寻，毕竟云霄和自己之间毫无关联。要逆命听到陈长安的话，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他心中的第一人选又何尝不是耀元呢？不瞒你说，我确实想过，但耀元的天赋有限，无法真正的继承衣钵，但我这丹帝城、丹帝府将来是要留给他的，否则我走了之后，他就真的无依无靠了。要逆命无奈的说道：“没有天赋怎么了？谁规定没有天赋就不能够继承衣钵？这几天我观察过，耀元此人心思细腻，做事一丝不苟。虽然他本人未必能够将你的传承发扬光大，可他难道不能够收徒吗？他难道就不能够指导其他人吗？就凭借着他的细心和耐心，调教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你就是太死脑筋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你真的没了，他一个人守得住这偌大的丹帝城，守得住这藏有你传承的丹帝府吗？只有他本人掌握了你的所有传承，他才是真的安全，别人才不会轻视于他。”陈长安的话让要逆命心头一震，对啊，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耀元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徒弟，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继承人，他会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的将自己的衣钵传承下去，而且这样一来，他的地位也会提升，安全也会得到保障。多谢陈兄开导，我悟了。要逆命感激的说道：“行了，咱们之间就别弄得这么肉麻了，真想要谢我的话，多准备点好酒好菜。”哈哈，这当然没问题，我现在就……话还没有说完，要逆命的脸色突然一变，抬头向着空中看了过去。看到要逆命的表情，陈长安也是眉头一皱，难道这就来了吗？陈长安来到丹帝府也不过才几日时间，这天罚来的未免太快了一些吧？天罚恐怕真的要来了。耀元，此时正在忙碌的耀元听到要逆命的声音不对，连忙冲了出来：“师傅，快通知府中的其他人赶紧离开此地，另外让丹帝城的人离开丹帝府附近，越远越好。”要逆命沉声说道：“师傅，是天罚要来了吗？”耀元没想到欢快的时光竟然如此短暂，自己才刚刚沉浸在这幸福喜悦之中，难道一切都要结束了吗？还愣着做什么？快去！师傅，我……耀元担忧不已，但师傅的命令又不得不遵从，最终只能够一咬牙转身离去。等等！突然要逆命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耀元，看到耀元有些不解的目光，要逆命突然笑了起来，这柔和的微笑，若是往常，
耀元会很开心。可如今这样的情况，总感觉这是师傅看自己的最后一眼。耀元，从现在开始，我的衣钵传承就交给你了。只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不然的话，我会亲手指导你。不过罢了，能够传承多少就全看你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丹地府的主人了。听闻此话，耀元心头一震，师傅竟然将传承衣钵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了自己，这原本是一件大喜事。可如今的耀元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遗言，这是师傅的临终遗言啊！师傅，您不会有事的，您去吧，让大家离开此处，避免伤及无辜。是。嘱咐完了耀元之后，耀逆命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笑着说道：“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走吧，我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我不希望在这最后一刻看到唯一的挚友因为我受到任何的伤害。”陈长安认真的看了看耀逆命，随后点了点头。看到陈长安同意，耀逆命也是松了一口气。大黄，你带着他们两个先出去吧。大黄点了点头，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带着顾仙儿和邝中堂两个人离开了丹地府。大黄前辈，陈兄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就这么放心他？离开丹地府之后，邝中堂有些好奇地问道。倒也并不是，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连恐怖的天赋都无法伤他分毫，有点好奇陈长安能不能够抵挡得住天罚。大黄其实也不清楚，但架不住他好奇啊。不知道你就一点不担心吗？那我有什么办法？是他自己要对抗天罚，况且我对他多少还是有点信心的，等着瞧吧。邝中堂也是有些无奈，但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够看陈长安的本事了。陈兄，你这是何苦呢？见陈长安不走，耀逆命心中感动，但更多的是气愤和焦急。他是真的不想要让陈长安为了自己冒险。我并不完全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证实一下我的身体是否真的无坚不摧。无坚不摧。耀逆命回想曾经和陈长安在一起的种种经历，似乎陈长安真的从来没有受过伤，不管遇到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的危险，他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断过。就在此时，原本的晴空万里，突然之间乌云密布，一股恐怖的能量不断的在天空之中凝聚，一时之间，整个丹地城仿佛都被死亡笼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什么情况？天上那是什么？有人突破了渡劫吗？究竟是什么天劫？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气息！卧槽，不会是丹地又要突破了吧？有可能，在咱们丹地城，能够引发如此恐怖异象的，必然是丹地无疑了。吃瓜群众不明所以，但丹地府跑出来的那些炼丹师，心中却十分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天罚竟然这么快就要来了吗？你们说，丹地和陈长安两个人能够顺利度过这天罚吗？哎，希望能够度过吧。真的不希望咱们炼丹界的传奇就这样陨落，那就只能够看陈长安了。所有炼丹师都将希望寄托到了陈长安的身上。而此时，云霄看到耀元的举动，不由得一愣：“你要做什么？”云霄一把拉住了想要返回丹地府的耀元，皱着眉头问了一句：“就算是死，我也要和师傅死在一起。我的命是师傅给的。”耀元沉声说道：“糊涂！先不说丹地是否真的无法撑过这天罚，就算真的撑不过，你去了又有什么用？你死了，不死丹地的传承，那又有谁来传承？”云霄的话让耀元整个人都愣住了。自己死了，师傅的传承怎么办？可耀元看着天空之中那恐怖的天罚，气息越来越强，心中充满了担心。你怎么知道师傅将传承交给了我？耀元这个人心思细腻，虽处于慌乱担忧之中，却也很快的反应了过来。自己得到传承也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且云霄本人并不在场，自己又没有主动提起过，他是如何得知的？云霄也被耀元问的一愣，连忙解释道：“刚巧听到了而已。”刚巧听到？丹地府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逆命居住的地方和他们这些宾客居住的地方可是有着一段距离呢。如果说他真的是刚巧听到的，只有一个可能，便是他在偷听。耀元虽然炼丹天赋不行，可不代表他是个傻子。此时这种环境，他也不可能继续追问，就当相信了云霄的说辞。耀元看着天空之中还在不断提升恐怖气息的天罚，心中满是担忧。不仅仅是耀元，其他人此时眼神之中也满是恐惧。这天罚的威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甚至于他们感觉天罚之下，不管是谁，哪怕是大地巅峰强者，恐怕也无法生还。完了，这陈长安纵然是大地巅峰，只怕也挡不住这天罚了。天罚的威力还在提升，这是真的想要了丹地的命啊！逆天行，触怒天威，谁也救不了了。我感觉丹地城恐怕要毁了，咱们要不要再走得远一点？不错，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众人感觉留在丹地城依然有危险，所以连忙向着城外飞去。耀元此时左右为难，一边是师傅，一边是丹地城的其他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按照师傅的意思做，先将通知丹地城的人迅速离开此地。而就在这些人向着城外飞去的时候，大黄带着邝中堂和顾仙儿早早的就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真是一群傻子，这可是天罚，留在丹地城和留在丹地府的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死的时候身边陪葬的人多了一些罢了。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天罚！而且从一开始大黄就看得出来，这一次的天罚威力很强，别说是留在丹地城，就算是现在这里，大黄都感觉并不是十分的安全。要不是邝中堂和顾仙儿拦着自己，大黄的打算是越远越好。我先说好了，如果一会天罚下来了，威力太大，都别拦着我。陈长安死不了，我还没活够呢。大黄没好气地提醒了一句，陈长安真的没事，这么恐怖的天罚都伤不了他分毫。对于这个问题，邝中堂十分的在意。我觉得应该伤不了。大黄也不确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确定的话，
让邝中堂彻底崩溃了。这天罚都不行，自己还挑战个屁了？给自己添堵吗？大黄前辈，我就问一句，陈长安是人类吗？邝中堂对于这一点十分的好奇，哪有人类这么强的？陈长安的肉体强的会不会有些离谱了？当然是人类，就是强的有点不太像人而已。对于这一点，大黄还是比较肯定的，毕竟陈长安小时候他就见过，而且陈长安还有自己的家族晚辈，确实不像人。丹地府之内，要逆命此时也是苦笑不已，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何老天要如此对待自己？我只是想要活着，这难道也是十恶不赦之罪？这天地之间，有罪之人不计其数，何曾降下天罚？可笑，可笑！要逆命抬头看着天空之中的天罚，脸上满是讥笑。世道不公，但又能如何？就算是大地之境，面对天道，和一介凡人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强大一些的凡人罢了。看到要逆命眼神之中的悲愤，陈长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公道可言？真理靠的是拳头，只要拳头够硬，没理也是理。听到陈长安的话，要逆命只能无奈苦笑。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实力再强，终究生活在这片天地之间。在这天地之间，真理是天道。你看，还在继续，我都已经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天空之中的天罚迟迟没有降下，而是在不断的蓄力积攒能量。陈长安此时也感觉有些古怪，以如今这天罚的威力，灭掉要逆命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他还在等什么？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差不多得了。陈长安看着天空之中的天罚，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可让要逆命感觉震惊的是，当陈长安这句话说完之后，天罚竟然真的安静了下来，不再继续聚集能量。你什么情况？他听你的话？别说要逆命震惊，陈长安也有些没想到，不过就是一句调侃，怎么还真的停下来了？这巧合吧？他怎么可能真的听我的话？要是真听话，我让他直接滚蛋不就好了？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而一旁的要逆命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当看到天空之中的天罚并没有消失，要逆命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自己是不是想的太多了？要来了！陈长安一直盯着天空之中的天罚，当天罚停止聚集能量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天罚降临了。好，给我老实在这待着。要逆命刚要冲天起，准备正面迎接天罚，这是他一早就已经做好的打算了。只要他死了，天罚就会消失，那陈长安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可他低估了陈长安的敏锐程度，从一开始，陈长安就在防着他这一手。当看到要逆命有所行动之时，陈长安直接一把将他按住，与此同时施展灵魂禁锢，将要逆命的灵魂禁锢。虽说要逆命如今油尽灯枯，但毕竟是大地境界，想要禁锢并不容易，所以陈长安只能够从灵魂下手。陈长安的灵魂十分强大，加上灵魂禁锢之术，能够短时间之内禁锢住身为大地强者的要逆命。陈长安，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放开我！要逆命知道陈长安很强，可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无法动弹分毫，灵魂被禁锢，身体就仿佛是彻底的失去了掌控权一般，只能够无力的瘫倒在地。休息一会吧，你这副破身体，真以为我不知道？空有大地境界，现在一个不死境都足以杀了你。要逆命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了极致，勉强出手会死，不出手，若是有人对他动手，他一样会死。虽说不至于什么人都能杀了他，但只要是不死境，便有十足的把握杀了他。更何况是天罚，你会死的，我死不了。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冲天起，直接飞到了天空之中。是陈长安，陈长安不会是想要一个人对抗这天罚吧？卧槽，他不要命了！距离虽远，但只要是有点实力的人都能够看得清楚，此时的陈长安虚空而立，直面天罚。要是陈长安和丹帝联手，说不定还有些胜算。如今就陈长安自己，恐怕凶多吉少了。哎，难道这太玄界又要少了一位顶级强者吗？如此恐怖的天罚，所有人都不认为陈长安有这个本事活下来。此时就连顾仙儿和邝中堂两人也是紧张不已，眼睛死死盯着空中的陈长安，心中都在默默祈祷。来了！大黄突然脸色一变，这天罚的威力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恐怖。轰！一声巨响，一道恐怖的天雷从天而降，直奔着半空之中的陈长安而去。轰！又是一声巨响，天雷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陈长安的身上，瞬间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能量爆炸。不好，快退！天罚的威力过于恐怖，陈长安虽然抵挡住了大部分的攻击，保住了下方的丹地府，但爆炸所产生的余威依然向着四面八方不断的扩散。众人感受到这股威力，也是浑身发抖，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跑。就算不少人第一时间选择了逃跑，但依然有不少人还是被这股余威震飞了出去。这余威都如此恐怖，陈长安竟然毫发无伤，他还是人吗？他可是直面天罚，承担了最恐怖的威力。我已经跑得这么远，还受了重伤，他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死了多少人？不知道，但我感觉丹帝城那些修为一般的人，还有普通人，恐怕天罚的余威之下，不可能所有人都安然无恙。丹帝城的人起码死了上万，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妈的，早知道留在丹帝城好了，没想到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丹帝城。那是因为陈长安阻挡了天罚的威力，护住了丹帝城，否则的话，丹帝城如今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失算了。谁能想到陈长安竟然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天罚？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陈长安能够成功。别看大黄说得很坚定，但心中多少也有一丝担忧。果然是个变态。大黄咧嘴一笑，也是松了一口气。天罚结束了吗？结束了吗？众人抬头看去，
天罚并没有消失，但也并没有再降下来恐怖的天雷。此时，陈长安抬头向着空中的天罚看去，眼神十分的不友好。妈的，还好我速度快，你可真不是个东西。陈长安的身体很强，非常强，但是衣服就差了点事。刚才的天罚之下，陈长安的衣服几乎是瞬间毁于一旦，还好自己速度够快，连忙换了一套。而其他人的关注点都在逃命上，否则陈长安可真就亏大发了。陈长安的话让天罚竟然有了一丝动静，似乎对方还挺来气。你别欺人太甚，给我滚！什么情况？陈长安在骂天罚，那不就等于是在骂天道？这小子是疯了不成？嫌自己活得太久了，疯了！这陈长安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他知道自己骂的是谁吗？我这辈子见过不少疯子，这么疯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咱们这里是不是也不安全了？要不然咱们再退退？我觉得还是退退吧，恐怕接下来的天罚，天，你天什么？天罚，你们快看天罚！看天罚！众人再次抬头一看，顷刻之间，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溜圆，甚至有人用力地扇了旁边人一巴掌。啪！卧槽！你打我干什么？我看看是不是做梦，是不是幻觉？你特么不会打自己吗？疼！我还特么疼呢！谁都没有想到，前面还在吐槽，可下一秒，天罚居然真的消失了，而且消失的速度非常快。陈长安喊出那个滚字之后，天罚都没犹豫，直接跑了。妈的，牛逼！陈长安是天道亲儿子吧？有没有可能他是天道亲爹？这也太变态了吧！天罚被他骂跑了，回去赶紧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天罚消失，丹地城的危机也已经解除了，众人没有了多余的担忧。陈长安看着天空恢复了平静，自己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真这么听话？我不会真是天道他亲爹吧？那天道亲妈是谁？陈长安有些懵，但天罚消失总归是一件好事。回到了丹地府之后，陈长安解除了要逆命的灵魂禁锢。禁锢解除之后，要逆命看着陈长安的眼神迷茫，充满了迷茫。我感觉得到天罚真的消失了，而且似乎不会再出现。你竟然真的能够把天罚骂跑？要逆命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太突然，太刺激了。我说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信不？我就是看他有点不顺眼，放得狠话而已。谁知道他这么不经骂？不经骂，这可是天罚，天道的惩罚。他不经骂，你在开什么玩笑？不论如何，陈兄，你又救了我一次，如果没有你，今天便是我的死期。除了父母之外，陈长安给了自己2次生命，可以说陈长安对要逆命的恩情不比父母少。你我之间无需多言。陈长安笑着拍了拍要逆命的肩膀，示意对方不用在意这些事情。此时大黄第一个跑了回来，屁颠屁颠的跑到陈长安身边，眼神异常的猥琐。嘿嘿，真白。真白。听到这话，陈长安脸色一变，妈的，让这狗东西看到了，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睛？陈长安恶狠狠地说道。你看，这么白，这么大，还怕看？咱俩谁跟谁？要不你也看看我的。说着，大黄就要翻身躺在地上，陈长安气得直接给了他一脚，滚一边去，丢人现眼的东西。要逆命有些懵，他们说的是什么？什么又白又大？要逆命不解地问道。没什么，天上的云又白又大。陈长安随意地敷衍了一句。要逆命知道大黄说的一定不是这个，不过他也并没有追问，毕竟看得出来陈长安也不想说。不多时，原本在丹地府的这些人也都回来了，每个人都对陈长安充满了好奇，只可惜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陈长安了。师傅，您没事了，这真是太好了。药元冲回来之后，看到要逆命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心中充满了激动。扑通一声，药元直接对着陈长安跪了下来。多谢前辈大恩大德，药元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好好的报答您，只要前辈差遣，晚辈一定竭尽所能。看到药元如此，要逆命也是满心安慰。虽说药元天赋一般，但性格品行都是一等一的。起来吧，我救你师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情，你不需要这样。不，这对我而言并不一样，师傅对我而言便是我的父亲，如此大恩怎能不报？见药元执意如此，陈长安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反正自己也不一定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去做。你的身体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绝对不能够和任何人动手。不如……陈长安想了想，随后向着矿中堂看了过去。你不如留在这里吧，留在丹地府当个看家护院也好，你觉得如何？陈长安问道。留在丹地府当个看家护院，这特么简直不要太好，这可是丹地府啊，多少人巴不得想要这样的机会。我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丹地。哈哈，既然是陈兄的好意，我怎么会拒绝？你以后就留在这里吧。见要逆命答应了下来，矿中堂兴奋的差点找个人干一架。留在丹地府对他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丹地虽然如今不能动手，但可以炼丹啊，有了丹地的辅助，他的实力必定可以有所突破。对了，师傅，我怀疑云霄此人心思不纯，他似乎一直都在偷听我们的谈话。突然药元的一句话让要逆命眉头皱了起来。偷听，这是为何？你确定？不错，师傅将传承交给我，也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云霄却知晓。如果不是偷听，他不可能知道。而且天罚结束之后，云霄失踪了，他并没有回来，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听到药元的话，要逆命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偷听？自己明明要将衣钵传给他，这小子身上有秘密。云霄偷听的事情，其实陈长安知道，虽然对方的灵魂很强，但和陈长安还是无法比拟的。云霄以为自己很小心，不会被人发现，其实从一开始他的举动就被陈长安洞察到了。因为天罚的事情，
陈长安并没有去找云霄，另一方面也是想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想要做什么，却没想到天罚结束，对方居然直接消失了。既然人都已经走了，就算了吧，这小子如今的实力还闹不出什么事情。陈长安笑着说道：“没错，此人或许有秘密，但应该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药源，去准备好酒好菜，我要和陈兄大醉一场。”是，师傅。药源一脸兴奋地跑去准备酒菜，这一顿酒足足喝了3天3夜，而这3天，先前那些炼丹师也一个个的告辞离去，毕竟这里是丹地府，他们也不好意思一直赖在这里不走。这就是丹地城，真是够远的，浪费小爷我数月时间。走，去丹地府。是，少主。一位衣着华丽的少年带着几名随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丹地城。路人见到对方，也是纷纷猜测此人究竟是谁。看起来此人来历不凡啊，不错，气宇轩昂，就是有点太狂傲了点。你看看他身边跟着的这几个随从，气势都如此惊人，对方或许有狂傲的资格吧？也不知道这是哪位公子少爷来到这丹地城，恐怕是为了丹地吧？你看他走的方向，明显是奔着丹地府去的。少年带着随从直接来到了丹地府，碰到了守在门口的邝中堂。其实邝中堂根本就不需要守在门口，可他自己执意如此，说这样才算是看家护院，要逆命也就由着他了。你快去通报不死丹地，就说本少爷来了。少年鼻孔朝天，丝毫没有将邝中堂放在眼中，说的话也是十分狂妄。邝中堂此时也是脸色一变，这是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敢自称本少爷？你他妈是谁少爷？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丹地府，脑子有坑，跑这来装逼了。邝中堂并没有搭理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而是向着他身后的几个随从看了过去，清一色的不死劲。好家伙，这看来来头确实不小。你们家这位少爷脑子是不是有病？邝中堂从来就不是一个怕事的主，这话要是不问出来，他感觉自己会憋出内伤。放肆！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少主吗？听到邝中堂的话，很显然对方也是充满了愤怒。看到这几个随从愤怒，邝中堂明白了，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随从。一群脑子有病的家伙，你们是不是有病？来到这丹地府还敢摆架子？再说了，有你们这么他妈上门拜访的吗？本少爷来了，你他妈谁家少爷？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妈的，哪个大傻逼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傻逼？邝中堂的脾气向来如此，可他的这番话让面前的少年怒火中烧，身后的随从更是毫不犹豫，直接对着邝中堂出手。动手，谁怕谁？老子好几天没打架了，正好拿你们开开荤。对方虽然有3个人，但邝中堂的实力可绝不一般，一交手3人便知道大事不好。这一次碰到硬茬子了，3人合力居然无法战胜邝中堂，给我狠狠的打！居然敢侮辱我，侮辱我父亲，给我弄死他！外面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里面的人怎么可能听不到？你这里以前也这样吗？陈长安看着要逆命问道。从未有过。虽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摆架子，可来到我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的？就算是一些大地境界的人过来，也十分的和善。这么狂妄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要逆命此时也十分好奇这少年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并不是要逆命吹嘘，还真就没有人敢在这闹事。得罪一名地阶炼丹师，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以说只要地阶炼丹师一句话，会有无数的人帮他出这口气，这其中也包括大地强者。走，出去看看这是哪家养出来的小傻子？陈长安也来了好奇心，刚走出丹地府，外面的战斗此时也已经停止了。邝中堂以1敌3获得了完胜，就你们这样还敢来这闹事，真是个笑话。邝中堂一脸鄙夷地看向那3个手下败将，少主，对不起，我们给您丢人了。3人并没有在乎邝中堂说了什么，很显然他们更在乎少主此时的想法。那被称呼为少主的年轻人一脸愤怒地看向邝中堂，冷声说道：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是谁吗？邝中堂此时的表情也是一言难尽，这逼绝对有病，有大病。你他妈又没有自报家门，老子上哪知道你是谁？我说你是不是没长脑子？你是吃粑粑长大的吗？邝中堂本就是一个粗人，说话自然也是好听不到哪里去。少年此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可自己带来的人又不是邝中堂的对手，这让他更为气愤。我爹是血屠大帝，现在知道了吗？血屠大帝。听到这4个字，邝中堂也是吓了一跳。卧槽，大帝的儿子！只是这血屠大帝年纪可是不小了，万年前就已经成就了大帝之境，实力在大帝境界之中也排得上号，怎么会有这么小的一个儿子？原来是血屠大帝的公子，你是叫冷无情吧？要逆命走出来，看着少年笑了笑。而冷无情十分好奇，此人为何知道自己的名字？难道自己的名气这么大了，都已经传播到了这丹地城？算你有些见识，竟然知道本少爷的名讳。你是何人？冷无情一脸高傲地问道。我要逆命，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的名字呢？要逆命笑着问道。要你命？这是什么名字？放屁！哪有人会叫要你命这样的名字？你是在诓骗本大爷吗？冷无情气愤地问道。少主，此人便是不死丹帝，名字是要逆命，不是要你命。随从连忙在一旁提醒道。此人便是不死丹帝，这不就是一个普通老头吗？冷无情的表现让众人在心中已经下了诊断书，这逼纯是个脑残。血屠大帝也是有病，这样的儿子不好好关在家里面看病，放出来干嘛？小子，你来到这是不是为了治病的？不过脑残这种病好像无药可治，不如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吧，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险的，不适合你。陈长安的话，冷无情第一时间竟然还没反应过来，看了看陈长安，有些不爽的说道。
本少爷在跟丹帝说话，你什么身份？况且我不是来治病的，我身体健康的很，外面危不危险关你屁事。不，你身体健康不代表就没病，脑子是个好东西，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扔了呢？卧槽，你特么骂我！冷无情虽然反应慢了点，可又不是真的傻子，哪里听不出来陈长安这是在骂自己脑残。你们三个去给我！冷无情习惯性的想要让自己的3名随从去教训陈长安，可看到邝中堂那恶狠狠的目光之后，顿时将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憋屈，太他妈憋屈了！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憋屈。我爹是血屠大帝，血屠大帝是谁？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众人异口同声的说道。那你们既然还……冷无情一脸愤怒的看着众人，可大家的表情过于平静，这让他十分有挫败感。欺负人！你们欺负人！卧槽，这小子居然被气哭了。